水汽腾腾，昏黄的烛火被映得有些朦胧。浴桶之内，男子精壮的身躯被蒸腾的水汽环绕，五官被水汽晕染。水雾朦胧中，只觉脸部轮廓精致的像是有人专心雕琢的一般。只听见上空一阵风声袭来，不等男子反应，琉璃瓦铺就的屋顶发出重物撞击的声响，紧接着一道身影跌落，瞬间水花四溅。谁？门外看守的无涯手持长剑闯进屋内，只见一片水花溅起，缕缕剑光在水光中飞舞。莫离从浴桶之中抬起头来，一双桃花眼映入眼帘，犹如3月的春水，让人心神荡漾。眉心那一点朱砂，让这男人看起来似仙似妖，美得不似凡人。驱魔剑发出阵阵的剑鸣，莫离这才有些回过神来。敕令，射箭。莫离伸出右手，驱魔剑在半空中划过一道金光，最后十分听话地落入莫离的手中。景云倒也不怕，任由莫离和自己一起待在浴桶之内。你是何人？说着便上下打量着莫离。这人一头短发，五官没有什么独特的，可那双眼睛却好看得紧，清冷淡然，犹如一汪湖水。流氓！正要起身，纤腰却被一双大手给禁锢在浴桶内。不说。莫离挣扎着将手探向腰间，一张紫符跃然指尖。敕令！话还未说完，莫离便觉得后颈一阵剧痛。王爷，这人该如何处置？出手不凡，审问清楚是哪边的人派来的。莫离醒过来，头还有些疼，他呆呆地看着头顶上的床帐，仔细回忆自己是发生了什么。他记得自己接了一单温泉酒店的大生意，去抓一只头七回来杀人的恶鬼，眼看就要抓到了，不知道怎么好像整个人就往下掉似的。再后来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男人，很漂亮的男人，然后自己就被那个男人的伙伴给打晕了。你大爷的，姑奶奶也敢打！莫离抬手想要揉一揉还有些后疼的脖子，还未抬起，便感觉到手腕上一阵阻力。扭头看去，自己竟然被人以大字的模样绑在了这张床上。王八蛋，放开我！小公子醒了，奴婢这就去禀告王爷。王爷！只是莫离没有等来那个王爷，反倒是等来了昨夜打晕他的无涯。你个王八蛋，有本事背后偷袭，有本事和我光明正大的打一场吗？陈爽，搬去见王爷。话音一落，门外乌泱泱的冲进来10几个壮汉，将大床围了起来。喂，你们做什么啊？床板被那些壮汉放下，立在了地上。对面是一汪碧湖，湖上的凉亭上，一个穿着蓝衣的男子正在抚琴。你有本事绑架，有本事和我打一场啊！莫离不停地叫嚣，眼中怒气满满。谁派你来的？若是说了，饶你一命。什么派我来啊？这天底下如果我不想做的事情，没人能够逼着我做，更别说是使唤我了。果真如此。景云走上前，从凉亭的阴影走向阳光。莫离看着他，
蓝衣披着阳光，苍白的脸在阳光下更是没了半点血色，迈着有序的步伐，仿佛踏碎了一地的阳光，走到莫离的面前。若是本王想使唤你呢？哼，小白脸，你凭什么呀？就凭本王长得好看。哼，我真不是谁派来的，也不会害你。你将我的东西还给我，我这就走人，免得碍了你这个小白脸的绝世美貌。景云让人取来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腰包，这里面的东西他看了一夜，里面的东西很奇怪。你是捉鬼师？抖了抖面前的背包，景云轻轻地咳了几声，露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不是，我可是鼎鼎有名的驱魔师。莫离眼中露出骄傲和得意，10个捉鬼师都比不过1个驱魔师，更何况他还是驱魔世家的唯一传人。只是还未骄傲多久，莫离便看见在景云脸上闪过一道黑气，下意识地开口：你中蛊了？你还会蛊？你中蛊了？你还会蛊？景云微微挑眉，如此这般，他就对莫离更是感兴趣了。学了一段时间，看你的脸色，中蛊的时间应该也有很长了，少说10年。你帮本王解蛊，本王就将东西还给你，如何？好。莫离张口答应了下来。现在的情况，不管他答应不答应，他的性命都是捏在景云手中。更何况神龙玉佩还在包里，就算他死都要拿回来。本王且信你一回，若是有朝一日你欺骗了本王，本王要你死无全尸。我从不骗人。既然你相信了我，还不把我放开？景云点头，一旁站着的无涯拔出长剑，在莫离的身侧挥舞了2下，又迅速地收了起来。2道剑光之后，莫离就从床板上掉落了下来。绑着莫离的绳子断成了几节，落在地上，而莫离恰好摔在了景云的脚边。莫离也不管自己现在是不是很狼狈，趴在地上夺过包，先将腰包系在了身上，又连忙蹲下身子，打开双肩背包，一边翻找着一边嘟囔：千万不要让我发现你动我的东西，不然我就给你下咒，我半夜招鬼吓死你。景云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莫离，又见到他翻出来的那些符咒和法器。哦，你还是还俗的佛家弟子。莫离手一顿，先是抬头看了景云一眼，又低头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的胸口，暗道：我就这么平？我玉佩呢？大胆！无涯迅速抽出长剑，剑尖直指莫离的脖子。反倒是被莫离拉扯着的景云显得十分的淡定。什么玉佩？我爸留给我的玉佩，一块龙形的碧玉。莫离几乎是吼出来的。且不说那神龙玉佩是他莫家世代传下来的驱魔神龙，那也是父亲临死之前留给他唯一的东西。本王没有拿过你的玉佩。不可能，我一直都是缝在包里的。莫离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刚才检查的时候缝起来的那些针线并没有被拆开的迹象。那玉佩难不成是在包里凭空消失了？你是王爷？是。王爷的势力很大吧？对你来说算是。你的蛊不简单，我帮你解蛊，你帮我找玉佩。刚才将东西给你的时候，你就答应了给本王解蛊。吃亏的买卖，本王从来不做。那你要怎么样？
做本王的随从。景云说着，领着无涯等人就离开了。给你1夜的时间考虑，明日给本王解蛊。莫离站在原地许久，脑海中闪过种种思虑。神龙玉佩没了，驱魔术也会受到影响，那更别说想办法离开这里了。反正他当我是还俗的和尚，那我便当个男人呗。找到玉佩之后，就想办法回家。景云的院子内，王爷，那个莫离确定可以留在身边吗？需不需要派？不到最后，不能动用他们。就算是又如何？且让他们得意，不过是一群蝼蚁小人，不足为惧。王爷，哼，别是姓王叫八蛋吧？走的时候竟然连一个人都不留，住这么大房子要做什么？莫离郁闷地走在院子里，仔细地回忆之前被扛进来的时候的路。这时转角窜出来一个小丫鬟，将莫离吓了一大跳。小公子可是准备回去了？啊，你走路都没声的吗？竟然吓着了小公子，奴婢该死。这位妹妹，小公子，你唤奴婢浣纱就好。啊，浣纱，我找不到之前的路了，麻烦你领个路。小公子不必太麻烦，这是奴婢该做的。浣纱领着莫离回了之前的屋子。他简单的梳洗了一番之后，从包里拿出了驱魔剑，在月光之下仔细摩挲。比起白日里的张扬，现在的莫离更为沉静。随后他就抱着驱魔剑蜷缩在床上沉沉睡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倾泻下一地的月光，一抹宝蓝色的身影缓缓走进了房中，站在莫离的床前，不知是在想些什么。次日一早，莫离在浣纱的指导下穿好了身上的衣服，因为他还是一头短发，便用一根精致的皮质护额绑在了额头上，倒像是一个朝气少年的样子了。这次他去的是景云的院子，此时的景云只穿了亵衣，外面披了一件宽松的长袍，长发只是简单的束在身后，斜靠在垫着虎皮的矮榻上。日光穿过窗棂打下，一束光正好落在他眉心的朱砂痣上，像是一个慵懒的美人儿。莫离进门的时候便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而后又偷偷地甩了甩脑袋，让自己保持清醒。呸，清醒点，4个字头上一把刀。伸手出来，我看看。莫离走到景云的面前，打量了一番他的脸色，又伸手搭在他的手腕上。景云的脉象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是他脸上始终漂浮着一层黑气，这是将死之人才会有的死气。要是再不给景云解蛊，不出半年他就必死无疑。莫离从怀中取出了一块紫檀木，发出淡淡的幽香。这是我朋友给我的灵木，他说可以挡白蛊。紫檀木落在景云的掌心上，突然震动的厉害。蛊毒发作的时候什么感觉啊？好像五脏六腑都要被撕碎了，浑身冰凉。噬魂蛊，噬魂蛊很厉害的，我也只能想办法解开。这块灵木呢，你放在身上，能够暂时抑制蛊毒发作。解蛊有几样特殊的东西，我要去找找。需要什么东西？我让人帮你去找。哎，不用，这东西只能我亲自去找。莫离也只是听说过噬魂蛊，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蛊十分霸道，宿主会被蛊一点一点的侵蚀五脏六腑。一开始是1年1次的发作，然后是半年1次，中蛊越久，发作的越频繁。
景云的眼下泛着蓝色，眼底更是带着青色。这蛊毒在他的体内应该有10几年了。按照莫离的推算，现在的景云少说也是1个月发作一次。昨日本王同你说的，你可想清楚了？我答应你，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只是雇佣关系，我不是你的奴仆啊，只是你请来的帮手。莫离帮景云驱除蛊毒，会帮景云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景云给他容身之处，帮他找到神龙玉佩。这一来一往，原本就是互惠互利。莫离是绝对不会像乌鸦那样成为景云身边的侍从的。好，本王答应你。但是你提出了这么多条件，那本王也不能吃亏。除非本王同你达成一致，解除这个雇佣关系，在此之前，你不能背叛本王。莫离自然是答应的，他从来不是朝秦暮楚的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两人达成了一致之后，莫离便回了房间，去想能够暂时缓解噬魂蛊的办法。在莫离学过的蛊中，噬魂蛊不是最厉害的，但却是十分阴毒的蛊，主要是在解蛊方面很是麻烦。必须要知道下蛊的人是谁，拿到下蛊之人身体的一部分，头发、指甲都可以，再以蛊反噬回去，这样才能够解蛊。既然有人对景云这个王爷下蛊，那下蛊之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了，或者被藏了起来。眼下也只能是先想办法压制住这噬魂蛊。如此想着，莫离收拾了一点东西，叫来在门口候着的浣纱。最近的乱葬岗在什么地方？萧公子说什么？没有乱葬岗啊，那哪里放置尸体最多啊？城郊的义庄尸体最多，小公子是想要奴婢带路？自然是的。义庄内摆了许多棺材，大大小小，还有些破旧。门外的招魂幡和院子里飘荡的纸钱，无一不透露着阴森恐怖的气息。浣纱提着灯笼，紧跟着莫离。公子，这里就是义庄了，您是要来寻什么呢？牙齿和头发。莫离瞟了一眼浑身颤抖的浣纱。你要是怕呢，就现在出去，我一个人可以啊。刚进来的时候，莫离就感觉到了，这义庄内阴气森森。不行，王爷说了要奴婢跟在。浣纱的话还没有说完，耳边突然阴风阵阵，吓得他灯笼都掉到了地上。莫离转身，恰好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趴在浣纱的旁边吹着气，一边吹一边发出阴恻恻的笑声，露出骨节的手指用指甲在浣纱的脸上轻轻地刮动着。这笑声浣纱听不见，可是莫离却是能的。一直拿在手中的驱魔剑没有出鞘，手腕一翻，朝着浣纱的身侧指去。剑鞘的前端发出一点金光，将那老太婆打退了几步，目光也跟着凌厉起来。你要是想帮我，就现在出去。浣纱也感觉到了刚才的不对劲，咽了咽口水，带着惊慌失措，连忙点着头出去。浣纱刚一出去，义庄内的鬼魂就全都慢慢的聚集起来，义庄内的招魂幡全都发出了熟熟的声响。屋外明明是艳阳高照，可里面却阴森恐怖，就连温度好像都下降了许多。捉鬼师，老太婆站在鬼魂的最前面，看来应该是这些鬼魂里的老大。驱魔师。莫离吐出3个字，眼神打量着面前的老太婆。原来是砍头啊，你死了有些年头了。
你还有些道行，小小年纪居然能看得出老身的死因。小公子今日来义庄是有何事？我要正月里正午时分死的人的牙齿3颗，还有怀孕5个月的时候去世的女人的头发1缕。你要这些做什么？问那么多干嘛？你拿便是了，不拿我就自己动手。莫离瞟了这里所有的魂魄一眼，不过是些小鬼，要对付太容易了。他散发出一阵阴郁的气息，让面前的鬼魂都害怕了起来。饶是那个老太婆也是带着惧意的。小公子要，老身给就是了。老太婆说着，转身去后面的棺材堆里寻找，最后取出3颗已经被腐蚀了的牙齿和1缕脏兮兮的头发出来。这义庄就是如此，公子莫要介意。将东西放在了莫离的跟前，老太婆一副恭敬的样子。莫离看了一眼那东西，确实是自己要的。刚准备去捡地上的牙齿和头发，便感觉到头顶一阵凉气袭来。这些鬼魂竟然想要偷袭他的天灵盖。莫离飞快地捡起牙齿和头发，在地上一个翻滚，手臂撑在地上，长腿一踢，将那个想要从上面偷袭他的鬼魂直接打落到地上。还不等那些鬼魂反应过来，长剑拔出，剑身上散发出阵阵的金光。那些鬼魂被金光吓得连连后退，连看都不敢看莫离一眼。我当你们只是喜欢吓唬人，原本不想动手。还拿出一张紫色的符咒，符咒上的皱纹也都散发着金光。既然你们这么不识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莫离眉心轻蹙，足尖一点，在地上一个旋身，符咒就被他打到了房梁上的正中间。顿时整个义庄内像是洒下了阳光。别说刚才那阴恻恻的气息，就连温度也都回升了不少。以老太婆为首的那些鬼魂纷纷逃窜，躲在了棺材里，不敢再出来，只能听见棺材抖动的声音。哼，看在你们给我找了头发和牙齿的份上，我留着你们的魂魄，乖乖的等着吧。黑白无常会来将你们带去投胎的。说完，莫离将长剑收回，整个人都仿佛带着光。门外的浣纱还提着灯笼，见莫离出来，眼睛都亮了。公子，你没事吧？我没事，东西拿到了，我们走吧。两人刚走，义庄内便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黑衣人足尖轻点，落在了房梁上，抬手取下莫离之前打下的那张紫符，上面的金光闪过，便暗淡了下去，成为了一张废纸。符咒刚被揭下，义庄内的那些棺材又全都震动了起来，想来是感觉到了莫离的威压消失，想要从棺材里重新出来。却见这黑衣人抬手一指，浑身气息暴涨。若说刚才莫离的是阴郁之气，那这个人身上的便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气息。驱魔师，有趣。莫离和浣纱刚回到王府，便看见一辆马车停在外面。七皇子又来看望王爷了。马车的车帘被掀起，一位穿着白衣的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像是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男子转头看去，恰好对上了莫离那双犹如黑曜石一般的眸子。这人和景云长得有几分相似，尤其是眉眼，都是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像含着春水一般。莫离并不好奇这白衣男人的身份，径自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还将浣纱赶到了外面。桌上放着从义庄里拿来的指甲和头发，旁边还放着一个装了大米的碗和一个空碗，
莫离从腰包里取出一张紫色的符咒，上面金色的符文闪烁着点点的光芒。神龙之令，邪祟退。莫离双手结印，指尖捏着那张符咒，可符咒上只闪过了一道浅浅的金光，随后便没有任何的动静了。唉，没有神龙玉佩在，连墨家的神龙之力都不能用了。拿起随身带着的小刀，他轻轻划破了左手中指，鲜血立即渗出。莫离将手放在那个空碗的上面，落下几滴血珠之后，又在指尖上划了2刀，还带有鲜血的手指插进了装了米的碗中，将米粒和头发、指甲都扔进了那个装血的碗中。莫离又从腰包里抽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他将符纸随意地扔进了碗里，碗里顿时燃起了蓝色的火焰，将所有的东西都烧成了一堆灰黑色的东西。浣纱，浣纱，碗里的东西给你们王爷送去，让他分3次吃了。莫离指了指那团灰黑的东西，浣纱顺着看去，一双小眼睛瞪得老大了，看着莫离。小公子，这真的是给王爷吃的？他要是不吃，我也没有办法。暂时缓解他体内蛊的，也就只有这东西了。说着，莫离转身走到床前，瘫倒在了床上。浣纱端着那东西走后，莫离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但又觉得这样干躺着很无聊，伸了个懒腰，想着不如出去活动活动。小公子不好了！王爷吃了就腹痛难忍的晕了过去，乌鸦侍卫现在要杀人了。莫离微微蹙眉，这景云的身子骨未免也太弱了些吧。转头看向浣纱，这一看，莫离的眉皱得更加紧了。浣纱跑来了也就算了，可他的背上竟然趴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看不清楚形状，像是一团雾。莫离正要抽出紫符将那团黑雾驱散，一抬眼的功夫，那黑雾竟然消失不见了。小公子，你快同奴婢去看看吧。院子里，无涯正在训斥赶来的大夫。莫离刚走进去，就看见了之前在门口遇见过的白衣男人七皇子景印兰。莫离，你个王爷吃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王爷吃完就腹痛的晕了过去？哼，不是我的东西不好，是你们小白脸王爷太弱。莫离懒得搭理无涯，朝着景云的床边走去。床上的景云紧闭着眼睛，额间尽是汗珠，就算是昏迷，那五官也是极美的。莫离抬手试探着景云额头上的温度，又摸了一下他的脉搏，一切都是正常的，他的蛊也确实被控制住了。正要起身，景云忽然伸手紧紧地攥住了莫离的手腕。莫非父王？莫非不要！他这不是因为吃了我的药，而是他自己突然被梦魇了。他心中应该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要靠他自己才能够化解。如何化解？堂哥他自小如此，该如何化解？我说了，要靠他自己。他估摸着再睡上一会儿也能醒过来，只是一直反反复复，心结成魔，到时候就难说喽。啊，那王爷的身子比之前好。莫离说完，看向一直站在旁边的浣纱，眼中透着好奇。他对景云的心结没有半点兴趣，可是之前趴在浣纱背上的那团黑雾倒是让他很感兴趣。什么东西啊，竟然连他都看不出来，还能够在他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消失。这个浣纱明明有武功，可平时却从来不表露出来，眼神里虽然怯懦，但却很懂事，
做事从来不莽撞。哼，景云这个燕王府深不可测呀。刚才都有得罪，还望海涵。他醒了就来叫我一声，我再来看看。莫离来了燕王府快2天了，还没有好好的走走。反正他现在也没什么事情，景云一时半会儿的也醒不过来，干等着倒不如四处看看，熟悉一下环境。只是这一次跟着出来的却不止一个浣纱，还有景印兰。小公子是堂哥府中的先生？不是，我只是他请来的帮手，帮着调理身子。原来如此，堂哥的身子确实弱了些，以后有劳小公子了。莫离上下打量着景映兰，他刚才说话的时候，眼睛却止不住的往自己腰包上看。哎，好说好说，反正我也有事情要他帮忙嘛。说完，莫离指着自己的腰包。你想看这个？莫离十分大方的将腰包取了下来。两人坐在花园的凉亭里，将腰包放在桌子上，推到了景映兰的面前。喏，给你看看。景映兰有些惊讶，她是很好奇，可还没有到随意翻动别人包袱的地步。小公子，还不知道如何称呼？人心莫测的莫，悲欢离合的离。人心莫测，悲欢离合。莫离。小公子这名字是永不分离的意思。景映兰轻笑，温润的声线说出永不分离，倒是让莫离心中多了一丝暖意。莫离，莫离，爸妈给他起名字的时候想的的确是永不分离。见莫离有些愣神，景映兰有些慌了。这该不会是我说错了什么话？没什么，就是想到了一点别的事情。你是景云的堂弟，刚才听浣纱似乎喊你七皇子，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啊？我叫景依兰，叫我阿兰便好。这个称呼好，比景云那个好多了。景映兰身为七皇子，却还没有封王，宫禁之前是要回到皇宫中的。与莫离闲聊着，竟忘记了时间，一直到了黄昏才反应过来。等他离开后，莫离这才想起还在昏迷中的景云。醒了？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很差。还知道表达，精神不错。见到景云现在的样子，莫离是半点都不担心了。拍了拍衣服，坐在椅子上，随手拿起旁边的一个苹果吃了起来。你还真不当自己是外人。你今日给本王吃的究竟是什么？没什么，缓解你身上的苦的。你吃的那么爽快，那就是相信我的嘛。既然相信我，问那么多做什么？两人之间一阵沉默，景云的目光一直放在莫离的身上，没有离开。你想要干嘛？没什么，本王饿了。景云拿起外袍穿在身上，被无涯搀扶着走到了莫离的身边坐下，伸手拿过他的苹果。吃了本王的东西，那就由你去给本王弄吃的来。哈，你还讲不讲道理啊？我今日可是帮你缓解了蛊的。解蛊是你答应了本王的，而且本王还将自己仅有的势力倾巢而出，全力寻找那块玉佩。且不说你吃了本王的苹果，就算你没吃，你也该为本王去弄吃的来。莫离攥紧了拳头，可无法反驳他的话。不就是做顿饭？只怪我现在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瞪了景云一眼，莫离夺过他手中的苹果，叼着半个苹果，带着一身怒气冲向了燕王府的厨房。王爷，这小子真的可信吗？不管可信不可信，
至少从现在看来，莫离不会是他们的人。莫离在厨房里忙活了整整小半个时辰，这才满意的拍了拍手。送去给你们王爷吧。小公子，您这厨艺也太好了吧？还好，我那边留了一部分，你若是饿了就自己去吃。你跟着我跑了一天了，多吃点啊。到了景云这边的时候，景云已经开始吃了起来。见他五官松缓，想来是不会再挑自己的刺了。景云，你仇人很多？莫离坐在景云的面前，双手放在桌前，身子微微向前俯，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好，皇室中人多少还是有几个仇人的。景云心里清楚，自己和莫离的关系属于合作伙伴，有些事情不该让莫离知道。可要是什么也不说，以他现在对莫离的了解，定然是要掀桌离开的。那你可真可怜。不过你放心，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帮你的。但你也要尽快帮我找到我的玉佩啊。自然。景云点头，昏黄的烛火下，他眉心的那一点朱砂更是美艳。莫离呆呆地看着，竟然有些吃了。看什么？景云皱眉，放在别人身上，他现在只怕是已经让无涯一剑砍了。可莫离的眼神里只有欣赏，没有其他的污浊，所以才让他没有那么的反感。看你好看。景云刚准备还嘴，门外传来了无涯的声音：王爷，宫里传来了消息，明日李贵妃生辰，要您前去庆贺。无涯的话音刚落，景云便将准备拿起来的筷子生生折断。筷子的木屑刺入了景云的手背上，划出了一道血痕，可也不见景云眨一下眼睛。莫离被这样的景云吓着了，张了张嘴，没有说话。好。莫离看着景云还有些渗血的手背，从腰包里取出一张创口贴，走到景云的旁边。我看你平时瘦弱得很，力气居然这么大。他拉过景云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贴上一张创口贴。这是什么？景云看着手背上肉色的创口贴，外面像是一种布料，中间更是厚一点，还能直接贴在手背上，很是神奇。我老家一种包扎小伤口的东西啊。莫离见伤口贴好了，望着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就要离开。等等。景云突然开口，莫离停下脚步，转身，一脸茫然地看着，等待他继续说话。还是算了，你早些休息吧。古里古怪。莫离耸了耸肩，背对着景云朝他挥挥手，离开了院子。次日一大早，莫离还躺在床上，就感觉到床边有人在看着他，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一向浅眠的莫离猛地起身，掀开床帐，挥动着未出鞘的驱魔剑就刺了出去。小公子是奴婢啊！一个穿着碧绿色衣裳的丫鬟倒在地上，惊慌失措。浣纱呢？浣纱姐姐昨日突然风寒了，今日起不来，便让奴婢来服侍小公子更衣。浣纱风寒？莫离低垂着眼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倏地抬头。今日还早，不用这么早来的。不是的，小公子，王爷说了，今日李贵妃的生辰，你要随王爷一同入宫。这下莫离都有些惊讶了，很快又平复了下来。自己现在随侍在景云身边，去趟皇宫也不奇怪。在小丫头的帮助下，莫离很快的就收拾好了。出来的时候，景云已经在门口等着。竟然让王爷在府门口等着你，身为侍从竟然没有半点自觉。切，黑脸怪，大清早的长晦气。让你跟着去皇宫，
不怕。那里是刀山火海？莫离有些奇怪地看着景云。景云听了莫离这么说，勾唇轻笑，不再说话。皇宫内，高座之上，一位身穿明黄色龙袍的中年男子坐在上面。见到景云进来，脸上顿时挂上笑。阿云，你可算是来了。让黄伯伯久等了。久是挺久的，谁让皇上最喜欢你这个侄子呢？莫离站在景云的身后，抬头微微打量着上面的两个人。景宁帝有些发福，但是眼神却极为的浑浊，丝毫没有为政者该有的目光，而且脸上明显浮肿，一副病态。倒是那紫衣华服的女子，神采奕奕，眼露金光，满是算计。阿云呐，来，时辰差不多了，跟朕一同出去。景宁帝对景云似乎十分喜爱，连连招手让景云到他身边去，而景云也对景宁帝不排斥，十分听话地走了上去。莫离刚准备跟上去，旁边的无涯就伸手将他拦住。你当谁都如同王爷一样能站在皇上身边吗？哼，没错，你当谁都和燕小王爷一样吗？爱妃啊，今日是你的生辰，到朕的身边来。莫离暗自瘪瘪嘴，他才不在乎跟不跟在皇帝后面，带着埋怨的眼神悄悄地朝景云的方向飞去。他是景云带来的，要是景云都不帮他说话，谁也不会帮他。既然如此，那黄伯伯和李贵妃先行，这小奴才跟在本王后面就行了。景云转身走向莫离，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莫离的头顶。刚才那个埋怨的眼神，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这小奴才头发虽然有些怪异，但是长得喜庆，不如就跟着一同走吧。李贵妃驾到，逍遥王驾到。莫离有些奇怪，逍遥王？景云不是燕王吗？怎么又喊他逍遥王？入殿，莫离一直微微低着头，跟着景云坐下之后，大殿里的人开始寒暄，戏台上的人也忙活起来。莫离感觉到身边有人在扯他的衣摆，皱眉一看，竟然是景应兰。堂哥带着你一起来的。莫离见到熟人，绷着的心也放下来了一些，点了点头。莫离，倒茶。景云瞥了聊得正欢的两人一眼，冷不丁地开口。等莫离看过去的时候，他正饶有兴致地看戏，手指还在椅子上敲打着拍子。莫离无奈，只得停止与景应兰的聊天，转身去给景云倒茶。只是刚拿起茶壶，就瞥见了一团黑雾，迷迷散散地飘荡在戏台上，最后又如同那日在浣纱背上的一样，突然的消失不见。莫离！耳畔突然传来景云的轻喝，莫离这才回过神来，低头一看，茶水已经漫得满桌子都是了。我不是故意的。让别人来收拾吧，你搬个矮凳坐在本王后面看。莫离眉梢轻动，他还没有看过古代唱戏的是怎么样的。既然景云这么说，那他就不客气了。利索的叫了人来收拾，又飞快地搬来了矮凳坐下，抬头刚好可以看见下面的戏台子。刚才的那一团黑雾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连半点痕迹都没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莫离微微皱眉，双眼有些无神，一手托腮，手指轻轻地点在脸颊上，配着那一头的短发，竟然有些意外的俏皮可爱。景云低头
余光瞥向莫离，将他那副样子尽收眼底。既然今日是李贵妃的生辰，那少不了有庆贺的话。也不知道这李贵妃究竟是个什么脾气，突然打断了正在说着贺词的人，目光一转，竟然放在了景映兰的身上。七皇子今日怎么都不说话呢？莫不是这戏看得不尽兴？今日是李贵妃生辰，这戏班子又是父皇特地寻来的，怎么会不尽兴？不过是最近染了风寒，精神有些不振罢了。说着，景映兰还轻咳了2声。莫离低着头窃笑，他当景映兰是个乖孩子，没想到撒谎的时候连脸都不会红一下。映兰不该，既然这样扰了李贵妃的兴致。既然你都说了不该，那总是得给一个歉意的态度啊。李贵妃的眼神转向戏台上，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景映兰如同那些戏子一般去为她表演。景映兰捏紧了拳头，顿时不知该怎么回复李贵妃了。眼看景映兰就要起身的时候，一旁的景云突然将手中的茶杯摔落到地上，茶水洒了一地。莫离觉得不对劲，连忙起身查看。景云脸色乌青，眼底一片血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这是中了剧毒。啊，景云，你怎么样？莫离第一个站起来，扶住景云的肩，抓住他的手腕，开始把脉。这一探，莫离的眉头都皱紧了。这毒蔓延的速度很快，景云的脉搏已经成虚浮之势。阿云，来人呐，宣太医！见景宁帝各种叫嚷着让人来，莫离听着耳朵都要炸了，瞪了景宁帝一眼。别说话，将他带到里面的一个房间去，我有办法救他。此话当真？若是阿云有半点闪失的话，朕就诛你9族。你不带我自己带。起身扶起景云就往后殿走去，一旁的景映兰也顾不得其他人，连忙上前帮着莫离一起。旁边候着的无涯也连忙上前开路。内殿恰好有一个小房间，莫离一脚踹开门，扶着景云进去，又让无涯在门口看着，不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让人进来。阿兰，你也出去吧。景映兰点头，尽管不知道莫离要做什么，但他相信莫离绝对不会害景云的。在房间里再也没有了别人，莫离起身，取出随身带着的银针，眼也不眨的朝着指尖刺去。今日救你一命，你醒过来了，要还我。莫离将房间里的烛台都摆到了景云的身边，一一点燃，带着血珠的指尖在每一根蜡烛的烛心里都滴上了一滴血。以血燃灯，长命灯旗。抽出一张紫色的符咒，莫离向上一扔，那符纸悬浮在半空中，金光洒落，顿时周围喧嚣四起，鬼气连连。屋外守着的人听到里面连绵不绝的鬼气，纷纷皱眉，满脸都是担心。随后赶来的景宁帝更是吓得后退了几步。无涯，你确定那个奴才可以救阿云吗？皇上，莫小公子一定有办法的。屋内，莫离脸色煞白，额间满是汗珠，双手捏诀，浑身不停地颤抖，一团一团的黑气犹如鬼魅在景云的身边掠过，发出桀桀的笑声。哎呀，墨家后人原来也是会救外人的吗？自私自利的墨家人居然会救一个外人。自私自利的墨家人居然会救一个外人。
你个老鬼，你不过是我墨家的下臣，龙神不在，你便如此放肆？挣脱你墨家束缚，不过是时间问题。既然还有时间，那现在就给我乖乖的救人。莫离也没有那个心情和这老鬼再继续扯。从之前扎破的指尖弹出一滴鲜血，射在老鬼额间，将那老鬼打得跪在他面前。老鬼被那滴血镇住，眼中带着不甘，却不得不听从莫离的指令。从老鬼的身上慢慢地飘出了一缕黑烟，那黑烟盘旋而上，停在了紫色符纸的下方。最后一道金光从符上射出，落在了景云的胸口。莫离捏紧手印，嘴角渗出一丝鲜血。指令，说。话音刚落，黑烟同老鬼一同被紫符收了起来，连带着周围那喧嚣的鬼气也顿时消失。漂浮着的紫符突然起火，最后在半空中烧成了灰烬，半点痕迹都没有。莫离艰难地起身，脚步虚浮，一点一点地走到景云的身边，膝盖突然无力地跪下。这次以自己的精血燃长命灯，召唤出老鬼，又没有神龙在，他耗费了不少气力，得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过来。他摸上了景云的脉搏，之前汹涌的毒性已经消失，老鬼的鬼气将那些毒全部都带离了景云的体内，鬼气也稍稍侵扰了景云的身体，只要再好好调养个1-2天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救了我。醒来的景云声音还有些沙哑，但是丝毫不损他清冽的音色。见到莫离的脸色极差，这房中又只有他一个人，景云便猜到是莫离救了自己。莫离点头，眼神突然迷离起来。记得还我。说完一头栽下，倒在了景云的怀中。门外景明帝听不见里面的动静，着急的在门口走来走去，那焦急的样子仿佛里面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李贵妃站在身侧，阴阳怪气的瞪着紧闭的房门。无涯侍卫，里面可是没了动静，要是燕小王爷出了什么事情，你能担待得起吗？皇上，刚才那个什么莫小公子不过是个奴才，看着还眼生，能信得过吗？无涯，让开。景明帝走到房门前，让人一把推开无涯。李贵妃连忙让身边的人将房门推开。无涯。阿云，阿云，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吗？无涯也跟着上前，从景云的怀里将莫离抱了出来，恭敬地站在了一旁。黄伯伯，我已经没事了。这莫小公子果然不是寻常人，有他在你的身边呢，黄伯伯就更加的放心了。赏，重重有赏。那阿云就代替莫离谢过黄伯伯。今日莫离为了救我，耗费了不少气力，我先带他回府了。你回到府中好生的歇着，缺什么就叫无涯来宫里取。是。莫离自那日倒在景云的怀中之后，整整3日都没有睁开过眼睛。要不是来的大夫都说莫离只是睡着了，景云倒觉得莫离是不是故意使性子了。今日还未醒。景云坐在院子里，手中捧着一卷书，眼神却丝毫没有放在书上。无涯摇头。来的大夫和太医都诊断说莫小公子是因为莫小公子耗费了太多气力，
只要睡够了就会醒过来。睡够了？若是一直都睡不够呢？景云皱眉，第一次语气中带着薄怒。本王亲自去看看，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睡够了。手中的书被狠狠地放在桌上，连带着还将桌上的茶杯推倒，碎了一地。无涯有些愣了，他还没有见过王爷这般失态的样子，赶忙跟了上去。莫离房中只有浣纱守在窗边，窗子被推开，洒落一地的阳光。他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床上，阳光掠过床边，只有星星点点落在他的身上。景云进来的时候，便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景象。他还没有见过莫离如此安静地睡着的模样。他的脸上早已恢复了气血，粉扑扑的，只是那双纯净的小鹿眸子闭上了，不然定是好看的一幅画。王爷，小公子还未醒来。那今日可有什么异样？浣纱摇头。下去吧，本王看看。浣纱退下后，景云站近了几分。你当日说要本王还你，你若是不醒，要本王如何还？明日你若再不醒，本王就将去找玉佩的人都叫回来。你敢？莫离其实在景云来之前就醒了，只是浑身酸痛的厉害，实在是不想动。没想到景云一来就说这样的话，亏得他当日为了给他解毒，险些将自己半条命都搭进去。你背信弃义，狼心狗肺！还能骂人，精神不错。景云眼中闪过趣味，栖身坐到床边。你倒是有趣。如果你不将我的东西快点找到，我会更有趣。本王会让人加快寻找的力度。你救了本王的事情，会还你的。说完，景云便拂袖离开。越靠近莫离，他就越有一种自己的内心就要挣脱而出的感觉。景云离开后，莫离也跟着起身，脚步还有些虚浮，但是不走走，他躺在床上更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了。拿起桌上的腰包，还带上了门口守着的浣纱，出了燕王府。浣纱，我记得景云那里明明是燕王府，别人也都叫他燕小王爷，怎么那日我同他进宫，太监却是喊他逍遥王啊？王爷有2个封号，一个是世袭的，一个是当年皇上赐的。2个？看来他还挺厉害的。那是自然，老王爷当年可是大景赫赫有名的战神王爷，燕王爷的名号在边疆那些鞑子的眼里，就相当于是阎王爷。后来老王爷战死沙场，这燕王的封号便传了下来。战神王爷。莫离听了不由得唏嘘，这去世的燕王爷是战神王爷，唯一的一个儿子却是病秧子，现在还身中旗鼓，不知道还能活多久。那逍遥王又是怎么回事啊？小公子不知，王爷2岁时常常病重，老王妃那个时候又因疾去世，皇上心疼王爷，赐下逍遥2字，期盼王爷一生逍遥无忧。一壶茶的功夫，莫离将自己想知道的都问了个遍，浣纱把自己知道的都一一告诉了莫离。2人离开了茶馆，莫离想要找一家卖纸笔的地方，带来的符纸用了几张，现在没有玉佩，紫符是不能再胡乱的消耗了，黄符也得多备一些才行。浣纱领着莫离去了盛京城内最有名的明渊阁，这里的纸笔可谓是上佳之品。听闻昨夜又死了一个，当真？这官府还没有查出来凶手是谁吗？莫离在挑笔的时候，听到2个人窃窃私语，表情都很严肃，眼神中还微微带着惊恐。有些好奇地转过头去，
却看见这2个人的印堂发黑，脚步还微微有些发虚，这是将死之兆。没呢，现在都传闻说是女鬼杀人。女鬼？哎呀，我也听说了，还真是女鬼吗？是啊，都是死在烟雨楼的。这些天烟雨楼都没有开门了。女鬼？什么意思啊？小公子不知道，3日前烟雨楼里突然死了一位去寻花的客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口，也没有中毒，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之后的3日里，每夜都会有人死，现在已经是第4个了。现在烟雨楼被迫关门了，官府的人查了几日都没有查出来。对了，奴婢还听闻，这案子好像被推给了七皇子来查。莫离有些奇怪，烟雨楼一个寻花问柳的地方，本来就是鱼龙混杂，死人也不算什么大事，用得着让一位皇子来查案？似乎有一位死了的客人是朝中户部侍郎张大人的公子，因此格外重视。也不知道那李贵妃是说了些什么，皇上便让七皇子来查案了。想不到你还知道的挺多啊。莫离将要的东西都选好，交到浣纱的手中，意味不明地看着他。浣纱平日里都待在王府中，竟然能够清楚地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还能够知道皇宫里的事情，这会是一个小丫鬟可以打听到的？也不知是莫离的眼神太过犀利，还是浣纱心虚，接过东西之后，他就低下了头，匆匆去找伙计结账。看着浣纱离开的背影，莫离是愈发的觉得这个跟在自己身边身手不凡的小丫头很是可疑。只是现在让莫离最为挂心的不是浣纱的身份，而是被李贵妃设计去查案的景映兰。烟雨楼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看看。小公子要去烟雨楼？不如你指好方向，我自己去。你帮我把东西带回去，我也怕去了那里将我的东西污了。你若是担心回了王府就让人来烟雨楼寻我，我就在那门口看看。浣纱听莫离这么说，这才点头，随后朝着左边一指。烟雨楼就在那边的花街，奴婢这就回府，小公子在烟雨楼门口等着就好。莫离点头，独自一人朝着烟雨楼而去。因为出了4条人命，这里已经被官府把守了起来，莫离也只能在外围看看。忽然他从腰间取出了一块罗盘，站在烟雨楼的门口来回走动，目光忽而看着罗盘，忽而看着烟雨楼。白虎开口，难怪有血光之灾。收起罗盘，莫离又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合拢，在眼前划过，眸子闪过一道清澈的光，看着烟雨楼的楼顶，眉头微皱。这烟雨楼的楼顶上黑烟环绕，乃是恶鬼缠绕的情形，又加上白虎开口的凶煞，看来那个书生说的还真没错。莫离奇怪的举动惹来看守的人的怀疑。喂，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这里转悠的？来人呐，将这个可疑的人给我抓起来！不等莫离有所反应，那些把守的官兵就团团将莫离围住，拔出腰间的关刀指向莫离。哼，好大的官威啊！抓起来！莫离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来了这里还没有好好的动过手，感觉身上的关节都发酸了，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活动活动。只见莫离身子一俯，长腿向后抬起，一脚踹在了身后一个官兵的下巴上，又一个连环踢，将那人的关刀给踢落。莫离蹲下身子捡起关刀，旋风腿横扫，手中的关刀跟着一起划过，将那些围住自己的官兵全都踢倒在地上，还将他们的裤腿全部给划了一个口子。你殴打官兵是吧？
杀了！住手！烟雨楼里传来了低喝声，可那小将只是眼神往后瞟了一眼，便当作没有听到，继续让手下的人冲向莫离。然而那些官兵还没有靠近莫离，就被突然冲出来的人打倒在地。你又是谁啊？还有同伙不成？同伙？那本王也是同伙。景云。莫离看着远远抬过来的轿子，有点懵。他只是让浣纱去随便找一个侍卫来，怎么来的是景云？燕小王爷，燕小王爷来这里做什么？这案发的血腥之地，怕是会污了小王爷的鞋，不适合王爷。莫离，你没事吧？景映兰快步上前，确定莫离没有受伤，这才放下心来。刚才他明明让杨东他们住手，可那些人一点也不将他放在眼中。没事没事，能伤得了小爷的还没出事呢。莫小公子口气也挺大，若不是本王的人来得及时，伤了小公子的人恐怕不仅出事了，还长大了。你来这烟雨楼做什么？来协助查案啊。就凭你？对，就凭我。因为有景云在，所以那杨东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暗恻恻地瞪了莫离一眼。要是这案子真的让景一兰给破了，李贵妃那边可就不好交代了。景一兰清楚莫离是有本事的人，能够用那么短的时间里给景云解毒，有莫离来帮自己查案，那是再好不过了。莫离，你真的有办法吗？莫离走上前，取出罗盘，越靠近烟雨楼，罗盘上的指针就转得越快。死在这烟雨楼里的人，魂魄都没有出来，第一个人的头七都快要到了，现在他怨气极深，再不解决还会死人呢。真的是女鬼杀人？站在后面的杨东耳朵尖，听见了莫离的话后，吓得浑身哆嗦。这几日他都在这烟雨楼里，万一那个女鬼盯上了他怎么办？完了，这女鬼杀人，这还怎么查呀？燕小王爷，您千金贵体，还是不要进去了。说着，还要让自己的人去挡住莫离几人的去路。哎，这可是女鬼杀人呐！这万一误伤了小王爷和小公子的贵体，这要小人如何交代啊？你说的对，燕小王爷身子金贵，还是不要进去的好。不让景云进去，自然是有他的理由的。烟雨楼里阴气和怨气交杂，景云身体本就不好，还被中了蛊，邪气入体的话，到时候又要让他调理，也是麻烦。可景云不这么觉得，他从王府赶来帮莫离，莫离却不领情。既然愿意查案，那就让他查个够。那莫小公子好好查案，本王在府中等你的好消息。最后3个字，景云咬得极重，带着一身薄怒转身离开。莫离，我知道你是一番好心，既然你说的这般凶险，不如先跟着堂哥回去吧。没事儿，你是我朋友嘛，现在我有办法帮忙，总不能置之不理吧。一进来，莫离眼睛的余光就瞥见了好几抹黑影，是死的那几个人的魂魄。也不知道杀人的厉鬼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他们竟然都不能离开这烟雨楼半步，而且魂魄刚刚离体，还十分的虚弱，就算是想要找莫离求助，都不能凑近到莫离的身边来。死的那些人的尸体在哪里啊？在后院，仵作检查了几遍，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死的那些人的尸体在哪里啊？在后院，仵作检查了几遍，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怕有人故意去捣乱，
我便让我自己的人看着那几具尸体。做得不错，带我去看看吧。烟雨楼是这花街上最大的青楼，为了保障服务质量，后院里建了一个冰室。现在那4具尸体就被景映兰放在了冰室里。莫离走上前，一只手搭在腰包上，4具尸体就这么按照死亡顺序摆在了冰室的地上。景映兰让人掀开那些尸体上盖着的白布，正准备为莫离介绍死者的身份，却被莫离抬手打断。他们会告诉我。接着冰室里的众人便见莫离的眼睛盯着那几具尸体，走到尸体的跟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吗？在外人眼中，莫离是对着虚无的空气说话，可在莫离的眼中，他面前就是飘荡的那几个鬼魂。许是因为靠近了自己的尸体的缘故，所以还能够在莫离的面前显现出来。高人，小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小人就死了。对呀，高人，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你们4个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莫离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死因，这4个人的尸体都是瘦骨嶙峋的，就连魂魄的灵气也比之前所遇到的那些要淡薄许多。难不成那厉鬼是将他们身为人的精气和当鬼之后的鬼气都吸走了？若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棘手了。莫离想到这些，眉头皱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神情比往常都要严肃许多。莫离，怎么样了？景映兰知道莫离本事不小，那日在房中传来的鬼气之声，哪里会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莫离抽出了一张紫符，微叹了口气。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能画紫符出来，这紫符是用一张少一张，可要救这4人的魂魄，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我将你们4人的魂魄先带出去，尸体也交给你们的家人。手一甩，紫符飘荡在空中，莫离双手结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9字真诀发动，冰室内的冷气打了一个旋儿，随后李忠等人的魂魄被一一收进了紫符之中。紫符缓缓下落，莫离足尖轻点，跃到紫符的面前，将符咒收到手中。因为吸收了4个魂魄在其中，紫符略微的有些重。莫离将东西收好，转身看向景映兰。烟雨楼的老板在哪里啊？这不是简单的杀人，楼里有人在养鬼。养鬼？景映兰瞪大了眼睛，不是他不相信鬼神，而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会养鬼。莫离点头，带着那4人的魂魄出了冰室，眼神瞥过站在景映兰身后的人。这些人听你的话吗？这些都是我的亲信。好，我不知道你们办案的流程是什么。总而言之呢，这4个人的尸体不能够再留在这里，今日黄昏之前就要带走，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背着也要给我背出去。有家人的呢，就送他们回家里去；若是没有，带去燕王府。初雪，就按照莫小公子说的办。莫离，4具尸体里只有李忠没有家人，你当真要带去燕王府？初雪，就按照莫小公子说的办。莫离，4具尸体里只有李忠没有家人，你当真要带去燕王府？不是景映兰打击莫离，以景云的性子，怎么可能让李忠的尸体进门？不让无涯将莫离给打出来，都算是忍着莫离了。莫离可不管那么多，他带着李忠的尸体回他院子里就好了，不让景云看见。你再去帮我叫上2个人，带着李忠的尸体回燕王府，其他的由你的人带走。
只是还未进府，无涯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莫离站在台阶下，抬头看着无涯。无涯，你这是准备拦着我，不让我进去吗？无涯没有说话，一抬手，门内窜出来2个人，轻功极好。莫离还来不及反应，那2人就已经把李忠的尸体给抬了起来。无涯，你当真是要拦着我？莫离皱眉，他不是无涯的对手，就连抬着李忠尸体的2个人也打不过。莫小公子，王爷说了，无论你带来什么东西，府中上下都会为小公子看守好的。你家王爷就没有再说什么？无涯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领着那2个人抬着李忠的尸体进了府。莫离回到房中，取出紫符，啪的一下朝地上摔去。青烟袅袅，李忠4人的魂魄出现在莫离的面前。见到自己离开了烟雨楼，4人都十分的开心，纷纷跪在了莫离的面前。多谢大师相助。先别谢我，你们还没有安全呢。莫离走上前几步，这4人的死状都是一样的，抬手试探，手还未触碰到他们的魂魄，才稍稍靠近一些，就有些要消散的样子，吓得莫离连忙将手收了回来。大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烟雨楼内有人在用鬼养鬼，杀了你们，可以吸收你们的阳气和精气，用于塑造自己的肉身。你们死后，又将你们困在烟雨楼内，不停地吸收你们身上的鬼气，维持魂魄不散。莫离轻敲着桌面，烟雨楼里鱼龙混杂，有这样本事的人要藏身其中，不是不可能的。这几日你们先在我这里待着吧，头七那日我陪着你们回家去，然后送你们去投胎。这4人的魂魄他收在紫符里随身带着，至于查案，他还要再去一趟烟雨楼才行。莫离刚将魂魄收了起来，门外便传来了浣纱的声音：小公子，您在吗？进来吧。莫离收拾好桌上的东西，便见浣纱拿着他之前买的黄纸和笔走了进来。小公子，这是您的东西。放桌上吧。莫离闭着眼，悄悄睁开一条缝，看向浣纱。在浣纱的背后又有那团黑雾，但又转瞬即逝，快的让他险些都没有注意到。小公子，今日您在烟雨楼可有什么结果？怎么，你感兴趣？烟雨楼的案子现在是盛京城内最扑朔迷离的事情，奴婢也是有些好奇。好，那本公子就满足了你这好奇心。烟雨楼的事情确实和鬼有关系，而且还不止一只鬼。说完，莫离又想到了门口看到的那个白虎开口的方位。除了鬼，还有人在从中作祟。这还当真与鬼有关系？公子，你就不要去查了吧，那可是鬼啊！怎么，浣纱这是心疼公子啦？怎么，浣纱这是心疼公子啦？莫离突然来了兴趣，这浣纱长得娇俏可人，脸上带着稚气，确实可爱。浣纱脸一红，小公子您打趣奴婢。我可没有，是你太……怎么，莫小公子是对本王府上的奴婢有兴趣了？不敢不敢，燕小王爷的人，我可是不敢觊觎。不敢？本王看来，小公子的胆子倒是大得很呐。王爷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莫离瘪了瘪嘴，随意的倒了2杯茶。与景云之间的疏离感，同景映兰对比的话，十分明显。你不欢迎本王？景云用的是肯定的语气，从莫离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满满的嫌弃。他们明明是合作的关系，
而景映兰与莫离不过几面之缘，当真比得上他这个合作者？也没有啦，只是王爷这一脸无名薄怒的过来，难不成还要我好生伺候？无名薄怒？景云桃花眼微微眯起，自己生气，他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今日自己专程去为他解围，得到的就是无名薄怒这4个字不成？可不是无名薄怒啊！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得罪过王爷，今日让王爷走，确实是担心王爷的身体嘛。那烟雨楼里头阴气太重，你进去不合适啊。哼，没想到莫小公子竟然如此关心本王。景云唇角微微勾起，烟雨楼里阴气太重，当真是你说的鬼？是。莫离忽而想到了什么，转头对上景云的眼睛。你和景一兰的关系不错，你和景一兰的关系不错。尚可。你可愿意帮他查案？不愿。他不是你堂弟吗？你这点忙都不肯帮啊？那李贵妃摆明了是要让景一兰出丑。不是出丑，是要让他死。李贵妃设计让他在景宁帝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查清此案。现在已经过去了3天，还有4天的时间，到时候景嫣兰就算是不死，也要被贬去边陲之地，和死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他都要死了，你为什么不帮他？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对本王在大景的地位和权力半点都不知情？什么意思啊？本王只是深受皇恩的废物王爷，你要本王如何帮他？那我的玉佩，你能帮我找到吗？你放心，本王既然答应了你，就会做到。至于那烟雨楼的事情，你若是实在需要人帮忙，我会安排无涯派人跟在你身边。次日一早，景映兰便赶到了燕王府，站在莫离的院子门口等着。而莫离偏偏又习惯了睡懒觉，不到日上3竿是不会起来的。浣纱，你家小公子什么时候才会起？浣纱摇头，他也摸不准莫离起床的时间。这可如何是好？现在张大人家中已经炸开了锅，这好端端的怎么会诈尸呢？人都死了2天了，回到府中就诈尸啊？莫离微微睁开眼，正起来喝水醒脑的时候，就听见了景映兰的话。只是莫离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慢慢悠悠地穿好了衣服，将一直放在王府中的驱魔剑也一同带上。诈尸？哼，我看是被操控着回了烟雨楼。原本莫离以为自己将4人的魂魄收走，又将尸体带走，也算是警告了那只鬼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嚣张。回了烟雨楼？回烟雨楼是什么意思？回去了就是回去了，想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去烟雨楼瞧瞧就明白了。莫离带着长剑在燕王府门口的时候，看见等在那里的无涯。无涯还是一贯的没有任何表情，直愣愣的站在莫离的面前。王爷让我跟着小公子一同前往。昨日景云答应了会帮莫离，他从不食言。莫离也没有反对，有无涯在，那是锦上添花。烟雨楼门口已经歪七扭八的倒了好几具尸体，都是那些看守的官兵。莫离，里面太危险了，不如你就在外面等着吧。若是说危险，进去之后我是最安全的。再说了，有无涯在，也不会有什么的。小公子想进便进，不敢就在门口等着。丢下一句话，莫离便带着无涯先行进去。烟雨楼的大门一开，鬼气扑面而来。破！莫离抽出黄符挡在面门前，白光闪过，乌压压的鬼气顿时消散。跟在莫离身后的景映兰和无涯被这景象吓住了。烟雨楼内
红纱飞扬，像是无数的触手试图伸向他们，耳边是萧瑟的风声。还不现身？莫离冷眼查看四周，周身的阴郁之气再起。红纱飞舞，从红纱之后突然窜出来3个人，身子僵硬，脸色青白，双眼发灰的朝着莫离攻来。无涯身手不错，直接对上其中2个，而景夜兰也朝其中1人攻了去。莫离站在后面仔细观察，除了李忠，其他3个人都在这里。明明是3具尸体，四肢也因为死了有些天，血液不流通，变得略微僵硬，可那身形却是极快。景映兰和无涯险些落了下风。不出了？莫离冷笑，好久没有看到有鬼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了。黄符抽出，朝着上空一扔，握在手中的驱魔剑猛地拔出，朱砂写上去的符文发出白光，驱魔剑剑尖对上了符纸，剑身顿时金光四溢。莫离一个旋身也加入了进去，金光所到之处正气盎然。那3具尸体因为白光的影响，速度逐渐慢了下来，最后倒在一旁没了动作。哼，你若是再不出来，我要你魂飞魄散。当我复生者，死！终于，那只鬼再也忍不住了，声音凄凄冷冷，带着无尽的怨气，但是也只有声音，不见踪影。欺入鬼道，妄图复生，哼，做梦！你若不多管闲事，便能成了。红纱突然飞动，犹如灵蛇朝着莫离袭来。你们看着那3具尸体，剩下的我自己来。莫离手持未出鞘的驱魔剑站定，眼睛看着袭来的红纱，唇角缓缓弯起。雕虫小技！莫离干脆地拔出驱魔剑，剑身金光闪闪。莫离感觉自己的毛孔仿佛都张开了一般，感受着鬼气的流动。周围漂浮着虚无的鬼气，最终缓缓地聚集在了一起。找到你了！莫离睁眼，朝着2楼的露台长剑挥去。露台轰然倒塌，一团黑影在金光中现身，被打落在地面上。莫离一跃上前，剑尖直指那团黑气。还不现身？黑气翻滚，似乎没有想到莫离还有这样的本事，朝着外围逐渐飘散。还想跑？黄符猛地打在黑气之上，在符咒的威逼之下，黑气慢慢地显现出人形。你究竟是什么人？黑气慢慢现身，竟然是一只穿着红衣的女鬼。这女鬼长得很是美艳，只是从眉角到下颌骨处有一道狰狞的疤痕，血肉外翻，露出森森白骨。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不去投胎，沦入鬼道，还想要复生，这般逆天的法子，谁告诉你的？关你何事？女鬼愤愤不已，要不是莫离出来干扰，她再杀3个人，将他们困在烟雨楼内吸干鬼气，只要1个月，她就可以重塑肉身，维持1个月的人形。哟，怨气还挺大。你不说，我也不是很想知道。反正将你打个魂飞魄散，这案子也就结了。说着，莫离举起驱魔剑就要刺下去，女鬼吓得连忙抬起手挡在面前，脸上露出惊恐。我说，只要不让我魂飞魄散，我都说。是烟雨楼的一个姑娘跟我说的。姑娘？你当我是那么好糊弄的吗？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是烟雨楼的一个姑娘跟我说的。女鬼吓得大哭起来，她是真的怕了。要是知道这人如此厉害，她昨日就该连夜离开烟雨楼。好，我带你去找你说的那个姑娘。
莫离低垂着眸子，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紫符一出，将那女鬼收进了符中，转身看向景印兰。烟雨楼的人都在哪里啊？烟雨楼的人都在哪里啊？景印兰早已被莫离的身手给惊呆住了，被他这么一问才反应过来。在天牢里，张大人的独子死在这里，张大人不肯罢休，便请示父皇，将这烟雨楼的人全都带走了。带我去天牢。景印兰不敢怠慢，让人将张公子三人的尸体重新送回他们家之后，便带着莫离和无涯去了天牢。昏暗的天牢里，那些姑娘早已没有在烟雨楼内的光鲜亮丽，一个个的透着悲戚和绝望。莫离最见不得的就是这样的悲观，让无涯多弄来了些烛台，将天牢的刑房照得亮堂堂的。他原本是想着能看得更清楚些，谁知道这一亮堂，刑房内的刑具全部落在了这些姑娘们的眼中。这下可好，吓得那群姑娘花容失色，一个个的都要跪在地上求莫离和景印兰高抬贵手。莫离捂住耳朵，怒意正在上升。闭嘴！一个个的站好了，排成4排。还不照做？狱卒跟着喝了一声，那些姑娘连忙排好，在莫离的面前站得整整齐齐。取出紫符，火光一闪，紫符在莫离的指尖烧成了黑灰，那女鬼从紫符里落了出来。将你说的那个姑娘找出来。女鬼一现身，那群姑娘都要尖叫出来了。这下也不等莫离发怒，景印兰悠悠开口，发出一丝声音，斩。虽然景印兰只是随意开口，可在这群姑娘的耳朵里听来，就犹如死神发出的警告，咬紧牙关，不敢发出半点声音。那个姑娘不在。不在？阿兰，你确定当初将烟雨楼的姑娘全都带来了？景印兰点头。楼里的老鸨在哪里啊？人群之中，一个颇为丰满的女人走了出来，年纪不过30的样子，对比其他的姑娘，她倒是十分的镇定。奴家洛晴是这烟雨楼的妈妈。烟雨楼的人你比我们清楚，是不是都在这里了？少了一人。谁？奴家知道贵人是按照花名册来核对的，但是有一个人不在花名册上，也不是奴家烟雨楼的人。为何之前不说？贵人有所不知，那位姑娘是盛京城内有名的弹唱姑娘，名唤红芍，卖艺不卖身，不仅仅只是在奴家的烟雨楼弹唱，在茶馆之类的地方也是有的。官兵来烟雨楼的时候，红芍姑娘并不在楼里。红芍？告诉你办法的，是不是那个红芍？似乎就是他。似乎？他都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你竟然不清楚他的身份？不是的，大师您有所不知，那位姑娘和我也只是一面之缘，我原本不在烟雨楼，是他将我带进去的。莫离这才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从这女鬼这儿问清楚。原本以为找到女鬼口中的姑娘就可以弄清楚了，可现在看来还有的调查。阿兰，你赶紧派人去将那个红芍找到，若是他听到了风声，估摸着就要离开盛京城了。莫离又让人将剩下的姑娘全都带走，只留下了一个洛晴。你将红芍与你的事情说清楚，若是有一丝隐瞒，下场你自己知道的。我是偶遇到那位姑娘的，见她长得漂亮，当时只是想要附在那姑娘的身上，可她本事也不小，反倒是将我抓了过去。后来她说见我可怜，愿意帮我复生，并告诉了我那个法子，还说花间柳巷浊气重，就算是在那里犯了事情，只要无足轻重，都不会被人发现的。
觉得自己太蠢了？莫离从女鬼的表情上看出来了，止不住的冷笑。哼，你呀，确实是蠢，聪明的鬼绝对不会就这么跟着一个人走。有了办法，自己到时候想办法离开，去别的地方就好，非要在这圣京城内作乱。莫离抬头看向洛晴，烟雨楼是有什么仇家吗？奴家这烟雨楼抢了花街上这么多人的生意，公子您说有没有仇家？因为生意，倒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景映兰皱起眉头，要真是这样的话，这案子可怎么结？那现在只有找到那个红勺，才能知道结果。莫离耸耸肩，这女鬼的事情他已经帮景映兰解决了，查案不是他的强项，线索给了景映兰，这就足够了。有什么事情再来燕王府找我，抓人办案我不懂。莫离正要带着女鬼离开，洛晴突然喊住了他。哎，小公子，奴家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啊？小公子的本事不弱，奴家的烟雨楼经此一事，这日后的生意啊，恐怕要一落千丈。既然小公子本事如此之高，不如等奴家回到烟雨楼，为烟雨楼做一场法事。既然小公子本事如此之高，不如等奴家回到烟雨楼，为烟雨楼做一场法事。你就这么肯定自己可以回烟雨楼去？而且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做的法事，你确定可以让人信服？小公子说笑了，既然能当烟雨楼的妈妈，那奴家自然是有办法的。以两位贵人的本事，这案子也快了结，到时候小公子捉鬼查案一事，自然轰动整个圣京城。来烟雨楼做了法事，自然比得过其他的大师高人。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要我出手，费用可不低。莫离在现代的时候，就是以捉鬼驱魔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虽然现在住在燕王府中，景云也默认让他随意花钱，可不是自己的钱用得不踏实。这是自然，那到时候奴家派人去请小公子。答应了洛晴的事情之后，莫离又交代了景映兰几句，便带着无涯回了燕王府。天牢之内，那日在义庄里的黑衣人背着光站着，周身散发出死气。擅自做主，可治罪。洛晴单膝跪下，一只手撑在地上，对面前的黑衣人很是恭敬。主上，属下只是觉得这个莫离身手不凡，若是收为己用，不需要。对于他本尊自有另外的打算。只是你擅自做主将他带去烟雨楼，该罚。属下领罚。待你出去之后，去刑堂领罚。烟雨楼的事情你要查清楚，那个红勺现在下落不明，案子很快就会了结。你日后要盯紧了，不要再让人有机可乘。待你出去之后，去刑堂领罚。烟雨楼的事情你要查清楚，那个红勺现在下落不明，案子很快就会了结。你日后要盯紧了，不要再让人有机可乘。主上，何事？那个莫离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女儿气，属下在烟雨楼多年，想来是不会看错的。她是女子，这件事情也交给你去查清楚。有什么消息就速速来报。洛晴只觉得周围一阵旋风刮过，再抬头的时候，黑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夜里，莫离抽出2张紫符，将里面的5只鬼放了出来。李忠等人一见到女鬼，恨得牙痒痒，巴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将女鬼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管女鬼长得漂不漂亮？大师，
这女人害得我们几个如此，千万不要饶了她呀。放心，她杀了人嘛，就算我想饶了她，也是不可能的。大师，你说了，若是我将那个姑娘的事情告诉你，你会放过我的。我记得我只是说不会让你魂飞魄散，你以为我还会放了你不成？女鬼见状，眼睛观察着四周，身子一跃就要逃跑，可还没有跳出院子，就被另外的4只鬼按在了地上。莫离见到这鬼打鬼的景象，乐得不行。放心，他如果能逃了，还会被我抓回来吗？唇角勾起，一道黄符打去，女鬼顿时动弹不得，趴在地上，满脸都是绝望。你已经沦为鬼道，人间的律法不能对你如何，现在就将你交给黑白无常，由地府审判。我想那位姑娘没有告诉你，你就算是沦入鬼道，却也是可以修行的，有朝一日若是得道，也是一件美事。也怪你自己心术不正，这个结果怕是对你最好不过了。莫离轻叹，双手结印，祭出黄符，敕令，鬼门开。霎时，院子里沙石飞舞，左边的一道墙上出现一个黑点，那黑点慢慢的扩大，最后形成一个黑色的漩涡。漩涡深处，2道人影飞快的过来。莫离见到2人，露出笑意。七爷、八爷，这次来的竟然是你们啊，可还记得我呀？牛头马面去别的地方办事了。莫小东西，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记得你并不是在这个时空的。世事无常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喏，这些鬼东西啊，害死了4条人命，还试图以禁术复生，就交给八爷处置吧。白无常、谢必安只处置那些没有作恶的鬼，恶鬼则是由黑无常、范无咎带走，交由阴司处置。黑无常面无表情，从腰间取出铁链和镣铐，朝着女鬼的方向一掷，女鬼便被黑无常抓了起来。莫小东西，那这几个呢？七爷，这4个人魂魄受损，就劳烦你费心啦。莫离看起来和这黑白无常关系十分好，尤其是白无常，对待莫离就如同对自己的小辈一样。好说好说，小东西要关照的魂魄，七爷我什么时候没帮着了？白无常抬手示意里中几人到自己身后去。小东西，我们走了。这里不比你原来的时空。你这周围的环境看着还不错，小心照顾着自己。莫离点点头，还能见到自己的熟人，他心里已经很开心了。世事无常，但总有道理，既来之则安之。八爷，我知道的。莫离清楚，黑无常是怕自己太过焦急，脑袋不清晰，反而误入歧途。送走了几只鬼和黑白无常，莫离只觉得心情不错，看着桌上还没有吃完的绿豆糕，起了心思。这次事情能够如此顺利，虽说主要功劳在他，可景云也是帮了忙的，怎么也要去谢谢他。如此想着，莫离便端着绿豆糕，手中还拎着一壶清茶，朝着景云的院子走去。月色正好，莫离端着绿豆糕，刚走到景云的院子，便见房门开着，心下觉得有些不对劲，四处看了一眼，乌鸦竟然也不在。景云，你……莫离一只脚刚踏进房门，便见到景云抱着身子蜷缩在地上。景云，你怎么样？乌鸦呢？莫离没有想到景云的蛊发作的竟然如此频繁，他明明才给他吃了压抑蛊的东西，怎么突然这么快的又发作了？
乌鸦被本王派出去了，院子里向来无人。你平日里定是有毛病，院子里竟是连个人都不留。景云虽说现在痛苦不已，可还记得瞪莫离一眼。是你给了药，本王以为不会这么快发作。你这是在怪我不成？莫离无奈，以他把脉和观察的结果，等下次景云的蛊发作，怎么也要到下个月。这突然发作，他自己也是没有任何的准备。你说呢？景云艰难地翻了个白眼。那有没有办法？你之前都会发作，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内力，乌鸦的内力。内力？我没有内力啊，还有别的办法吗？景云正要说话，一阵痛意排山倒海而来，身上的寒意更重，瞬间便晕了过去。莫离伸手想要拍醒景云，谁知自己险些都被他身上的薄冰给冻住，吓得他连忙收回了手。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不成？莫离无奈，将景云小心地放在地上，径直地走向烛台，将房里的桌子椅子直接给拆了，又将纱帐给扯了下来，在景云的身边生了一堆火。待景云身上的温度稍稍回转了一些，莫离这才将自己的手心贴在他的脸上。只是这一点温度远远不够，景云的身上依旧很冷。半天也不见景云的温度恢复，莫离坐在火堆旁，一边大声叫喊，希望可以叫来人，一边搓着景云的手，好让他暖和一些。真是，这谁也想不到，你在自己家里出现了性命之忧，还没有人来帮忙。莫离无奈，一把扔了景云的手，扯开景云胸前的衣服，露出白皙的胸膛。你又欠了我一次。说完，抽开腰间的带子，身子俯下，贴近了景云的胸膛。在感受到景云身上那股寒意的时候，莫离也忍不住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小小的身子趴在了景云的身上，莫离伸出胳膊，紧紧搂着景云的肩，脑袋靠在他的胸口，耳边是景云有些微弱的心跳，目光却始终不敢从一旁的火堆移开。好不容易撑到黎明，莫离感觉景云身上的温度在慢慢的回升，一脸倦意的从景云的身上下来。莫离双手飞快地穿好身上的衣服，看向还在昏迷的景云，咬牙切齿。总有一天，你要连本带利把欠我的都还给我。既然景云没事了，莫离也不再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景云的大床，任由景云衣衫不整地倒在地上，呼呼睡去。莫离睡着没有多久，景云眉头微动，缓缓睁开眼睛，眉间那一点朱砂似乎更红了几分。见自己倒在地上，还有些奇怪，撑着身子起来，又见到自己衣衫大开，幸好亵裤还好好的穿着，不然他当真要羞愧死。拢好衣衫，景云头还有些疼，再回头便看见罪魁祸首莫离正躺在他的大床上酣睡正甜。撑着身子走到床边，露出一丝不悦，想要将莫离从床上拽起来，可看到莫离眼下的一片乌青，又生生的给忍了下去。毕竟昨夜也是为了救他。莫离醒来的时候还躺在景云的床上，房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是房中被他弄乱的东西全都换了一遍。莫离起身，站在床边伸了个懒腰。昨夜也是将他给急坏了，景云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他还是得去再好好的探查一番，弄清楚景云身上的蛊到底是他忽略了什么。
可他寻遍整个燕王府，都不见景云的踪迹，就连无涯都不见了。他问府中的下人，也一个个的摇头表示不知道。莫离无奈，只得回自己院子去找浣纱，兴许浣纱会知道景云的下落。可刚一进门，便感觉到了一阵罡风袭来。莫离虽然没有内力，反应和速度却是上乘的，身子侧过，躲过了一击。谁？莫小公子。谁？莫小公子。莫离鼻尖忽地传来一阵浓重的白檀香气，落入一个宽阔的怀抱中。还是莫姑娘。你是什么人？莫离低头，只能看见一袭黑衣，露出来的手掌都戴着一双皮手套。试图挣扎，可那双手臂却死死地将他禁锢在怀中。本尊说的可对，与你何干？原来还是一个小辣椒啊！你来找我，想必不可能只是来拆穿我的身份的吧？黑衣人松开莫离，将他推出怀抱，大笑起来。本尊手底下的人说你与众不同，果然如此。景燕兰的案子此刻恐怕已经是破了，你帮着他破解了这桩谜案，本事不小。那又如何？难不成阁下也是想要来找我帮忙的？你可愿意跟在本尊的身边，跟着本尊，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而且本尊听闻你在这燕王府，也不过是同那无用的王爷交易，本尊也可以，手中的权势比那无用的废物更大更多。莫离听他这样说，有些不高兴了。景云是很没用，但他不允许别人如此诋毁景云。景云不仅是他的合作伙伴，也算是他半个朋友。姑娘觉得如何？你也别姑娘姑娘的叫了，我想要如何是人，那是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给我做决定。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既然已经和景云定下了协议，就绝对不会反悔。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了，阁下请便。逐客令一下，莫离冷冷转身，懒得理会这个黑衣人。那废物王爷早晚有一天会死，到时候姑娘会后悔的。闭嘴！莫离这下是真的怒了。他之前没有动手，是明白自己不是这个黑衣人的对手，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自己的极限，他可忍不了。从腰间掷出一张黄符，朝着那黑衣人而去。敕令，惊雷！朗朗晴空之下，突然闪过几道闪电，一道雷猛地劈下，就落在黑衣人的位置。只是惊雷刚落，那黑衣人就不见了踪影。速度之快，让莫离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莫离朝着那黑衣人的方向啐了一口，气呼呼地回到房中。这个朝代和莫离所熟知的现代社会不同，这里的人会武功，会轻功，会出神入化的本事。他空有一身抓鬼的本事又如何？对付人的时候该怎么办？不行，没人看家不行啊！若是将我的东西都给弄走了怎么办啊？莫离低头看着被他一直藏在床上角落里的背包，还有睡觉都要抱着的驱魔剑。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天天带着，看来得找一个能够信得过的帮手，不论人鬼妖怪，只要能帮我看家，这就足够了。莫离信步走在燕王府中，浣纱唯唯诺诺地跟在他身后，这几日也不曾听闻景云和无涯的消息。莫离说不担心是假的，毕竟景云现在可是他的金主和小伙伴。莫离，你怎么在这里？让我好找。景燕兰面带笑意，匆匆走到莫离的面前，眉眼中都带着喜悦。案子结了。结了不就好了？阿兰，那贵妃可有再为难你？阿兰，那贵妃可有再为难你？
这案子有鬼怪在其中作乱，父皇虽然不忌惮这些，可以觉得就到此为止。李贵妃就算是想要再找我麻烦，也不能在这件事了。阿兰，那日李贵妃生辰，我见她对你和景云似乎都没有什么善意。这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啊？都这样了，皇上还如此宠爱她。这李贵妃啊，是当朝大将军李东然的妹妹。李东然掌管千军，就算是当年的燕王爷，也要忌惮3分。莫离了然，原来也是个有靠山的。李贵妃针对景云，是因为燕王爷的缘故？确实如此。老王爷当年在军中也没少驳了李东然的面子。老王爷虽然过世多年，可在军中的威望丝毫不减。那你呢？李家为什么要针对你啊？因为我母亲是皇后，因为我是皇后的儿子，或者说因为我是前皇后的儿子。我7岁那年，母后以巫蛊之罪被废，在冷宫中度过了3年，便离世了。阿兰，茉莉，你不问，这也是事实。景映兰抬手阻止了莫离想要安慰自己的心思。他需要的不是安慰，当年的巫蛊之案不清不楚，不管是查案还是结案，都是草草了事。以他对母后的了解，母后不会是做出这样事情的人。现在他需要的是有朝一日强大起来，为母后查出真相。李贵妃针对你，是因为你曾是皇后的儿子。李贵妃针对你，是因为你曾是皇后的儿子。父皇如今年事已高，身体也每况愈下，却迟迟不立太子。若是父皇突然没了，这皇位便是我的。不过这件事情也不大可能落在我头上。父皇膝下皇子众多，我又偏偏是最不受宠的。李贵妃也有一个儿子，只是年纪尚幼罢了。阿兰呐，不管怎么样，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嘛，你好好活着，日后咱们离开盛京城，闯荡天下，如何呀？你若是愿意带着我，那自然是好的。因为景映兰背着阳光，莫离也没有看见他眼中的痴迷，轻挑眉梢，转身走在景映兰的前面，脚步轻快。景映兰看着莫离离开的背影，下意识地抬手抚上胸口，嘴角含着浓浓的笑意，收敛不住。只一朵花开的刹那，对他来说就好像过了一生，心头的那一点悸动，眼中遍布情意。跟上莫离的脚步，那小小的身影也从这一刻紧紧地烙印在了景映兰的心头。两人走到前面的花厅，还未坐下，府中的小厮急匆匆地走到莫离的面前。小公子，外面有位名叫洛晴的夫人来找。洛晴？也对啊，烟雨楼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洛晴应该是来找我去烟雨楼做法的吧？去看看。我还有些事情，不能陪你了。好吧，那我自己去啊，不送你了，你自便吧。莫离耸耸肩，跟着那小厮去往前厅。到了前厅，洛晴悠悠地坐在那里，一身华丽的红衣犹如火焰，朱唇绛红，乌发如云。见到莫离来了，洛晴露出妩媚的笑，红唇玉齿。莫离同为女子，竟然也有些把持不住的感觉。这样的美人儿，也只有将景云搬出来才能震慑住了。那日牢房灯火昏暗，没有想到洛晴夫人竟是如此美人。
小公子的嘴可真甜。今日洛晴夫人来找我，可是为了法事？洛晴点头，缓缓起身。自然是为了这件事情。如今烟雨楼的姑娘们都已经回去了，只是因为这楼中发生了不干净的事情，大家都不太安稳。洛晴夫人领路就好，我这就过去。也好，小公子跟着奴家来。莫离带上腰包和驱魔剑，领着浣纱一起去了烟雨楼。烟雨楼外，那些姑娘一个都不敢进去。小公子可要准备些什么？少了一些人。小公子果然有趣。洛晴先是惊讶，随后便懂了莫离的意思。现在这烟雨楼前只有烟雨楼的人，就算是莫离做了法事，别人不知道，那也是没有效果的。只见洛晴拍了拍手，身后的龟奴们搬过来一口大锣，3声巨响传来，引得附近的人都赶过来看看，想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街坊，前些日子奴家的烟雨楼出了些事情，为了不影响日后的邻里关系，奴家请来了协助七皇子破案的莫小公子，让莫小公子为烟雨楼做一场法事。莫离抬头看向烟雨楼，上空已经没有了鬼气环绕，只要女鬼离开，烟雨楼就不会再出事了。不过这烟雨楼还有一个煞局要破。让人都后退！你这烟雨楼女鬼是没了，可有人在你这里设下了一个煞局，现在不出事，以后也会有问题的。那就有劳小公子了，若是日后让奴家查出是谁，定然不会就这么放过的。莫离点头，不过在取出黄符之前，又朝着洛晴眨巴了一下眼睛。不知道洛晴夫人给多少酬金呢？小公子天纵奇才，之前协助了七皇子一同为圣上办案，还是燕王府的座上宾，能够请到小公子来为奴家的烟雨楼做法事，自然是不会亏待的。洛晴让人搬来了一个小箱子，看起来沉甸甸的。他朝着众人轻笑，将那箱子打开，里面竟然放着满满一箱子的银元宝，加起来足足有上百两。众人见到请莫离需要这么多银子，一片哗然。这去找得道高僧，那也只要几十两，一个毛头小子当真值得这么多银子吗？小公子可满意？这话洛晴是小声的凑在莫离耳边说的。只见莫离满意的笑出了2个浅浅的酒窝，洛晴也跟着一起笑了。莫离走到烟雨楼门前，祭出一张黄符，单手结印，另外一只手拿着驱魔剑，眉头轻蹙，一身阴郁之气扩散开来。就算在人群边上的，也都能感觉到周围的温度似乎突然的降了几分。敕令，破！驱魔剑未出鞘，从尾端射出一道金光，黄符在半空中燃烧了起来。这一场景将周围看热闹的人还有烟雨楼的那些人都给吓着了，口中止不住的惊呼出声。就连浣纱都没有想到莫离的本事竟然如此高明。金光穿过烟雨楼，顿时将整个烟雨楼笼罩住。一道黑气霎时被逼退了出来，逃窜到了门口。莫离紧盯着黑气，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朝着那团黑气一点，散。话音一落，那黑气在半空中停滞了片刻，随着莫离的收手，原地消散，不见了踪影。这白虎开口的煞局我已经帮你破了，也在烟雨楼里设下了一道保护阵，日后烟雨楼不会再出什么乱子的。有劳小公子了，刚才小公子那几下倒是让奴家开了眼了。奴家这番多谢小公子了，只是就这样，
奴家还是有些不安心。这毕竟出了事情，到时候影响了生意，奴家这烟雨楼的姑娘们可就吃不饱穿不暖了。莫离从腰包里取出一张黄符，指尖夹住，随后又朝着烟雨楼的方向一掷。黄符闪过一道白光之后，竟然在半空中消失不见。这下更是让周围的人惊呼不已，感觉下巴都要惊掉了。洛晴夫人前几日受了苦了，本公子也是怜香惜玉之人，面对美人儿怎么可能只计较银子呢？这道符招运生财，日后出入烟雨楼的客人也能够得上几分。莫离皮笑肉不笑，那道符也就是普通的镇宅符，反正洛晴要的也只是一个噱头，他给了，要怎么把握就看洛晴自己的了。奴家这一厢多谢小公子。洛晴朝着莫离微微躬身，表示谢意。让浣纱捧着那箱银子，莫离走在前头，人群中让出一条路来。我打死你个死东西！都到了我胡妈妈的手里，还想着装什么清高啊！莫离跟着浣纱还在念叨着这箱银子要怎么用的时候，旁边的巷子里传来鞭打声，还有一个女人不停咒骂的声音。啊！竟人不切客！你生是楚馆的人，死是楚馆的鬼。进了楚馆，不管你切不切客，你这身子都是污的了。莫离皱眉，原本不想管这件事情，这里可是花街，这样的事情不少，他管了这一件，还能管得了下一桩吗？当他正要路过巷子口的时候，莫离眼睛的余光突然发现了一道青光。妖气！他抓鬼这么久，遇见的妖怪不多，这巷子里竟然还能有妖气。也不管里面是在发生什么事情，脚尖一转，走进了巷子。巷尾，一个身穿白衣的男人被一群壮汉压在地上，身上的衣衫脏乱褴褛，头发里沾满了泥巴，一张脸被挡在头发后面，看不清楚模样。众人见到莫离走进来，纷纷停了手。哟，这位小公子的模样真不错。小公子衣着不凡，可有熟悉的小官？胖女人笑得谄媚，扭着水桶腰，一步一步地走向莫离。莫离没有理会胖女人，目光落在地上的那个白衣男人身上。莫离没有理会胖女人，目光落在地上的那个白衣男人身上。他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却是时有时无的样子。公子是喜欢这口？还不快点让开，将蓝官扶起来，给小公子呀瞧瞧模样。说着，胖女人又凑到了莫离的面前。小公子的眼光真好，这蓝官可是奴家楚馆里最好的小官了，长得那叫一个妩媚多姿。白衣男人无力地挣扎着，却半点作用都没有。两名壮汉将他架了起来，身后的人一把扯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脸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莫离见到白衣男人的脸，倒吸一口凉气。这白衣男人竟然长了一双幽蓝色的眸子，加上五官柔美，别有一番味道。衣衫因为挣扎，领口掉落在肩头，与打芭蕉一般，惹人怜惜。小公子，你看多少钱啊？哟，小公子这是要包一夜，还是买下来？莫离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现在这虚弱狼狈的样子，他只能确定这人身上有妖气，却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妖怪。正好他缺一个看门的，要是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的话，只要不伤人，放了他，让他好好修炼便可。哎呀，小公子这可是在说笑，蓝官可是奴家的心头之物，怎么可以就这么拱手让人呢？若是小公子当真喜欢蓝官，
倒是可以日日来找。你不知道我是谁？刚才烟雨楼外的动静可是听见了，城中的案子可听说了。你若是不答应，本公子有的是办法，让你这楚馆从花街里就此消失。你是那个破了案子的莫小公子？胖女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莫小公子能抓鬼的事情，她早就听说了。要是真的得罪了眼前的这位爷，他还真就惹上麻烦了。小公子这可是说笑了，奴家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没有认出小公子的身份，当真是眼拙了。蓝官能够得到小公子的青睐，这是他的福气。那你这是愿意了？哎呀，自然自然，只是这蓝官是奴家花了不少银子买来的，总不能亏了吧？当初买下蓝官用了100两，这几日吃好喝好的。若是小公子觉得银子多了，那不如给一张符也可。莫离抬手打断了胖女人的话，眼中带着让人不能拒绝的笑意。这就说笑了，我恰好刚从烟雨楼那里取来了这次的酬金，买下这蓝官是可以的，只是虽说是吃好喝好，可我买下来的时候，他可是一身的伤啊。浣纱，公子我不清楚要治这些伤的花费，你来帮公子好好的算算。公子，这蓝官身上的伤大大小小的都有，上好的金疮药要5两1瓶，还有后续的诊治，七七八八算下来，许是有50两的。哎呀，将人都打成这样了吗？50两呢，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吧？胖女人皱眉，蓝扶桑身上的伤确实有些多，可也不需要50两啊。但是碍于莫离的身份，她也不敢质疑，像是吃了一口黄连一般，苦哈哈的笑着。确实不是小数目。哎，浣纱，本公子一张符是多少银子来着？哎，浣纱，本公子一张符是多少银子来着？公子，之前和洛琴妈妈说的是70两一张呢。70？胖女人惊了，莫离的一张符就要70两，这可是他楚馆小半个月的收入了。对啊，我写的符不比那些普通的，能驱鬼挡妖，还能聚气生财，更是有凝神的作用。你说值不值呢？本公子倒是愿意给你一张符啊，只是这么算下来，你似乎还倒欠我20两呢。胖女人有些犹豫，这蓝官是不卖也得卖了，现在要想着如何让自己减少亏损。这机会啊，只有一次，你可以用20两买我一张符，若是以后，那便是70两了。行，就依公子的，一张符，奴家再给公子20两。喏，这是符咒，放在主梁的正中间便可。20两银子，待会儿送来王府，这人我就先带走了。待莫离将蓝扶桑带走了好远，胖女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手中捧着那张黄符，脸上笑开了花。快放出消息，就说楚馆也有莫小公子的符，聚气生财，还能延年益寿。哎呀！蓝扶桑被莫离安置在了院子里，让王府的人将他梳洗干净，又让人将伤口都处理了一番。莫离再来的时候，蓝扶桑的精神已经好了些许，躺在床上一声不吭。莫离打量着蓝扶桑身上的青光，若是别的妖怪，此刻已经妖气盛起，可蓝扶桑的身上妖气还是时有时无的。你是妖，还是说你认识妖？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是驱魔师啊，一张符都能够卖上70两，你觉得呢？你是妖，还是说你认识妖？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是驱魔师啊，一张符都能够卖上70两，你觉得呢？
突然，莫离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往前凑了过去。不对，单纯的认识妖，你身上的妖气定然不是这样的。我是半妖，我爹是妖。既然是你买下了我，任你处置。我本来就是楚馆的小官，什么半妖妖怪，都是一个小官。闭嘴！哼，让我处置？且不说我这人对小官没兴趣，就算是有，我也不会要一个毫无感觉的人。这，浣纱，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什么时候不当自己小官了，再来找我。说着，莫离脚步飞快，匆匆飞奔似的从房中逃离。要是他再待下去，估计要被蓝扶桑那梨花带雨的模样给吓呆了。回到房中，便见到几日不见踪影的景云端坐在桌前饮茶，气色比起那日好了许多。呀，小王爷这是终于出现了，你走都不说一声，亏得我那夜还想办法救你呢。救本王，就是要将本王的屋子给拆了。景云似乎不记得那日莫离脱衣为他取暖的事情，只知道醒来的时候满屋子的狼藉。怎么，我救你还错了不成？不敢不敢，莫小公子乃是盛京城中的大红人，一张符纸高达70两白银，本王怎敢？莫离挑眉，眼梢尽是得意。他今日去烟雨楼造作了一番，效果还是有的，连景云都知道了。手拿过来，我再看看。你那日突然犯蛊，我定然是要查个清楚的。莫离径自伸手拉住景云的手腕，指尖搭在他的脉搏处，一会儿右手，一会儿左手，细细的诊脉了许久。不对啊，你这脉象浮沉比之前好多了，那日怎么还会犯蛊啊？你都不知道，本王又如何会知道？你就不好奇，本王这几日是去了何处？刚才莫离进来的时候，那股子怪调，景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这摆明了是对他突然离开有所怨言。只是莫离先询问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他的身体，这倒是让景云有些意外。小王爷去何处？哪里需要跟我这个小人物说啊？本王的人传来消息，说有你的玉佩的消息。真的吗？玉佩呢？本王带回来了，只是似乎不是你要的。景云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块碧玉，上面雕刻着一条龙，色泽尚可，泛着淡淡的灵气。这样的俗物，怎么可能是我墨家的神龙玉佩啊？本王会再让人去找的，若是不确定的话，不会再同你说了。不用，下次有消息还是跟我说一声吧。莫离叹了口气，沉沉地坐了下来，不再言语。他心中很乱，没有玉佩，遇上厉害一些的，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景云见莫离心情不好，现在也不是继续谈话的时间，随意的交代一声便离开了。次日一早，莫离便让浣纱去准备了些丧葬的东西，又让人将李忠的尸体从冰室里搬了出来。今日是李忠的头七，既然是他将李忠的尸体带回来的，那也要负责到底。小公子，这件事真的不同王爷说一声吗？莫离轻轻点头，景云对他算是不错了，那他也不能太蹬鼻子上脸。这王府是景云的，在他的地方办丧事，还是得同他说一声。交代浣纱别停了这边的事情，便朝着景云的院子飞奔而去。莫姑娘，本尊上次说的事情，你可想好了？莫离还没有反应过来，伸手就要探向腰间的包，却被一只大手按住。莫姑娘该不会就忘记本尊是谁了吧？忘记？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是谁啊。莫离这次还是背对着黑衣人，他的三脚猫功夫可不是这个黑衣人的对手，现在双手都被这黑衣人缠得死死的，根本挣脱不开。那现在莫姑娘可要记住了，本尊究竟是谁？黑衣人的手慢慢向上，摸上莫离的腰肢，在腰间轻捏了一把。莫离皱眉，眼中略微带着薄怒：你再动一下试试，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成男人。哼，你若是舍得，本尊又有什么好怕的？怕是你自己以后后悔。放屁！莫离借着黑衣人晃神的功夫，脚跟猛踩他的脚尖，随后又拉住他钳制自己那条胳膊的小手指，一个转身就从黑衣人的怀中窜了出来。你看我以后会不会后悔？黄符一扔，火光顿时从符纸的尾端燃起。莫离双手捏诀，敕令，注意！燃烧尽了的黄符仅剩下一道白光，朝着黑衣人掷去。莫离眼中微怒，嘴角却缓缓地勾起。这道印不算狠毒，却可能让黑衣人7日不能当正常的男人。谁知白光还未靠近黑衣人，便在他的面前消散开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莫姑娘若是愿意跟在本尊左右，做梦也罢。姑娘不愿意，那本尊也不强求。不过莫姑娘记住了，下次见到本尊，可唤本尊一声北堂。北堂脚步一动，身形快的只能看见残影，一下就窜到了莫离的面前。莫离还来不及反应，眼前突然黑了，对上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唇间带着一丝凉意。姑娘相吻，本尊铭记。说完，北堂便不见了踪影。莫离还愣在原地，抬手抚上樱唇，上面似乎还带着北堂脸上那张面具的温度。下次姑奶奶卸了你的胳膊！带着一身怒意，气冲冲地走到景云的院子里，却看见景云端坐在树下看书。怎么，本王又找你了？那个李忠不是头七快到了吗？我就想着吧，这尸体是我带来的，他又没有家人朋友。莫离原本组织好的语言，被之前北堂那么一闹，还有景云刚才那么一问，都不知道要怎么和景云好好说了。办丧事？本王不知莫小公子竟然还有这样一副菩萨心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办丧事可以的，只是用了本王的地方，总要给本王一点租金吧，就30两，如何？你，本王从来都不做亏本的买卖，而且你最近不是赚了一大笔银子吗？这点都不愿意？15两。25两，少1两，本王将你院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扔出去。莫离气得跺脚，谁让这就是景云的地盘？25两就25两，大不了他再写几张符，想办法卖出去。谈好了25两，莫离气呼呼地回到院子。这一天他还真的是到处受气啊！浣纱，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我要将李忠这丧事儿办得风风光光的。夜里，院子里挂着上等的白帆，李忠的尸体放在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里。莫离穿着一身素衣，手持一根白烛，将棺材旁边的蜡烛一根一根点燃。点灯照你回家路，今生缘灭，来世续。莫离口中呢喃，蜡烛点燃到最后一根的时候，已经是子时。莫离让院子里的其他人都离开，只留下了自己一个人。恩公。阴风袭来，白烛上的火焰抖动了几分。李忠的魂魄从门口缓缓进入，一见到莫离，李忠双膝跪在地上，眼中含着泪水。小人一生平庸，没想到死后还能遇到恩公，要是为小人报仇，
又为小人准备这些，小人。莫离看着面前的李忠，身上的鬼气已经恢复。在地府的这几日，黑白无常确实很照顾他。你起来吧，我做这些呢，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恩公，您对小人如此之好，小人是没齿难忘。今日前来，是为了认恩公为主，日后释放在恩公的左右的。李忠双手抱拳，然后又朝着莫离不停地磕头，大有莫离不答应他就不停下来的势头。你不投胎了不成？不是的，恩公，那黑白两位老爷说小人的阳寿未尽，可又错过了回到肉身的最好时机，只能先暂时到鬼道，等到阳寿到了那天，两位老爷会再来接小人的。你阳寿未尽？莫离低垂着眸子，心中略微思索，不该如此。李忠就算是阳寿未尽，七爷八爷也不会将人留下来。莫不是七爷八爷心疼他孤身一人在这里，想要留下李忠做个帮手？你先留下，待我下次遇见了七爷八爷，我再问个清楚。你先留下，待我下次遇见了七爷八爷，我再问个清楚。若不是如此，不管你阳寿是否尽了，我自己动手让你知道沦入鬼道的下场。多谢恩公。日后若是小人李忠有半点对不起恩公的地方，就让小人天打五雷轰，灰飞烟灭。好了，你起来吧。既然你不回地府，你这头七也没什么意思。明日我让人将你先下葬了，日后就留在这里，没事的时候呢，帮我看着院子，莫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了。至于那个蓝扶桑，要是能用就用，不能用就让他离开，就当自己做了件好事。解决了李忠的事情，莫离在王府中又过了2日安生日子。前些天耗费的气力在这几日都补充回来了，整个人显得格外的精神。小公子，快起来，快起来！浣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身后似乎还跟着什么人。小公子您快起来，宫里来人了，宫里的李公公来了，皇上寻您觐见呢。这位便是莫小公子吧？皇上有旨，宣莫小公子进宫。这位公公，您确定皇上找的是我，不是景云吗？嘿嘿，莫小公子这可就说笑了。老奴虽然年纪大了，可耳朵还灵着。皇上见的就是您。小公子，跟老奴走一趟吧。莫离轻咬着唇，转头对浣纱吩咐道：跟小王爷说一声，我去皇宫了，让他今日就别等我去诊脉了。李公公一路领着莫离到景宁帝的御书房内。莫离刚进去，大门就被关了起来。参见皇上。御书房内，景宁帝手持朱笔坐在高位上，听到莫离的声音，头也没抬，好像就没有来过这一个人。莫离眉头微皱，这是要给我下马威不成？莫离也是个倔性子，景宁帝是这些人的皇帝，可不是他的。既然景宁帝不说话，那他也不需要再抱拳抬着胳膊，干脆放了下来，站得笔直。景宁帝身边的折子越来越少，批到最后一本的时候才开口：原来莫小公子已经在了，朕还没有注意到，可是让小公子久等了。无妨，皇上也是专心国事，乃万民之福。老七的陈词里提到，这次圣经中的女鬼杀人案，你出力不少啊。皇上夸奖了，只是恰好在我的能力之内，主要查案的还是七皇子。老七的本事朕清楚得很，你就不要推辞了。你是阿云府上为阿云调理身子的，今日朕见到阿云的精神好了不少，可是因为有你细心调理的缘故啊，
这几日小王爷的身体确实好些了，只是还需要调理。你的意思是，阿云的身子已经好了，只要再多调养些时日，便可以完全痊愈了？也不是啊，小王爷的身体自小便不是很好，还有一些杂症，我也诊断不出，只能慢慢调理了。原来是这样，朕还以为阿云的身子已经好了。阿云这孩子自小就是命苦，没了爹娘在身边，日后可要你多多的照看了。莫离点头，连忙应下，又道了一声皇上慈爱，天下之福之类赞誉的话，这才终止了这个话题。你这模样倒是不错，就是这头发古怪了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这般委实是有些不妥呀。莫离不明白景明帝的意思，只能顺着他的话说道：回皇上，我原本是跟着师傅云游的，师傅圆寂之前让我还俗，头发这才长出来的。原来如此，你还曾是个方外之人，难怪会有如此本事。果然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小小年纪便有如此的道行，不错不错呀。明日宫中琼花宴，让阿云带着你一起来吧。皇上，这琼花宴是……你到时候来了便知了。说着，景明帝自顾自的大笑着从御书房离开了。景明帝刚走，外面候着的李公公就走了出来，又领着莫离出了宫。琼花宴，莫离暗暗咬着这3个字。按照道理，皇宫中的宴会以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参加的。还有今日景明帝的态度，他越来越觉得奇怪。哪有人只顾侄子不管儿子的呀？就算是儿子再多，那又怎么样？就是不知道景云自己知不知道。次日琼花宴上，莫离还是紧挨着景云坐，只是这次莫离单独有一个位置，不是在景云的身后服侍。景云，这琼花宴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还特地给我弄来了衣服，让我换上衣服来。昨日你答应黄伯伯的时候，没有好好问。我要是问了，还用得着问你不成？琼花宴是宫中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宴会，只邀请皇族和5品以上的大臣的子女前来。黄伯伯到时候会领着李贵妃露个脸，之后就会走了。景云说的含蓄，莫离一下就明白了，感情景明帝是让自己来参加一个大型的相亲宴呢。你黄伯伯是让我到这里来找个媳妇儿不成？莫离，你这样子不像是来找小媳妇儿的，倒像是来当小媳妇儿的。莫离一愣，开什么玩笑啊！小爷我可没有那些癖好。两人说话间，莫离看见从门口走进来的景映兰，也不知道景映兰今天是怎么了，特地挑了一个和莫离最远又不会失了礼数的位置坐下。莫离看着旁边的空座，有些不明白，随口问身边的景云：琼花宴的位置是规定好了的吗？景云摇头，也注意到了故意疏远的景映兰，眉头轻皱。这前排的位置只有皇族中人可以坐下，只要是皇族中的人随意坐。了然的点头。莫离不明白景映兰今日这举动是什么意思，也不想问，只是心中略微的有些失望和失落。这次的琼花宴比起往年还要热闹，特地设计了一艘巨大的画舫，在皇宫里的碧湖之上，好让这些才子佳人借着湖光山色好好认识一番。待男子们都坐好了之后，那些被丫鬟宫女带来的闺中小姐也纷纷而来。顿时莫离便觉得眼前色彩缤纷，莺莺燕燕，好不热闹。三皇子到。
一个身穿浅黄色衣袍的人走了进来，五官和景映兰有几分相似，只是眉眼处的桀骜是景映兰不曾有的，还有那一身的风光和威严，也是景映兰更不会有的。景映洁走过人群，一直到座位的最前头，选了个靠近主位的地方坐下，目光落在景云的身上，满是敌意。今日琼花宴，怎么逍遥王也来了？景云抬手饮着茶，鼻腔里发出轻笑，似乎没有感觉到景映洁的敌意，一脸轻松地看着他。这琼花宴何时说过本王不能来？景映洁轻哼了一声，对景云的态度不满，却又不敢言语，目光转向坐在景云旁边的莫离身上。这位便是盛京城内鼎鼎有名的莫小公子吧？哼，怎么，这位贵人也想要买2张符？莫小公子果真如坊间传言那般为人爽快。景映洁还要说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景明帝带着李贵妃到了。众人见到景明帝，纷纷跪下迎接。都起来吧。景明帝见到景映洁，眉眼中透着欢喜。老三，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些日子说出去游历，可见识了些什么呀？父皇，那江南烟雨确实美，还有塞外的风光也着实不错。儿臣看着这些，便想到这都是父皇日夜忧思朝政的结果，心中感慨，便赶忙回来了。景映洁的话很是讨巧，对比一直坐在角落里的景映兰，莫离便觉得实在是有些不公平。就算是景映兰的母亲做了什么，景明帝身为父亲也不能这样区别对待吧。还未说话，只是心中念头一起，手背上突然落下了一个手掌，转头一看，便见到景云稍安勿躁的眼神。皇上，您看看，这亲儿子总归是亲儿子，三皇子出去游玩，都将您时刻记挂在心上，当真是个好孩子呢。李贵妃看准了时候，倒上了一杯茶，眼神从景映洁的身上瞟过。不知道为什么，莫离似乎看见了一丝不对劲的眼神。今日琼花宴，咱们可要好好的为三皇子瞧瞧。今日来的优秀女儿家可不少，听闻秦家的大丫头也来了。说着，李贵妃媚眼微睁，朝着前方张望。青儿来了，还不知道过来给皇上瞧瞧。人群中，一位身穿浅绿色罗裙的女子缓缓起身，乌发挽成云髻，一支碧玉簪点缀在其中，浑身透着素雅淡然。女子莲步轻移走到正中间，在路过景云桌前的时候，步子明显放缓了一些，杏眼飞快地看了景云一眼，脸颊之上红霞飞起。皇上万岁，李贵妃金安。莫离看着秦青的背影，微微咂巴着嘴，小心翼翼地凑到景云的耳边。这姑娘刚刚瞅了你一眼，估摸着是看上你了。景云抬眼，这才看了秦青一眼，恰好秦青这个时候也在看着景云，两人的眼神对视。莫离笑嘻嘻地看着，敏锐地察觉到了八卦的味道。秦青，前些日子回来的吧？盛京城可还住得惯呢？今日琼花宴，你可要好好的看看，不只要给自己看，还要看看有没有适合秦音那丫头。景明帝又简单的补充了一句，随后就领着李贵妃离开了。青青，你回来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三皇子，难不成我还有什么事情都同你说一声不成？说完，他又看向了景云。婷哥哥，身边这位小公子有些面生，也不介绍一下吗？莫离，
本王身边的随从。田哥哥，身边这位小公子有些面生，也不介绍一下吗？莫离，本王身边的随从。原来如此啊，这小公子好生奇怪啊。这位小公子男生女相，看着讨人喜欢，不知云哥哥可否让他去我府中？我刚到盛京，府中正是缺人的时候。莫离没有说话，只是转头看向景云。你若敢说一个好字，我就和你没完。本王可管不了他，他是请来的，并不在奴籍中，而且他性子急躁，不适合你。莫小公子，本王可说的对？小王爷说的不错，我的去留是我自己决定的。这位秦小姐若是想要的话，要看出不出得起钱喽。那小公子的价钱是多少呢？看我心情喽。说是王爷，我分文不取；若是你，我如何？那就不好说了。估摸着无价。你，晴晴这一下可忍不住了。莫离这拐弯抹角的表示看他不顺眼。我今日才见小公子，可是有什么地方招惹了小公子不成？惹来小公子这般不喜。晴晴一边说着，眼神一边观察着景云的反应。见他没有半点其他的反应，原本装出来的难过就变成真的难过了。云哥哥，我……好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莫离的去留本王无法做决定，日后就不要再同本王说这些事情了。说罢，景云拂袖起身，转而看向还坐着的莫离。可愿意走？莫离正要应声，突然想起了还坐在角落里的景印兰，朝着景云道：你到门口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跟上。莫离拿了几块枣花酥，正要朝着景印兰的方向过去，便见到他飞快地起身，走向画舫的外面，眼看着就要踏上小船离开了。阿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的是朋友吗？怎么现在见着自己就像是见了鬼似的？景印兰听到莫离的喊声，脚步微微停顿，又踏上了小船，没有说话。看着景印兰离开的背影，莫离更是不解。不搭理便算了，哼！一只脚刚踏上岸，莫离面前便出现了一只手，伸着手往上看，竟然是景云。不是让你去门口等我吗？本王觉得你似乎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不如在这里等着你。你心中有愧疚，日后帮本王做的事情就更上心了。莫离瘪嘴哼哼了一声，心情不佳，也不想要和景云多争吵什么，双臂环抱在胸前，跟着景云的人离开了。景映兰站在身后，看着莫离离开的背影，眼中分明是透着不舍。跟在景映兰身边的初雪知道他的心思，眼中深沉。主子，以大局为重。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会以大局为重的。见莫离和景云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宫墙之后，景映兰的脚尖一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莫离跟着景云回到燕王府，同景云闲扯了几句，便一头钻进了自己院子里。这几日花费的符纸不少，得多写几张出来，以防不测。刚踏进院门，便看见李忠和蓝扶桑在院子里对峙。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恩公。蓝扶桑见到莫离，一抖衣袍，直接跪在了莫离的面前。恩公，那日是小人自怨自艾，险些枉费了恩公的一番心意。恩公，那日是小人自怨自艾，险些枉费了恩公的一番心意。你明白了就好。说是你想留，就留在院子里，和李忠一样，帮我看好了这个院子。若是你还有其他的家人可以投奔的，便离开吧。恩公，若不是您，小人此刻还在楚馆里不知终日，
受尽折磨，是恩公给了小人重活一次的机会，小人自当是跟着恩公的，日后为恩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莫离低头看着蓝扶桑，说话的时候，蓝扶桑身上的妖气随着他的气息升起而陡然的升了一下。莫离眉头微蹙，心头略微思索着，看着妖气的状态，浓郁醇厚，蓝扶桑的妖怪爹应该不是什么简单的妖怪。有什么不懂的便去问李忠，府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去找浣纱，日后你便跟着我。见莫离留下了自己，蓝扶桑很高兴，笑得眉眼弯弯，原本柔美的五官看起来竟然还有些男子的阳光。莫离忍不住的摇头，眼中也带着笑意。正要进房，脑中突然闪过一道光，身子下意识的转过来，远眺着前方，神态有些紧张。那个方向是哪里啊？那边没有什么呀，就是普通的街道。你看不到那边飘荡着的鬼气吗？公子说的可是那边飘荡着的黑气。小人只能看见那边飘荡着一层黑气，已经有些日子了，小人前些时候还见过一次。原来就有吗？每次都如此？这圣京城里的事情也太多了些吧，这天子脚下竟然会起这样的鬼气，这该是死了多少人才行？这几次的要更为浓郁一些，之前都是单薄的一层。公子，这鬼气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公子，这鬼气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莫离没有说话，只是看了身边的两个人一眼。李忠还在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看见莫离口中的鬼气，而蓝扶桑则是好奇，若是真有问题，待会儿去查看一番便知道了。半日后，见天色渐深，莫离揣着鼓囊囊的腰包，领着已经痊愈的蓝扶桑出了府门。这次破天荒的没有带上浣纱，莫离也想知道蓝扶桑究竟有些什么本事。夜里的圣京城比起白日还要热闹，华灯初上，各式各样的花灯齐齐点亮，恍若白昼。公子，这是要去哪里啊？哎，圣京城中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啊？最高的地方，除了皇宫，便只有听雨楼了。听雨楼？那听雨楼一共4楼，是除了皇宫之外圣京城中最高的地方。可那里的4楼，除了皇族权贵，还没有其他人上去过。这么厉害？那是个什么地方啊？莫小公子想要去听雨楼，本皇子倒是可以让季楼主卖个面子。蓝扶桑正要说话，身后却传来锦印杰的声音：确实是想去，但是我想还是不要劳烦三皇子了。莫离既然答应了和景云合作，就不会与他的死对头有太多的交集。说着，他就要带着蓝扶桑离开，可景印杰不让。三皇子这是何意？本皇子只是觉得，既然莫小公子想去，那本皇子可以奉陪。那听雨楼可不是随便能进的，就算是景云，也只能在2楼徘徊。本公子突然对那听雨楼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我看上次的烟雨楼也挺高的，洛晴和我也算是还有几分交情，让我爬个楼顶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莫小公子这是铁了心不需要本皇子的帮忙吗？是。扶桑，我们走。景英杰双手捏拳，牙关紧咬。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在一个平头百姓身上受这样的气。莫小公子又如何？身为皇子，我有的是办法给你好看。还不错，至少没有让我太失望。蓝扶桑毕竟是半妖，之前在楚馆中被那个胖女人欺负多了，性子也就软了不少。现在稍稍放开一些，
就比李忠还要好用。日后他再想办法让他好好修炼，定然能够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得到莫离的赞许，蓝扶桑眼中也透着欣喜，心里像是吃了蜜似的甜滋滋的。这也要多谢公子。好了，听雨楼究竟是个什么地方？这么神秘，景云这样的身份都只能上得了2楼。这季楼主在圣京城中鲜少露面，却身份斐然，明明身处朝堂之中，却又置身事外，非常之厉害。公子，咱们还去听雨楼吗？哼，这么厉害的地方，当然要去看看了。景应杰说4楼那么难上，我倒是要去看看有多难上。有蓝扶桑领路，加上听雨楼的位置十分显眼，两人很快就走到了听雨楼前。公子，我们要怎么进去啊？当然是别的地方喽。莫离转身，直接从门前走过，伸手从腰包里取出2张符纸，摊开放在左手手掌上，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口中念念有词，伸手在符纸上划过几道，最后低喝一声：“吃令，收！吃令，收！”那2张符纸突然从莫离的手心里飞了起来，一张落在莫离的额前，一张落在蓝扶桑的额前。哼，这是收敛气息的符纸，只要不大大咧咧的露在人家的面前，别说是人了，鬼都不能发现我们。说着，他便带着蓝扶桑慢慢爬上了听雨楼的高墙。扶桑，你帮我望风。莫离从腰间取出驱魔剑，一把撕开额头上的符纸，目光死死地盯住白天感受到鬼气的方向。高楼之上，灯火繁华的圣京城呈现在莫离的眼中，这盛况比起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莫离缓缓闭上眼，手持驱魔剑置于胸前，驱魔剑上闪过淡淡的金光，这金光闪烁，像是无数的萤火虫环绕在莫离的身边。莫离的意识乘着驱魔剑上的光芒，慢慢地飘散到圣京城的每个角落。城中四处都飘荡着鬼气，白天的那一股鬼气好像突然散开，虚浮地飘荡在每一个地方。莫离始终找不到一个聚集点。忽的，莫离感觉背后一阵凉意，意识突然聚集起来，双眼猛地睁开，目光落在了左前方。他拔出长剑，腰间撒出无数的符纸，对着身后的蓝扶桑道：“你在听雨楼门前等我。”随后身子一动，借着驱魔剑上的力量，脚尖踏在符纸上，金光闪过，他便踩着金光离开。顺着刚才的感觉，莫离一直追到了一个幽暗的小巷子里。巷子里阴风阵阵，剩下的闷热全部驱散，阴凉之气从地面一直汇聚到了莫离的脚心。去！莫离单手捏诀，周身正气涌过，驱散了想要侵入他体内的阴邪之气。眉目荡起一片正色，朝着巷子里面走去。谁？一声苍老的低喝从阴暗的巷子尽头响起。莫离只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还来不及细想，阴风迎面而来。莫离身子一侧，挥着驱魔剑的剑鞘打去，金光一闪而过，莫离这才看清楚面前的东西。是你？这老鬼不就是在义庄里的那个老太婆吗？没想到又是。老太婆也一副晦气的模样。莫离冷哼了一声，这老太婆身上带着鲜活的血气和残存的一点阳气，应该是刚杀过了人。既然如此，他就绝对不能放过这老太婆。是我又如何？你竟然还敢出来害人？这圣京城中的鬼气是怎么回事？
鬼不就是害人的吗？你个小丫头，少管闲事！想跑？做梦！符纸扔出，双手放置在胸前，正要捏诀，老太婆的身后突然冲出一道鬼气。那鬼气来得十分突然，莫离都不知道是怎么聚集起来的。莫离和老太婆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那道鬼气便化作一道长剑的模样，从老太婆的后背贯穿，最后还要冲着莫离攻击过来。莫离抬手试图用符纸挡住，谁知那道鬼气竟然穿破了黄符，朝着他面门袭来。莫离连忙后退，脚尖轻点，张开双臂，借着手臂的力量，身子一侧，刚好躲过了那一道鬼气。他转身看向老太婆，鬼气从他胸口贯穿而过，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谁知道刚一转头，便看见那老太婆也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魂魄一晃，竟然就那么消散了。收起地上被鬼气贯穿的那张符纸，莫离带着满腹疑惑和浅浅的不安离开巷子，与蓝扶桑碰头之后，便回到了燕王府。莫离叫上了李忠，将那张符纸放置在桌前。扶桑，你之前可见过这样的事情？蓝扶桑摇头，在遇到莫离之前，他一直都是在被人羞辱和打骂中，哪里能见识到这样的事情？公子，要不要小人去地府问问？你刚入鬼道，若是下了地府，七爷八爷不将你捉拿，反倒是将你放上来，届时他们也不好解释。我明日再去看看，说不定会有别的消息。让李忠和蓝扶桑离开，莫离又看了黄纸许久，直到起了困意，这才慢慢的爬上床睡下。次日一早，莫离的房门被砰砰的拍响，还不等莫离起身，大门就被人猛地踹开。莫离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自己就被人从床上拽了下来。干嘛？一大清早的还不让人睡觉了不成？宫中传来消息，廖王爷就负责一个案子，你跟我来。你就不会好好的让我走过去吗？我就不信，景云肯定是叫你好好的来同说的。景云确实是让他好好请莫离过来，只是这次的事情不像原来那么简单，他便着急了些。这次盛京城中突然又起了案子，一夜死了5个人，死状都是一样的，在城中起了不小的骚乱。景宁帝原本是让大理寺办理此案，可李贵妃和景印节却领着朝中李太师一派，执意要推给景应兰和景云办理。景宁帝骑虎难下，便答应了下来。什么？又查？莫离皱眉，他是驱魔师，又不是侦探，更不是官府查案的人，怎么出了案子还来叫他查？弄好衣服，莫离翻了个白眼，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便对无涯道：今日扰我清梦的事情，我记下了。说完，抬手将李忠收进了府中，带上蓝扶桑就要出门。小公子，您这是不要奴婢了吗？莫离一愣，这2天他是真的将浣纱给忘记了。你不是胆小吗？不如留在院子里头帮我看着东西，等公子回来给你带蜜饯。浣纱毕竟是奴才，莫离话里的意思如此明显，他也不好反驳，低头啜泣，一边点头一边往院子里走去，乖乖的在院子里帮莫离好好看家。府衙院子里摆着5具尸体，景英兰蹲下身子和仵作一起检查着5具尸体，而景云则坐在一旁，旁边还有人在扇风，一副惬意的模样。莫离哼哼了一声，对无涯更加不满了。哼，他如此悠闲，你却那么火急火燎的将我拖来，这笔账我算得更清楚了。
说着还伸腿猛地踩了乌鸦一脚。哼，看来乌鸦将你请来，你很不开心啊。哼，你从床上被人拽起来试试。哎，你那皇帝伯伯不是最疼你了吗？怎么今日还让你来同这些尸体打交道？也不怕你沾上了阴气？我来查这案子，有景银兰处理，还有你帮忙。案子查出来了，我还能平白得一支白玉金笔和3000两银子，不吃亏。我来查这案子，有景银兰处理，还有你帮忙。案子查出来了，我还能平白得一支白玉金笔和3000两银子，不吃亏。莫离无奈，这样都挤兑不了景云。不过他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伸出一只手，摊开放在景云的面前。3000两，4-6分，我6你4。不行，37，我7你3。景云丝毫不让，脸上始终带着笑意，像是个吃了糖的狐狸。4-6，我说4-6，你居然37，景云，你的良心都不会痛的吗？不会。5分，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莫离丢下一句，不给景云任何说话的机会，转身走向地上那5具尸体。阳气全无，身上还有几道伤口，像是牙印咬出来的，生前还同人搏斗过。莫离正看着，脑中突然想起昨夜里见到的一桩老太婆，身上有淡淡的血气，还有没完全吸收的阳气。这些尸体都是在哪里发现的？莫离转头，目光正好对上景映兰的眼神。景映兰下意识地躲开莫离的眼神，这让莫离有些不满。都是在各自的家中。这些人的家属在哪里啊？我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他们。景映兰识趣的没有再插嘴，而是走到了景云的身边坐下，心情很是浮躁。景云瞥了景映兰一眼，眼神里带着些许的了然，突然笑了起来。莫小公子，本王突然觉得不能就这么得了这5成，不如来帮帮你。你别拖了本公子的后腿就好。莫小公子，本王突然觉得不能就这么得了这5成，不如来帮帮你。你别拖了本公子的后腿就好。莫离哪里会想那么多，对于景云的能力颇有些怀疑。门口的家属很快就放了进来，顿时整个府衙内呼声连天。家属趴在尸体上不停地哭喊，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好啦，你们先别哭了，要是想讨回公道呢，就停下来，好好回答我问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发现死者的？从他的家属开始说。莫离指着左边第1具尸体，这人的眼底乌青，脸色犹如金纸，脖子上和脸上都有牙印，皮肉外翻，双目瞪出，死状极惨。回大人的话，小人是今日早晨起来，发现相公不在身边，便出去寻，谁知开门的时候，相公的尸体就倒了下来。你昨夜就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吗？女子摇头，连带着另外4具尸体的家属也跟着摇头。我们也没有听见动静。没有听见动静。大人可是传说中的莫小公子啊！莫公子，小人知道你是好人，有通天的本事，可否让小人再见相公一面？小公子若是需要报仇，尽管说，小人砸锅卖铁也会报答小公子的。莫离被这么一抱，吓得险些站不住，幸亏身后的景云一把搂住了他的肩头，将他扶住。哎，你先起来，我不会要你的报酬。这件案子是逍遥王同七皇子一同办理的，我既是逍遥王府的人，自然也不会不管。我刚刚查探了，魂魄已经离体，说是没有意外的话，头七那日便会回来。我刚刚查探了，魂魄已经离体，
若是没有意外的话，头七那日便会回来。多谢公子，这些东西是从相公的衣服里掉出来的，不知道对小公子查案可有帮助。莫离接过布包，打开后里面放着一块小小的木块，带着浅浅的茶香，很是宜人。这尸体还需要留在大理寺内，头七那天我会派人送回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会告诉你，到时候会让你再见到你相公一次。莫离移开步子，转向第二具尸体。莫离伸手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在尸体上寻找了一番，竟然也找到了一块小小的木头，上面的味道和刚才那女子交给莫离的是一样的。乌鸦，让他们去找。景云悠悠开口，目光放在了莫离刚刚摸过尸体的手上，从怀中取出一块帕子，甩到莫离手中。这些木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不对，非常不对。闻出来了没有？味道一样。还有呢？你当真没有发现？你就没发现这是听雨楼内的茶香？听雨楼？你确定这是听雨楼内的茶香吗？你什么时候去过听雨楼了？昨天夜里路过了一下，这几个人身上的东西都有听雨楼的茶香，看来和听雨楼有关系。听雨楼本王可审问不了。哼，你去不了，可不代表别人去不了呀。怎么？你有办法？没什么，只是要委屈一下王爷了。而做这一切的时候，景英兰都没有出声，眼神痴呆地看着莫离，一颦一笑都在他的眼中烙印。今日应该去不了听雨楼，不过我今日还有其他地方要去看看，那里不适合你去。阿兰，不如你跟我去。莫离突然走向景英兰，他还是很好奇景英兰为什么会如此反常。景英兰一愣，莫离竟然会来找自己，当下有些手足无措，但很快又平复了下来。什么地方？义庄，那里阴气重嘛，实在是不适合景云过去，我一个人怕是有一些忙不过来呢，不如你跟着我一起啊。好。景燕兰也不知道是想了什么，最后还是答应了莫离。话音落下的时候，脸上还扯出了一个微笑，似乎在向莫离示好。义庄还如莫离来的那日一样，门口看守的人还是醉醺醺的倒在地上，院子里招魂幡飘荡，周围环绕着阴气。莫离捏紧了手中的驱魔剑，刚踏进义庄的时候，他就试着去感应自己的子符，确定子符不在之后，心中暗骂了一声：哼，本来就没有多少子符了，留在义庄的那一张竟然还被人给毁了。这义庄有什么不对的吗？景英兰不解，莫离怎么突然就想要来义庄了？莫离推开大门，里面的棺材全都被打翻，尸骨散落一地，有森森白骨，还有带着腐肉的残肢，空气里夹杂着腥臭腐烂的味道。景英兰看到这样的场景，胃里顿时一阵翻涌。这是怎么回事？看守都不会进来看看的吗？这些难道和那5个人有关系？没错。莫离大步走了进去，义庄内阴风阵阵，可就是看不见半只魂魄，没有子符镇压，义庄里的鬼似乎都在昨夜或者更早之前逃了出去，这让莫离更加的警惕了些。莫离走到那日打下子符的地方，足尖轻点，借着地上的棺材作为支点，几个步子就爬上了房梁上。枯朽的房梁上还隐隐残存着子符的金光，但是金光已经微弱的都要看不见了。莫离伸手抚过那个地方，眉头微皱。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将我的符给化解了。忽的，莫离眼前闪过一丝黑影，他正要从腰间抽出黄符打去，突然腰间一痛，转头看去，竟是一只小鬼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腰。松口！莫离顿时大怒，身子从房梁上一跃而起，一掌拍在那小鬼的身上。小鬼吃痛，连忙松口退开。景映兰在下面也看到了莫离的动静，连忙上前抱住险些从房梁上滚落下来的莫离。你没事吧？我没事。莫离痛得倒吸一口凉气，抬头看着还躲在房梁上的小鬼。小鬼也不知是怎么，突然趴下，两只手臂抱着房梁，随后大声哀嚎起来，声声鬼气犹如魔音贯耳，在义庄内惊起了阵阵阴风。阴风丝丝缕缕，不停地朝着莫离和景映兰攻击过来。原本没有鬼存在的义庄，在这只小鬼的鬼气之下，竟然引来了不少的鬼魂。不过片刻，整个义庄被鬼魂包围，莫离和景映兰被困在了众鬼之间。也不知道是不是义庄内阴气太重，鬼魂也都一一现身。景映兰手持长剑，与莫离背靠着背，见到这么多的魂魄，也是大吃一惊。敢咬我，你们怕是不知道本公子的厉害。敢咬我，你们怕是不知道本公子的厉害。莫离拔出驱魔剑，一片金光闪过，金光所到之处，鬼魂都被灼伤，吓得那些鬼魂不敢再靠近半分。小鬼还在不停地发出哀嚎，眼中甚至流下了一行血泪。莫离看着那只小鬼，脸色也跟着阴暗了下来。厉鬼！小鬼，圣京城死的人，是不是你操控义庄里的鬼做的？耶，好吃，好吃，吃了你，吃了你！小鬼仿佛被莫离的鲜血给刺激到了，趴在房梁上，两只血红色的眼睛带着贪婪，直勾勾地盯着莫离。莫离见状，发觉这只厉鬼的情况很不对劲，一把拉住景映兰，也顾不得这只小鬼究竟是什么来历了，驱魔剑一挥，开出一条道，就要带着景映兰冲出义庄。谁知那小鬼不过趴在房梁上微微抬手，义庄内顿时阴气飘过，大门砰的一声就被关上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真当我是好欺负的不成？莫离这下也忍不住了，一把抽出腰包里的一部分黄符，洒落在义庄的四处，将驱魔剑置于腰间，双手放至胸前。指令，诛邪！黄符纷纷闪现白光，从黄符里仿佛射出无数长剑，将那些被小鬼操纵着朝着莫离和景映兰过来的鬼魂都一一打散。莫离释放出如此灵力，身体有些受不住，没有神龙玉佩在身，他的灵力就永远会受到限制。脚步虚浮，后退了2步，看着义庄内已经没有其他鬼魂在，朝着身边的景映兰说道：你出去将那个看守叫醒，他多少会一点道术。景映兰点头，按照莫离说的，去将门口那个看守给叫醒了。你没灵力了，好吃！那只小鬼顺着房梁慢慢爬了下来，目光死死地盯着莫离。好吃？哼，看你有没有本事吃吧。莫离身子微弯，扫过一道剑锋，夹杂着雷霆正气，朝着那小鬼袭去。眼看着就要落在小鬼的身上，小鬼突然咧嘴大笑起来，伸出2只细瘦的胳膊，迎面挡住了莫离的剑锋。莫离大惊，连忙喊道：景映兰，还不去开门！谁知景映兰身子一动不动，双手保持着推门的姿势。你怎么了？
景映兰没有说话，眉头微皱，眼珠子不停地转悠，似乎是被人困住了。小鬼见莫离现在要一心二用，借着这个机会，身子在地上一蹬，朝着莫离扑来。莫离咬牙，早知道是这样，就不带着景映兰来了。他正要抽出紫符，眼前突然一道黑影闪过，那黑影不过挥了挥手，银光就在义庄内飞快地闪出又落下，那只小鬼竟然被银光打在了对面的墙上。阿离，真巧，本尊不过几日不来见你，身边怎么又多了一个男人？北堂还是一身黑衣，背对着莫离，斗篷和面具下的眼睛看着眼前的小鬼。敢动本尊的人，好大的胆子！你刚才怎么回事啊？莫离还处于惊讶状态，那道银光，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灵力存在，怎么可能比得过他的驱魔剑？若是下次阿离让本尊好好抱一抱，本尊便告诉你。做梦！若是下次阿离让本尊好好抱一抱，本尊便告诉你。做梦！身后阴风陡然升腾起，莫离透过北堂的肩头，看到后面的小鬼正从地上爬起来，细长的手指头上长出尖细的指甲，朝着北堂的后背袭来。小心！莫离正准备迎上去，谁知北堂却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低着头在他耳边低语：下次别再让本尊看见别的男人了。北堂身后无风自动，腰间闪过一道银光，那银光朝着小鬼扑去，带着千钧之势，一把将小鬼打得后退几步，口中更是吐出了乌黑的血液。小鬼见自己不是北堂的对手，趁着那银光还没有冲到自己面前时，身子朝着地下一缩，逃走了。许久，义庄内的阴气竟然慢慢散去，温度逐渐的回升过来。莫离在北堂的怀中闷闷出声：还要抱多久啊？北堂发出阵阵笑声，莫离被他压在胸口，听着他胸膛里的心跳和因为笑声而发出来的共鸣，竟觉得脸上有些发烫。再一会儿，本尊下次见到你，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这个男人本尊就当没看见，下次就不行了。莫离听他说完，眼前一亮，北堂已经不见了踪影，身后的景映兰身子一歪，整个人摔在了地上。北堂走后，景映兰也恢复了，见小鬼不在，还有些奇怪。这里除了他便是莫离，想来也是莫离将那小鬼给打跑的。莫离，你没事吧？哦，没事。莫离，你没事吧？哦，没事。莫离摇头，带着景映兰离开义庄，还时不时的回头看，眼神中充满了疑惑。这个北堂究竟是什么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腰间飞出的那道银光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只小鬼竟然直接被打飞了。义庄里出现的那只小鬼和那个老太婆不可能没有关系，只是要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才行。莫离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那只小鬼可以操控其他魂魄，会不会那个老太婆也是被操控的？如果真是这样，他现在得快点回去找找资料，或许能够查得到这小鬼的来历。路上，景映兰一直都没有说话，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如何面对莫离，悄悄地侧目看向莫离，却见到莫离一副深思的样子。秀气的眉毛被刘海挡住，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着，眼中散发出来的光彩是他从未见过的。莫离的身上
既有男子的豪爽和不拘小节，又带着女子才有的秀气。这样的莫离如何让他不心醉？这案子同鬼魂有关系，兴许也同我们今日见到的那只小鬼有关。我先回燕王府，你也先回去，一有消息我就让人去通知你。两人正要分别，恰好这个时候无涯也急匆匆地打马赶了过来。小公子，王有重要的事情，请小公子前去。见无涯那着急的样子，莫离当下心中咯噔一下，能够让无涯这么着急的，难不成是景云又出事了？莫离顾不得景云兰，顺着无涯的胳膊被他拽上了马，两人匆匆离去，前往燕王府。今日的事情一遭又一遭，莫离的精神都有些跟不上。好不容易赶到了王府，进门就见到景云躺在床上，手中还拿着一本书，倒是悠哉。莫离脚下一软，险些摔在了地上。你不是有事儿吗？景云勾唇轻笑，眉间那一点朱砂鲜红，轻咳了2声，模样还真是有些虚弱。确实有事。说着伸出手，将手腕放在了诊脉的脉诊上。还是救急。要是被我知道你是在耍我，有你好看的。莫离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向景云，坐在景云身边，手指刚搭上他的脉搏，莫离的眉头便紧蹙了起来。你自小便有，今日觉得有些难受，便让你来瞧瞧。你这是从小就有的？以往莫离从景云身上探出的脉都是虚浮无力的，偏偏今日的汹涌澎湃。这样的脉象，如果对习武之人来说倒也没什么，能够以内力压制或者慢慢化解，可对于景云来说，无疑是一道催命符。我没有学过医，把脉的本事也是在学蛊的时候跟着学的，不能够治疗你这病情。本王还以为你什么都会呢。今日的案子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就行。本王没打算管。既然分了你银子，你负责不是很正常的吗？痛死你活该！一把抓过之前的脉诊，莫离气呼呼地从房中离开。无涯站在景云的身边，脸上尽是不解。王爷为何要帮他？景云翻动着书，一只手缓缓抚上心口，眉头轻皱，脸上浮出一丝痛苦的神色。觉得有趣。乌鸦，你好好查一查听雨楼，为什么这件事情和听雨楼扯上了关系？既然莫离一口应下会管这件事情，那定然又是与鬼怪有关系了。看来那些人就是不让他安生了。乌鸦忍住疑虑和不满，应声下去。房内只剩下景云一个人，他将书一把扔下，仰着脖子长长的吸了一口气，眉间的忧虑也缓缓的散去。桃花眼中闪过一丝趣味，嘴角略微勾起，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公子，事情办妥了。办妥了？那咱们就再去一趟听雨楼。听雨楼内灯火通明，却十分幽静。莫离这次从景印节那边拿来了可以出入听雨楼的牌子，带着蓝扶桑大大方方的从正门走了进去。扶桑，你可知道景印节和景云差在哪里吗？差在那一点的斤斤计较。蓝扶桑轻笑着，景云的脾气不算古怪，对莫离看着是计较得很，但却是分外的纵容。两人借着木牌一路走到听雨楼的3楼，这才在楼梯口被人拦了下来。这木牌不是公子的吧？哦，确实不是我的。那公子便不能再上去了。为什么？这木牌是景印节给我的，
那便是他让我上去的。为什么？这木牌是景印杰给我的，那便是他让我上去的。那便劳烦公子去将三皇子请来，由三皇子带着您上去吧。若是我非要上去呢？莫离朝着蓝扶桑使了个眼色，蓝扶桑了然的点头，突然站在莫离的身边倒了下去，眼眶霎时湿润。来人呐！这听雨楼欺负人了！公子，莫要将小人留在这里。小人知道公子有苦衷，可这听雨楼如何是小人待的地方？若是府中缺钱，小人愿意去做苦力。求公子不要将小人卖到这听雨楼当小官啊！卑鄙小人！听雨楼有听雨楼的规矩，你若再如此，就算你是听雨楼客人的朋友，那也休怪我听雨楼不顾你那位朋友的面子。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指着我，你顾不顾他的面子和我没有关系，但是今日这4楼我是上定了。莫离一巴掌拍下男人的手，说完拉起蓝扶桑，脸上浮现的怒意刚好。扶桑，是公子没用，保不住你。这听雨楼家大业大，哪里是我们可以拒绝得了的呢？二位还是适可为止的好，我听雨楼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莫离顺着声音抬头看去，只能从楼梯处看到一双锦靴，别的什么都看不到。是吗？这人刚才指着我，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是吗？对啊，不如楼主让我上去，有些事情还是要同楼主好好的说个清楚。我要是不想听呢？不想听？莫离取出之前拿到的木块，朝着上方一扔，丢到了那双锦靴的旁边。明日圣经城中便会传出死的那5个人都与听雨楼有关系。木块被一只手捡了起来，随后锦靴便突然消失。莫离也不担心，既然这季飞叶如此在乎听雨楼，就绝不会让听雨楼有任何的污点存在。公子，楼主有请。莫离拉起穿好了衣服的蓝扶桑，跟着小厮上了楼。莫离跟着小厮一路走到尽头，最后推开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公子请。啊，多谢小哥。莫离刚一进去，门就被关上了，拦住了想要跟着他一同进去的蓝扶桑。我只见你一个，这东西你说清楚。莫离正要质问，屏风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随后被莫离扔过去的木块又被扔了回来。不是很清楚了吗？昨夜同时死了5个人，死因都很诡异，而且这5个人唯一的共同点，便是从他们的身上都找到了这样的一块带着听雨楼茶香的木块。屏风背后，男子的身影浮现，最后从屏风的后面走了出来。你就是燕王府的莫小公子？正是。如今这案子有七皇子和逍遥王来查，怎么，莫小公子这是又要插上一脚？男子便是季飞叶，一身锦袍，无一不在彰显他天下第一富商家族的华贵。不算是我插上一脚，我本来就是燕王府逍遥王手下的人，帮自己人而已。关于木块，季楼主可有什么想解释的？没什么好解释的，这样的木块，听雨楼要多少有多少。是吗？可这还是同听雨楼有关系啊，不是吗？没什么好解释的，这样的木块，听雨楼要多少有多少。是吗？可这还是同听雨楼有关系啊，不是吗？听雨楼在圣京城这么些年，就没有过半点负面消息，没想到这一有坏消息出来，就是和命案有关系啊。这个给你，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你来听雨楼，不就是想要从听雨楼打听消息吗？姬飞叶心中预色，
将自己一直拿着的那几张纸丢在莫离的桌前。听雨楼的速度果然快。莫离满意的将那几张纸拿了起来，上面都清清楚楚的记载着死去的那5个人的信息。既然是你来查案，那这次的案子又和鬼有关系？莫离翻动着面前的几张纸，并不打算告诉季飞叶太多。莫小公子对我还有芥蒂？我们之间不需要什么芥蒂吗？确实如此。我对莫小公子不能做到毫无芥蒂，那莫小公子对我如此，也是应该的。既然如此，我可以走了吧？季飞叶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个锦囊，朝着莫离扔去。后会有期。莫小公子如此有趣，之前是我小人之心了。小意思，日后希望小公子常来。季飞叶微微抬手，示意莫离从门口离开。从听雨楼出来之后，公子，可是有消息了吗？扶桑，你想办法去宫中通知阿兰，我有要紧的事情告诉他。蓝扶桑点头，他是半妖，虽然不曾修炼，但妖就是妖，有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闯进皇宫，但是要给景映兰带句话还是做得到的。蓝扶桑走后，莫离独自一人朝着燕王府走去。莫离刚回到燕王府，便见到浣纱突然从府中跑了出来。小公子，您可算是回来了，出事了！什么？浣纱拉着莫离的手，一路朝着景云的院子跑去。莫离赶紧追问：景云出什么事情了？怎么回事？小公子，奴婢也不知道。刚才无涯侍卫让奴婢尽快去将您找回来。王爷病重了。傻子！莫离咬牙，大步冲进景云的房间。房中带着淡淡的血腥味。莫离快步走到景云的床边，景云躺在床上，唇边一片淡红，想来是刚才吐了血，血迹还没有擦干净。一双桃花眼紧闭，眉头蹙成了一个川字，惹得那一点朱砂都好似受尽了苦楚。你之前难受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啊？莫离见大夫还在把脉，没有上前惊扰，而是强行压低了声音，质问着还闭着眼睛的景云。谁知道莫离刚一说完，景云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中含着3月春水，一片温柔。你不是说你不会医吗？留你下来也没用。我留下了，虽然不能治好你，也能够让别人勾不走你的魂魄。莫离确实不能整治景云身上从小就带着的病痛，一旦景云出了什么意外，他只要在身边，7爷8爷就别想将景云的魂魄带走。景云勾唇一笑，倾城之姿万千风华。莫离被这一笑击中，气头也慢慢的降了下来。果然，本王留你在府中是没错的。切，你还是想想如何治好你的病吧。莫离哼哼了一声，跟着无涯一起站在窗边，不再插话。大夫额头上带着薄汗，颤巍巍地收回了诊脉的手。王爷自幼便是带着台毒，加之长年累月的吃药调理，体内也是有药中的毒素啊。俗话说得好，这是药3分毒啊。闭嘴！王爷每日喝下调理的药，不也是你们这些大夫写的方子吗？现在说是药3分毒，现在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无涯！景云出声喝住无涯，抬手让这大夫离开。久病成医，他早已经清楚自己的身体，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王爷，你们都下去吧，莫离留下。莫离原本要抬起来的脚放下，
在无涯等人离开之后，坐在了景云的床边，抿着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清楚景云的身体不好，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的不好。你能留下我的魂魄，我若是死了，你当真可以留下我的魂魄？可以啊。死了20年的人，你能找到他吗？我也不确定，或许他投胎了，或许他置身于其他地狱，又或者……我知道了。其实我也不指望能够再见到他，只是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快死了，有些想他。其实我也不指望能够再见到他，只是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快死了，有些想他。你娘？景云点头，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自己快死了，对莫离倒是没有那么设防了。莫非死的时候我还小，如今都快忘记他的模样了。你不想老王爷吗？不是不想，是我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如何想？景云苦笑，他是一父子，还未出生，父王就战死沙场，尸首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皇陵中也不过是一个衣冠冢。好吧，你等着，我给你看个东西。莫离有些不适应这样悲凉的氛围，空气都压抑了不少，伸手从腰包里取出一个用油纸包扎的紧实的东西，扔到了景云的面前。景云有些好奇，将东西拿了出来，拆开油纸，里面是一个黑色的方块。这是什么？手机呀。手机？什么是手机？手机开机，莫离打开相机，身子一转，坐在了景云的身边。看这里。景云见那个黑方块里突然亮着光，又见到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自己和一个莫离，就算他再善于控制自己的表情，也不由得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莫离眼疾手快，抓拍下了一张。嘿，这下你就算是成了一堆骨头，我也记得你是什么模样了。嘿，这下你就算是成了一堆骨头，我也记得你是什么模样了。这是画像，我一点都不担心你会忘记我。什么？你就这么自信啊？本王的皮相如此之好，想来日后也不会再见到第二个了。景云冷哼了一声，随后又拿出王爷的那副德性。本王累了，你下去吧。那本公子也要走了。莫离觉得他变脸太快，不满地收起手机，气呼呼地离开了。大摇大摆地从景云的院子出来，莫离就感觉自己刚才强装出来的硬气瞬间消散，从腰间取出一张黄符，朝着地上一掷，白光闪过，李忠从府中出现。公子，有何吩咐？这些日子你先守着景云的院子，注意他的安全。还没有给我找到玉佩，别想就这么死了。披着月光，莫离转身离开，语气很是凶狠，可眼中却是愁云密布。他从爸爸的日记里发现了一种草药，是七爷不小心透露的。在地府有一种火焰草，有起死回生之效，但只针对于那些快死还没有死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出现在七爷八爷的勾魂册上，就还有一线生机。莫离正收拾东西，心中有些忐忑。他和七爷八爷牛头马面的关系确实是不错，可从未去过地府。火焰草也只是从七爷口中得知的，爸爸也没有去拿过。这一去
是什么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莫离不得而知。天色尚晚，离天亮还有些时候，这个时候是去地府的最好时机。到了白天，七爷八爷他们都会去休息，地府静悄悄的，更方便莫离潜入。莫离将腰包塞得鼓鼓囊囊的，背上背包，换上刚来的时候那一身黑色的 T 恤长裤，蹑手蹑脚的正准备出门，唰的一道亮光出现在莫离的面前，肩上一凉，莫离倒吸一口凉气。乌鸦，你敢不敢再大胆点？莫离小心翼翼的想要移开无涯的长剑，却又被他给挪了回来，一张黑脸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气得莫离大骂：我没想背着你家主子跑了，玉佩还没有给我找到呢，他想死我都不会让他死了的。我信你，所以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是不带你去啊，但是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活人去啊。那我呢，公子？扶桑不算是人。院子外，蓝扶桑也突然走了出来，换上了一身劲装，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把剑，看着有些破烂，像是捡来的。你，扶桑，你留下还有别的事情？何事？公子请说。那案子还得你帮忙呢。之前公子交代的事情，扶桑已经告知了七皇子，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扶桑去做吗？若是没有，就让扶桑跟着公子一同前往。你们这是一定要跟着我去吗？无涯和蓝扶桑点头，非常的笃定。这一去，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们可能会送命，我也可能无功而返。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既然你有办法，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试。好，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能够救景云的火焰草长什么样子，去了地府见机行事。莫离想过去问七爷和八爷，可这样重要的事情对地府来说是打乱了生死秩序的，七爷八爷不见得会告诉他。什么？去地府？蓝扶桑突然尖叫起来，怎么也没有想到莫离要去的地方会是地府。公子，当真是去地府？是啊，那你还去吗？公子，当真是去地府？是啊，那你还去吗？去。公子去哪里，小人就去哪里。好，那就跟上来。莫离走到两人中间，抽出一张紫符，驱魔剑连同紫符一起往空中一抛，双手置于胸前，飞快地捏诀。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鬼门开。九字真言诀的最后一个字念出，莫离结印的手往前一推，驱魔剑和紫符一起闪烁着金光，金光打下，在莫离的面前形成了一道古朴的大门。这扇门通体漆黑，门上的铆钉带着斑斑锈迹，门口的两尊石狮是用黑曜石打造而成，和大门一样漆黑，但那双眼睛却是放着光。跟紧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够和我走散了。莫离抬手，驱魔剑落入手中，脚步一迈，走在了最前面。无涯和蓝扶桑紧跟在莫离的身后。进门之后是一片荒芜，四周雾蒙蒙的，天空没有半点亮光。魂魄在地府之中缓缓走动，没有半点表情，也没有丝毫的情绪。公子，这些人，这些鬼怎么都这么呆滞啊？这些都是喝了孟婆汤等着投胎的，前世姻缘全都一饮而尽，什么都不记得了。这里面危险重重，这张紫符你们拿着，有危险就亮出来。三人谨慎地走出每一个步子，周围的鬼魂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荒野中走了一段路之后，这才看见零星的几点光。
莫离按照自己从墨家的古书中看到的，在与周围的景象重合，小心地指着前方的灯光。前面就是丰都，比起外面的荒原，里面更加的危险。公子，地府还有这样的地方？三人走进丰都城内，灯火通明，与人间的闹市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四处都是吆喝声，两边还有小贩在贩卖东西。这里是丰都城，也被称为鬼城，是等待着投胎的鬼魂生活的地方。若是还没有轮到投胎，就要在丰都城内住下来。莫离走在街上，他身上本就有阴郁之气，所以混在这些魂魄中不会引起其他鬼的注意。刚才给无涯和蓝扶桑的2张紫符也有压抑他们身上阳气的作用。那我们要去哪里找火？稍安勿躁。莫离带着2人躲进一条小巷。丰都城他不熟，也不能找7爷和8爷帮忙，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来他帮过的鬼魂了。在他的印象中，他曾经超度过的几个人是还没有轮到投胎的。抽出一张黄符，莫离压抑住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力，双手捏诀，口中念叨了一段咒语，最后厉声喝道：洛平，出来见我。啊，这是？你我都对丰都不熟悉，我找个熟悉的人来，他已经在这里有一些时间了，多少比我们熟悉一点。莫离的话音刚落，一个身穿嘻哈风格的少年朝着莫离跑了过来，脸色惨白，浑身是水，但是脸上满是笑意。啊，莫离，你怎么来丰都了？你也死了不成？切，小爷我怎么可能死啊？话音刚落，莫离背着无涯和蓝扶桑对洛平使了一个眼色。别说我是女的。洛平不懂，但也很是听话的点点头。你没死啊？来丰都城干什么？你没死啊？来丰都城干什么？有些事情呗。洛平，我记得你在丰都也有5年了吧？莫小爷，有什么您直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其实也不需要，我想知道地府的火焰草在什么地方。莫离，你要火焰草做什么？救人。那火焰草可不是平常的东西，我倒是听说过一些，可是你拿不到的。地府倒是有2株火焰草，一株在丰都大帝的手中，另一株听说是在孟婆手上。你要救什么人？我原来认识你的时候，你不就是一个人吗？如果没有那么深的交情，犯不着这样的。莫离一下子被洛平的话击中了。景云对他来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为了玉佩，犯不着如此。毕竟他现在也认识景映兰，还和季飞叶有些交情。有季飞叶在的话，玉佩肯定会更快的找到。但转念一想，景云可能会死，他又觉得不舍。好了，我知道了。今日找你来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和别人说了啊。若是丰都查起来火焰草的事情，你也就当做不知道。莫离，你可千万小心，我还不想这么快在丰都见到你。知道了，你投胎了，我可不送你。洛平走后，莫离转身对无涯和蓝扶桑道：火焰草有下落了，我们去找孟婆。莫离不傻，丰都大帝是什么人？他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去丰都大帝的手上拿东西，真当他活腻歪了不成？相较之下，孟婆那边应该更好突破一些。莫离，你来地府做什么？来地府有些事情，七爷八爷，能不能行个方便？白无常正想说话，旁边的黑无常抢先冷冷的开口：什么事儿？你若是不说，我们兄弟2人也没有办法。丰都大帝的鬼差就要来了，若是他们来了，
我们保不住你。哎呀，我来地府是为了寻火焰草。火焰草？你是从你爸那里知道的？嗯。就谁？一个朋友。哎呀，去别的地方问，丰都的鬼差快来了。去婆婆那里吧。只是黑无常突然伸手拦住了蓝扶桑，目光冷冷地打量着他。你是半妖。阿离，将你的子父收回去，他身上的阳气你的子父挡不住。黑无常从腰间取下一个袋子，稍稍张开一个口子，对蓝扶桑道：进来，不然你还是会惹来鬼差。扶桑，你听话，进去吧啊！待会儿我带你回去。蓝扶桑得了莫离的安慰，连忙在黑无常的灵力之下进到了袋子里。白无常走在最前面，脸上带着笑意，轻轻地敲响了木屋的门。婆婆可在？小白，何事？门没有打开，里面倒是传来了一个悦耳的女子的声音。莫离眉头微皱，这倒是和他所知道的孟婆的形象很是不一样。这样悦耳的女子的声音，当真是孟婆？我有个朋友有了些事情，不知可否在婆婆的屋子里躲上一躲？我有个朋友有了些事情，不知可否在婆婆的屋子里躲上一躲？什么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兄弟二人还有朋友，还是两个活人？方才的金光我也瞧见了，是墨家的人吧？啊，是呢是呢，就是墨家的后人。墨家的后人？进来我瞧瞧，如今墨家的后人长了个什么样子？唰的一声，木门被打开，屋内点着许多的烛火，将整个木屋都照得亮堂堂的。在屋子的正中央，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坐着，乌发盘成一个发髻，用一只曼珠沙华作为装饰，与她那一身红衣相称，很是好看。呀，墨家的人倒是一如既往的长得标致嘛。你便是孟婆？你可曾见过我爸妈？你爸妈？墨家的人我见得多了，却还没有一个人会在我面前问之前的人。墨家的人不是都已经看破了生死吗？你若是没有见过便算了。见过，伉俪情深。你爹捉妖被那妖怪取了心脏，你娘为了夺回心脏也被妖怪吃了，我怎么会忘记啊？那他们……莫离还想要问，房门却被黑无常猛地关上。哎，鬼差来了！这一下，孟婆也从桌前站了起来，走到门前，一双手搭在了门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木门被敲响，门外传来鬼差的声音：“婆婆，方才的那道金光，您可见得了？”孟婆没有说话。房中的黑白无常还有莫离等人，一颗心都掉在了嗓子眼儿。见到了。孟婆轻笑，手还是搭在门上，没有要拿开的意思。那婆婆可曾见到了放出金光的人？不曾，想来是离开了，去别的地方寻寻看吧。哦，婆婆打扰了。门外脚步声响起，片刻之后，黑无常才放松下来。鬼差走了。我曾见过墨家一个人情，今日还了。墨家小辈如此莽撞，和你爹相差太多，倒是和你娘有些相似啊。莫离咬着唇，眼中似有湿润，但被他生生地忍了下去。说吧，来地府为了什么？为了火焰草。我听说有一株火焰草就在您的手中。确实在，那是丰都大帝送我的，你想要？莫离点头，一旁的无涯却忍不住了，走上前，扑通一下跪在了孟婆的面前。我家王爷重病，若是没有火焰草，王爷性命不保，还望孟婆能将火焰草给我们，就算是要了我这条命也可以。我要你的命做什么？
魂魄投胎的时候，多少人跪在我面前只求不喝我的汤，你这招对我没什么用。说是如此的话，那孟婆就不要怪我这个当小辈的不懂规矩了。这孩子不懂事，还望婆婆不要计较。计较？他眼中的杀戮之气如此重，事后恐怕是个杀伐之人。想要火焰草，就这副态度？孟婆轻哼一声，随后又低下身子，凑到了无涯的面前。你当真什么都愿意？愿意，只要能救我家王爷，我什么都愿意。你当真什么都愿意？愿意，只要能救我家王爷，我什么都愿意。留在这地府，你也愿意？孟婆眯着眼，朝着黑无常伸手，将你的步子给我瞧瞧。黑无常从怀中取出一本本子，放在了桌上。莫离瞥了一眼，上面写着大大的3个字：生死簿。随后看向黑无常，这人带着生死簿满天跑。当初他求着黑白无常想办法给他看一眼生死簿都不愿意，似乎是察觉到了莫离的目光。黑无常眼中透着无奈，这是判官的备份，若是他那边有改动会同我说一声，若是没有就按照这步子抓人。所以黑无常手上的不是真正的生死簿。孟婆翻动着，停在了最后一页。锦云3日后必要死了。莫离和无涯忍不住了，尤其是无涯，直接在孟婆的面前磕头，声声捶地。孟婆，只要您能救下王爷，我就算是留在地府也愿意。可以，我准备着日后将我这院子扩大一番，等你死了，便留在地府为我修葺花草。莫离和无涯听了孟婆的话，两个人都有些愣了。孟婆的意思是，可以给他们火焰草，无涯也不用现在就留在地府了。怎么，现在又不想要了？还是觉得我老婆子的条件太苛刻？不会，无涯，你同意的对不对？只要能救王爷，我什么都愿意。好，你这小子一心为主，倒也是忠心。我可以将火焰草给你们，只是什么？只要能救王爷，我什么都愿意。好，你这小子一心为主，倒也是忠心。我可以将火焰草给你们，只是什么？只是你们要如何带出地府？孟婆手掌一翻，掌心处白光一闪，一株带着莹莹之光、遍体通红的草出现在她的手心。这草的模样倒是有几分像是兰花草，中间开着一朵花，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便是火焰草。可你刚才驱魔剑一出，想必此刻丰都已经戒严，你要如何将火焰草带出去？只要你将火焰草给我，我就有办法带出去。好。孟婆轻笑着，手掌一抬，将那火焰草置于无涯的面前。我答应了给你，便是给你，带出去便是你的事情了。说完，孟婆身子一转，红衣广袖一挥，莫离和无涯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这么被孟婆给一袖子扇了出去。黑白无常毕竟是孟婆的同僚，孟婆不会对他们出手。与孟婆好声好气的道了个别，这才慢慢悠悠的从木屋里出来。好了，火焰草你也拿到了，你现在要怎么出去呢？我反正不会被发现，先将无涯和扶桑送出去再说。说的轻巧，驱魔剑一出，谁都知道墨家的人来了丰都，此刻丰都大帝定然会到处找你，你还想着留在地府？白无常气得想打人，手抬起来又舍不得，气呼呼的放了下来。倒是旁边的黑无常突然发动腰间的勾魂铁斧，一下抽在了莫离的小腿上，疼得莫离直叫唤。
八爷，你这是做什么？太过狂妄，你眼中杀戮之气比以往确实重了些。若是再这样下去，会和婆婆说的一样，变成一个杀伐之人。莫小公子，既然我们是一同来的，自然要一同走。眼下还是先回丰都再说。我兄弟俩想办法送你们出城，出去了，寻个安全的地方开鬼门，就赶紧离开。丰都城内一片戒严，之前的热闹繁华已然不见，到处都是鬼差巡逻。黑白无常带着莫离和无涯躲在巷子里，外面正好走过一队巡逻的鬼差。怎么办？哼，你倒好意思问，之前不是还想着自己留下的吗？老八，我出去引开那些鬼差，你想办法带着阿离出去。说完，白无常就摇着手中的招魂幡走了出去，窜到那对鬼差的面前，缠着他们寒暄。黑无常见状，带着莫离和无涯绕过鬼差的后面离开，直冲丰都城门。眼看着就要冲到城门口了，竟然从门口又窜出来了一对鬼差，手中的三叉直指莫离和无涯。为首的鬼差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哼，大人说的果然不错，的确是莫家的人，抓！莫离见状，与黑无常对视一眼，拔出手中的驱魔剑，朝着黑无常挥去。黑无常面色微变，眼中带着薄怒，倒不是因为莫离突然挥剑相向，而是莫离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如何与他们撇清关系。八爷，我不过是来地府寻个东西，无意伤人，为何苦苦相逼啊？莫离佯攻了几招，与无涯背靠着背，目光落在了黑无常腰间的布袋上，蓝扶桑还在里面。黑无常也看出了莫离的意思，手悄悄地摸上了布袋，微微扯动，让布袋的带子松动了些许。活人擅闯地府本就是罪，你还在地府出剑上了风斗鬼魂，此乃大罪。活人擅闯地府本就是罪，你还在地府出剑上了风斗鬼魂，此乃大罪。既然莫离都演了，黑无常也不能辜负了莫离的心意，只能顺着莫离的话说下去。鬼差们纷纷聚到了黑无常的身后，毕竟在他们之中，能够与莫离一斗的也就只有黑无常了。驱魔剑下亡魂无数，这些鬼差也是害怕的。八爷，实在是如今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日后再向你道歉。莫离一脸正色，从腰间挤出黄符，驱魔剑挥动，剑身打在黄符上，一道金光炸开。黑无常和鬼差们被金光刺激的纷纷抬手挡住自己的眼睛。莫离趁乱跨步冲到黑无常的身边，正要扯下那个布袋，却被黑无常一把抓住。八爷。莫离不解，低声询问。黑无常却紧紧攥住他的手腕，语气里带着怒意：你可知道你这是与丰都大帝为敌？莫离点头，挣扎着从黑无常的手中出来，顺带拿下了布袋。就算是那样，也不能害了你和七爷。拿到了布袋，莫离也不恋战，又抽出一道黄符，朝着地上一掷。金光刚散，黄符又打下来一道白烟。鬼差们不敢沾染上那白烟，连忙止住了脚步。眼看着莫离拉上无涯冲了出去。八爷，就这么放过他吗？黑无常瞥了那鬼差一眼，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两人回到了之前的院子，天已经大亮，外头日头正好，阳光打在莫离身上，驱散了刚才从地府带来的一身阴气。莫小公子，你怎么样了？莫离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正要抬手，却扯到了腰间的伤口，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火焰草离开地府之后，活不了太久。先带我去景云那边。你的伤？无涯皱眉，莫离现在状态非常不好。你要是不带我去，我这些伤可就白受了。无涯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莫离说的，搀扶着莫离到了景云房中。只不过一夜，景云的状态竟又差了许多。莫离靠在景云的床边，腰间的鲜血滴落在他的床榻之上。你别死啊！孟婆说了，你还有2天才死。随后又让无涯拿出火焰草。离开了地府，火焰草中间的那朵花确实不如地府时看到的那般绚烂。若是再不快些将火焰草用了，只怕是又白跑了一趟。无涯，你出去守着，不管里面什么动静，都不能够让人进来。接过火焰草，莫离将手中的布袋交到无涯的手上。出去之后打开袋子，扶桑就可以出来了，你们一起守着。无涯心中对莫离已经是恭敬不已，双手接过袋子，毕恭毕敬地从房中离开，没有半点怀疑。莫离看着床上躺着的景云，脸色清白，眼底一片乌青，印堂上散发着黑气，依旧是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许是我上辈子欠了你的，今世得还。那案子我暂时不能帮你查了，不过我会告诉你线索。谁叫你那么蠢？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阵，莫离也得不到景云的回复，哼哼了一声，将火焰草放至手心，摘下了火焰草上的那朵花，放在了景云的心口上，又将剩下的叶子一根一根的摘下，从景云的印堂、小腹、双臂和双腿各放了一根，正好6根草1朵花。要用火焰草救人，就必须以神龙之力催动。眼下玉佩不在身上，莫离不能随意的驱动神龙。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驱动，这是墨家先祖和神龙的约定。除了玉佩之外，墨家的人一生有3次机会可以不以玉佩为媒介召唤神龙，但每用一次，对墨家人来说就是一次重伤。哼，你说说，你都欠了我多少回了？看你这辈子怎么还！双手置于胸前，这次莫离的结印倒是很慢，口中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也都很慢，双眸紧闭，眉心微微蹙起。每结一个印，莫离的身子便会跟着抖动一番，仿佛浑身的力气都用来结印了。临兵斗者，借阵列前，行！神龙天降！莫离说出最后一个字，口中也跟着吐出一口鲜血。从莫离的胸前突然涌现一道金光，金光之中传来阵阵的龙吟。莫离眼神有些迷离，抬手想要触碰那道金光。龙，还不等莫离看清，原本身上就有伤，再加上这样强行召唤神龙，莫离早就撑不住了，眼前一黑，昏了过去。神龙在房中盘旋，慢慢缩小了自己的身子，悬浮着飘动在莫离的身边，随后又去向景云的身边。被莫离强行召来的神龙，也不过是神龙的一道意识，不是神龙的本体。只有莫离拿到神龙玉佩，才能够召唤神龙的本体。也不知道神龙是看到了什么，在见到景云之后，身子上下翻涌，似乎很是激动。随后又看见了景云胸口的那一朵火焰草的花，眉头微皱，龙身上下抖动，从神龙的身上散发出一片片的金粉似的光，与那火焰草一接触，火焰草顿时燃烧起来。但这火焰很是不同，青色中带着淡蓝色，虽是落在景云的身上，可却不曾灼烧到景云半分。火焰上燃起黑烟，细细缕缕，
像是从景云的身上出来的一样。神龙见事情办好，又飞到了莫离的面前，见他已经晕了过去，还想说些什么，身子却慢慢的淡化，最后只余下一点点金光，落在了莫离的手心后，也跟着消失了。神龙消失后，景云身上的火焰草也燃烧的差不多了，在黑气消散之后，景云的脸色也好了许多，虽不能和常人相比，可已经有了些血色，眼底的乌青也退了，眉间那一点朱砂也跟着鲜红了起来。莫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自己的房间里，身子微动，腰间剧痛传来。疼！小公子，您可算是醒了。疼！小公子，您可算是醒了。听到房中传来动静，蓝扶桑拉着李忠冲了进来。蓝扶桑的眼中含泪，趴在莫离的床前，确定莫离是真的醒了，整个人扑在了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小公子，您可算是醒了。若是您再不醒的话，我们都要去地府找黑白无常两位老爷了。景云，他怎么样了？他好着呢。小公子为了救王爷，险些连命都没了。可王爷刚能下地，便去了那个什么秦府去看秦家小姐。小公子，您这醒来就想着王爷，王爷却半点都不想着您啊！听着蓝扶桑小媳妇倒苦水一般，莫离就觉得头疼，连带着还有点难过。蓝扶桑说的不错，他命都险些没了，景云这白眼狼竟然也不来看看他。白眼狼一头，让他去找那个青青吧。李忠，你想办法去一趟地府，找七爷八爷，看看他们现在如何了。这次去地府，他们帮了不少的忙，我怕我临走那一段不能瞒过丰都大帝啊。李忠点头，正要离开，又被莫离叫住。你自己去了地府要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了。李忠心中微暖，应了一声，便离开了房间。小公子，等你好些了，我们去将那秦府给掀了。这个时候你就别给你家公子找不舒坦了。莫小公子，可好些了。门口传来敲门声，无涯的声音从门外传入。这般客气的无涯，倒是让莫离有些不适应。抬手让蓝扶桑去将门打开，便见到无涯手中端着一个大盒子走了进来。莫小公子，这是王爷的一点心意。大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根长长的人参，都有些人形了，一看就是珍稀的。切，人不来，这东西来了有什么劲儿？我家小公子可是为了救你家王爷才弄成这样的，你家王爷倒好，刚下地就去见女人了，都不管我家小公子的死活。死活？你家小公子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哼，感情王爷这么说，我若是快死了，您也是要去见秦小姐的？莫离听了这话，顿时就怒了。他拼死拼活的，没想到救了一条白眼狼。景云一身蓝衣，走到房中，步子轻缓，到了莫离的床前。看着倒是好些了。哼，看着倒是好些了。怎么，之前的样子你见过？莫离没好气的翻了个身，却忘记了腰间的伤，顿时痛得在床上缩了起来，又扯的伤口疼得厉害。你若是再动，就别想你的伤能好了。景云低喝了一声，伸出手扶着莫离的肩，让他躺平了。你倒是愈发的有脾气了。莫离翻了个白眼，论脾气，谁能比得过他？景云许是看出了莫离眼中的愤愤，
鼻腔发出一声轻笑。秦府传来消息，说秦大小姐病了，让本王去瞧瞧。毕竟秦小姐的父亲当年也是父王手下的得力战将。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你想看谁就看谁去。莫离气呼呼地扯着被子，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在外面。也是，既然你没事，本王就先离开了。景云隔着被子拍了拍莫离的胸口，示意他好好休息。莫离一愣，在景云他们眼中，自己确实是个男子，可这也不代表他的胸口可以随便让景云拍呀。王八蛋，就该让你死啊！待景云走后，莫离躺在床上发出一声怒吼。他这是有伤在身，若是好了，定然要打断了景云那只狼爪。莫离毕竟还受着伤，蓝扶桑等人也不再打扰他，悄悄地从房中出去，关上了房门，让莫离好生休养。躺在床上，莫离脑中闪过许多。这次去地府倒是刷新了不少他之前的认知。孟婆不是一位老婆婆，而是一位年轻的女子。而且孟婆明面上像是在为难无涯，可实际上只是找了个理由将火焰草给无涯。如果还有机会，他定要再去一趟地府，将这事情弄个清楚。莫离愈发想着，眼皮也愈发的沉重起来。加上强行召唤神龙，确实是耗费了他许多精神。这次不好好的休息一阵，身体肯定会留下什么隐患。房中清风拂过，在半空中打了一个旋儿。莫离的床前突然投下了一片阴影，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抚上了莫离的脸。你如此不让本尊省心，倒是让本尊有些不想再让你留在这燕王府了。你如此不让本尊省心，倒是让本尊有些不想再让你留在这燕王府了。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本尊定然要来看看。北堂沙哑的声音压低，竟然意外的好听，还带着些许的磁性。莫离挑眉，他受伤，北堂竟然这么快就能知道。你是本尊看上的人，自然有本尊的人守着。知道莫离心中所想，北堂连忙解释。瞥见莫离的身边还有一大片空位，北堂不顾莫离的阻拦，长腿一迈，身子倒在了床上，与莫离枕在了一个枕头上。你这是干什么？莫离不习惯有人这么靠近自己，挣扎着要离开。北堂长臂一伸，一把将莫离抱在了怀中。既然受伤了，便乖一些。你放开！本尊若是会放开，便不会躺下。你休息吧。大掌落在莫离的眼前，隔着手套，莫离能够感觉到微微的暖意，那是北堂身上的温度。靠在他的胸前，莫离耳边是他有力的心跳声。不知不觉，莫离的心跳也跟着北堂的心跳齐齐律动。许是莫离本身就很累了，再加上北堂的怀抱，实在让他觉得安心安全。不消片刻，竟然真的睡着了。北堂移开手掌，松开了搂住莫离肩头的手臂，一只手撑着脑袋，侧着身子看着他。你若是对谁都如此好，我可当真要气死了。抬手勾起莫离鬓角的一丝碎发，北堂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温柔气息，一身黑衣和脸上的铁面具好像也跟着柔和了起来。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从瓶子里倒出一颗碧绿色的药丸，放在了莫离的唇边。这药丸一拿出来，满是馨香，往莫离的口中一送，入口即化。确定莫离将药丸咽下，
北堂又在莫离的身边躺了一阵，感受着四处都是莫离的气息，一直到莫离熟睡，北堂这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临走的时候，一只手捂住莫离的眼睛，一只手将脸上的面具揭下，深深的兜帽依旧将他的脸挡住。上半身俯下，在莫离的唇上轻啄了一口，随后飞快地将面具戴上，从房中离开。在莫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浑身上下轻松无比，就连腰间的伤好像都没有那么痛了。扶桑，浣纱，快弄点吃的来，你们家风华正茂的公子要饿死了。门外的蓝扶桑听到了动静，连忙让人将早已经准备好了的饭菜端上来。小公子，这么一个下午的功夫，您好像就全好了一样。小公子果然不是普通人，别人受了这样的伤，保不齐要送命呢。自小体质好，没办法。莫离吃完早饭，将下人屏退，只留下了蓝扶桑。嗨，扶桑，那桩案子如何了？我说的那个消息，你告诉了七皇子，他是如何做的？七皇子已经派人在京城找到了与那5名死者生辰八字相同的人，让人好生看着，又暗中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都留下了公子的符，这几日没有再出过事情。七皇子已经派人在京城找到了与那5名死者生辰八字相同的人，让人好生看着，又暗中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都留下了公子的符，这几日没有再出过事情。我猜测的果然不错，有人在城中练鬼。练鬼？那现在要如何破案呢？等，好几天没有人死了，也就没有新的魂魄可以给他滋养炼化。不出一日，那只小鬼一定会再出来的。除了等，就不能做别的了吗？哎呀，不需要，等着就好，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的。蓝扶桑的眼睛倏地暗淡下去，有些话到了嘴边，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后只得生生咽下。门外，浣纱突然出声：“小公子，王爷有请。”房门打开，莫离又在浣纱进来的时候看到了那片黑雾，只是这一次黑雾没有像前2次那样很快消失，反而还在浣纱身上升腾了一下，随后才瞬间消失，像是在向莫离示威。莫离看了一眼身边的蓝扶桑，他似乎没有见到浣纱身后有东西存在，看着浣纱的眼神只是有些许的怀疑和试探，并没有震惊。和尚，许是和秦家大小姐有关。秦大小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去。可是王爷，浣纱还想试图劝莫离去一趟，谁知莫离直接将桌上的一盏茶推倒在地上，也不知道是在气什么。说了不去就是不去，我和那头白眼狼只是合作，从来不是他的下属。浣纱吓得不轻，后退了几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莫离见到浣纱如此，也说不下去重话，无奈地看了他一眼，不想为难浣纱。你去和景云说，除非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然就不要找我。要知道，我现在也是受伤在身。对，小公子自己身上还有伤，凭什么要因为秦家小姐的事情过去？说着，将房门一关，把浣纱挡在了门外。小公子，咱们不去，凭什么要被他使唤？唉，无需生气啦，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想去帮他。浣纱走后没有多久，门外传来阵阵脚步声，还带着铠甲的声音。莫离在房中假寐，被这动静吵醒，还不等蓝扶桑开门，门口便被人一脚踹开。莫离，
你好大的胆子！王爷的命令都不听了？王爷？哪家的王爷啊？自然是逍遥王。王爷有令，莫离立即去秦府，不得耽误。如此大的阵仗，看来秦青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至于是不是景云的令，去了就知道。蓝扶桑看不下去，想要将莫离拦住。他家小公子风光霁月，怎么可以被这群俗人给逼迫？莫离抬手拦住蓝扶桑，示意他跟在自己身后。唉，扶桑，民不与官斗，我们先过去看看。跟着那群侍卫，莫离乘着轿子到了秦府。秦府跟燕王府隔得不远，一盏茶不到的功夫便到了。莫离从轿子里出来，抬头看着秦府的大门。哟，黑气缭绕，秦府果然出了倒霉事。哼，哟，黑气缭绕，秦府果然出了倒霉事。哼，哪里来的小和尚，竟然敢如此说我秦府！大门处，一条长鞭子挥了出来，在空气中发出簌簌声。莫离推开蓝扶桑，身子一转，避开长鞭的攻击。你又是哪里来的小疯婆子呀？客人到了，不出门迎接也就罢了，竟然还动起手来。顺着长鞭看去，鞭子的尽头被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子给握着。这女子不过15、16岁，眉眼英气，身子笔挺。哼，客人，你不过是李贵妃派人押来的，算什么客人？我秦府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说我秦府坏话？我何时说了秦府的坏话？秦府上头黑气环绕，若不是你家出了什么事情，何必押着我过来？你怎么？我说的不对？哼，你若是真的想帮秦家，现在就带我去看看，究竟是谁中了招。青衣女子身子一动，不甘示弱地看了莫离一眼。跟我来。秦府各处都很简单，但是各处也都透着女儿家的气息，不像燕王府大方大气。啊，你是秦府的什么人啊？如此重视秦家，是秦家的小姐？青衣女子没有理会莫离，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一些。青衣女子一路带着莫离到了一处小院，还在门口，莫离就能闻见里面的花香。婴儿，你可算是回来了。那个劳什子莫离来了没有？李贵妃，劳什子莫离来了。莫离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莫离的名字前头还有3个字啦？李贵妃咬牙，当着景宁帝的面，她不会和莫离撕破脸，也不会在众人面前失了她堂堂贵妃的体面。莫小公子，你这是说笑了？是不是说笑，你自己心里清楚。让我来是做什么呀？该不是那秦青被鬼迷了吧？莫离双手抱着头，朝着房中走去。路过景宁帝的时候，莫离这才转了一下身子。拜见皇上。景宁帝知道莫离的秉性，也不和他计较，说了一声，总比看都不看一眼的好。在景宁帝身边就是景云，气色倒是愈发的好了，比起昨日见的还要好。火焰草只能够让景云产生变数，能够推迟他出现在黑无常勾魂步子里的变数，但要如何反应，就要看这火焰草的了。现在看来，景云很幸运，火焰草在他身上燃烧的时候，甚至将他身上的胎毒也带走了不少。景云看着莫离从自己眼前走过，一丁点目光都不给他，将他当成了空气，无奈只好耸耸肩。他清楚莫离是在气什么。莫离最讨厌别人强硬地左右他的情绪，
这次是因为莫离顾忌身上的伤，所以听话的来了。要是换作平常，此刻自己的燕王府应该也要被莫离给拆了吧。莫离走到房中，是秦青。莫小公子，你看着青青，这是怎么回事啊？莫小公子，你看着青青，这是怎么回事啊？莫离只消一眼就可以断定，那只小鬼来了秦府报。秦青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屋内李贵妃等人坐不住了，女子的生辰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呢？李贵妃脸部轻移，慢慢的走到了莫离的身边，凑在莫离耳边，小声的将秦青的生辰八字告诉给了莫离。糟了！莫离听了秦青的生辰八字，顿时脑袋轰的炸开，对门外站着的景云道：景云，你快去找景映来，要改变保护对象了。又怕事情说不清楚，让他带着蓝扶桑一起去。秦青和死了的其他5个人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小鬼一定是饿极了，所以遇到了秦青，便将他的阳气吸过来。只是幸好，秦青的阳气并没有完全被吸走，所以还有机会活过来的。但是一旦小鬼放弃了选定的生辰八字的人，那后面的也都要改变。所以从秦青被小鬼吸收阳气的那一刻起，这小鬼就已经开始找新的生辰八字的人当做自己的目标了。屋内的人还不清楚莫离这是什么意思，便见到莫离取出一张黄符，两指捏着黄符朝着秦青打去。啪的一声，莫离的黄符还未贴到秦青的身上，一条长鞭便将黄符给打落。鞭子回势的时候，还打伤了莫离的手腕。你有毛病吗？让你来治病，你这是做什么？神神叨叨，在这装什么弄鬼？既然不愿意让我这个装神弄鬼的在这里，那这秦家小姐，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婴儿，莫要胡闹。李贵妃拦住秦音，她虽然不喜欢莫离，可却不想秦青有什么意外。莫小公子，这次可是皇上派人将你带来的，救治青青可是皇命，你莫不是要不遵皇命？李贵妃言语中带着威胁和高高在上，莫离听在耳中，觉得更是刺耳。莫离暗自翻了个白眼。既然李贵妃说了这是皇命，莫离自然是不敢不遵。只是今日莫离吃的亏，那也不是就这么咽下去的。方才莫小公子说的换人是什么意思啊？与盛京城中的案子有关，之前死的5人，他们的生辰八字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城中有人练鬼，故意挑选了这些极为普通的人作为练鬼的材料。我让七皇子把城中这5人相同的生辰八字的人都给看护了起来，又以黄符蔽之，练鬼的人没了材料，病急乱投医嘛。因为手腕受伤，莫离只得先将黄符贴在了秦青的额头，又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单手捏诀，白光从秦青的额头一直汇入他的身体里。接下黄符，秦青的脸色倒也没有那么差了。所以秦小姐也是倒霉，好死不死的被撞上了而已。景宁帝等人听了一愣一愣的，更是有些不明白了。莫离没有继续解释下去，而是略带笑意的看着秦音。床上的秦小姐是没有什么事情了，但还有一些东西得弄完，不如这位秦小姐留下来帮忙。房中人多气闷，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在这里的。景宁帝点头，若不是因为秦青，他也不会出宫。既然现在秦青没事了，他们也就不多做逗留。倒是李贵妃颇有些不情愿，还想要留下来。还未说话，对上景宁帝略带警告的神色，
乖乖的闭上了嘴。莫小公子可要好好的照顾秦小姐，若是有什么差错，别说我们，想来逍遥王也不会就这么罢休的。那是自然。好了，秦小姐，他们都走了，现在你能说说为什么如此针对我了吗？秦音这下也知道了，莫离是故意将他留下来的，手中长鞭扬起，朝着莫离就要挥过去。鞭子还没有到莫离的面前，便被无涯给拦了下来。秦二小姐，莫小公子乃是燕王府贵客，还望自重。对呀，我可是燕王府的贵客，秦二小姐自重。莫离，你少得意，不过是现在景云哥哥看中你，等你没了价值，你看你还会是燕王府的贵客吗？原来症结是在景云。莫离了然的点头，这个秦音是看上了景云，不想要自己和景云之间有太多的关系。只是他现在是男子的身份，这还能够惹来秦音的记恨？有没有价值不是你说了算，今日这一鞭子我不会就这么罢休的。既然你说我装神弄鬼，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装神弄鬼。莫离这一下没有客气，一指黄符朝着秦音打去。秦音想要躲开，可浑身却好像僵硬的不能动弹，只能站在那儿等着黄符打在他身上。黄符掉落在秦音身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感觉，而是在他面门稍作停留，便掉在了地上。装神弄鬼，我要让景云哥哥将你赶出燕王府去。哼，好走不送。莫离抬手朝着离开了的秦音挥了挥，随后他又看向了床上的秦青，随手扔下了一张符。他没什么事情了，这张符留下，好生休养就行了。回燕王府的路上，无涯和莫离一同走在路上，见莫离一直犹豫的样子，无涯第一次温和着语气询问：莫小公子，可有什么事情？秦府和燕王府还有皇上是什么关系啊？秦小姐的父亲秦将军曾是老王爷身边的得力干将，秦夫人也和老王妃的感情不错，所以两位小姐当初也和王爷是儿时的玩伴。当年老王爷战死，秦将军为了寻老王爷尸骨也战死沙场，秦夫人伤心难过，带着秦家两位小姐去了永州的普陀寺。前些日子秦夫人念着两位小姐终身大事，便让两位小姐回了圣经，又书信给了王爷，希望王爷多多照顾两位小姐。莫离点点头，难怪那秦音在景云的事情上如此嚣张，原来是青梅竹马的关系。至于皇上，想必是念及秦府忠烈吧。或许如此。莫离心中依旧是满腹疑惑。回到燕王府的时候，景云和景印兰已经在府中等着他了。莫离，你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啊？景印兰不清楚，为什么去了一趟秦府，保护的对象就要改变了。恋鬼的人已经重新找过了目标，这次是和秦青的生辰八字一样的。莫离微微叹气，这样下去也不行。那小鬼若是每次饿极了重新找目标，虽说麻烦了些，但是恋鬼该有的经过可是一点都没落下。现在还能等下去吗？景云端着一盏茶，目光落在了莫离的手背上，一眼便可看出那是一道鞭伤，只是他没有说出来，微微垂着眸子，睫毛落下一片阴影，不知道是在琢磨什么。唉，不能等了，要想办法将那小鬼引出来。明日我再去上一趟义庄。我同你一起吧。我带上无涯便好。景印兰眸子微暗，无涯的身手也是数一数二的，有无涯在莫离的身边，自然比他们要好一些。本王何时说了，你可以带着无涯？
无涯是本王的侍卫，你就算是要用，那也该问问本王才对吧？莫离看也不看景云，仿佛眼前没有这个人，更没有听到他说话。无涯，明日一早我在王府门口等你。莫离临走前还拍了拍无涯的肩头。明日可就要拜托你了。无涯抬眸看着景云，不敢应声，也不想拒绝莫离。堂哥，莫离他现在身上还有伤吗？本王有本王的打算。前些日子琼花宴上，不是有位世家小姐觉得你不错吗？怎么没有好好接触一下？那小姐之前不知我是七皇子，知道之后，便不再与我来往了。你若是有心，何事不成？堂兄过誉了。是与不是，你心里清楚。景云放下玉佩，起身离开。走到景映兰面前的时候，脚步停住。景映兰，你虽不受宠，可你还是在皇宫中活到了现在。你真当你越低声下气，那些人就越不会注意到你吗？景映兰，你虽不受宠，可你还是在皇宫中活到了现在。你真当你越低声下气，那些人就越不会注意到你吗？景云冷笑，若真是不受宠，李贵妃会几次三番的针对她？琼花宴又岂是他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去得了的？景映兰只觉得后脊梁骨一阵发麻，抬头看向景云，这次眼神里的打量肆无忌惮地落在了景云的身上。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病秧子堂哥似乎也不像外界传的那般无用。堂哥这是何意？何意？不过是图个清静。景云轻哼一声，抬起步子离开了。李贵妃虽然也对付自己，可始终碍于景宁帝不敢下手。这次盛京城的案子会把他也扯下水，就是因为景映兰对莫离的纠缠。话说到这边，莫离不知道这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正准备躺下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日再去那义庄看看。可窗子突然被打开，莫离无奈地起身将窗子关上，转身的时候却落入了一个略带寒意的怀抱。怎么，身子刚好就跑出去了？北堂今日的心情仿佛很好，带着笑意。莫离皱眉，北堂明知道她是女子，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占她便宜，真当她是好欺负的？抬脚想要踩在北堂的脚尖，却被他躲开了。又是一个抬肘，朝着北堂的下巴攻去，手肘还未到达，便又被他挡住。你还真是只小野猫啊！你还真是只小野猫啊！姑奶奶今日不挠得你见祖宗，就不姓莫。莫离猛地抬腿，北堂胳膊往下一挥，将他的腿给压了下来。好呀，那今日就看看是本尊厉害，还是你这猫爪子厉害。两人一攻一守，莫离的身手在北堂眼中简直就是小儿科，若不是一直让着，莫离根本不能近他的身。今日小野猫的火气如此之大，莫不是受了什么气？北堂突然伸手抓住莫离的手腕，随后用力地往怀中一带，任由莫离打过来的手肘撞在他的胸口上。跟你打一下，有没有好受一些？你……莫离咬着牙，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自从认识北堂起，他没有对自己做过什么不利的事情，只是出现的有些蹊跷，让莫离始终不能放下心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莫离挣扎了一下，北堂也不坚持，松开了手臂让他出来。
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你很有趣。那你平日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吗？你觉得我有趣，无聊了就来逗一逗，有事儿就离开。你们真当我是一只小猫小狗了不成啊？你说是真无聊了，花街烟雨楼你大可以去那里找乐子呀，还会给你全套的服务，比起在我这里受打受气，岂不是更好？今日这个有事儿便叫我去瞧瞧，也不管我到底愿不愿意。我现在确实是寄人篱下，可我和景瑜那个王八蛋说好的是合作的关系啊！如今我的玉佩还是不见踪影，我帮他做了那么多，还得不到一句谢谢。唉。莫离长叹一口气，带着一身怒气坐在床上，见北堂还站在自己的面前，怀中抱着一个枕头，一脚踢在了北堂的小腿上。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走开啊！北堂抬起手，想要揉一揉莫离的头顶，却迟疑地收了回来，隔着脸上的面具，轻轻叹了口气。本尊只是觉得，好，日后本尊不会随便来逗弄你。看着莫离一头短发，细碎的刘海落在眼睛上方，挡住了那2道秀气的眉。北堂面对莫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硬气不起来，扔下一句气大伤身，便匆匆地从窗口离开了。莫离抱着枕头朝着床上一倒，他真的很累了，不管是现代还是这里，他都很累。从来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可以给他宣泄一番情绪。今日秦府的事情触及了他心中最后一根弦。这里的人会如此嚣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权，还因为他们的身后有亲人，有靠山。可自己什么都没有。缓缓闭上眼睛，莫离只觉得鼻腔有些发酸，蜷着身子在床上紧紧地抱住自己。窗外，一袭蓝衣的景云站在那儿，月光将景云的影子拉得很长。看着莫离的样子，景云的眼神晦涩不明。离开的时候，景云身后落下一地的月光，凄凉寒冷，一如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一般。秦府内，秦音抱着被子缩在床角，眼中尽是恐惧，浑身瑟瑟发抖。别过来，莫离，我杀了你！床边的丫鬟也被秦音现在的样子给吓着了。二小姐，你说什么胡话呢？滚！你们这些脏东西都滚开！不是我害的你们，不是！你走开，走开！在秦音的眼中，这些丫鬟都变成了当初被他惩戒打死的下人，一个个的满身是血的回来找他报仇。莫离今日给他打下的那道符，并不是在吓唬他。莫离，我杀了你，杀了你！我杀了你！秦音看见扑向自己的那张脸上满是血迹，还有一只眼珠子掉了出来，黑漆漆的眼眶吓得他尖叫一声，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秦音院子的房檐上，北堂一身黑衣，融于夜色之中，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一样穿着黑衣的男人。尊主，您最近很关注莫姑娘的事情。北堂冷笑，他倒是忘记了那只小野猫的爪子很锋利，从来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以莫离的办法让秦音吃点苦头，比起他来教训，更会让莫离心中痛快许多。是吗？本尊只是觉得他值得如此。本尊知道你的意思，大事未成，本尊不会为了儿女私情而懈怠。属下不是这个意思。身边的黑衣人单膝跪下，语气倒是有些不卑不亢。莫姑娘是个好姑娘，若是和尊主在一起，定然也能够助尊主一臂之力。是不是好姑娘，你就如此清楚？
北堂低垂着眸子，他也不知道自己最近是怎么了，脑海中总是会有莫离的一颦一笑，眯着眼睛算计人的样子更是可爱。但是他现在不能想这些。盛京城看着一片祥和，但在这祥和底下却是暗流涌动。烟雨楼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已经查清楚了，此次盛京城内恋鬼的事情也和他们有关。北堂双手环抱在胸前，手指轻轻地敲击着胳膊，目光再次落在了秦音的院子上。伤了小野猫的爪子，下一下可不成。恋鬼的事情本尊亲自解决，秦家小姐的事情你来解决。那黑衣人刚应声，北堂便不见了踪影。下一下不成。黑衣人干脆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墙头上，双手托着下巴，姿势倒有些少年感。就莫姑娘这一下，寻常人都给吓死了。次日一早，莫离便起了身，确定带好了所有的东西，便站在了燕王府大门口，等着无涯出来。只是无涯没有等到，反倒是等到了姗姗来迟的景云。莫离翻了个白眼，脸色尽是嫌弃。你来干嘛？自然是来助你一臂之力。就凭你？哼，就凭本王。景云今日倒是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但还是华贵，微微昂着头的模样，在莫离的眼中颇为的好笑。无涯，出来！本王带着你助莫小公子一臂之力。无涯，出来！本王带着你助莫小公子一臂之力。对此，无涯很是羞愧，自家王爷何时变得如此不要脸了？景云，你不要胡闹了，真的想帮忙你就自己留下。既然景印兰可以跟着你去，本王为何不行？你放心，本王绝对不会是你的累赘。相比景印兰，本王定然可以帮到你。好，这是你说的。这次无涯跟着我去义庄，他只能帮着我，你是死是活，自己保护好自己。好，本王答应你。既然如此，那就出发吧。莫离气得哼了一声。景云若是有北堂一半的识相，他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到了义庄，原本一直在门口睡觉的醉汉，这次破天荒的醒了，身上有些脏臭味，手中拿着一个铃铛摇个不停，身子也跟着铃铛一起晃荡，站在义庄门口不停的跳动。不能进去，不能进去！见莫离三人要进义庄，醉汉连忙挡在了三人的面前，脏污的脸上带着恐吓。这义庄里的鬼都出来了，你们不能进去，要死人的！哼，看样子你对里面的情况很清楚嘛。说说看，里面究竟是怎么样了？阴帝是不是快成了？你是莫小公子啊？哎，你快走啊！那阴帝快成就是为了对付你的。我？对，小人昨天夜里听到了，阴帝将成，就让莫小公子死无葬身之地呀。那恋鬼的人就在义庄内了？不在，只是昨夜鬼语，小人在墙角，他们以为小人又喝醉了，这才说出来的。我知道了，多谢告知。莫离抿着唇角，转身看向景云。里面的情况你自己应该猜得到，还要进去吗？若是进去了，最危险的是你，不对吗？恋鬼的人都是冲着莫离来的，进去了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莫离。他们这些站在莫离后面的，反而还能安全一些。你不怕死，我也懒得管你。这次你要是真死了，我肯定不会救你的。既然景云不要命了，他也不管。只是可惜了，他为了景云得罪了丰都大帝，怎么都觉得不划算。莫小公子，您还是要进去不成？
醉汉无奈，见莫离坚定，手在怀中不停地摸索，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最后，一只脏兮兮的手捏着一个三角形的平安符，递到了莫离的面前。这是小人当年学艺的时候，师傅赐予小人保命了，现在就交给莫小公子。莫离见那平安符上白光涌现，醉汉的师傅定然是位高人，也不推辞，将符接了过来。你先去燕王府等着，等我摆平了这里的事情，将符还给你。醉汉点头，连连应下。他活了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位贵人像莫离这般的和善。醉汉走后，莫离抬手一挥，将之前醉汉在门口设下的挡住那些鬼气的力量给掀开，顿时一阵疾风袭来，还夹杂着腥臭味。出来！刚踏进院子，莫离便觉得阴风在脚下凝结，脸色微寒，抬脚一动，气息从莫离的脚下散开，院子里纷纷响起了哀嚎声。莫离抽出黄符，朝着前方打去，空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随后一道虚影落下，在阳光照射之下缩成一团，滚到了一中的屋檐阴处。只有你在吗？莫离走上前，那虚影在屋檐之下显形，化作一个女子的样子。莫离，你会死的，鬼大人会杀了你的。女子认识莫离，鬼眼中流下2行血泪，趁着莫离不备，朝着莫离就冲了来。莫离连忙躲开，女子落在阳光之下，被阳气灼伤，浑身冒着白烟，最后化作了一滩血水。莫离，我看这里有些不对劲，不如先离开。离开。空中突然传过来桀桀的笑声，发出的声音也分不清楚究竟是男还是女，诡异阴森。当务大事者死。莫离倒也镇定，只是眼角瞥向景云。无涯，你照顾他。随后翻了个白眼，抽出驱魔剑，挡在了2人的面前。装神弄鬼，出来！驱魔剑出鞘，金光涌现，莫离长臂一挥，金光洒遍整个院子。莫离，如3番5次坏无好事，定然不能让如再活在这世上。3番5次？烟雨楼的事情也和你有关系吧？或许他在皇宫中中毒，莫不是也是你做的？3番5次？烟雨楼的事情也和你有关系吧？或许他在皇宫中中毒，莫不是也是你做的？与如无关，只要如还活着，就会当无成事。声音那端的人似乎有些气急败坏，一阵阵鬼气直逼众人的面门。莫离倒还好，这些鬼气到了他面前，都碍于驱魔剑上的盎然正气全部化开。景云和无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鬼气逼得后退了好几步，尤其是景云更是浑身发寒，下意识地捏住了莫离的衣角。我都说了你不要来！莫离翻了个白眼，一手持剑，一手捏住景云的手掌，以自己的气息为景云驱散鬼气。无涯，你照顾好自己。无涯点头，长剑出鞘，挡在身前，以防那暗中的人突然下手。景云丝毫没有被现在紧张的气氛给打乱，反而紧握住了莫离的手。本王倒是觉得半点儿也不亏。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莫离，目光往下，落在了2人紧握的手上。你抓紧我，要是你死了，我真的不会管你的。口口声声地说着不管景云，可莫离却还是下意识地捏紧了几分自己的手掌。这番举动
更是暖进了景云的心中。放心，我肯定不会死的。景云轻言，眼神却越过了莫离的头顶，一直往前延伸。桃花眼眯起，眼神之内风起云涌。无知鬼只需要一刻便能成，一刻之后毒如命。无知鬼只需要一刻便能成，一刻之后毒如命。还需要一刻的时间？我当你有多厉害呢？原来还是这么垃圾。哼，换成小爷之前认识的人，只要你一半的时间，便可以练出厉鬼来。果然，你太垃圾了。黄口小儿，口出狂言！鬼气蜂拥着朝着莫离袭来，那速度比起之前还要快上些许。看来是因为莫离的话惹得那幕后的人有些怒了。只是鬼气还没有到达莫离的面前，一道银光从莫离身后飞出，融入那道鬼气中，搅得鬼气顿时乱了。这下不能凝聚成形，更不要说攻向莫离了。莫离眼神微愣，他认得那道银光是那日在北堂的腰间见到的。正要转身，一只大手落在了他的眼睛上，挡住了他的视线。莫小公子，本王若是没有护身的，怎么会来涉险？莫离怎么也想不到，他一直想要保护的景云竟然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只是为什么他会有和北堂一样的银光？不等莫离开口问出，那道银光搅得鬼气不能成形，顿时消散。只消一刻，无要这圣京城内不得安宁。声音逐渐消失，莫离顾不得景云的那道银光从景云怀中拖出，转身就扔出一道符，表情很是紧张。可不等莫离的符打出，鬼气便彻底消散。莫离咬牙，气得跺脚。哎呀，完了！景云的那道银光让背后的那个人忌惮，只怕在练鬼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没有机会再捉住那个练鬼的人了。若是这样的话，还是会成为一个隐患。景云，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莫小公子现在才开始怀疑本王？莫离怒视景云，他确实从未想过景云有什么鬼心思，他竟然被这弱不禁风的景云给骗了。不过本王很是喜欢你现在这性子。景云伸手，手指一点，落在莫离的鼻尖，眼底的得意也尽数换成了笑意，背对着阳光，水光潋滟，很是好看。喜欢？信不信我一剑砍死你啊！你这段时间看我为你担心，是不是很开心啊？起初本王对你不了解，为何要信你？本王不是你，活得没有那么光明磊落。莫离抿着唇，景云说的确实没错，他生在皇家，步步都要小心翼翼。三言两语就想要我不生气吗？自然不会，这个给你。景云摊开手，掌心处赫然是一块暖玉佩，淌着温润的光。莫离狐疑地看了景云一眼，又看了一眼后面站着的无涯，见到无涯眼中的惊讶，这才将那玉佩给接了过来。这是什么？啊，莫小公子，这可是王爷的贴身玉佩，见玉佩如见王爷。这么厉害啊！刚才那道银光又是怎么回事啊？本王还算是有钱，自然能弄来。花钱买的？你当我傻吗？这玩意儿还能买？莫小公子，刚才那道银光真的是王爷花钱买来的，
3万两黄金从一个道观里买来的。在莫小公子出现之前，王爷也遇到过几次诡异的事情，便花了不少钱学了这道银光，然后又花钱买了下来。当真？千真万确。哼，这次我相信你。要是日后我发现你骗了我，我将你的舌头给割了。景云弯起唇角，点了点头，一只手搭在了莫离的肩头，很是随意的样子。这下本王与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条船上的人。之后莫小公子可要分清楚轻重缓急。莫离没好气地拍开景云的手，他是同意了与景云合作，但是骗他的事情可没有那么好翻篇。看我心情咯，要是我一个不开心了，我就将你的事情公之于众，到时候看你这只狐狸怎么混下去。驱魔剑收回剑鞘，莫离瞟了景云一眼，转身看向义庄。这里留不得，一把火烧了最好。阴地已成，那厉鬼化作修罗，我们还是尽快回去吧。见莫离如此认真，景云也知道这件事情耽误不得，让无涯将义庄边上的枯柴堆在了外面。莫离扔下火把，一把大火将义庄烧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景云，你的敌人很多吗？有什么人是又想对付我又想对付你的？怎么了？景云有些不明白莫离的意思，对上莫离的眼睛，却瞬间恍然大悟。景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对视一眼，莫离轻笑着，红唇微起，两人一同说出了这个人的身份：李贵妃。一箭三雕，以办案不力，好让本王和景一兰都在朝中失了脸面，受了羞辱，那李贵妃就痛快了。至于你死在了修罗手中，本王身边没了你，日后他就更好对付本王了。李贵妃究竟是什么人啊？她看不惯景一兰，我倒是能够想得通。那你呢？为什么李贵妃还要对付你啊？本王身上有样东西，这朝堂之上无人不想要。不等莫离去问是什么，景云倒是自己说了出来：是父王当年留下的兵符，若是遇上了那修罗，本王就不会去跟你拖后腿了，自己小心。可以，让无涯护着你回燕王府吧。王府里，莫离设下了阵法，还有李忠和蓝扶桑在，景云在燕王府不会有什么危险。刚才谈话的时候，莫离便看见了盛京城上空笼罩着一层黑气，修罗将至。检查了一遍自己的东西，确定都在之后，莫离双手背在身后，独自朝着盛京城走去。大街上熙熙攘攘，早市刚开，正是热闹的时候。莫离目光放在前方，注意力一点一点地散开，感受着大街上的各种气息，鱼龙混杂，倒是让他稍稍有些不舒服。肩头突然被人拍了一下，莫离大惊：“阿兰！”景燕兰伸手想要扶住莫离的腰，却被他躲开了。放在半空中的手略有些尴尬，最后颇为无奈地收了回来。没事吧？我吓着你了？没事。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不是为了查案吗？今日你同堂哥去义庄看得怎么样了？还好，我们把义庄烧了。烧了？那里面那么多的都死了？莫离瞥了他一眼，自然是明白景燕兰口中没有说出来的是指什么。大街上人多口杂的，确实是低调点好。本来就不是活物嘛，只是让他们有了个归宿。正说着话，街头的那端突然发出骚动，猝不及防的尖叫和嘶吼声传来。莫离脑中像是闪过一丝光，
连忙抬头看去，眸子里尽是惊恐。糟了！那里是怎么一回事？莫离穿过人群，看见大街的另一头，那只小鬼满身是血地站在那儿，身上的肌肤是青紫色的，一双眼睛泛着血光，呲着牙，直勾勾地看着莫离。小鬼的手上还拖着一具尸体，鲜血在地上蔓延，小鬼的脸上慢慢发出渗人的笑意，露出一口森冷的鬼牙。你找到机会就赶紧走。不行，我不走。你重伤还未痊愈，我不能放你一个人在这儿。你们怎么都这样啊？你们走了我才好放开手脚的打呀。你是我朋友，我怎么可能撇下你一个人在这里？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给你拖后腿。说着，景映兰突然一个猛子冲了上前，手从腰间的玉带处竟然抽出一把银光闪闪的软剑。莫离皱眉，但是看这次景映兰的身手和上次在义庄时比起来倒是好了很多。景映兰一动，那化作修罗恶鬼的小鬼也放下了手中血淋淋的尸体，一步一步地迎了上去。不管景映兰现在的武功有多好，那也不可能是小鬼的对手。莫离仍未动，黄符现出，一指黄符打在景映兰的背后。只见景映兰的身上浮现出一道白光，一直绵延到了他的软剑上。软剑挥动，带着白光朝着小鬼刺去。莫离双手结印，一连抽出10几张黄符，驱动黄符悬浮在自己的面前，设下了一道法阵。临兵斗者，结阵列前，行。黄符列阵朝着小鬼冲去。这个时候，景映兰借着莫离的黄符加持，长剑竟然刺在了小鬼身上。但就这样的灵力，对小鬼来说犹如瘙痒。小鬼抬起泛着青紫的手，一掌拍落了景映兰的剑，随后五指成爪，朝着景映兰抓来。眼见那鬼爪就要抓到景映兰的面门，莫离的黄符阵也行至。虽然是黄符，威力比起紫符要大打折扣，可毕竟也是莫离结印设下的符阵，逼得那小鬼堪堪后退了好几步。莫离迈开步子，驱魔剑别在腰间，双手结印在胸前，身上激起一道白光，朝着小鬼的方向跑去。可那小鬼很快就停下了脚步，露出森冷的鬼牙，一脸怨愤地看着莫离。杀了你！杀！小鬼也顾不得莫离身上带着白光，冲破了莫离的符阵，两只鬼爪分别捏住了莫离的肩头，鬼爪插入血肉之中，莫离躲不开，疼得直咬牙。结印的手松开，拔出驱魔剑朝着小鬼的手腕挥去，还不等驱魔剑砍下，小鬼便冷笑着松开了莫离的肩。莫离，你怎么样了？景映兰上前扶住莫离，满脸担忧。莫离的肩头受伤，忍着痛想要再抬起手臂，可伤口处却传来了刺骨的疼痛。不怎么样。小心！两人说话之际，小鬼趁机上前，这次的目标是莫离的心脏。景映兰扶住莫离，抬头便感觉到了那阵杀气，抱着莫离一个转身，将自己的后背落在了小鬼的面前。景映兰发出一声闷哼，小鬼越过景映兰的肩头，目光对上莫离的眼神，露出戏谑的神色。该死！莫离大怒，咬牙抬起驱魔剑，避开了那小鬼，抱着景映兰倒了下来。我都说了叫你走了，你脑子有毛病吗你？没事，还好这次没有拖你后腿。
景英兰口中吐出鲜血，幸好这次是他救了莫离，疼也是疼在他的身上，而不是莫离。幸好你莫离到嘴的脏话瞬间咽了下去，腮帮子咬得紧紧的。这是第一次有人为他挡住了攻击。你给小爷我好好躺着，看小爷我怎么将他剁碎了给你出气。莫离随手扯下来刚才混乱之中落在地上的几匹布，垫在了景英兰的身下，让她躺在地上也能舒服一些。随后转身对上那只小鬼。若不是玉佩不在，你以为你还能够在我的面前蹦跶不成？莫离娇小的身子在阳光之下倒是显得有几分伟岸，一手持剑，一手背在身后，长剑在地上一划，剑尖在地上划过一道火花，火星子落到旁边的纸灯笼上，与灯笼内的烛火一起燃烧起来，一个纸灯笼瞬间升起一团小小的火焰。你是修罗恶鬼又怎么样？我就不信用邪术催出来的有我墨家的修罗厉害。莫离突然抬起长剑，驱魔剑在莫离的手心划过一道口子，莫离捏紧了拳头，逼得血液涌出，随后朝着火焰里洒去。小鬼似乎看出了莫离的意图，连忙上前，想要在莫离还未完成仪式之前就先将莫离的性命给收了。可莫离邪佞的勾唇一笑，眼中杀伐之气涌现。现在才发现晚了。随后他一个旋身，双膝一屈，盘腿坐在了地上，驱魔剑放在身边，不需要莫离抽符，一张紫符从腰包里飞了出来，落在了莫离的面前。金光洒落，莫离的周围顿时刮起了狂风，鬼气随着狂风出现，撕心裂肺。莫离坐在狂风之中，鬼气生生不绝，他却镇定自若，看着那小鬼飞快地朝自己袭来，也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你死定了！小鬼咧嘴一笑，这个距离，莫离就算是想要躲开，那也是躲不开的。可他的鬼爪刚刚触碰到了莫离的衣服，狂风中便突然出现一道黑烟，一把将小鬼给打飞了出去。墨家后人，你竟然逼出精血来召唤我！你这次召我出来，还以为可以将我收回去不成？能不能收回去，我说了算。莫离嘴角略带鲜红，抬起眸子看向老鬼。先将那小鬼杀了，我再将你召回。老鬼不以为然，刚才那只小鬼压根儿就不够看的，用邪术催出来的修罗就是个垃圾。没有龙神在身，你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嘲讽一声，老鬼转身看向被他打飞出去的小鬼。许是因为老鬼的一身鬼气摄人，那小鬼见到老鬼之后，竟然也知道怕了，趴在地上连连往后爬。修罗恶鬼，今日便让你开开眼，什么才是修罗恶鬼？老鬼一抬手，手掌处燃起熊熊鬼火，青蓝色的火焰升腾而起，在他的手心化作一个个火球，手掌挥动，火球一个个的朝着小鬼的方向打去。鬼火也不打在小鬼身上，而是贴着小鬼的身子落在了身边。不多时，小鬼的身上尽是被鬼火擦过留下的痕迹，一圈还在燃烧着的鬼火将他围在了中间。就这样也敢称为修罗恶鬼？墨家后人，就这样的小角色你都不能对付？莫离咬牙，这只老鬼也就敢在他的面前放肆。若是爸爸他们还在的话，
别说嘲讽，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小鬼被困在鬼火圈中，毕竟也是年纪小，吓得哭了出来，眼眶里流出鲜红的泪水，口中不停地喊着：大人救我，救我！别喊了，你的大人已经放弃你了。不可能，大人救我，大人救救我！吵死了！老鬼听到小鬼愈发大声的哭喊，眉头一皱，一脸的厌烦，身子化作虚影，直接越过了鬼火圈，站在了小鬼的面前。就你这冒牌货，还敢自称修罗？哼！魏大人饶了我们，饶了我们！莫离，既然我与莫家的情分已尽，临走之前，我还可以帮你一个忙。我想，你肯定很想知道背后对付你的人是谁。我帮你。老鬼抬腿，一脚将小鬼踢趴了下去，抓着小鬼的领子朝着莫离走去，随手扔在了莫离的面前。现在你倒是可以用你莫家的符纸收了他了。小鬼在地上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莫离也不客气，抽出一张黄符，将小鬼收了回去，抬眼看向老鬼：我可没有说要让你离开。是吗？哼，你还有本事将我召回去不成？试试不就知道了。莫离将手心的鲜血又洒在了还没有熄灭的火堆里，双手捏诀，周围阴风四起，将老鬼和自己包裹在其中。痴心妄想！老鬼大笑，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莫离不过是在硬撑着。他也是看在过去与莫家的情分上，才没有对莫离下手。两人对峙着，莫离的脸色愈发的苍白，眉头也越来越紧，气息也很是不稳。倒是老鬼这边，眼中逐渐透出欣赏。他见过这么多任的莫家人，如此坚持的，莫离倒是第一个。你可知道，你的曾曾祖父当初也险些将我给放了出来。他很聪明，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那又如何？莫离吐出口中的血沫，虽为女子，却也不失男儿气概，一身男装，这般看起来更是潇洒。什么留得青山，该是我的，便跑不得。说着，莫离催动周身的灵力，黄符飞扬而起，拼凑成了一张巨大的符布，将老鬼包围了。雕虫小技！老鬼周身的鬼气也跟着暴涨，直接将莫离的符纸给打碎。莫离被鬼气波及，加上自己的黄符被老鬼打碎，灵力反噬，身子直接被老鬼打飞了出去。景映南挣扎着想要起身去抱住莫离，却被一个黑影抢了先。本尊那日还给你还魂丹，可不是让你用来送命的。北堂一手揽住莫离的腰，还暗中在莫离的腰间掐了一把。什么还魂丹？你管什么还魂丹？北堂从怀中取出了瓷瓶，倒出一粒碧绿的药丸，放在了莫离的唇边。毒药，吃不吃？莫离看了北堂一眼，张嘴咽下那粒药，药丸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顿时胸口的疼痛都缓解了不少，精神也好了许多。莫离皱眉，这个味道他有些似曾相识。这就是你说的还魂丹？说了，毒药。北堂没好气的起身，余光瞥了一眼旁边的景映兰。又是他，你当真是要气死本尊不成？你是谁？来送死的吗？老鬼有些不爽，要不是北堂出现，
他现在就已经离开了。送死？本尊可从来不知道送死2个字怎么写。莫离看着北堂对上老鬼，一点都不担心。就北堂腰间的那一道银光，驱魔剑都不能与之比拟，对上老鬼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北堂的武功很厉害，要躲开老鬼的攻击也是小意思。老鬼气急，手中的鬼火又朝着北堂打去。北堂身子一动，快的只能看到残影。黄口小儿，休得猖狂！老鬼一连10几个鬼火打了出去，皆是被北堂一一躲开。想跑？北堂步子缓慢，朝着老鬼走去，身上的黑色斗篷无风自动，散发出来的狠厉气势，让老鬼都不由得眉头微皱。那你试试看。我要走，没人拦得住。老鬼还是不将北堂放在眼中，身子从脚底逐渐开始模糊，化作青烟，速度很快，只消几个呼吸，老鬼便可以直接消失。北堂腰间一道银光闪过，银光的速度比起老鬼还要快，环绕在老鬼的身边，气息诡异。老鬼还来不及反应，那道银光就像是化作了绳索，将他绑在了原地。只见北堂足尖轻点，身子极快地落在了老鬼的身后。你可知道本尊最厌恶的是什么吗？既然是奴才，那便要有奴才的样子。你可知道本尊最厌恶的是什么吗？既然是奴才，那便要有奴才的样子。老鬼既然是墨家的下臣，就不要心心念念的想着离开，还要趁着主子最虚弱的时候动手，这是最为不该的。北堂长腿一伸，一脚踢在了老鬼的后背，夹着风沙，老鬼被北堂一脚踢到了莫离的面前，还跪了下来。莫离已经习惯了北堂总是突然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本事，不顾面前的老鬼，看向北堂。你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本事啊？北堂也不扭捏，一脚踩在了老鬼的背上，压着他匍匐在莫离的身前。本尊的本事多了去了。老鬼被压在地上，愤愤不已。莫离，你没有真本事，凭什么困住我？我是没本事，但是那也怪你自己没有本事逃走，不是吗？莫离抽出紫符，咬破了中指，一指点在老鬼的眉间。只听老鬼一声哀嚎，带着不甘与愤恨，化为一道青烟，悉数被莫离收进了紫符之中。官府的人马上就到，本尊先离开了。哎，等一下！莫离收好紫符，看向北堂。他知道北堂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只是因为那日莫离的一句不要随便逗弄他，就将北堂赶了出去。现在北堂离开也是因为这句话吧？那日的话是我语气重了。无妨，气大伤身，你日后还是少这般。北堂语气轻快，面具下的唇角微微勾起。本尊还有事，先走了。身影微动，北堂便不见了踪影。莫离抿着唇，眼神有些黯然。若景云对他也像北堂一般的话，唉。莫离叹了口气，有些事情做了也不能轻易求回报，更何况是自己的感情。景英兰捏紧了拳头，他是受伤了，但不是死了。从北堂和莫离的互动，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莫离的心中，他的位置都在北堂的后面。闹事出了这么一遭，官府的人很快就来了。莫离没有想到的是，跟着赶来的竟然还有景云。怎么样？景云语气第一次如此轻柔。脸上脏了些，
但是看你精神，还是可以。莫离微红着脸，正要反驳，身子突然腾空，落在了景云的怀里。啊，你怎么？你要自己走？你抱我干什么？景夜兰受伤，她比你高，比你重，本王又没力气，只好抱你。不然倒是显得本王狼心狗肺了。莫离回到燕王府，因为吃了北堂拿来的还魂丹，身上的伤早就好了不少，剩下的也都是一些皮外伤。精气神方面，只要停下几天好好休息便可恢复。只是跟着莫离一起被无涯扛回来的景映兰就不一样了，鬼气侵入体内，现在全凭着无涯以内力吊着一口气。景映兰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印堂上环绕着一团黑气。无涯看着景映兰，表情有些为难的看着景云。王爷，救还是不救？景云眼中尽是盘算，一只手把玩着腰间的玉佩。人已经在燕王府了，你说救还是不救？王爷，救还是不救？人已经在燕王府了，你说救还是不救？可这景映兰或许……先救了再说，不救的话，想来莫离也要闹上一番。景云提到莫离，语气里带着几分轻快。把老头叫来吧，就不要莫离费劲来救他了。无涯微微敛下眸子，这段时间景云对莫离很好，而且好的让人毫无察觉，也不知道景云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房中，莫离躺下，眼前忽而出现北堂的一袭黑衣，忽而又是景云那双狐狸般的眼睛，顿时就心乱了。一旁伺候着的蓝扶桑着急坏了，今日莫离被景云抱着回来的时候，就将他险些给吓晕过去。现在又见到莫离呆愣地看着床帐，一声不吭的。蓝扶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伸出手指戳了戳莫离的胳膊。小公子，你还好吧？你怎么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啊？我好着呢。没啥就好，没啥就好。莫离挨于肩头上的伤，没有动手教训蓝扶桑，而是一记眼刀过去，吓得蓝扶桑险些坐不住。我身上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倒是你，最近可有好好的修炼？其实，原来我的体内妖力会经常不受控制，现在有了公子说的方法，妖力已经可以控制了，只是还不够强大。说完，蓝扶桑突然单膝跪地，跪在了莫离的床前，言语有力：小公子，扶桑一定好好修炼，日后绝对不会让公子再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小公子，扶桑一定好好修炼，日后绝对不会让公子再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那你继续去修炼，我这里不需要人看着。让蓝扶桑离开之后，莫离摇了摇头，将北堂和景云都从自己脑中挥开。莫离躺在床上，正想着日后要如何提高自己的灵力，耳边便传来了房门被推开的声音。扶桑，你还不去好好修炼？不是说了我这里不需要你伺候吗？突然3根手指搭在了莫离的手腕上，莫离更是无奈，蓝扶桑什么时候学会了把脉？不对不对，这人明明吃了还魂丹的，景云那小子还要老头子特地来一趟做什么呀？你是谁？哎呦，还是个长得好看的女娃娃。吴相一眼就看出来了莫离的身份，只是看了几眼之后，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突然凑了上前。了不得了不得呀，你这女娃娃还是个修炼的。你是什么人？说清楚，不然老娘一张符让你现在就一命呜呼。哎，这女娃娃脾气不小啊。你在燕王府装男的，关你什么事啊？
好玩好玩，也不知道景云那小子知不知道啊？我不会拆穿你的，我想看看景云那小子日后吃瘪的模样。不过，你的还魂丹谁给你的呀？我说了，关你什么事？我不会拆穿你的，我想看看景云那小子日后吃瘪的模样。不过，你的还魂丹谁给你的呀？我说了，关你什么事？看样子你是不知道还魂丹是什么东西吧？这玩意儿啊，别说是千金难求了，万金也难求啊。吴相对莫离的态度半点都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喜欢。这世上还魂丹只有10粒，其中5粒已经被人给服用了，还剩下5粒。你这小娃娃倒是有福气啊，竟然还有人给你还魂丹吃啊！你是学打鬼还是抓妖的？景云认识你这么个好玩的小娃娃，竟然没有告诉我，该打。老头儿，你很烦呢。老头儿，我年纪这么大了，不烦着点儿，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来收敛尸骨啊。打鬼抓妖我都会，我是驱魔师。你呢？做什么的？我会点医术，杀人救人都可以。景云让你来这里干什么？救人的？是啊，说是有人快死了，让我过来救人。不对呀，他应该不是让我来救你的吧？应该不是，他知道我现在没事了。哎呦，完了，这下耽误了，我也没有办法。景云那小子这次啊，得烧了我的眉毛了。这下可完了，小娃娃，你千万别说见过我，我就说，说我迷路了，这才完了。不对，我是真的迷路了呀。吴相看起来很害怕，烟枪往腰间一别，随后捂住自己的2道眉毛就冲了出去。看着吴相跑出去的样子，莫离没忍住大笑了出来。没想到景云还有这样的一面，也不知道吴相要救的人是谁。自那之后，莫离在床上躺了足足3日，蓝扶桑这才放心的让莫离起身去院子里走走。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这还是莫离到了大井后第一次看见下雨。蓝扶桑贴心的在院子里摆下软榻和矮桌，又为莫离弄来不少的糕点。就着糕点，莫离一边品茶一边听雨，倒也过得自在。小鬼已收，虽然没有抓到幕后之人，但他和景云也都猜到是什么人做的。这案子不能算结了，但至少也给了那死去的5个人家里一个交代。莫离一身蓝衣，斜靠在软榻上，伸手想要去拿矮桌上的茶水，却被另外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抢了先。你这几日倒是过得自在。景云移开莫离的茶，为自己倒了一杯，衣袍一摆，坐在了软榻上。莫离下意识地缩起腿，给他让了些位置。还好，我九死一生，总是要好好享受一番的嘛。景英兰已经没事了，昨日刚刚送回宫中。多谢。不客气。你现在是本王的人，这些是应该的。不客气。你现在是本王的人，这些是应该的。莫离被他这么一说，脸上一红，一句本王的人被景云说得如此暧昧，他要是现在穿着一身女装，倒是会有些误会了。身子可好了？明日要去一趟皇宫。怎么了？
你抓鬼有功，自然是去领赏的。怎么，不想要？做人怎么可以和钱过不去啊？领赏，当然要了。得到了莫离的答应，景云放下茶盏，起身离开，撑着一把油纸伞走入雨中。在院子的石板小路上，他的身影在雨幕中有些虚化。油纸伞下的人身上好像是披着暖意的黄光，走远了些，就像是一幅画。唉，人好看，就连背影也这么好看。次日一大早，天还只是微亮，莫离跟着景云第3次进宫。这次莫离知道自己要收敛一些了，他可不想再惹到其他人，再练一只鬼来对付他。景云一路走着，莫离后面跟着，竟然直接走到了景宁帝议事的金銮殿中。可是莫离啊！参见皇上，皇上万岁！在下正是莫离。你可知道，今日朕让景云带着你来金銮殿，是所谓何事啊？不知。见莫离这般听话的样子，站在旁边的景云也跟着浮上一丝笑意。莫离，圣京城内的2个案子都与鬼怪有关，你本事不小，竟然都被你给化解了。莫离，圣京城内的2个案子都与鬼怪有关，你本事不小，竟然都被你给化解了。皇上过誉了，烟雨楼之案牵扯的人较多，莫离身为驱魔师，自然不能不管。至于这一夜50案，是与逍遥王有关。莫离如今是逍遥王手下的人，也是分内之事。好，都说圣京城内的莫小公子替天行道，斩鬼变冤，果不其然呐。景宁帝大手一挥，一旁随侍的太监手中端着一个铺着软锦的托盘，就走到了莫离的面前。莫离，你做的事情在圣京城内是有目共睹。你虽是逍遥王的人，但朕觉得也该好好的奖赏你一番。托盘里放着一套衣服、一张帖子，还有一块铁令。今日朕封你为圣京鬼使，日后在圣京城内的鬼事皆由你来掌管，有冤断冤，有凶变成。莫离瞪大了眼睛，景宁帝这个意思是让他当官？圣京鬼使，听起来很威风。只不过你是逍遥王的人，又要为逍遥王照料身子，朕自然也是不夺人所爱。你既是逍遥王府的莫小公子，也是圣京城的鬼使。莫离，还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倒也不是他狗腿，这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认可他的能力，心中雀跃罢了。哼，我现在可是圣京鬼使。是了，如今你莫小公子也算是一号人物了。那是自然，你别忘记了，你的命也都是我救的。想起那夜脱衣给景云暖身子，莫离顿时噤了声。这件事情景云似乎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一个得意差点说漏嘴了。救本王的命？何止？若是说解蛊的事情，蛊还在；若是说义庄的事情，算是本王救了你。你何时救过本王了？你忘了？要不是我夜闯地府，你现在已经在地府排队等着投胎了。莫离忽而想起自己还在地府走了一遭，长吁一口气，要没有这件事情，他还真圆不回来了。景云松开手，了然的点头，他也险些忘了这件事情。回到王府，莫离立马就换上了那一身衣服，
黑色的袍子上绣着暗纹，胸口处则是一只龇牙咧嘴的臂案，皮质腰封，脚踏锦靴，额间绑着一根皮质护额，身后的锦带飞扬，显得他神采奕奕。哼，好看吗？小爷我这身衣服一穿，是不是很好看呢？小公子现在可威风了，我们今晚是不是要好好庆祝一番啊？那是自然。李忠前些日子也开始修炼了，你们两人这几天修炼耗了不少的气力，我们一起去吃顿好吃的。得了莫离的话，蓝扶桑高高兴兴地下去准备着。莫离坐在桌前，手指摩挲着铁链。也就这2日，他突然好像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莫离坐在桌前，手指摩挲着铁链。也就这2日，他突然好像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也不知道是因为北堂3番5次的保护，还是因为景云总是在自己身后，亦或是自己做的事情终于得到了认可。原本在莫离认为自己不过是雨打浮萍，生无来处，死无归途的，可这几日就突然的多了几分牵挂。下意识的笑了出来，他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至少自己开始惜命了。门外，景云看着这般开心的莫离，也跟着勾起了唇角。一旁的无涯见到这般，紧皱的眉头就更加深锁了起来。一边是景云，一边是莫离，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燕王府就剩下景云一个人，怎么可以让景云沾染上龙阳之好？无涯暗自握拳，这些日子与莫离相处下来，他是绝不会对莫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可景云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主子，是整个燕王府的希望。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发生在景云的身上。是夜，蓝扶桑为莫离准备了几个小菜，备上了2壶酒，在院子里设下了一个小小的宴席。小公子，这杯敬你。若不是有公子，哪有今日的扶桑？说完，仰头饮下。莫离也跟着一口饮下，举手投足间颇为豪爽。2人喝完，蓝扶桑看着对面的李忠，哈哈大笑起来。李忠毕竟是鬼魂，这一桌子的菜吃不着，酒也喝不着。李忠，你将他扶进屋去。小爷我今日开心，还要在这院子里头坐会儿。李忠点头，小心地扶着蓝扶桑进了屋子。院子里只有莫离坐着，月光打在他的身上，落下一地寒凉。出来吧，躲了大半夜了。小公子，数日不见踪影的浣纱从门口一点一点地挪了出来，低着头不敢看莫离。这些日子是浣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没有啊。自打那蓝小哥来了，公子便再也没有让浣纱跟着了。你也说我是公子了，扶桑跟在我身边，行事也更加方便一些嘛。公子还是嫌弃浣纱吗？浣纱，你会武功吧？你先别说话。莫离的声音因为醉意而显得有些随意和淡然，听不出来他有什么情绪。而且你也是会一点道术的吧？公子是怎么知道的？既然莫离都已经揭开了他的底，浣纱也就不继续伪装了。这可就早喽。你先说，你来燕王府是为了什么呀？或者说你现在又盯上了我，是为什么？让我再猜猜如何？好啊，那小公子就再猜猜。你是李贵妃的人，或者是那个幕后练鬼的人手底下的？理由呢？理由？我若说我是猜的，你当如何？
莫离歪着头，既然景云给了他那块玉佩，真正的接纳了他，那他今晚就帮着景云好好收拾一下这燕王府。我若说我是猜的，你当如何？我若是说小公子猜错了，小公子又觉得如何？知道你会武功，是因为你曾经那么不经意的展露出来过。我虽然不懂你的内功之法啊，但是也练过拳脚功夫。普通人和练过武功的，总归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哎，你还记得我那日给景云做饭的时候，特地给你留的那一桌子菜吗？浣纱一愣，那桌菜，他看过，根本没什么问题。你当然看不出来，那可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咒，纯粹为了自保。那次之后你便不舒服，你自己就没有好好想想？浣纱脸色一白，正是因为他看着那饭菜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也没有往莫离的身上想。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表露出来？说了就没意思了，而且我还要确定一下是不是景云派你来的。不过你今夜还会来，就说明你不是景云的人。你很聪明。哎，还好。那你现在还不说自己是谁的人吗？莫小公子如此聪明，不如再猜一猜，你能不能见到明日的太阳？浣纱背在身后的那只手猛地挥出，指尖的那一张黄符直接朝着莫离打去。莫离坐在桌前，身子未动，随手捏了一根筷子朝着那黄符抛去，将黄符的方向打偏。黄符正好从他的肩头划过，落到了后面，发出一声爆炸声。雷暴咒！莫离倒是没有想到浣纱竟然还是个高手。好啊，我猜我们平手。莫离无奈，他现在的灵力受限，也不敢夸大了说，到时候打脸也是挺疼的。莫离直接抽出自己随身带着的驱魔剑，朝着浣纱刺去。浣纱也没有想到莫离一上来就是放大招，脸色微变，但是身形从容，借着自己的轻功很快躲开了莫离的攻击。在屋内听到雷暴咒动静的李忠和蓝扶桑连忙出来，便见到莫离和浣纱打在了一起。怎么公子和浣纱打在一起了？浣纱什么时候那么厉害了？李忠只是盯着浣纱看，示意蓝扶桑不要上前。浣纱的灵力不弱，他们两个要是上去了，说不定帮不到莫离，还会给他扯后腿。莫离手腕一翻，驱魔剑在地上一划，溅起一阵火星，逼得浣纱后退了几步。哼，你要是说你背后是什么人，我就好好的把你送出去。你要是不说，就别怪我不顾及之前的情谊了。那就多谢莫小公子的好意，浣纱不需要。浣纱目光狠厉，手中捏诀，从他身后竟然飞出来了几个剪纸小人儿，在夜空中显得有几分诡异。小人儿咧嘴笑了起来，还能发出小孩子的笑声，听着就觉得瘆人。傀儡术！小人儿朝着莫离袭来，还有两个朝着莫离身后的李忠和蓝扶桑攻去。浣纱站在院子中央，原本略带褐色的瞳孔竟然微微带了血气。他是修炼术法的，但是和莫离不同，他练的不是捉妖驱鬼的任何一种，而是和巫蛊之术同宗的巫妖流。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傀儡术也没用，不说话就别怪小爷我不知道怜香惜玉了。公子，就这么放过他吗？无所谓，他不是我的对手，而且我也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想要做什么。莫离的话音刚落，便听到旁边传来鼓掌声。阿离，你倒还是原来那个性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莫离听到这声音，惊喜地转过身，
便看见黑白无常站在墙边，白无常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意。他若是会怕，还会去闯地府不成？八爷，我那不也是不得已了吗？莫离朝着蓝扶桑使了使眼色，示意他快打些酒过来。不得已？哼！现在你圣经鬼使的名号已经传遍了地府了。你可知道，皇帝颁下圣旨，封你为圣经鬼使。他是人间的帝王，让你执掌圣京城的鬼事，这自然会传去地府。你之前就已经得罪了丰都大帝，如今你还被人间的帝王封了职务，现在整个丰都都因为你的事情都快闹翻天了。为何？我不过是在丰都不小心露出了驱魔剑，那丰都大帝为什么要抓着我不放啊？这为何？你呀，你是当真不知道丰都大帝对于你墨家早有微词，还是觉得你从孟婆那里拿了火焰草的事情丰都大帝不会知道？那你们有没有被连累啊？我可不想把你们给连累了。你放心，我们兄弟两个在地府这么多年，丰都大帝就算要动我们俩，也得考虑一番。倒是你，日后千万不要再擅闯地府了。白无常皱着眉头，对于莫离的事情显得异常担心，惹怒了丰都大帝，莫离日后只要踏上地府半步，都会被丰都大帝察觉到。倒是黑无常从坐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身子微侧，看向院子的大门。鬼鬼祟祟，出来！大门被猛地打开，景云深蓝色的袍子上绣着祥云纹，手上提着一壶酒，还夹着2个小巧的酒杯。看见黑白无常，景云似乎没有多惊讶，只是稍稍愣了一下，迈着步子走了进去。庆功酒竟然也不叫上本王。景云的话是对莫离说的，随后又看向黑白无常。想来这2位便是七爷和八爷，之前听无涯说了，多谢2位相助。你要救的也是他？倒是个长得好看的，难怪你舍不得。白无常笑嘻嘻的凑在莫离的耳边小声念叨了一句，还朝着莫离使了个眼色，弄得莫离瞬间脸红起来，手脚局促不已。哎呀，七爷，没有的事了。景云将2人的动作看在眼里，也不说破，放下酒壶，手忽然抬起，落到了莫离的面前。你要干什么？头上落了东西而已，你若是喜欢，就继续盯着。景云的桃花眼里带着揶揄，手指处夹着一片树叶，手指一弹，落在了莫离的肩头。甩下树叶，景云就要离开，才刚走2步，就被黑无常给喝住。你可知道，你就算有火焰草，也一样命不久矣。什么？你可知道，你就算有火焰草，也一样命不久矣。什么？这下莫离坐不住了，他拼死拼活的，不就是为了保住景云的一条小命吗？怎么现在又要丢了？景云没有转身，只是耸了耸肩，倒是看得开。这话本王听得多了，日后若是再见到八爷，本王便信了。黑无常眯着眼看着景云离开，这个景云浑身都散发着死气，偏偏那眉眼却生机勃勃。如果不是因为莫离去地府将那火焰草寻来，为他改了生死簿上的运势，现在就已经在孟婆的门前讨一碗汤了。八爷，景云还是要死不成？哎呀，这人哪有不死的？你倒是应该想想该如何寻得你的玉佩，不然你始终是危险的。我倒是更喜欢当初视财如命没有朋友的你，至少那个时候你还是安全的。说完，黑无常拍了拍身边的白无常，拉着他一起离开了。
庆功宴从黑白无常的离开也就结束了。莫离独自坐在院子里，将蓝扶桑和李忠都唤走，举着酒杯对月。景云带来的酒有些烈，才喝了几杯，莫离便觉得脑袋晕乎乎的，看着月亮好像也变成了2个。恍惚间，脸上好像有一只手带着凉意。给你酒，不是让你这么喝的。耳边传来清冽的嗓音，莫离微愣，抬起头，醉醺醺的。你怎么又回来了？来看本王的酒是如何被你糟蹋的。喝醉了的莫离压根儿就站不稳，一个不小心落在了景云的怀里。带着酒气的馨香瞬间扑了景云满怀，景云被这香味激得心头一荡，竟然被莫离趁着空档抢过了杯子。既然你送我了，那这酒便是我的了，我爱怎么糟蹋我就怎么糟蹋。好，是你的，随你怎么糟蹋。景云桃花眼里满是笑意，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自己此刻的表情是那么的柔和，就连眉间的那一点朱砂好像也带着欢喜。景云，你可知道我今天是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啊。莫离顺势将脸贴在了景云的怀里，他现在脑袋晕乎乎的，双脚也站不稳，靠在景云的身上刚刚好。我知道，你若是不开心，怎么会喝这么多？不，我喝酒才不是因为这个呢。我开心是因为终于有人觉得我厉害了，我不是墨家拖后腿的，也不是墨家最弱的，终于有人承认我的本事了。好，我知道的。我喝酒是觉得，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了，你还是要死？景云的手微顿，瞳孔也猛地缩紧，他竟然不知道莫离是为了他。你是为了我，还是觉得不想你的努力付诸东流？你是为了我，还是觉得不想你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不知道。莫离长叹一口气，脑袋蹭着景云的胸口，攥着的手也落了下来，醉得睡了过去。景云无奈，抱着莫离看了一眼已经被莫离喝了小半壶的酒。这酒不算烈，但莫离的酒量实在太差，才几杯的量便不省人事了。将莫离一把抱起，送去了房中躺下。床帐内尽是莫离身上的气息，夹杂着酒味。景云俯下身子喃喃：若是我真要死了，那我死的时候，你应该会在我身边吧。烛火轻动，莫离睡下，压根儿就不知道景云还有如此温柔的时候。次日下午，莫离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眼睛都有些睁不开，原本还有些内双的眼睛直接肿成了单眼皮，眼睛里满是血丝，看起来很狼狈。见到自己躺在床上也没有当回事儿，猜想是蓝扶桑和李忠扶着自己进来的。嗓子干得有些要冒烟了，刚准备起来喝水，蓝扶桑便满脸笑意，手中拖着一套白色锦服进来了。小公子，王爷说刚才宫里传来消息，今夜设宴，让小公子也去参加。又设宴？对啊，这是王爷让我给你的衣服。蓝扶桑小心翼翼地将锦服放在一边。这次设宴又是为了什么？没说，好像没有理由。
蓝扶桑摇头，服侍莫离洗漱之后，便关上了房门离开了。莫离换上那一身锦服。宫宴是在晚上，莫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稍微打理一些就已经接近黄昏。莫离穿好了衣服，带上随身的腰包，朝着王府门口过去。景云已经在门口等着，虽然是个病秧子，可背影却也显得伟岸宽阔，竟还有些安全感。盛京城里除了黄伯伯，也就只有你莫小公子敢让本王等这么久了。景云揶揄地看着莫离，这身衣服他选得格外好，很适合莫离。莫离翻了一个白眼，对于昨晚的事情他现在还记不得，只当景云又犯了毒蛇的毛病，一头钻进马车里。今夜只是一个小宴，并没有叫多少人。等莫离和景云到的时候，恰好撞见了和锦印节、李贵妃一起来的秦家姐妹。逍遥王看来很喜欢莫小公子啊，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哼，还好，只是今日不是本王要带他来，而是黄伯伯的意思。皇上的意思？正是，不然这宫中设宴，本王怎好随意带人来？宴会快开始了，本王就先带着莫离进去了。他是景宁帝最为宠爱的侄子，比起景宁帝的那些皇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走，李贵妃他们怎么敢拦？莫离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不能够在这些人的面前放肆，乖乖地缩在景云的身后就好，有什么反正有景云帮自己挡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日一靠近景云，就能够从他的身上闻到一些熟悉的味道，却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闻到的。两人刚走进去，便听到后面跟上来的脚步声。秦青眸中含水，悄悄地看了景云一眼，暗送秋波，随后又一脸诚恳地朝着莫离道：之前多亏了莫小公子出手相救，秦青这厢谢过了。莫离一听这事儿，又看见秦青暗暗朝着景云帝的目光，立马想起了自己还受伤的时候，景云这个狼心狗肺的就去看了秦青。不谢不谢，反正我也不是自愿的。秦青脸色微变，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尴尬起来。云哥哥，你看这，秦青是真心想要谢谢莫小公子的。景云这才抬眸看了秦青一眼，随后又对莫离道：既然秦姑娘真心实意的谢你，便收下。两人站在一起，借着宽大的衣袍，莫离暗自狠掐了景云一把。那我便好好的收下，只是秦姑娘刚回盛京城，还不知道我的规矩。本公子一张黄符就要70两，那日救秦姑娘的时候，本公子重伤未愈，还要救人，可是耗费了我不少的气力和精血。既然秦小姐和小王爷是老相识了，那不多不少，本公子便只收你500两。老相识3个字，莫离咬得极重，说话的时候掐着景云腰上肉的手更用力了几分。也是景云忍得住，换做别人早就疼得跳起来了。唉，说实话，这个价秦姑娘是赚到了的。莫离，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姐姐谢你那也是客套罢了，当日你可是皇上召来的，难不成皇上的命令你也不听了吗？莫离，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姐姐谢你那也是客套罢了，当日你可是皇上召来的，难不成皇上的命令你也不听了吗？哼，随你怎么说。500两银子，宴会结束，本公子在燕王府等着，也不介意让人去秦府亲自取一趟。莫离松开手，放过了景云，转身离开。景云哥哥，你看这人如此野蛮不讲道理。景云这个病秧子，竟然还有这么多桃花。
景云也不理会秦音，秦府这2位小姐，她是一个都瞧不上的。秦二小姐，莫离的事情本王也做不得主。如今他也是圣经鬼使，若是真有什么不满的，大可以去向黄伯伯说道一番。说完，景云就跟着莫离的步子上前，大步走到了莫离的身边。2人落座，后面的人也跟着进来。人群的末尾，赫然便是刚刚痊愈的锦印兰。阿兰怎么还是这么虚弱啊？你不是找了个老头来治病的吗？怎么没治好？胳膊肘捅了捅身边的景云，莫离的目光颇为埋怨。景云哼哼了一声，手指敲打着桌面。哼，你刚才掐本王的时候，掐得可舒坦。无相他能做的都做了，可算是从你那黑白无常朋友手中抢回了他的命，后面调理自然是要靠他自己了。不行，你府上不是有很多特别好的东西吗？给他吃去啊！莫离也毫不客气，张口就来。景云听得肝疼，他这是养了只白眼狼啊！那可是本王吊命用的。没事，有我在，你死不了。你吊命的药材就给阿兰吧。莫离塞了一嘴的坚果，嘟囔着说出这句话，听得景云是满心欢喜，微微点头，没有继续说话。景宁帝来的时候，便见到景云脸上的笑意，目光看向莫离埋头吃坚果的样子，眼神陡然射出寒意。莫离也感觉到了这股寒意，瞬间收了手，乖乖地坐到景云的身边，没有了动作。今日设宴，一是给秦家的2个丫头接风洗尘，2是看看刚封的圣经鬼使，这3嘛，庆祝朕膝下又得一子。李贵妃微微低头，抬手扶上自己压根儿没有显怀的小腹，脸上带着羞涩的笑意。莫离微愣，没道理啊，景宁帝这蜡黄的脸色还能生孩子？父皇，此事当真？看来儿臣又要有一位皇帝了。朕倒是希望是位公主。你们几个猴崽子太皮了。阿云呐，你说呢？这几日身子可好些了？黄伯伯，我这身子便是如此了。倒是恭喜黄伯伯，若是公主，我也是极为喜欢的。哼，都说圣经鬼使莫小公子本事高强，不如让莫小公子来看看，这贵妃娘娘肚子里的究竟是公主还是皇子？莫小公子当上圣经鬼使，本皇子还未恭贺。如今趁着今日这个机会，便恭贺一番，祝小公子日后前程似锦。莫离皱眉，正要端起酒杯，手却被景云给压了下来。莫离他没什么酒量，不如本王同你喝一杯。景云这话激得宴上众人皆是眉头微皱，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莫离他没什么酒量，不如本王同你喝一杯。胡闹！阿云，你身子不好，喝什么酒？老三呐，这酒便算了，不是还要莫离来看看贵妃肚子里的究竟是公主还是皇子吗？若是莫离喝醉了，看不准怎么办？莫离听到景明帝喊自己的名字，只觉得头皮发麻。他就知道这个宫宴没有那么好参加的，没想到还要来当人形性别鉴定仪。皇上，恕莫离无能，这分辨胎儿男女的事情，莫离是当真没有办法。我当莫小公子有多厉害，不过如此啊。秦音抓住机会鄙夷了一番，对着身边的秦青道：刚才在门口的时候，莫小公子还朝着姐姐你讨要治病的银子，狮子大开口就要500两，现在看来还不知道他担不担得起这500两。
住口！莫小公子乃是皇上亲封的，这500两自然是担得起。宴后，我便让人将这500两亲自送到燕王府，酬谢莫小公子的救命之恩。这姐妹俩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唱得欢快。莫离自己轻哼了几声，之前一直不说话，没想到是在这里等着他。景宁帝听了突然大笑起来，似乎对于莫离向秦青要500两的事情半点都不生气。莫离啊，你这救人一命赚的倒是不少啊。皇上不知，莫离也是穷苦出身，穷怕了，能赚则赚。再说了，秦小姐的身子不容莫离怠慢，这500两救命也是值当的嘛。再说莫离的收费标准，逍遥王是知道的。景云无奈，莫离直接将事情全都甩给了他。眼下若是不帮莫离，只怕回了燕王府会被他闹得不得安宁。莫离真材实料，出的价格也是合理的。他在本王府上，本王每月的银子也给的不少。莫离真材实料，出的价格也是合理的。他在本王府上，本王每月的银子也给的不少。皇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极为喜欢的，就不要为难莫小公子了。爱妃的孩子啊，朕都喜欢得紧。对了，前些日子的琼花宴，莫小公子可还记得呀？我可是听说有几家的姑娘倒是对你颇为中意，不知你可有印象啊？没什么印象，只是莫离是修道之人，儿女情事暂时也不想沾惹。唉，那真是可惜啊！我看莫小公子长得如此俊俏，还想着促成一桩美事的呢。皇上，你看莫小公子啊，仔细瞧瞧，还是男生女相，俊俏得很，和咱们的逍遥王相比啊，那也是差不了多少的。胡说，论相貌，谁能比得过朕的阿云呢？景宁帝却皱眉，眼中带着薄怒。皇上这话说的不错。论相貌，莫离自然是比不得逍遥王的。李贵妃的好意，莫离心领了。若是日后莫离有了成家的心思，到时候还要劳烦李贵妃帮莫离好好介绍一番。莫离嘴皮子也算是利索，说的李贵妃倒是没了话题，正要松手放开莫离，却无意中将桌旁的一盅热汤碰翻，汤水洒了莫离一身，从腰间到下摆，纯白的衣服顿时变得满身是油。呀，怎的如此不小心？李贵妃连忙呼声，刚才两人的动作从旁人看来，只像是莫离要挣脱李贵妃的手，这才碰翻了桌上的汤盅。莫离不懂李贵妃究竟是要做什么，只是后退了几步，保持和李贵妃的距离。不碍事的，这衣服回去换了就好。莫小公子这就见外了，贵妃娘娘向来热心肠，加上今日又有这等好事要贺，不如让小莲带着公子下去换身衣服。想来三皇子的殿内是有换洗的衣服给莫小公子的吧？多谢，我想不用了，我这人倒是随意的很。无妨，本皇子的店里恰好还有几件小了的衣裳，若是莫小公子不嫌弃，可以先穿着。毕竟在宴会上一身脏污，也实在是不成样子。自己女儿身的身份，看来李贵妃是知道了。怎么，莫小公子是嫌弃本皇子的旧衣服？想来莫离是不会嫌弃三皇子的。不过正好那里还有一套新衣裳，倒是可以给莫离。对，我这人有个毛病，穿不惯别人的衣服会浑身不自在的，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嘛。不如七皇子将那衣服卖给我，这样我便穿得自在了。莫离眼睛一亮，带着歉意的看向景印杰。多谢三皇子的好意了。也好，
只是莫离，你对宫中不熟悉，七皇子如今病重，身边离不得人，不如让小莲带你去七皇子的殿中取衣服吧。李贵妃顺势接过话茬，显得她通情达理。莫离暗自捏拳，他敢确定，只要自己跟着小莲去了，那自己的身份今夜就要被曝光。莫离过来，本王似乎饮茶多了些，有些头疼。莫离听了如闻大赦，步子急切地走向景云，一边走还一边说：在王府的时候我就让你少喝些茶，耗精神，你非是不听。哎，你看看，我既然是给你打理身体的，自然不会诓你嘛。莫离，阿云这是如何了？倒也没什么，就是喝茶喝的有些多了，王爷的身子骨弱，有些耗精神，回去休息着便好了。好，阿云呐，你现在便回去，莫离好生照顾着。景宁帝生怕景云会有什么事情，急忙开口让二人离开。莫离抿着唇，不让自己笑出来。果然，有景云在，什么都不怕。景云被莫离扶着起身，脚步虚浮的样子，还真是像极了头痛欲裂。一旁的李贵妃等人也只能暗自咬牙，眼看着就要掉下他们设好的局的莫离，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莫离一出设宴的花厅，顿时长吁一口气，却还是保持着搀扶着景云的姿势。景云的胳膊也揽住了莫离的肩头。景云，今日多谢你了。谁知景云却捏紧了莫离的肩头，语气不善：你在怕什么？莫离蹙眉，轻轻咬唇，随即一只手搭在了他的下巴上。本就不好看，不要嘴上落了吧。莫离点头，两人一路沉默，晃晃悠悠地走到了皇宫门口，上了燕王府的马车。景云这才松开了莫离。景云，有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声。莫离很犹豫，但是转念一想，景云不傻，今天这样帮着自己，心里肯定是有计较了。说吧。其实什么？不如本王替你说。啊，不用。其实我是女的，但是我没有骗你们啊，我从来没有说我是男的，是你们自己说我是还俗的和尚，还喊我公子的。许久，景云都没有说话，他只能感觉到景云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香气，好闻得紧。你原来如此，本王还觉得奇怪呢。你平日里怪癖不少，既然你是女子，那就说得通了。景云这么淡定，莫离怎么都有些不适应，他甚至还有些接受不了。她是个女的这个消息，景云连眉毛都没有挑一下。还是说，她在景云的眼里根本无所谓男女？是啊，反正对外我还是那个莫小公子，还俗的小和尚。莫离侧过脸哼哼了一声，说他是和尚的是景云，现在告诉了真实的性别，却没有半点反应，实在是令人恼火。只是在莫离转过脸去的一刹那，景云的脸上倏地展开一个笑，眉间眼底尽是欢喜，偏偏莫离没有看到。回到燕王府，莫离怒气冲冲地下了马车，也不管身后的景云，一番火气倒是将无涯给吓住了。王爷，莫小公子这是怎么了？无妨，他不过是有些失望。一路暴走，莫离回到了房中，这才稍稍的消了气，脑袋也逐渐清明。他现在的重点不该是景云的反应，而是李贵妃才对。没想到，竟然是听心骨。
不管李贵妃是不是用蛊的好手，反正他和李贵妃杠上了。今夜险些将他推到风口浪尖上，他不好好的回一份大礼，他就不是莫离。待景云回到自己的院子，乌鸦已经站在门口候着，手中拿着一只小小的竹管，很着急。王爷，有消息了。消息确定吗？传来的消息说，莫小公子口中描述的玉佩在荆州附近出现过。听到荆州2个字，景云只是微愣，随后道：荆州，母妃的生期快到了吧？是。王爷您……乌鸦皱眉，景云这个意思，莫不是要离开盛京，去为莫离找玉佩？王爷，属下知道莫小公子是好人，也知道他为人仗义，可……乌鸦，本王答应了要为他寻到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属下去吧。王爷，您若是在盛京城，那些人要动你还有掂量几分，可要是离开了盛京城……本王这些年的布置，不是为了让自己只能在盛京城周全的。景云皱眉，他愈发的讨厌现在这进不进退不退的样子，可有些事情偏偏急不得，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在乎这一时半刻。王爷！无涯突然跪到了景云面前，景云目光一愣，似乎不懂无涯这究竟是要做什么。王爷，叶王府如今便只有您一人，属下知道不该插手王爷的私事，可那莫小公子是男的，这与理不合啊！无涯低着头，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景云的怒意。许久，什么声音也没有。无涯微微抬头，却看见景云一脸笑意，似是很无奈的样子。乌鸦，她是女子。王爷，这种事情本王不需要骗你。就算他是男子，本王若真喜欢，你也拦不住，不是吗？这种事情本王不需要骗你。就算他是男子，本王若真喜欢，你也拦不住，不是吗？既然如此，这荆州之行，还是让属下来吧。既然知道了莫离是女子，那无涯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但让景云离开盛京城，这是不可能的。本王已经决定了，你去将东西准备好，再去一趟莫离那里，让那个蓝福僧也将莫离的东西收拾好，明日便离开。无涯还想要阻拦，景云却已经拂袖离开。莫离原本还因为自己女子身份被景云知道了，心中有些不安，倒是一边不安一边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蓝福桑乖巧地站在了床边，手里捧着一套衣服，正笑眯眯地看着他。莫离吓了一跳，身子一蜷缩在了被子里。福桑，你要死了不成？我不是说了我睡觉的时候不能随便进来吗？公子，不是我非要进来，王爷说了今日要出远门，让我早些叫你起来。出门？对啊，王爷说带您出去走走。蓝福桑笑眯眯的，将手中的衣服往旁边一放，和和气气的道：公子，我先出去了，有什么便唤我。蓝福桑走后，莫离狐疑的看了一眼旁边的衣服，还是很疑惑。换好衣服，刚一推开门，便看见景云站在院子里，阳光洒在他身上，好像发着光，恍惚如梦。你要干嘛？莫离瘪瘪嘴，不爽地走到景云的面前，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微微扬着下巴瞪着景云。景云倒还是一副不咸不淡的表情。玉佩有下落了，玉佩有下落了。真的吗？你确定？这次出去你是带着我一起去找玉佩的？那就快点收拾好东西，本王可不想再等你。景云说完飞快转身，嘴角松开，微微上扬，怎么都抑制不住。景云走后，莫离转身
就让蓝扶桑给他收拾东西，将自己的背包背好，把李忠留下来看家，带着蓝扶桑朝着王府大门口去。只是还未走到门口，便听见外面传过来喧闹声。景云哥哥，我也要去。我回来了这些天，你都没有来秦府找我玩。秦二小姐，本王这次是要去寻药，带着人不妥。莫离背着包走出来，便见到这样的场景。见到秦音，感觉自己的手背似乎还有些疼，眉头不由得紧皱，目光扫过景云，眼中的威胁很明显。他要是让秦音去，那他现在就走人。景云自然是明白莫离的意思，没有再理会秦音，直接转身走向马车。莫离，你要是再不跟上来，本王就先走了。景云哥哥，无涯。秦音还要上前，眼前一道剑光逼得他停住了脚步。景云哥，无涯手持剑鞘，长剑已然划出半截，剑刃对着秦音的脸。秦二小姐，这是燕王府门口，不是你们秦家门口。那景云哥哥一路平安。景云头也没回，踩着木质的小楼梯上了马车，只留给秦音一个冷漠的背影。莫离背着包，对于景云这个反应很欢喜，蹦蹦跳跳的，还吹着口哨，神气的从秦音的面前走过。呀，这不是秦二小姐吗？怎么，那日没有被吓破胆？呀，这不是秦二小姐吗？怎么，那日没有被吓破胆？还好还好，莫小公子出去可要照顾好景云哥哥，若是有什么闪失，你的小命可就难保了。秦音说完，拂袖而去。莫离朝着秦音的方向做了个鬼脸，秦音摆个脸色给谁看？要不是看在景云和秦音那战死沙场的父亲面子上，他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钻进马车，莫离便将自己的包重重地放了下来。见到莫离那个沉甸甸的包，景云不由得眉头一皱。你这是要出去走走，还是避难啊？我习惯了，走哪带哪，我自小就这样。自小？本王倒是有些好奇，你之前一口一个墨家的，你家究竟是什么来头？墨家很厉害的，祖辈一直传下来，我确实是最差的那个。不过也不能怪我嘛，我爸妈死得早，姑姑还留了一丝魂魄教了我一阵子，后来也走了。除了墨家先祖，我应该是第一个自学驱魔术的后人了。你独自一人长大？是啊，你很吃惊吗？你不是也一样？倒也是。景云点头，目光没有从莫离的身上移开，心头酸涩。青州和盛京城有些距离，一路上莫离都在马车里坐坐躺躺，景云也由着他，只是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突然马车颠簸了一下。怎么回事？王爷，有埋伏！尽快。只听一声马的嘶叫声，外面传来刀剑碰撞。马车外，无涯长剑舞得飞快，突然从两边路上冒出来的黑衣人都不能近身。可就算是无涯武功再厉害，那也耐不住黑衣人人多势众。从燕王府带出来的好几个人都受了伤，无涯也跟着着急。他们才刚从盛京城离开，那位就按耐不住了吗？无涯一脚踢翻面前的一个黑衣人，剑光一闪，那人的脖子上就留下了一道血痕。眉头微皱，看着马车周围的黑衣人越来越多，无涯踩着几个黑衣人的肩头，一路又杀回了马车旁。王爷，可要放出信号。马车内看着莫离睡颜正欢喜的景云被这一声打断，脸色顿时冷了下来，犹如3尺寒冰。放！本王不过刚刚离开，这些人就这么忍不住？既然这样，那他也不怕让这些人知道，他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无涯得到命令，从腰间抽出一根竹管，
拔出主管的心子，咻的一声，那主管腾空飞起，在空中炸开，青烟四散。黑衣人似乎不明白无涯的举动是为什么，手中的刀剑也没有停下来，继续朝着无涯攻去。无涯身手了得，却也只能护住马车周围。眼看着燕王府的人都被杀了，黑衣人这才停了下来。为首的那个黑衣人露出一双眼睛，带着狠厉：“交出逍遥王，饶你不死！”做梦！无涯站在马车前，长剑上沾满了鲜血，就连衣服上也沾上不少。他散发出来的气势，让那些黑衣人也不敢轻易上前。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黑衣人头子长臂一挥，身后的人纷纷冲上前来。无涯长剑一翻，正要上前，却听见身后传来纷扬的马蹄声。一群身穿青衣的人打马前来，扬起阵阵沙尘。这些人头上都戴着斗笠，脸上用墨绿色的布遮挡住下半部分，露出来的眼神比起那些黑衣人还要凶狠。青竹帮，天一楼的生意在此，不曾想挡了贵帮的路。天一楼只要一盏茶的功夫，待这桩生意了结，自然让出路给贵帮。谁知青竹帮的人一动不动，众人纷纷将手放在了背后，齐刷刷地掏出弯刀，刀刃与刀鞘的碰撞划声，在天一楼的黑衣人听起来就犹如死亡之音，吓得连忙后退。我们兄弟并没有做什么妨碍贵帮的事情，青竹帮为何如此？青竹帮的人也没有下马，又是齐刷刷的马蹄声，队伍被分成了两列。一个身穿紫衣的男人骑着马，悠悠哉哉地走上前。没有妨碍青竹帮。姬飞叶挑眉，墨发披在身后，俊俏的五官看起来人畜无害。可你们要的命，却是我青竹帮要保的，还说没有妨碍？姬飞叶的声音清清淡淡，仿佛说着什么简单的事情。手臂缓缓抬起，指着面前的黑衣人。动手！那群黑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青竹帮的人骑着马，挥动手中弯刀，一阵呼啸而过，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青竹帮的人训练有素，看起来根本不像普通的江湖帮派，杀人搬尸、打扫现场一气呵成，根本不需要有人去指挥。王爷，青竹帮姬飞叶求见。这一路你也跟着。是。姬飞叶眼角一亮，脸上浮上一丝喜色。马车里，茉莉还睡着。许是在圣京城内一直提心吊胆，出了圣京城倒是自在了许多。等茉莉醒来的时候，已经黄昏了，因为路上那一场劫杀打乱了无涯的路程，现在只能在荒野里寻一个稍微空旷的地方安营休息。从马车里走出来，外面正燃好了火，隔着火焰，景云抬头，视线恰好对上茉莉的眼睛。醒了。景云缓缓开口，还不等茉莉到自己身边来，就被姬飞叶中途给拦住了。莫小公子，好久不见。茉莉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不明白姬飞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后又环视四周，除了无涯和景云，都是身穿青衣的人。你……茉莉指着姬飞叶，忽而一转，眯着眼看向景云，一副愤愤的样子。你竟然还有事情瞒着我？差不多了，明面上的我都告诉你了。听雨楼是本王的不错。那这姬家兄弟怎么回事啊？总不会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季飞白吧？飞白是飞白，本王是本王，不一样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是不说清楚，小爷我与大哥是王爷的人，这季家的产业也可以说是王爷的。
现在，我是称你为莫小公子，还是莫姑娘？随便你。只是我现在还穿着男装呢，叫我姑娘是不是有些奇怪啊？这可不一定。齐飞叶看了景云一眼，得到了他的许可，拍了拍手。盛京城那些人见到王爷，定然会想办法在外面解决王爷。如今我们要乔装一番，不然这一路上可就不得安宁了。这是一套女装，你穿上，这样那些要追查王爷的人便不会跟上我们了。这是一套女装，你穿上，这样那些要追查王爷的人便不会跟上我们了。莫离接过衣服，瞥了景云一眼。要抓的是他，为何他不穿啊？本王会乔装成飞白，你一头短发，整个大景也找不出第二个，太过招摇。嘿，这包袱里倒是有一个发套，莫姑娘戴上使便可。齐飞也依旧笑嘻嘻的，丝毫不将莫离的微怒放在眼中。反正惹毛了莫离，要去哄着的可不是他。想他季飞叶也是情场浪子，真当他眼瞎呀？景云看着莫离的眼神中满满都是情意，若不是对莫离有意思，他季飞叶的名字日后就倒着写。莫离按照季飞叶说的，换上那一身浅蓝色的衣裙，在马车上对着铜镜摆弄那个发套。来了大景，他都是穿着男装，突然换上女子的罗裙，还真有些不习惯。小心翼翼地提着长裙从马车上走下来，莫离微微低着头，天色渐暗，黄昏的最后一抹光也落了下来。莫离踏着一地火光，缓缓走向景云。齐飞叶挑眉，他就知道这衣服的颜色绝对没有选错。王爷，你说莫姑娘穿蓝色是不是很好看啊？多嘴。多嘴便多嘴，王爷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季家老二最喜欢多嘴。嘿。齐飞叶嘿嘿笑了一下，后退几步，悄悄地离开了，倒是将这里留给了景云和莫离两人。莫离微微皱眉，小心翼翼地走到景云的面前，表情有些尴尬。这头发是不是怪怪的？景云没有说话，只是伸着手将莫离的头发拢整齐，也不知从哪里弄出来一条绣着梨花的浅蓝色丝带，将莫离两鬓的头发规整到后脑，露出莫离那张巴掌大的小脸。还好。这头发是不是怪怪的？还好。景云，盛京城里究竟有什么人要杀你啊？要我命的人很多，一个李贵妃，一个景印姐，还有谁啊？莫离追问着，鼻尖处萦绕着景云身上好闻的熏香味，还有一丝丝熟悉的感觉，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在哪里闻到过。景宁帝。景云一字一句地吐出，带着无尽的凉薄。你不觉得吃惊吗？景云拉开两人的距离，低头看着莫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月光，犹如薄纱。女子罗裙打扮的莫离看起来眉眼英气，却又不失柔美，眸中水润，却犹如泛着点点星光，很是好看。猜到了，他对你好的出奇，甚至是有点过了头。你很聪明。景云眼中带着欣赏，莫离才来了多久，却能够看出景宁帝的不寻常。换做别人，都是让他感恩戴德，或者是好生羡慕他有这样的福分。他心中甚至有些庆幸，莫离那天落入的是他的玉桶，而不是别人的。那是自然，我混了这么多年，那也不是白混的。你把这些都告诉我了，真不怕我告诉别人？景英兰，你不会。好了，小爷我走了，烦心事情别想那么多，早早睡觉的好。景云身子僵硬，
都不知道要如何反应，睁着眼看莫离一袭蓝色罗裙走远，捏着裙摆的样子有些笨拙，可他却觉得比那些圣京城中自幼学习礼仪的千金小姐看起来还要好看。待莫离进了马车，季飞叶这才悠悠地走到景云的背后，贼兮兮地笑着：“嘿嘿，王爷，这感觉如何？”“你是嫌自己事情还不够多是吗？本王正巧需要一个人去一趟极北寻个东西。荆州之后，你便动身吧。”季飞叶浑身抖了一个激灵，正要辩解，景云却直接走开，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季飞叶心里那个苦啊！我可是神助攻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助攻？上次把线索引到听雨楼，就是王爷的主意。那几块木牌是王爷准备好的，就是想要帮莫离查案，又不想暴露自己。这倒好，莫离险些在听雨楼闹个底朝天，王爷也不在乎。可是善后的人是我呀！还有现在，我可是各种给王爷机会，给他们创造独处空间。怎么着，还要派我去极北苦寒之地？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季飞叶满心的委屈，却又不知道能向谁说。谁让景云是自己的主子？哼，自个儿死都不承认。季飞叶哼哼唧唧，跟在景云的身后。马车让给莫离休息了，毕竟她是姑娘家，景云断然不可能再进去。乌鸦只好在外面简单的铺了一个软垫，让景云将就一夜。一路上，景云等人将身份时而换回真实身份，不让圣京城内的人起疑，时而又换作季飞白的身份，好避开他们的追杀，倒也是相安无事。荆州城离圣京有些距离，一行人足足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才赶到了。与圣京城中的繁华不同，荆州倒是民风淳朴，每个人的脸上都和和气气，氛围很好。景云，我的玉佩真的在这里吗？景云，我的玉佩真的在这里吗？本王会加派人手，既然在荆州出现过，我们也赶来了。想来就算是找不到，也能够知道什么有用的线索。马车进城之后，莫离便换回了男装。这里人多眼杂，要是被有心人见到了莫离的女装，倒是对莫离不利。季飞叶没有跟在几人的身边，先行到了荆州打点，好排除不利因素。若非必要，不会再同他们一起出现了。王爷到了。无涯赶着马车，停在了一处四合院门口。待莫离下来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景云到了荆州，住的竟然是个简单朴素的小院子。怎么，看样子不满意？倒是没有不满意啊，只是好奇，你怎么会住在这里啊？这是我母妃当年买下的宅子，来荆州，我都会住在这里。我就住在你隔壁，若是有什么事情，叫我便可。景云亲自带着莫离去了安排好的房间，这里一切都是新的，每隔几日就会让人过来打扫，所以直接住下就可以了。莫离点头，面对紧闭的门，象征性的敲了敲，这才推开了大门。见景云一脸奇怪的看着他，莫离嘿嘿一笑：“习惯了，习惯了。这是驱魔师的规矩。住进新的地方，先敲敲门，示意有人要进来住了，里面的东西就会先离开，互不打扰。”两人刚刚将东西放妥当，莫离正想着要不要去叫景云一道去外面走走。到了大井，莫离还从来没有看过除了圣京城以外的地方，来了荆州，自然是就要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只是刚走出房门，便听见前厅传来吵闹声，隐约间似乎还听见了无涯的叫喊声。
莫离担心有事，连忙走了出去。景云哥哥，我没有跟踪你，我只是想着过些日子是老王妃的生忌，想着来荆州看看。本王从未说过秦二小姐跟踪本王。每年的8月初1，本王都会在荆州，盛京城的人都知道，只是今年来得早些罢了。既然如此，景云哥哥，能不能也让我住在院子里？我这次出来就带了2个人，我一个姑娘家，住在外面不太安全。秦二小姐自有席编，编法出神入化，本王也略有耳闻。想来荆州内也没有几个人会是秦二小姐的对手。再说了，秦二小姐是未出阁的姑娘，住在本王这里，与理不合。景云哥哥，我不怕这些的。景云眉头微蹙，眼中第一次带着嫌弃和厌恶。他若不是看在秦府当年一心为燕王府的份上，早就让无涯将秦音扔了出去。本王说的与理不合，是本王怕。秦音，你若是还有点颜面，就现在离开，本王便当做这件事情不存在。如若不然，就休怪本王不念你父亲当年的忠义了。将无涯赶出去。缩在大厅门口的莫离眉梢一挑，眼中一片看好戏的样子，丝毫不准备露出头来。了不得，这秦二小姐莫不是想要霸王硬上弓？谁不知道景云是个病秧子，要是无涯不在，景云这个病秧子怎么可能敌得过自幼习武的秦音？站在秦音身后的2个丫鬟将包袱抖落，从包袱里抽出一把长剑，2人拔剑对向无涯，身手竟然也不差。莫离还是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秦音一步一步地朝着景云走去，眼神中竟然还透着一丝兴奋。果然，就如同莫离所想，秦音一边走一边将自己身上的外衫脱下，眼中含着泪，一副委屈的样子。景云哥哥，我知道以我的出身高攀不起你，我只想着能够当你的一房妾室都是可以的。景云一动未动，眼睛的余光瞥见了大门口偷看的莫离，见到他一脸兴奋的样子，不由得眉头一皱。秦音，你可知道你做出这一步，若是本王不认，你又当如何？我不管，景云哥哥，我心中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其他人。秦音抽开腰间的丝带，眼看着身上的衣服就要松开，景云下意识地撇过眼睛，不该看的东西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看。秦音，你不后悔？不后悔，我怎么会后悔？好。景云抬眸对上秦音的眼睛，眼中冰封雪藏。无涯，去外面杀了。无涯得到景云的命令，还在与那2名丫鬟纠缠，长剑挽起几个剑花，逼得那2个丫鬟生生退到了大门口。这院子里沾不得血。无涯身子飞快，一脚2个将2名丫鬟踹出了门。秦音的2个丫鬟身手确实不弱，可在无涯的面前也算不得什么。剑光闪过，那2名丫鬟还没有反应过来，脖子上便是一道血痕，鲜血即刻涌出，止都止不住。大门关上，无涯拉起衣摆，擦干净剑上的血，收起了长剑，走到景云的身边。景云哥哥，本王可从没有什么妹妹。我你什么？哼，秦音，你胆子倒是大的，只是你似乎忘记了，本王是病秧子不错，可本王的胆子也不小。你什么？哼，秦音，你胆子倒是大的，只是你似乎忘记了，本王是病秧子不错，可本王的胆子也不小。既然你是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
那便将你的一身功夫废了。带话回去，秦府日后和燕王府再无半点瓜葛。景云没有再说话，只是由着无涯点住秦音的穴道，捡起地上的外衫，随便一裹带了出去。无涯走后，景云手指敲打着椅子扶手，眉梢微挑，看向莫离。看够了吗？还好啦。燕小王爷险些被霸王硬上弓，我就是有些好奇，那秦音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姑娘家的，净说些荤话。论婚，我哪里婚得过秦二小姐呀？人家可是都投怀送抱了呢，你当真半点儿都不动心？动心？她不配。景云饮着茶，门外传来秦音的哭嚎声，声声都仿佛带着撕力和不甘。莫离听着都觉得疼得慌，却没有要帮秦音求情的打算。这结果是他自己一手促成的，怪不得别人。哎呀，燕小王爷眼光如此之高，还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有这般福气，可以得你青睐。莫离啧啧两声，见大厅里没有什么事情，便双手负在身后，摇头晃脑，一脸得意地离开了。入夜的时候，景云带着莫离在荆州内闲逛。荆州虽然比不上盛京繁华，却也热闹非凡。街市喧闹，路边的小孩拿着石子儿在玩。莫离抬头看着大街上挂着的花灯，精美的也有，朴素的也有，一路灯火甚是好看。景云走在前头，没有说话，而是带着莫离走到了一家茶楼。茶楼内装饰雅致，带着淡淡的茶香。两人一进去，门口的小厮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又热情地拥着两人上楼，也不需要景云说话，直接领着他们上了最高一层的雅间，还选了个恰好可以看尽荆州夜市风光的位置。莫离也懒得猜，这肯定是景云的产业。既然季家兄弟都是景云的人，那季家偌大的商业帝国也就是景云的。景云啊，你既然这么有钱，当初还要我30两办丧事的钱，你抠不抠啊？既然你说了本王是商人，你觉得商人会不在乎这30两吗？可你那么有钱啊！再有钱，那也是一点一点赚的。啊，你还真是个掉进铜钱眼子里的抠门鬼。彼此。他是掉进了铜钱眼里的抠门鬼，那莫离就是守财奴。秦音走进一间客栈，用身上的银子付了一间房钱，一头钻进房中，扑到床上，呆呆地看着床帐，也没有想着要去洗漱。莫离，景云，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秦音眯着眼睛，牙关紧咬，从腰间抽出一张黄符。这黄符和莫离的不同，上面的符文不似莫离那样工整，倒是有几分随意。黄符上灵光频现，秦音笨拙地将手指捏绝，咬破2根食指的指尖，将鲜血滴落在黄符上。只见黄符腾空而起，上面的符文带着淡淡的光。秦二小姐，何事？黄符内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带着骄纵的意味，语气很不好。当初我救了你，你说过要报恩的，现在还作不作数？秦二小姐，何事？当初我救了你，你说过要报恩的，现在还作不作数？自然，你当我玲玲是什么人了？好，帮我杀个人。黄符那边沉默了一阵，随后道：修行之人不图天杀孽，本姑娘之前就告诉过你的。可那人是个邪道，这人的道术很奇怪，如今在盛京城里风头无几，一张符纸就要70两。秦音毕竟是刚被无涯废了武功，气息不稳，说话的时候一个没忍住，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你受伤了？是，就是那个邪道害的。邪道名叫莫离，在逍遥王身边当差，还使了鬼魅之术，让皇上封了他一个圣监鬼使的名号。好，我明日便赶去。荆州是吗？府中的女子说完这句话，符纸便突然被火焰燃烧了起来，还不等秦音反应，就已经变成了一地黑灰。秦音一脚踩在那黑灰上，脚尖用力地碾着，五官都有些狰狞起来。莫离，第一个便是你。莫离哪里知道秦音的这些动作，这几日都跟着景云在荆州闲逛，偶尔得到了玉佩的消息，匆匆赶去，却扑了个空。见莫离的神色沮丧，景云也有些不适应。既然有消息，景云还想要安慰莫离，却被他打断了话题。没事儿，既然消息一直都在荆州，那就说明玉佩还在荆州。反正有消息就不会失望的，一定的。好。景云见莫离这般，便收了想要安慰莫离的心思。他们才走了几步，突然身边多出了一个人。那人穿着灰衣粗布，突然走到无涯的身边，手中似乎还递了什么东西给无涯。无涯面色不变，又走了些时候，这才走到景云的身边。王爷，熹妃也来信。王爷，熹妃也来信。细细的竹管里抽出来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上面的字像是一个一个的黑点。莫离离得近，瞪大了眼睛都看不清楚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只是景云合起那张纸的时候，脸色不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飞白玉玺。景云冷冷地吐出这4个字，最后也顾不得莫离，径直朝着四合院的方向走去。熹妃白玉玺，谁干的？天一楼。刚到四合院门口，季飞叶就一脸严肃地走上前，平日里那嬉皮笑脸的样子尽数收了起来。王爷。景云抬手示意季飞叶先别说话，对身后的无涯道：看好。无涯点头，留在门口没有进去。莫离跟在景云身后，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飞白现在如何了？天一楼的人特地寻了一个大哥落单的时候，派出楼里所有的高手。大哥现在重伤还未醒来。本王这边有无涯和莫离就够了，你先去看飞白。至于天一楼，莫离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抬头恰好看见景云眼中的杀意。他在景云身边也有些日子了，却从未见过他这般动怒，还有这一身肃杀之气。莫离下意识的瞳孔微缩，这一刻的景云让他觉得刺骨寒凉，让人难以靠近。你便让天一楼的人好好瞧瞧，青竹帮的本事究竟如何。景云从怀中取出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刻着青竹二字。多谢王爷。姬飞叶接过令牌，这是青竹帮的帮主令，有这令牌在，他可以调动青竹帮上下所有人。景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天一楼是倾巢而出袭击了季飞白，那青竹帮也如天一楼一样血洗天一楼。季飞叶走后，莫离陪着景云坐在大厅里，两人默默地喝完了一壶茶，谁也没有说话。莫离知道景云现在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空气中仿佛还能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意和怒气。为何不说话？许久，景云才缓缓开口，在看向莫离的时候，眼中只剩下潋滟的水光，一身怒气杀意顿时消散。看你心情不好，不想打扰你呗。你说，若是有人总是要你死，你该如何？那就让他死，不然死的就是我。若是
那人与你关系匪浅的。景宁帝？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要杀你，不是吗？莫离搬着凳子蹭到了景云的面前，也不顾男女之嫌，双手捧着景云的脸。既然他对你起了杀心，那就代表他从未将你当成自己的亲人。就算是偶尔的真心，那也只能证明他良心未泯。可良心未泯，你就可以原谅吗？景云耳朵间微微泛红，桃花眼里头一次出现了茫然和呆萌的表情。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莫离竟然这么随意的就摸着他的脸。景云，我不清楚你和景宁帝之间究竟是有什么，可我知道，我爸当年就是对一只鬼起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可是最后，他杀了我爸妈。善念会救人，但也会害人。你现在也不是一个人活着，不是吗？从莫离的眼睛里，景云看到了恐惧和执念，恨意浅浅淡淡，更多的是愁绪。不知他为何愁，为何忧。好。莫离听他答应，顿时笑眯眯的，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咧着嘴，还能看到2颗小小的虎牙。这就乖了。你这是当本王是什么玩物不成？景云鼻息哼了一下，也伸出手，大胆地捏了一下莫离的脸。肤若凝脂，看着瘦弱，可脸上倒是有不少的肉。莫离的脸上顿时有了2个红印子，气得莫离鼓着脸，反手就对着景云的脸掐了过去。原本还有些沉重的气息，顿时被2人的嬉笑打闹给冲散了。夜里，莫离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玉佩若是还没有下落，他该怎么办？那黑雾，还有恋鬼的人，还有幻杀，这些都让莫离不能放下心来。正要闭眼时，身子一僵，莫离的眼神顿时很厉，挣扎着想要起身，却怎么都动不了。一股寒意从莫离的后脊梁骨缓缓上升，一直到他的后颈处，想要说话，可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原本狠厉的眼神顿时变得恐惧起来。就在莫离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一旁放着的衣服里突然射出一道金光，金光落在莫离的身上，仿佛白日的暖阳，让莫离身上瞬间暖了起来，四肢也可以行动了。莫离一把从床上翻起，大喘了几口气。谁竟敢算我方位？敢算姑奶奶的方位，活腻歪了。子服被莫离朝着夜空一甩，金光四溢，最后朝着西南方向而去。旁边房中的景云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披着外衣便出来，看见莫离衣衫不整地站在院子里，正要上前，却被莫离喝住：“别过来！”莫离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直接盘腿坐在了地上，黄符撒了一地，双手捏诀放至胸口，口中念念有词。景云也确实没有上前，看莫离这架势，定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目光落在莫离的身上，很是担心。莫离在地上足足坐了有1盏茶的功夫，待莫离再次睁眼站起来的时候，身边那些黄符上的符咒竟然都消失不见了，好像就没有出现在黄纸上一样。怎么回事？方才有人在算我的方位，破了我的保护罩。和圣京城的人是一伙吗？莫离摇头，那人用的是正统的术法，不是邪术可以比的。那是什么人？不知道，但是在西南方那边，应该离得不远。刚才子服落下的地方看来已在京中，
这人是故意的，还是有人告诉了那个人我的方位？不然怎么能算得如此之准？告诉了你的方位？对。无涯。景云低喝，在院子外面看守的无涯顿时出现在景云的身边。那秦音回圣京城了没有？属下那日废了他武功，便让他自己离开了。那就是不知道。属下。无涯低着头，他也是念及秦将军，这才没有对秦音下重手。那一身功夫废了也就废了，秦音的脾气骄纵，废了功夫倒也是好事一桩，不然他日后也要闯下别的祸端。何时本王的话竟然也这么不管用了？景云扶着莫离的肩，虽然莫离的情绪平复了不少，可从他的反应来看，今夜是真的被吓到了。属下知罪。让人将秦音给本王丢过来。今夜的事情，本王要查个清楚。无涯抬头，没有再对秦音犹豫，连忙应声下去。莫离呼吸还是有些急促，只是比起刚才的狼狈要好上许多。你怀疑是秦音？你我在这宅子里的事情，只有秦音知道。圣京城的人虽然知道我娘有个宅子在荆州，可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所以也不会清楚我这次会住在哪里。哪一个？莫离没想到老王妃还是个搞房地产的，一个荆州就有好几处宅子。果然有钱人的爹妈也是有钱人。秦音上次打了我一鞭子，这次又要我命。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善念会要了命。我就是太善良了，上次只是小小的吓唬他一下，这人竟然半点记性也不长。景云被莫离凶悍的模样吓着，脖子稍稍往后缩了一下，见他这生龙活虎的样子，想来是没什么大碍，心里也就放了下来。明白。也不知怎么，出了圣京城之后，莫离愈发的放开了，尤其是向景云坦白了自己的女子身份后，就更自然了许多。这次姑奶奶要让他知道太岁头上动土是什么滋味。荆州西南方向的一处客栈里，一白衣女子双手结印，面前放着一块八卦镜，正对窗口。窗口处突然出现一道金光，一张紫符飞快地朝着白衣女子袭来。那女子反应不及，被紫符打了个正着，直接撞在了身后的墙上，口中吐出鲜血，落在白衣上。啊，师姐，你这是怎么了？师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红衣小姑娘扶着白衣女子坐了起来，瞥见落在八卦镜上的紫符，好奇地拿了起来。怎么还会有紫色的符纸呢？啊，师姐，你的八卦镜！拿开紫符，桌上的那块八卦镜顿时裂成两半，金光一闪，成了2块废铁。该死！萌萌，给我取药来。苏浅萌点头，听话的从边上的包袱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颗黑色的药丸，递到林玲的面前。师姐，你刚才可是在算人方位？师姐做事，何时轮到你这小辈的说话？可是，若是师傅……你不说，师傅怎么会知道？还是说你会跟师傅说？将东西都收拾好，滚出去！这次是我小看了这个莫离，果然是邪道。说是正统的术法都是用的黄符，怎么会用紫符？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替天行道。林玲不知自己的方位早就被莫离看出来了，只是莫离今夜受了惊吓，等弄清楚是不是秦音搞的鬼，下一个就是要来找林玲算账了。莫离的性格睚眦必报，怎么会让人欺负了自己还逍遥自在？无涯，你这是做什么？秦音双手都被绳子绑紧，头发微乱，比起前一日的狼狈，今日倒是看着精神了不少。我的武功都被你废了，
怕我从你无涯侍卫的手中跑了不成？秦音眼睛微红，顿时就流出泪来，委屈的不行。无涯没有说话，他忠于大景，忠于燕王府，不过是一念之差，竟然险些害了莫离。这次只要秦音还有害莫离的嫌疑，他就不会对秦音有任何的怜悯。逍遥王，我承认那日的事情我做错了，可我也受到了惩罚。我好歹也是秦家小姐，你就如此对我吗？本王如何对你了？今日本王是让无涯请你来的。无涯向来不对女人动手，那日甚至没按照本王的意思处置了你。你如今这个模样，本王倒是想知道为何会如此。景云语气悠悠，听不出任何情绪，反倒是让秦音的心中打起鼓来。我是找了林玲对付莫离不错，可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查出来啊！就算是查，难道不是先去找林玲吗？莫离，你别忘了，我可是秦家小姐，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如此？莫离蹲下身子，一只手套了他耳朵。这秦音尖叫起来的声音真是难听。看了一眼手中的包子，顿时也没了食欲，伸手直接塞进了秦音的嘴里，堵住了他的声音。我管你是谁，我鄙视就鄙视了，还要给你打声招呼不成？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修道的人啊？秦音嘴巴被包子堵着，眼中含着泪，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拼命的摇头。莫离从怀中取出一只竹管，在手上敲了敲，又放在了秦音的耳边。竹管内传出来东西摩挲的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竹管里面爬来爬去。我原来有个朋友是玩蛊的高手，他送了我一些小东西，都在这个竹管里。你说我要是一个手宝我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修道的人，尤其是修炼茅山术之类的？空气中传过来一阵臭味，秦音竟然被竹管里的蛊虫吓得尿裤子了。莫离也是没有想到，秦音的胆子就只有这么一丢丢大，隔着竹管都能被吓成这样。你说说看呢？要是说的小爷我满意了，我就放了你。秦音看了一眼竹管，想到自己今日受到的这般屈辱，想死的心都有了，无奈之下重重点头。莫离得到了答案，立马起身，将竹管小心地收了起来，对着景云道：我放了他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情了。秦音听莫离这么说，用尽全部力气吐出了口中的包子，涨红着脸质问他：莫离，你个骗子，你说了会放我的。我是放了你啊，你刚才也听见了，抓你来的是他的人，我放过了也得他放过，不是吗？景云沉着脸走向秦音，每一步都仿佛是踩在了秦音的心头，吓得秦音顾不得咒骂莫离，瑟缩着身子想要往后退。明明是个无权无势的病秧子王爷，可此时景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秦音只觉得比起景明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他是真的看走了眼，也将自己估量得太高了些。只是等秦音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景云居高临下的看着秦音，声音清冽冷淡：你知道本王有个什么习惯吗？你知道本王有个什么习惯吗？若是有的人手伸得太长，本王会斩断他的手；若是有人的心思想得太多，本王会剜了他的心。这两项你都占全了，你说本王是斩了你的手，还是剜了你的心？亦或是一起？秦音全身发抖，比起刚才莫离拿着蛊虫的主管，
景云现在的眼神更是吓人，仿佛每一秒都会让人身上的血液凝固起来，寒冷刺骨。王爷，我是秦将军的女儿啊，你不可以的，不可以。哼，不可以剁了你的手，还是不可以剜了你的心？无涯，这次还是你动手。无涯只是看了景云一眼，随后很快低垂下来。他心里明白，这次不仅是要严惩秦音，连带着他也要一起被罚了。之前是他将人放了，才酿成大错，那么现在要处死他，也应该是由他来。你欺君罔上，你会死的！秦音被无涯拖着往门外去，在门口的时候，秦音突然指着莫离大喊，带着愤恨和嫉妒：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他不瞎，如果莫离是女子，那景云的眼神不是爱意是什么？他坚持了这么多年，却不敌一个莫离。景云按住莫离的手，示意他不要理会秦音的话。秦音的意思他清楚，不就是说莫离在朝中担任官职，却是个女儿是吗？秦音死在这里，秦家不会追究吗？哼，我又没有杀秦音，杀他的是天一楼的杀手，跟我没关系。啊，厉害呀！倒是没你厉害。昨夜那个人要如何？差不多了，要是有本事伤就好了，没本事就怪不得别人。我是不太喜欢对受伤的人动手的。说着，莫离朝着景云咧嘴一笑。嘿，我去教训人，有兴趣看吗？景云有些哭笑不得，还没见过谁去寻仇有他笑得这般开心的。你这是要去痛打落水狗吗？按照昨日子符落下的方向，莫离取出自己的八卦罗盘，看着罗盘上的指针，循着子符的灵气，两人朝着西南方向走去，最后在一处客栈门前停了下来。人就在里面。既然那人不讲道义，那我也不讲。莫离抽出一张黄符，指尖一点，落在黄符上，黄符像是活了一般，朝着客栈里面冲了过去，速度极快。玲玲坐在房中休息，昨夜子符的那一击，她到现在都觉得气息不稳，胸口隐隐作痛，正要起身去拿一颗药吃下，却听到拍门的声音。谁？玲玲也没有想那么多，走到门口便将大门打开。门刚一开，一道灵光直冲她的印堂，逼得她连连后退，直接撞在了身后的桌子上，很是狼狈。莫离站在门口，听见客栈里面传来的动静，唇角勾起，神情很是不屑。那人连自己的皇服都比不过，看来是真的没什么本事。要进去吗？哼，不进去，把他打出来。莫离笑着，露出脸颊上的两个酒窝，调皮的样子仿佛小恶魔一般。双手捏诀，驱动那张还在玲玲房中的黄符，速度变得更快了起来。玲玲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被莫离找到，也来不及拿起自己的铜钱剑和法器，只能在房中四处躲闪。黄符越来越快，玲玲也闪躲得越来越疲惫，脸上露出恨色。隔壁的苏浅萌听到动静，赶忙赶了过来，就见玲玲衣衫不整地躲着一张黄符，当下就抽出自己的桃木剑，看准了黄符的方向，一剑砍了下去。苏浅萌的灵力不高，但她的桃木剑上却有着浓郁的灵气。莫离也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一时不察，黄符竟然被苏浅萌的桃木剑给打落。苏浅萌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顾不得摔在地上的玲玲，
低头看向那张黄符，心中惊叹：啊，竟还有这样厉害的人！师姐，昨天晚上那人找上门来了。苏浅萌有些担心，这人的身手，许是师傅来了都不见得能够打败。来了便来了，躲在背后使手段算什么？下三滥的狗东西！把我的衣服和东西都拿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师姐，这人的来头不小，我们还是避开吧。怕死你就避开，不要挡在我面前碍事。玲玲恨恨地穿好衣服，拿出自己的铜钱剑，朝着楼下奔去。刚下楼，便看见了大门口站着的莫离和景云，目光落在景云身上，瞬间失了神。景云背着光，寒眸低笑，不知在和莫离说什么。桃花眼里浸着水光，眉间那一点朱砂不损丝毫男子气概，反而多了几分仙气。来了。是你？你个下三滥，背后使手段算什么？下三滥，背后使手段？哼，也不知道昨天是哪个狗东西先做了下三滥的事情啊。谁知道你是修道的？还有，你使的都是歪门邪道，我就算是对付你，那也是替天行道。若是正道中人，谁会用这样的符纸？你还说你不是歪门邪道？哈，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是歪门邪道了？我又什么时候说过我和你是一道上的？这位公子，你莫不是找错了人？你这张紫符昨夜突然出现，打伤了我，现在还找上门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哎呀，还可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见过厚脸皮吗？喏，这就是。现在见到了。林玲见这两人一唱一和的，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气得胸口起伏得更厉害，却说不出话来。要是莫离，他还能顶上几句，可面对景云，他却不知道说什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一副委屈的模样。师姐，你没事吧？这位公子，方才是我师姐不对，给你赔礼了。苏浅萌！苏浅萌被他喝得肩头一缩，一脸茫然地看着莫离，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今日是我和你师姐的恩怨，你打落了我的符是你的本事，只是你师姐，既然坏了规矩，不给点苦头吃，还真当我好欺负了。驱魔剑还未出鞘，一道金光就朝着玲玲袭去。玲玲以铜钱剑抵挡，玲玲的本事不怎么样，倒是铜钱剑的威力不小，挡住了莫离的攻击。师姐，苏浅萌急坏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玲玲不是莫离的对手。苏浅萌，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带回了师门，看我怎么收拾你！玲玲一个旋身落在莫离的身后，莫离只会简单的拳脚功夫，却没有玲玲这样的轻功，就算是灵力高，却也不见得能占了上风。莫离抬手，一张黄符打向玲玲，玲玲被逼得后退，双手捏诀，祭出铜钱剑，朝着莫离攻去。铜钱剑在空中四散开来，化作了无数枚铜钱，朝着莫离打去。莫离不仅要避开玲玲的攻击，还要避开铜钱剑，却也有些吃力。玲玲指尖划过一道银光，像是有什么细细的丝线一般的东西落在了他的手中，丝线缠绕着周围的铜钱，却故意漏了一枚在莫离的后脑勺处。哼，看本姑娘今日替天行道！玲玲指尖抽动，那枚落在莫离后脑勺的铜钱猛地朝着莫离过来。莫离感觉到了身后的杀意，却被玲玲绊住了手脚，怎么也躲不开。铜钱就要打在莫离的后脑勺上，却见一道莹莹金光从天边飞速划过，落在了莫离的身后，挡住了那一枚铜钱。随后又窜到了玲玲的肩头，直接将玲玲撞飞，
摔在了客栈门口。莫离瞪大了眼睛，伸出手指，那道金光在莫离的指尖环绕，仿佛是活着的一般。龙神！莫离大喜，玉佩果然在荆州。这道金光就是墨家龙神身上才会有的光芒。金光渐渐散开，微弱的龙啸声在莫离的耳边划过。莫离也顾不得门口的林灵，跑到景云面前，挥动着已经看不见金光的手指。我的玉佩就在这里！见两人就要走，林灵捂着肩头，忍着剧痛，朝着苏浅萌喊道：“你看着做什么？还不去帮我报仇！”许是林灵对苏浅萌的态度实在是让莫离看不下去。都是同门师姐妹，这个林灵没有半点本事也就算了，还对师妹呼来喝去，没有半点风度。莫离停住脚步，转头看向苏浅萌：“你若想活得长久些，就离开你的师姐，她不是个好人。”苏浅萌睁着圆眼，乖巧的点了点头。林灵气得一口气上不来，加上昨夜的伤又没好，旧伤添新伤，直接晕了过去。莫离拿着罗盘，想要继续搜寻玉佩的下落。既然刚才有灵光出现，那肯定就在这附近。只是罗盘上的指针转得飞快，就是不能确定方向。莫离气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见莫离这般炸毛的样子，景云大掌落在他的头顶，轻轻揉动着细软的发丝。方才那道光肯定不止一个人见到了，我这就让人去查。莫离鼻尖泛酸，若不是有景云在身边，他现在只怕是要急疯了。景云让无涯暗中派人寻找玉佩的下落，那道金光看到的人确实不少，可就是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一连等了2日，莫离只觉得这2日过得很难熬，有那么一点的希望，又很快就没了。夏季还未过去，突然下起了小雨，天气湿热的有些难受。景云撑着伞站在院子里，等着莫离从房中出来。一旁的无涯一手撑伞，一只手上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放着烛火和线香。莫离不知道要如何收敛起自己的失望，犹豫了半天才从房中出来。我的表情是不是让人看了很不爽啊？还好，只是有些丑，不太悦目。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母妃。莫离点头，随手又拿了一把伞，撑伞站在了景云的身边。只是他有些好奇，既然景云的母妃是王妃，那怎么会葬在荆州呢？皇亲国戚不是有他们自己的陵园吗？莫离没有问出来，只是跟着景云一起走，最后在郊外的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就是这里了。这里？这附近也没有墓地啊。母妃说，她顺水而来，顺水而去，要祭拜，便是这里。圣京城外皇陵中的，只是她的尘世俗念罢了。景云示意无涯去将东西摆好，抽出线香，递了3支给莫离。我这是第一次带人来看母妃。莫离撑着伞接过线香，伞骨架在肩头，看见景云眉眼处愁绪淡淡，顿时也忘记了心头飘散的失落。无涯将东西摆好，景云刚准备上前用烛火点燃线香，却被莫离拦住。哎，这香我帮你点。只见莫离右手拿过景云的线香，手腕翻转，让香的顶端朝下，左手压着右手手腕，十分利落的一反手，线香的顶端竟然冒起了白烟，像是点燃了的样子，可却看不见半点火星。景云只是稍稍吃惊了一下，很快便释然了，
莫离的本事不止他看到的那点。香燃着，你心中念着你母妃，这香便能燃到你母妃的面前去。只要她还没有投胎的话，香燃着，你心中念着你母妃，这香便能燃到你母妃的面前去。只要她还没有投胎的话，点香，一是竟去世的人望他在地府安息，二是希望早日投胎，三是表述思念。寻常人点香，烟飘到地府的时候就已经淡得几乎没有了，更不要说让自己的亲人感受到。而莫离在这香上加持了灵力，烟悠悠转转地飘到地府，也丝毫不会有任何的转淡。景云点头接过香，毕恭毕敬地朝着流淌的河水拜下，随后将3炷香插在了河边。莫离也跟着上前祭拜，学着景云的样子，将香插在了河边的软泥里。白烟在雨中萦绕飘荡，缓缓升起腾空，飘向远方。地府内，忘川河畔，一女子坐在河边，手中拨弄着一朵曼珠沙华。女子背影优雅，墨发披散在身后，露出的一截手腕白得好似泛着光。眼前的忘川河河流汹涌，时不时的传来河底恶鬼的哀嚎和翻涌着想要从忘川里爬出来的厉鬼。女子手中的曼珠沙华突然移动，一缕白烟慢慢凝结，最后在女子的面前飘动。女子放下手中的曼珠沙华，抬手抚动面前的白烟，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的动作将这烟给打散了。娘的云儿，长叹一口气，女子突然伸手捏着曼珠沙华，将面前的白烟打散，缓缓起身离开了忘川。既然出来了，莫离和景云就没有想着这么快的离开。雨势渐弱，莫离干脆放下了手中的伞，展开双臂。他许久没有像这几日一样过得这般自在舒畅，好像在景云的身边，他心头的那点压力就都会散开。许是他孤单了太久，遇到景云就好像拥有了唯一的温暖。景云，算了，我不找玉佩了。我想我可以自己去面对很多事情。玉佩于我来说是保命符，是我爸留给我的念想。可想想，我这执念太深也是不好的。你若是想找了，便同我说；不想找了，便不找。我也想试着保护你。后面半句话，景云没有说出来。有些话需要挑时候，现在还不是时候。景云痴痴的目光看到莫离有些害羞，但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害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更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反应。浑身发麻，僵硬地站在原地，呆呆的目光回应着景云。一只信鸽突然落到乌鸦的身边，乌鸦认得这是皇城的信鸽，皱着眉取下信鸽脚上的信，交到景云的面前。王爷，圣经来信。景云颔首接过信纸，才看了一眼就脸色不悦。怎么了？圣经呈来消息，黄伯伯病重，李贵妃等人举荐你去为黄伯伯治病，而且还说边境弄乱，要我带人去看看。怎么会？景宁帝就算是想要杀你，也不会用这样的招数啊，不然他之前所做的那一切岂不是落人口舌吗？你说这会不会是李贵妃那群人的主意啊？景云点头，他也如此怀疑。只是景宁帝怎么就突然病重了？那我们回去吗？自然是回去的，不然这出戏要怎么唱下去？景云眼中风起云涌，李贵妃等人咄咄逼人，那就不要怪他日后出手不念半分情面了。既然盛京城有人作妖，
还特地请了他们，那他们也不好不去凑个热闹。生计该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完了，莫离现在也暂时不想找到玉佩，三人便准备现在收拾东西离开。莫离刚抬脚离开，脑海中却突然好似灵光乍现，身子猛地朝着四周看去。就在刚才，他好像感觉到了玉佩的气息，是顺着风传来的。景云，你先回去，我有些事情。莫离一把扔下纸伞，追寻着刚才那一阵风的方向寻去。青州郊外有一处竹林，等莫离追到这竹林的时候，雨已经是停了下来，林子中传来竹叶的簌簌声，比起外面还要更阴凉一些。莫离走到林子里，这里四处透风，他找不到刚才带着玉佩气息的那一阵风的位置，而且玉佩肯定就在这附近，他可以感受到。忽的，莫离感觉眼睛的余光好像看到了一个白衣人飘过，连忙追了上去。刚抬脚，白衣人好像就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方向。莫离皱眉，莫不是自己刚才产生了幻觉？黑瞳，多年不见，你竟然落得如此。黑瞳，多年不见，你竟然落得如此。隐约中，莫离听到有人在说话，顺着声音小心翼翼地走去，穿过密集的竹林，竟然到了一处山谷中。山谷里有一汪湖水，水色湛蓝，阳光从上面洒落，湖面仿佛有火焰在燃烧舞蹈，犹如仙境。而湖的中央，一女子悬空站在湖面上，白衣飘飘，在女子的手中捧着一块碧玉，上面仿佛握着一条龙，龙的眼睛栩栩如生。莫离与那女子距离太远，看不清楚那女子的长相，却看见了女子手中的碧玉，还有上面不停散出的灵气。你是谁？那玉佩是你的吗？女子抬眸，黝黑的眼珠很是灵动。原来是你。莫离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走近了之后也确定，女子手中的玉佩确实就是她莫家的神龙玉佩，龙神还在玉佩里。这位姑娘，麻烦将玉佩还给我，这是我莫家的祖传之物。你说这是你莫家的东西？莫离觉得奇怪，好像这个女子认识玉佩里的龙神。是我莫家几百年来祖辈相传的，还望姑娘可以还给我。没想到你竟然成了人家家里的东西。这玉佩我还有用，现在不能给你。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不问自取即为盗，你这是要偷我的东西吗？小丫头，好好说话。这玉佩与我是旧相识，你说是你的，我还没有问清楚他呢。你……莫离咬牙，不管怎么样，今日已经见到了玉佩，他既然不能要回来，那就抢回来。长剑出鞘，朝着女子挥去，女子也不闪躲，正面迎上莫离的驱魔剑。剑刃才刚刚触到那女子，她便在莫离的眼前瞬间消失。莫离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觉到身后一阵罡风袭来，仿佛带着千军万马之势。他连忙转身，便看见那女子站在了自己的身后，抬手放在了莫离的额间，一推，莫离便直接摔到了水下。透过水面，莫离惊讶地看着那女子。她究竟是什么人？不是妖，不是人，不是鬼，不是仙。待莫离从水面上爬出来的时候，耳边忽地传过一阵风，那女子的声音突然响起：我叫风烟，借你玉佩3个月，到时候双手奉上，亲自归还。莫离撑着驱魔剑从水里出来，一身衣衫尽数湿透，对于这个结果无可奈何。回到四合院的时候，
景云已经让无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马车就在门口等着。见到莫离湿透了回来，脸色微寒。怎么回事？莫离抬手示意景云没事，自顾自地走进房中，换上了一身干衣服，一言不发地跟着景云上了马车。玉佩？我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说借我玉佩用一段时间，用完便还给我。那人可信？不知道，应该吧。他很厉害，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没事，我觉得他倒是没有恶意。如果真的要害我的话，我现在只怕也不能够站在你面前了。既然他答应了会还给我，那我相信他。因为是盛京城有事，所以这一路不比来时，根本没有的休息。莫离和景云也就在马车里眯了会儿，而无涯则是日夜不眠，偶尔在中途吃饭的时候闭目养神一会儿。之前走了近10天的路程，现在只用了5日。一回到燕王府，莫离和景云还来不及收拾，宫中就传来了旨意，要莫离即刻进宫。传话的公公是景宁帝身边的亲信，看来确实是景宁帝的意思。李公公，黄伯伯现在如何了？燕小王爷，您这身子没事儿吧？本王无法，倒是黄伯伯怎么回事？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眼下皇上宣莫小公子进宫，不如等回来让莫小公子给您说说。李公公的意思是在告诉景云，进宫的只能是莫离一个人。既然皇上病重，我也是皇上亲封的圣经鬼使，若是能够帮得上忙的话，自然是要帮的。王爷，您就在府中休息，等我回来。对呀，燕小王爷，莫小公子说的不错。再说了，您不是也要去边境一趟吗？若是不好好休息，这可怎么了得？对，你先好好休息，我也好进宫去同皇上说一声。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本不能去，若是皇上有别的人选，便让别人去吧。李公公，咱们走吧。看着莫离离开的背影，景云眉头皱成一个川字。这次去宫中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他不在，莫离要怎么化解的好？走到大殿里，莫离也顾不上去打量，便看见秦青迎面走来，唇角含笑，一副无害的模样。莫小公子可算是来了。好说好说，皇上究竟如何呀？莫小公子可算是来了。好说好说，皇上究竟如何呀？我也是刚到，贵妃娘娘这几日担心坏了，怕自己一个人会撑不下去，便让我来陪着她。不如莫小公子自己进去看看，我毕竟是秦府小姐，皇上的住处不好随意走动。莫离转头瞥了秦青一眼，这个时候说不好走动，刚才主动上前迎他的又是谁？眼中带着嘲弄，若是换作秦音，此刻已经跳起脚来。偏偏这个秦青沉得住气，还是一脸温婉的笑意，好似看不懂莫离眼中的意思。好，那我就进去了。莫离回以一笑，虚假无比。这么假的陷阱，也就只有他故意往下跳，才能知道布下陷阱的人是谁，说不定还能弄清楚炼鬼养蛊的人是谁。莫离走进去，便闻见了浓重的药味，也不知道景宁帝是不是真的喝了这么多药。前面的纱帐里人影绰动，莫离慢慢走近，刚掀开帘子，一个宫女便捧着一盆水洒了莫离一身。莫离闭着眼睛，心中疼得起来一阵怒火。一样的事情，这李贵妃还要来2遍。只是这次李贵妃见到莫离浑身湿透，也不喊着让人带莫离下去换衣服，而是让人先带着莫离上前来。莫小公子，都说你本事非凡，快些看看皇上这是如何了。莫离点头，
擦去脸上的水，走近了些。可人刚刚探过去，却没有在床上看见人。旁边的李贵妃等人也都站了起来。莫离转过身，正要说话，却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莫离来不及说话，直接被打得倒在床上，小腹上一阵剧痛，仿佛五脏六腑都扭在了一起。李贵妃，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莫小公子女扮男装，骗取皇上信任，实则是为了刺杀皇上。皇上信任莫小公子，召莫小公子入宫看病，可莫小公子露出本来面目，试图刺杀皇上。说着，李贵妃抬手，旁边的侍女递上一把短小精致的匕首。本宫心系皇上，为皇上挡了莫小公子一刀。李贵妃拿起匕首，划伤了自己的手臂，顿时鲜血流出。莫离就这么看着，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小腹。他倒是没想到李贵妃会来这么一招。莫离心狠手辣，还将秦府小姐打至重伤昏迷，宫女死伤数人。莫离没有看见秦青，但随着李贵妃说的话，旁边有宫女也拿出了刚才李贵妃的那把匕首，不是自杀就是划伤自己，一个一个仿佛没有知觉，也不知道疼痛。最后匕首又传到了李贵妃手上，李贵妃将那匕首直接扔在了莫离的脚下。莫小公子，你觉得这出戏如何呀？哼！真是为难李贵妃了，为了一个莫离，竟然弄出了如此大的阵仗。只要能杀了你，本宫都是值得的。只是李贵妃就这么确定我莫离今日会因为这件事情死在这里吗？本宫若是不敢肯定，又怎么会让你来宫中一趟？来人，将这乱臣贼子当场斩杀！谁敢？来人，将这乱臣贼子当场斩杀！谁敢？景云被无涯搀扶着从门口走进来，脸色苍白如纸，双眼泛着血丝。说完那句谁敢，便不停地咳嗽。李贵妃怎么也没有料到景云会进宫来，微微眯着眼，语气里略带胁迫的意味。逍遥王现在不该是去边境的路上吗？怎么会出现在宫中？难不成？景云没有理会李贵妃，而是将她当成了空气，径直走向莫离，伸手揉了揉莫离的头顶。我来晚了些。原本是该感动的，可莫离却半点都不感动，而是直接将景云的手扒了下来。你病成这样来干嘛？陪我一起死不成？景云轻笑，将发怒的莫离一把揽入怀中。死？母妃当初为本王定下的娃娃亲还未成亲，怎么就会死了呢？这话说的莫离满头问号，想要抬头问个清楚，景云一个大掌按在他的后脑勺，直接将莫离的脸压在了自己的胸口处。李贵妃一愣，脸色有些僵硬。逍遥王这是什么意思？老王妃定的娃娃亲？自然。阿离是母妃当初为本王定下的娃娃亲，前些日子来投奔，以为本王招惹了姑娘，这才气得没有同本王相认。逍遥王说的这话可有什么证据？莫不是想要救下莫离才这么说的？再者，他今日要刺杀皇上，可都是大家亲眼所见。证据？景云从腰间抽出一块玉佩，又拍了拍莫离的肩头，示意莫离起来。莫离，你玉佩呢？莫离不知道景云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景云今日是不是脑子变糊涂了，突然说什么自己是他的娃娃亲。他就算是再聪明，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景云无奈，低头凑到莫离的耳边。上次我给你的那块玉佩。这个吗？
莫离想起上次在义庄的时候，景云给了自己一块玉佩，说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难不成就是那块？接过莫离的玉佩，景云将2块玉佩交到了乌鸦的手中。给李贵妃看看，这是不是我母妃的东西？玉佩交到李贵妃的面前，李贵妃见了顿时失色，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玉佩确实是老王妃的，还是当初先皇赐给老王妃的。逍遥王，这玉佩莫不是你给他的？再说，就算她是老王妃为你定下的王妃，可她还是要刺杀皇上的人。这般凶狠恶毒的女子，也没有资格成为逍遥王的王妃。李贵妃咄咄逼人，莫离想要还嘴，却又被景云一巴掌按在了胸口。莫离愤愤，要不是知道景云这是在帮自己，他早就打得景云连娘都不认识了。是吗？不如等黄伯伯醒来再说说看，阿离是不是在做定夺？逍遥王，你当真要如此护着一个刺杀皇上的人吗？还是说，逍遥王你一早就知道莫离的意图？贵妃娘娘这话可不要乱说，本王为何要害黄伯伯？今日的事情，本王没有看到，黄伯伯也不在此处。贵妃娘娘是怎么确定阿离要刺杀黄伯伯的？贵妃娘娘这话可不要乱说，本王为何要害黄伯伯？今日的事情，本王没有看到，黄伯伯也不在此处。贵妃娘娘是怎么确定阿离要刺杀黄伯伯的？再说了，黄伯伯是宣阿离进宫来治病的，只是现在还没看到黄伯伯，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要暗害黄伯伯。景云的话逼得李贵妃不敢多说什么。一开始她只觉得做到这样便足够了，不就是杀一个莫离吗？如此大费周章，那便可以天衣无缝。谁知道中途出来一个景云，倒是让他的计划全都乱了。哼，李贵妃，您觉得呢？想来今日也是误会一场。李贵妃讪讪一笑，知道自己今日斗不过景云，只好想办法把这事儿给圆过去。方才确实有人要刺杀皇上，只是那人的穿着和莫想，莫姑娘很像，许是我们看错了，还不让人去追真正的凶手。不知莫姑娘现在能不能去看看皇上啊？毕竟皇上的龙体重要。本王跟着一起去吧。去边境的事情，本王还要问问黄伯伯，是不是真的要本王去那一趟。莫离一身湿衣服跟在景云的身后，悄悄拽了拽景云的衣袖，小声道：哎，为什么不揭穿了他？刚才形势大好，现在揭穿了李贵妃如此大胆的行为，就算是不能扳倒他，也能让他被景灵帝责罚，不是好事吗？景云没有说话，只是示意莫离先不要提起那件事。盛京城的事情，景云比他清楚。既然景云说了先不提，那他就不提了。走到景灵帝的面前，莫离被吓了一跳。这才短短几日，景灵帝怎么一脸将死之状？如何？李贵妃现在又变成了那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眼神里尽是担心的神色。莫离看着他，想起之前他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哼了一声，寻了一个矮凳坐在窗边，伸手把脉。景灵帝的脉象虚浮，莫离若是不仔细探查，几乎都感觉不到他的脉象。这人还要他怎么救？脉象显示就是要死，难不成还要他去跟七爷八爷抢人不成？阿离，你有办法吗？说是没有在生死簿上记上名字，我还有点办法。穆姑娘这是有办法吗？李贵妃惊喜地看着莫离，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一样，这更让莫离觉得恶心了。刚刚那样逼迫他，
不给点教训，是不知道他莫离二字怎么写吗？有的，但是要皇上心尖尖上的人的一碗心头血。哼，莫姑娘，皇上的事情可开不得玩笑啊。贵妃娘娘这可就说笑了，莫离怎么会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呢？皇上如今陷入了五感皆失的状态，若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只怕是回天乏术。有景云在，他面对李贵妃说话就更有底气了。只要皇上不是地府阎王老爷要的人，我的办法就可以让他活过来。当真？自然是真的，我没有骗你的必要嘛，不是吗？莫离一把拿过身边宫女的匕首，捏着刀尖，以刀柄的方向递到李贵妃的面前，很是讽刺。哼，贵妃娘娘如今怀了孩子，放血的时候可要小心这些呢。若是一个不小心伤了胎气，这可就不好了。莫姑娘，若是本宫出了什么事情，莫姑娘也要想清楚了。毕竟本宫的命也不是那么随便的。贵妃娘娘放心，就算是出了事情，皇上醒来之后，此生都不会忘记贵妃娘娘的情谊呢。莫离笑嘻嘻的，露出人畜无害的酒窝，还准备继续说下去，腰间系着的颈带就被身后的景云一拽，示意他先别说话了。景云知道莫离这是在出气，受了委屈不撒出来不是莫离的风格，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除了心头血，还要什么吗？剩下的我有。李贵妃愤恨地带着匕首离开，这心头血可不是那么好取的。趁着这个空档，莫离一把拽住景云的衣领子往外走，选了一个偏僻的角落，瞪了他一眼。为什么不说？这要是说了，李贵妃就完了。李贵妃可从来不是一个人，李贵妃的身后是景印节，景印节的身后是朝中拥立他的一派大臣。若是今日动了李贵妃，景印节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麻烦更多。你怕麻烦，我可不怕。他是冲着我来的，那我还回去。剩下的人想要报复我，那就来啊！我说了，这人要杀我，若是我不杀了他，死的只会是我。景云无奈，李贵妃今日的举动倒是将莫离给刺激到了，将他拥入怀中，大掌轻轻地抚动着莫离的后背，为他顺气。今日我来便是保了你，一个李贵妃不足为惧，我担心的是她身后的人。你不是也怀疑那练鬼的人是李贵妃的人吗？而且你也说了他有蛊，或许你的蛊是他中的。莫离这才反应过来，还那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你不是也怀疑那练鬼的人是李贵妃的人吗？而且你也说了他有蛊，或许你的蛊是他中的。莫离这才反应过来，还那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要是现在把李贵妃弄倒了，线索就全都断了。可你今日出来不是暴露了？早晚的事情，只是提前罢了。景云勾唇轻笑，眼中倒映着莫离的影子。这玉佩你可得收好，想来黄伯伯醒了，还要好好问你一番。你说这是上一条船的玉佩，现在是个什么意思啊？给姑奶奶我说清楚。你当时或许没有听清楚。什么？本王当时给你玉佩的时候说的是，接了这玉佩，我们便是一条床上的人了。景云义正言辞，丝毫不觉得自己用错了量词的事情有多么可笑，正色的让莫离险些不知道要怎么回他那一句脏话。一条船，一张床，这能一样吗？还一条床，真当他是傻子不成？你说个清楚啊！本王年幼的时候经常重病，没上过几天南书房，可能用错词了吧。这玉佩你接了，
就是本王的人了。景云反握住莫离的手，目光融融，看得人直发晕。莫离不知道该怎么躲回去，被他看得心头小鹿乱撞，感觉自己的脸上在发烫，好像要熟了一般。两人之间的气氛逐渐浓烈起来，也不知道李贵妃是怎么取的心头血，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便让人唤莫离过去。景云松开莫离的手，让莫离先行过去。看着莫离的背影，景云的目光逐渐坚定起来。他不想违背自己的内心，这么多年收敛锋芒，为的不就是让自己日后活得更潇洒一些。尽管如莫离说的那般，这世上没有人是单纯的为自己活着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有应该承担的、背负的。景云却想，他背负的事情已然背负，这条路上若是莫离愿意同他一起，不管天涯海角，他都会护他周全。好了，说是皇上真的吉人天相，明天就能够起身了。莫姑娘，本宫的心头血，真的如你所说的，可以救得了皇上吗？为何本宫看着并不是如此？呀，贵妃娘娘这话可就说错了。我这术法呀，独我一家，外人自然是看不出来门道的。见着刚才我那道符了吗？便是用来驱除皇上身上的邪祟的。莫离说话的时候，景云刚好从门口走进来，也不知道是在外面做了什么，竟然磨蹭了这么久。看到我刚才将那紫符丢进碗里的意思了吗？这符咒驱除了邪祟，自然是要想办法化解的嘛。贵妃娘娘的血便是这个作用。李贵妃还想说什么，身边的宫女却暗中扯了扯她的衣服，示意她不要和莫离硬着来。在场的人除了那些不知情的宫人，其他人都心知肚明，莫离就是在报刚才的仇。事情办完了，那我也该走了。莫离擦了擦手，双手背在身后，朝着景云走去。李贵妃现在也受了重伤，景凝地躺在床上，皇宫里也没有人敢拦着莫离和景云，两人就这么肩并肩地走出了皇宫。李贵妃气得咬牙切齿，她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机会，却被景云给毁了。娘娘莫气，那碍事的贱丫头一日不死，本宫如何心安？要不是那贱丫头，景云那小子早就该毒死了。娘娘这就错了，若不是那莫离，咱们会知道这么多年逍遥王可是半点都不逍遥啊。那丫头确实厉害，娘娘的传音蛊也都被她破了，日后我们想要再打探她的消息，只怕是不行了。话是这么说不错，可那贱丫头究竟是什么来历？难不成真是老王妃的人？那女人死了这么多年，还不消停吗？是不是老王妃的人，怕是只有逍遥王自己心里清楚。今日咱们已经出了手，丧失了先机，日后想要对付逍遥王和莫离，只怕是要从长计议了。回燕王府的路上，莫离双手环抱在胸前。你这说完以后别人怎么看我呀？莫离后知后觉，娃娃亲这事儿一旦坐实，怕是所有人都会当真。今日我若是不去，你只怕是要血溅乾元殿了。他还真敢在皇宫里杀了我？若是他不敢，就不会有今日的事情了。今日救你，只怕是燕王府日后不能太平了。景云这么一说，莫离才反应过来，今天的景云可是在李贵妃面前硬气了一回，就算是没有暴露出实力，却也引起了李贵妃那些人的注意。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啊。说好了一起的，你若是出事了，我这身子该如何？景云看出来莫离现在对于他好似还有什么抵触，只得暂时放下来自己那点心思，要是惹来了莫离的反感，可就不好了。
切，祸害1000年，你死不了。莫离翻了一个白眼，唇角却忍不住的勾起来。燕王府门口站着一个小丫头，不停的张望，见到景云的马车靠近，二话不说就冲到了马车前头，险些将驾着马车的无涯给吓了一跳。何人敢在燕王府门口闹事？奴婢是秦府的，我家二小姐前些日子可有来找过燕小王爷。坐在马车里的莫离和景云一听，两人互换了一个眼神。秦家人应该还不知道秦音已经死了的消息，只是也说不准，现在不能露了马脚。大半个月前，秦二小姐确实有来找过本王，但本王那日恰好要离开盛京，便匆匆见了一面。出什么事了吗？可我家小姐那日回来了之后就出去了，说是去。你家小姐不见了，关我家王爷什么事儿啊？难不成你那小姐来寻我们了不成？秦二小姐毕竟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追着我家王爷的事情，总不可能做得出来吧？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哼，你家小姐是秦府的小姐，又不是我燕王府的人，来燕王府打探什么消息啊？丢了人你不报官，难不成还想赖上我们燕王府？不是的，奴婢。那小丫头许是承受不住这样的罪名，被莫离一下直接晕了过去。景云坐在马车里，脸上露出喜色。莫离张口闭口我家王爷，这话听着还真是顺心，仿佛空气都舒畅了不少。王爷，人晕了。让人丢回秦府去。想来秦音是没告诉秦家人燕王府日后与秦家断交的消息，顺便一起说了吧。无涯点头。哎呀，这断交的理由没有理由。两人刚进燕王府，莫离脚步一顿，原本还带着喜色的表情瞬间收敛了，拉着景云猛地后退，脸色有些不对。景云也察觉到了府中氛围不对，仿佛带着杀气，只不过那杀气不是冲着他和莫离来的。怎么了？荆州的小朋友来了。莫离和景云站在院子门口，就看见一人一鬼一半妖缠斗在一起。李忠刚入鬼道，鬼气不足，蓝扶桑虽是半妖，却从来没有修炼过。苏浅萌是修道，却只是个半吊子，他们打的倒是不相上下，看起来很是激烈。公子啊！蓝扶桑余光也向了站在门口的莫离，一个激动，险些被苏浅萌打伤，落在地上；一个翻滚到了莫离的身边，笑嘻嘻地看着莫离。公子，你可算是回来了。见到莫离，苏浅萌也收了手，气喘吁吁地站在院子里，表情很急切。你来这里做什么？莫小公子，我赶过来是有事情同你说的。我师姐你还记得吗？你师姐该不会还要来跟我斗一场？莫小公子，我知道我师姐很过分，但是她提起玲玲，苏浅萌都不知道要怎么给她求情了。玲玲现在怕是疯了，不肯回师门。他带着玲玲回去疗伤的时候，玲玲直接跑了，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要来找莫离报仇。苏浅萌担心莫离，打听到莫离和景云离开的方向，便一路追了上来。幸好赶在玲玲之前找到了莫离和景云。你师姐这人不行，你少跟她混在一起。我也知道师姐的性子不好，可她是我师姐。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你师姐要是知道你来给我通风报信，只怕又要迁怒你。你快些走吧，我自己会注意的。一个玲玲，莫离还不会放在心上。
小王爷，你也要小心。说这话的时候，苏浅萌脸还红了红，满脸羞愧，低着头都不敢看景云的眼睛。莫离没想那么多，见苏浅萌走了，瞪了景云一眼。招蜂引蝶。夜里，莫离和一躺在床上，这几日的事情太多，冲击着他的脑袋，都有些消化不了。拿走玉佩的那个叫风烟的女人，还有宫里的李贵妃，突然冒出来的林玲和苏浅萌。窗子被人悄悄打开，莫离也没有发觉，等到察觉到的时候，却见到一身黑衣的北堂站在自己床边。北堂双手背在身后，一直看着莫离，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来了？上次没受伤吧？毕竟有上次的救命之恩，莫离对北堂已经放下了戒心，语气也柔和了不少。北堂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最后看到莫离都有些不适应了，皱眉道：“你傻了不成？”本尊不傻。北堂的声音好像更沙哑了一些。窗外的风吹过，莫离隐约闻到了一丝血腥味。你受伤了？莫离连忙起身，伸手抓住北堂的胳膊，却碰到了一手温热，吓得他连忙缩回手。烛光下，莫离的手掌被鲜血染红，北堂一身黑衣，莫离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地方受了伤。怎么回事啊？莫离小心翼翼地扶着北堂坐下，举着烛台查看他的伤口。今日不痛快，去杀了些人。杀人？你这是去杀人呢，还是被人杀啊？有什么天大的不痛快，还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哼，自然是有天大的不痛快。莫离寻了半天，也就在北堂的胳膊和肩头发现2处伤。确定之后，就拿出自己的背包，寻了半天找出一罐子药粉。莫离正要拉开北堂的衣服，腰间一紧，却是被他紧紧地抱在了怀中。你又占我便宜！莫离极力地想要挣脱，北堂却闷闷地道：“本尊受伤了。”无奈，他只好停下，感觉到北堂的头靠在自己的腰间。莫离的手中拿着药粉，懒得搭理他，抬起手臂，一点一点地把药粉撒在了肩上的那处伤口上。若是有人骗了你，你当如何？骗我？那要看是怎么骗的了。不小心呢，或者不是甘愿的。今夜的北堂看起来很是奇怪。莫离只当是伤糊涂了，没有想那么多。你今日话可真多。哎，这药你自己拿着上吧。你给了我还魂丹，这药粉虽然不值钱，也当是我给你还魂丹的利息。你倒是同本尊分得清楚。那些药丸以水服下，1日3颗，早午晚各1颗。我这个人呢，不喜欢和别人纠缠太多，尤其是欠别人的情分。那这王府里的小王爷呢？你就没有分得这么清楚过？这话问住了莫离，甚至让莫离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几次3番的救他，他是凭什么？你今日是疯了不成？来我这里发什么疯啊？对，本尊就是疯了。北堂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路过莫离身边的时候，看也不看他的脸，好像不认识他一样。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上药，顺着北堂的手套落了下来，滴在地面上，一滴一滴的溅开，带着点点血腥味。莫离没有追上去，他能做的都做了，能力有限，北堂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他，这个结果最好。明月高悬，北堂足尖轻点，使着轻功从莫离的院子离开，速度快的只能看到一抹残影。北堂从烟雨楼里寻了一壶梨花醉，一个翻身到了烟雨楼的楼顶。
楼下莺莺燕燕，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明明热闹的很，北堂却觉得很寂寞。一把扔了戴在手中的皮手套，露出一双骨节分明的手。脸上的银面具染上月光，凄清寒冷。阿离，我若当真骗了你，你会生气吗？phủ上面具缓缓摘下，露出一张月华无双的容颜，眉间那一点朱砂，妖冶似血，薄唇冰冷绝情，那双桃花眼里却是含着融融深情。他今夜是真的气急了，换上黑袍，背着所有人前去皇宫，将今天拿着长枪对准莫离的那些人都杀了。白天的时候，要是他晚了一步，莫离是不是真的会在乾元殿受伤？当他听到李贵妃早在乾元殿设下埋伏，什么计划，什么蛰伏，什么冷静，他全都抛在了脑后。从燕王府到皇宫的那一段路，他心中便只有莫离，不能有事，不能受伤，就连委屈也不能受。景云不能帮他出气，那就以北堂的身份去。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受了伤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莫离那儿，想要一点点的温柔，一点点的温情。仰头饮下梨花醉，景云不由得苦笑。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原本以为景云这个身份可以让莫离留在他身边，而北堂这个身份可以让莫离不受委屈。可现在看来，哪一个都不是完整的他，都不配留在莫离的身边。我是该吃自己的醋，还是该骂自己太蠢？我是该吃自己的醋，还是该骂自己太蠢？一壶梨花醉醉人，对月饮酒惆怅不已。抬手从腰间取出莫离给他的那几颗药，却怎么也舍不得吃。这算是莫离第一次给北堂的东西吧。如今景云只想着要如何向莫离坦白，又不至于惹来莫离的反感。思来想去，怎么也得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枉他总是觉得自己聪明，将那些人都玩弄于股掌，却不想也将自己给搭了进去。莫离不知道北堂便是景云，还想着今日会不会对北堂着实凶了些，毕竟自己的命也是北堂救的。他不想招惹什么，尤其是在这个还不能确定自己心意的时候。一夜无眠，脑袋里时而是景云和自己在荆州的时候度过的那短短几日，阴雨绵绵的荆州，还有线香青烟后那一双水溶溶的桃花眼。时而又是北堂的那一身黑衣，为他制住老鬼和今夜落在地上每一滴鲜血散发出来的血腥味。次日一早，莫离顶着2个厚重的黑眼圈起身，开门的时候便看见蓝扶桑在院子里借着晨光休息吐纳，提高自己体内的妖力。公子昨夜没有睡好吗？倒也不是没睡好，是压根儿就没睡。这可如何是好啊？方才无涯侍卫传来话，今日还有公子进宫一趟。景云呢？他去不去啊？小王爷昨夜好像又犯病了，今日无涯侍卫来的时候说，若是小公子不愿意等，可以先去找他，他会带着你去宫里的。犯病？莫离大惊，难不成是蛊毒又发作了？不等蓝扶桑再说话，莫离也顾不得自己有没有洗漱，朝着景云的院子快步走去。院子里，莫离可以闻到淡淡的血腥味。推开门，景云一身中衣躺在旁边的软榻上，脸色苍白的好像有些透明了，纤长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眉间那一点朱砂也显得有些暗淡。你来了。
莫离见他这样，再多的气也没了。他走上前，把手指搭在景云的手腕上。我不来，你要是死了，我找谁要钱呢？工钱还没给我呢。莫离说的是上次景云在宫宴上说请莫离不便宜的事情。景云淡淡一笑，睁开眼，好似有千言万语藏在其中，最后就只化作一句：也对，欠谁的也不敢欠了莫小公子。莫离抬手，一指点在景云的额间，算你识相。随后仔细地把脉起来。景云的脉象对照他这个身子骨是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只是莫离从他的脉象里感觉到一股气消不去散不掉。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倒也没什么，就是有些事想不通，谁知会这样。昨夜不是蛊饭了？真不是。景云无奈，心中却甜丝丝的。他谁也不怕，谁也不退避，唯独莫离。我再歇歇就好，待会儿进宫去。景云撑着身子起来，背后垫着一个软枕，也不会太累。莫离一屁股坐在景云的身边，见他气色不好，手指一点落在他的眉心，轻轻揉动。怎么，关心你的黄伯伯？你昨日当着李贵妃的面说，你的符也许可以让景宁帝醒来。如果今日景宁帝不醒，李贵妃会如何？哼，杀了我。不过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动皇上的，毕竟现在要是让皇上死了，他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就都白费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去看看，若是景宁帝醒了，李贵妃又要怎么演了。莫离起身，先离开了景云的房间，等景云换好衣服后，再一同进宫。只是转身的一刹那，莫离脸上的笑收敛了起来，目光沉沉，不知是因为什么。今日他倒是在景云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若是最后证明了他的猜测是真的，他定然不会就这么算了。莫离坐在景云门口的台阶上。不对，原来不都是男的等女的吗？那怎么到我这儿反倒变成我等他了呀？正来劲吐槽着，莫离一双眼睛四处滴溜，他看得正欢快，目光倏地好像看见了一个穿着粉衣的女子。浣纱，小公子，你不是浣纱。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人虽然有影子，但两只脚却是漂浮在空中的，那双眼睛阴狠，却稍稍有些空洞，像是故意制造出来的狠戾。傀儡术。莫离皱眉，傀儡术之前也有见到浣纱用过，只是浣纱的傀儡术太低级，只能够操纵纸人。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小公子好眼力。好说，不知道阁下究竟是谁啊？莫离说话的时候，里面的景云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连忙换好了衣服开门出来，见到浣纱也被吓了一跳。莫离在去荆州的路上就同他讲过浣纱的事，他也没有想到这小丫头会是别人安插进来的。我是谁，小公子不必知道，只是小公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我的路，不知道小公子是何意。哼，何意？我们不过是想要在圣清城中立足，小公子已然是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为何还要害得我们混不下去？你是说恋鬼的事情，还是烟雨楼？大家都是修道之人，我等也不想同小公子对着干，不如小公子就此收手，我等保证绝不会做对小公子有害的事情。不必，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今日虽然不知道你到我的面前来说了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你也要听清楚了。这燕王府，小爷我是照定了。莫离说着，手中的黄符朝着浣纱打去，黄符落在浣纱的额头，竟然燃起白烟。那身粉色的丫鬟衣裳瞬间落在地上，里面的人倒是不见了。莫离走上前，捡起那张黄符，在黄符的背后还粘着一个小小的剪纸人。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啊？障眼法。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啊？障眼法。似乎是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哦，想要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李贵妃的身上移开，去找这个背后会傀儡术的人。被这么一闹，莫离和景云是彻底的耽误了最好的进攻时间。等他们到的时候，乾元殿里一片欢声，尤其是李贵妃都隐隐的听到了哭泣的声音。皇上，您没事了，您没事就好了。哎，爱妃莫哭，哭坏了身子，朕可就要心疼了呀。皇上，只要你没事就好。站在一旁的景印杰见到莫离和景云进来，脸上立即露出了憨笑，朝着景灵帝道：父皇，这次不仅有李贵妃一心为父皇，甚至剜了心口为父皇弄来心口血，还有莫小公子，啊不对，是莫姑娘。老三说的可是真的？确实如此。好大的胆子！莫离，你女扮男装究竟是为何？朕还封了你为圣经鬼使，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呀！皇上，莫离从未承认过自己是男子啊，也从未说过自己是男子，不是吗？还敢狡辩！皇上，莫离从未狡辩，况且鬼使之职，莫离从未主动提起，都是皇上封的。皇恩浩荡，莫离自然是不敢推辞。况且，原本莫离以为大家都知道我女子的身份的。黄伯伯，这件事说起来，到底是怪本王的。不知道黄伯伯还记不记得这对玉佩？景明帝见到那玉佩，眼神微动，下意识地移开目光。这不是你母妃的玉佩，怎么回事啊？黄伯伯可还记得母妃拿着这玉佩说过的话？阿云，你这意思？阿离乃是当年母妃为本王定下的娃娃亲。为何莫离之前不说呢？阿离他刚来的时候，原以为本王是个不规矩的，便没有告知身份。说完，景云还一把拉住莫离的手，强迫着莫离与他十指相扣。黄伯伯，是本王同阿离有些问题没尽快解决，这才误了事。你说这玉佩是你母妃给他的？景宁帝眯着眼，毕竟身居高位多年，要是景云这点小把戏就可以糊弄他的话，那他还当什么大景的皇帝？莫离啊，你认得燕老王妃？不认得。景宁帝哼了一声，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那这玉佩是怎么回事啊？莫离倏地一笑，两人相互牵着的手被景云宽大的衣袖挡住。莫离偷偷地用指甲狠狠地扣着景云的手心。要不是他说出什么娃娃亲的事情，还需要这么麻烦吗？景云任由莫离掐着，表情依旧是那般，仿佛感觉不到莫离做的小动作。玉佩是我遇见了一个人，硬要塞给我的，说这玉佩是一对，拿着另外一半的那个人就要娶我。嘿，我不就是救了一个人吗？要是知道会这样的话，我就不救了，平白搭上我的姻缘吗？景宁帝摆手，示意李公公将那对玉佩还给景云。
目光落在景云和莫离身上打转，忽然就哈哈大笑起来。皇上这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吗？自然是的。燕老王爷战死沙场，老王妃后来也是郁郁而终，只留下了一个阿云。朕总是想着，朕若是有生之年不能为阿云将婚姻大事给定下来，日后离开了，如何去见皇帝呀？没想到阿云的婚姻大事儿，老王妃呀，早就为阿云给准备好了。哈哈。皇上的意思莫不是？李贵妃也是露出喜色，心中暗道：景宁帝这招可当真是高明。不如让钦天监选个好日子，让阿云和莫姑娘完婚，也好成全了老王妃的一片心意啊。景宁帝一边说着一边点头，仿佛很满意自己的这个决定。莫离听了眉头一皱，他答应是为了不给景云添麻烦，现在还真的要将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不成？皇上有所不知啊，莫离当年跟着师父修习术法，师父说了，未满20不得成婚。如今莫离不过18。还没说完，景宁帝已经是极度不满。莫离和景云这是将他当作3岁小孩戏耍不成？一个欺君之罪，还要用一个又一个的谎来圆。朕意已决，休得再说了。皇上大病初愈，还需休息，诸位请先离开吧。莫离脸色不悦，也知道景宁帝是铁了心要让他和景云成亲了，气得话也不说，任由景云拉着离开了乾元殿。你瞧瞧你做的好事，净耍小聪明。这下可好，姑奶奶难不成真的要嫁给你了？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件事是假的，以你的脾气一定会有所动作，而且必定是大动作。景云并不是夏莫离，这确实是景宁帝心中所想。我的脾气啊，我才和他见了几面，他就知道我的脾气啊。他是皇帝，要查你一个，还不是简单的事情。景云依旧没有松开莫离的手，他如今不能将北堂的身份告诉莫离，只盼着莫离在他坦白之前不知道。北堂这个身份牵扯的事情太多，现在让莫离知道，只怕会让他觉得麻烦，反而离自己更远了。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一个普通人就随便他摆弄了不成？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景云无奈，莫离现在就是个爆竹，一点就炸，好像说什么都不会让他满意。两人正说着，莫离也气得忘记了自己还和景云拉着手，眼看着就要到宫门口，迎面见到好像等了他们许久的景印兰。堂哥，我有些事情想要同莫姑娘说，不知道。我去外面等你。说完话，这才松开了莫离的手。莫离也是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和景云竟然牵着手走了一路，他还半点都不自知，脸颊微红，有些慌张，还有些羞涩。正好背对着的景云没有看到这个样子的莫离，反倒是让景印兰看了个清楚。见到莫离这个反应，景印兰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好像什么都注意不到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明明先靠近莫离的是他，为什么反倒是让景云捷足先登了？我可以叫你阿离吗？我这人吧，也不是很习惯大家都这样叫我，我这名字呢也不绕口，喊全名就好了。我只是莫离，你
当真要嫁给堂哥吗？不管真的假的，都是要嫁。你能违背皇上的旨意？你看吧，你也不能嘛。既然你也不能，那就不要再来问我这个问题了。至于其他的，我现在就没有想过。那日你舍命救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们始终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不然你之前为什么要疏远我？你从未跟我说过你是女子。或许从一开始，你说要同我结交朋友，你心里其实还是将我和景云区别开了的。在你心里，我怎么样也比不得景云。莫离没有回答，就这么听着景印兰说。莫离，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对不对？对啊，我心中确实早就有了答案。但是你仔细想想，今日的结果是我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吗？面对这样的景印兰，莫离实在是没有任何话好说。想到景云还在宫门口等着自己，抬脚想要离开，却在路过景印兰身边的时候被他拉住了手臂。莫离，若是我现在道歉，你……不可能，时间不能倒流，我也从来不会推翻自己上一秒说过的话。莫离挣开了景印兰的手，浑身都带着气。什么东西，疏远是他决定，靠近又是他决定。现在要他在景云和他之中选一个，还是他设下的题目，凭什么？景云见到莫离怒气冲冲的出来，没有太多的惊愕，好像这一切他早就有所预料。与我那堂弟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他这人呢，心思不太纯良，不喜欢。你怎知他心思不纯良？这盛京城都说，七皇子景英兰他是整个皇城里最干净的人了。景云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他可是特地让人去查了，才知道景英兰这些年都在暗中布置，还打着他的幌子做了不少事情。而莫离却只是接触了一番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厉害。他眼神里都透着利益，藏得很深。只是今天我不准他叫我阿离的时候，不小心露出来了一些，恰好被我看了个正着。你倒是看得仔细。那是啊。莫离得意地笑着，他没有这点看人的本事，那怎么混到现在呢？那你看看我，能看到什么？莫离坐直了身子，原本得意的表情也都收了起来，让自己与景云对视。这样赤裸打量的目光，看得景云有些不自在。景云突然害怕起来，要是莫离真的从自己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他又要怎么说呢？你慌什么？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不敢让人知道？你这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心思藏得太深了，和那景印兰差不多。景云讪讪一笑，漂亮的桃花眼里第一次闪过狼狈。他还真是挖了个坑给自己跳了，也不知道莫离是不是真的没有看出来。对此，景云的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燕王府内，呀，这不是秦小姐吗？啊，怎么今日没有去宫里吗？李贵妃受了伤不需要你去陪着？莫姑娘这么说，想来还是气我昨日对于李贵妃的事情没有提醒你，对吗？我也不过是一介臣女，父亲也已经战死沙场，李贵妃的事情就算是我知道，也不敢去做什么，还望莫姑娘海涵。说着，秦青就要跪下去，跪到一半的时候，下意识地抬头看着莫离和景云，这两人没有一个想要伸手去扶他的，青青也只好咬着牙，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秦姑娘这么做是应该的，毕竟我昨日险些就把命丢在那里了，不如再跪上一阵子，
不然我还真不好就这么海涵了。好，只要莫姑娘可以顺心，我跪着便跪着。只要莫姑娘愿意原谅我，怎么都可以。只是今日来燕王府，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舍妹前些日子来过燕王府之后便失踪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舍妹在外的时候得罪了小王爷，为何小王爷要同秦家撇开关系啊？景云一听到他提起秦音，就想到那夜莫离被他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秦音倒也没得罪，只是惊扰了我母妃的宅子。舍妹的事情我在这向小王爷道歉了，只是小王爷可知道舍妹的下落？不知道。如今找人都要来本王的燕王府，当这燕王府是什么地方了？秦青被这么一喝，身子一缩，被景云给吓着了。小王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犹豫再三，轻轻抬起头，姣好的五官都带着一种悲情。秦云哥哥，小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呀。秦大小姐这是要打感情牌了？说了不知道秦音的下落，就是不知道。见景云迟迟未回，秦青还以为自己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云怀念起来，说不定他还是有机会的。本王小时候，当年不过是几面之缘，倒是让秦大小姐记挂这么多年，为难了。景云手指敲打着椅子上的扶手，对于莫离让秦青跪下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异议。与李贵妃勾结到一起，本来就让他对秦家没了好感，现在又和秦音一般死缠烂打，真是惹人恶心。秦青顿时脸色煞白，微微张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眼下他是真的确定了，燕王府是铁了心的要和秦家断绝任何关系。原来是这样啊！秦大小姐与小王爷的关系倒是与我之前所想的不太一样啊。自是不一样的。当年与父王关系好的是秦将军，和秦家倒是没什么关系。轻轻捏着衣裙，指节泛白。他今日来燕王府，原本是想博得景云的同情，他好趁着莫离还没有在景云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将他赶出去。现在看来，自己还是来得晚了。若是秦大小姐觉得跪得够了，那就起来吧。这几日我也累着了，就不陪你了。景云见莫离要走，也不愿意和秦青再说下去，冷冷瞥了一眼秦青，就跟着莫离离开了。离开的莫离和景云没有回院子里休息，而是寻了一个花厅坐下，看着廊前池水中嬉戏的锦鲤，莫离抓着鱼食往池中丢去。夕阳之下，莫离被笼罩在金红色的光里。景云站在他身侧，转头看去，还能看见他脸上淡淡的细小绒毛，俏丽的鼻子上还沁着细密的小汗珠，那双眼睛看着下面的锦鲤，笑得弯成了月牙儿。今天那么对付你的小青梅，心里没有不舒服？什么小青梅？她与我不过是母妃还在的时候见过一两次，母妃去世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哟，那燕小王爷可厉害着了呢，这么一两次就让人家姐妹两个都丢了一颗心。景云神色亮起，勾唇笑着。阿离是醋了？你做梦吧你！我会吃你的醋，放屁！莫离也不知是怎么，心口跳得厉害，不敢再和景云直视，拍了拍手中不存在的鱼食，慌张道：也不知道蓝扶桑修炼的怎么样了，我得回去看看，可别走火入魔了。见莫离仓皇离开的背影，景云没有忍住笑了起来。现下两人心里对于对方的情绪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只是
还差捅破一层窗户纸。景云不会让莫离来做这样的事情，他是男人，这件事情该是他做。只是北堂这件事情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景云不想带着隐瞒去和莫离在一起，若是真的可以在一起，那时的他们定然是坦坦荡荡，无愧于心的。自打秦青来了燕王府，一连数日，燕王府都再也没有人来打扰。就连说过要给莫离和景云赐婚的景灵帝，好像也忘记了这件事情，再也没人提起来过。莫离和景云也乐得自在，两人在府中，一个悄咪咪地算着季家送来的账本，一个悄咪咪地教李忠和蓝扶桑修炼之道，顺便画几张符拿出去卖。莫小公子其实是女子的这个事情，在盛京城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最多也就是有人恍然大悟，难怪莫小公子长得那般俊俏，原来是个女的。这日，莫离端着自己嘴馋去后厨捣鼓半天弄出来的冰镇果汁去找景云，正好撞见了也来找景云的景印兰。两个人这次见面，莫离反倒是有些尴尬，而景印兰只是稍稍点头示意，没有别的反应。安离，你又弄来了些什么？一点果汁，你身子不好，最多1杯。正好七皇子来了，倒是可以帮着一起解决。这是什么？我自己压出来的杨梅汁，味道还不错，你尝尝。今日你来找本王，有何事？过些日子便是父皇的寿辰，西岳的太子也会前来。父儿让我过来同堂哥说一声，届时要堂哥你去接待西岳太子。要本王去？自然不止堂哥你一人，还有我也会一同前去。本王知道了，若是没什么事情，你自便吧。景印兰知道自己再留下也是自讨没趣，点点头，为难地看向莫离，指着桌上剩下的半杯杨梅汁。这杨梅汁我很喜欢，这些我能不能带走？这杨梅汁我很喜欢，这些我能不能带走？莫离一愣，他刚刚听着他们说什么西岳太子的事情，突然听到景印兰说要杨梅汁，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不行吗？既然喜欢，就都拿去吧。景印兰走后也没了杨梅汁，莫离觉得无聊，便准备离开了。方才那杨梅汁我才喝了1杯，你一壶都给他了。景云翻看手中的书，说话的时候也没有看向莫离，只是语气里透着些许的不高兴。呀，你不会是吃醋了吧？莫离还记得前些日子在锦里湖前，景云打趣自己的话，见到时机连忙怼了回去。景云放下书，一脸认真地看着莫离。我确实是吃醋了。话音一落，整个的气氛都尴尬了起来。莫离讪讪一笑，他就是想要看看景云尴尬的样子，却不想最后尴尬的是自己。那你慢慢吃醋吧。红着一张脸，莫离悻悻然地从景云的房中离开。认识景云这么久，他就没有从嘴皮子上赢过景云一次。这几日和景云的相处，莫离好像愈发的习惯了景云在身边的状态。隔1、2天不见到景云，他反而觉得有些不适应。莫离走后，景云又将手中的书拿了起来，推开面前的一堆书和藏在其中的账本，放在桌子最下面的赫然是一副刚刚晾干的丹青，纸上画着的便是手持驱魔剑，眉宇英气的莫离。每一笔都栩栩如生，仿佛莫离落在了纸上，眼神里都透着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景云的手指抚过丹青，在房中笑了起来，让人看着如沐春风，就连那苍白的脸颊都显得红润了几分，看起来也更有精神了。王爷，前些日子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七皇子确实在暗中组织势力，只是以七皇子的能力，那些组织微小得很。不过查七皇子的时候，属下发现了另外一伙势力。这是属下派人查七皇子的时候，在七皇子的一名亲信房中搜到的。七皇子似乎不知道那伙势力，而那伙势力好像总在暗中帮着七皇子成事。暗中帮忙？景云打量着面前那张纸，上面的符号很奇怪，像是一条蛇，却有角，蛇身盘成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却在中间被一把斧子拦腰斩断了似的。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无涯正准备退下，景云又道：你这几日好似对阿离颇为不满。无涯低着头，第一次没有回答景云的话。如果是因为秦家姐妹的事情，你不如怪本王。属下不敢。无涯感觉到了景云的怒意，单膝跪下。莫姑娘是王爷的恩人，属下不敢如此。恩人？无涯，你可知道本王为什么要让你杀秦音？景云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凉到骨子里。饶是无涯这7尺男儿，也被这样的寒气下意识地紧绷了全身的神经。是属下办事不力，险些害得莫姑娘遇险。一直以来，你都在本王的身边。本王虽然对你说不上推心置腹，可也从未将你当作属下看待，也从未亏待过你。你有没有想过，那日秦音恨的除了阿离，是否还有本王？你没有想过，你也从未将自己当成过下属，口口声声的喊着王爷和自称属下，你可又真的承认过这个身份？属下知错。至于秦青，那日宫中的事情你会不知道？秦家若是个好的，又怎么会和李贵妃纠缠在一起？你自己下去想想清楚。如果非要因为秦家针对谁的话，不如将本王也一起算进去好了。无涯没有应声，听到景云要他下去，便起身离开。景云看着无涯的背影，眼中闪过一道思索。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无涯机会了。如果无涯还是忠于大景，忠于他口中的燕王府，而不是他景云这个人的话，放他离开也罢，将他留在燕王府里，继续当他想象中的侍卫也好，太多的事情就不会再让无涯去做了。离西岳太子来访大景还有1日的时间，景宁帝突然颁了一道圣旨去燕王府。莫姑娘，这可是国之大体的事情，还望莫姑娘好好重视才行。这是皇上为莫姑娘准备的衣服，希望莫姑娘好生对待啊。莫离接过箱子和圣旨，沉甸甸的，也不知道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看着不大，沉的可厉害。见李公公离开，莫离看向景云，迎接别国太子的事情就让我做什么？我也觉得奇怪，这几次景宁帝做的事情，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景宁帝拿这样的事情想要来羞辱我，他该不会是病傻了吧？景云却摇头，他这几天还想了另外一件事情。你不觉得最近景英兰的事情变得多起来了吗？比起景印节的事情，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却是给了景英兰很多露面的机会，而且还都不会让人觉得是他的意思，全都会推给李贵妃。你不觉得最近景英兰的事情变得多起来了吗？比起景印节的事情，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却是给了景英兰很多露面的机会，而且还都不会让人觉得是他的意思，全都会推给李贵妃。所有人都知道李贵妃针对景英兰，
你的意思是景宁帝其实是在重用景逸兰，所以景宁帝其实是明面上让人觉得自己对景逸兰丝毫不关注，也不管他的死活，好让一些人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景逸兰的身上。景云点头，如果他和莫离都没有分析错的话，前些日子查到的那个神秘的势力，兴许就是景宁帝的。厉害厉害！你说景逸兰知道吗？景逸兰还不知道这些，要是知道的话，他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让景逸兰去接待西岳太子，是为了让他在西岳太子面前露面。我呢？莫离打开箱子，里面竟然放着沉甸甸的一堆首饰和衣服。我如果不穿不戴这些，景宁帝会说我什么吗？说你大逆不道，不守规矩。他会杀了我吗？不会。好，那我就不穿嘛，到时候可就要仰仗小王爷了。就算是莫离不说，景云也不会让莫离穿着这一身华丽的女装去迎接西岳太子的。西岳的这位太子叫楚晨星，就算是在大景，那也是极为有名的。楚晨星自幼便熟读四书五经，聪慧过人，甚至还被修道的高人看上，带去修习了1年的道术。加上容貌姣好，貌比潘安，在西岳也被许多姑娘视为心上人。离景宁帝的寿辰还有些日子，加上景宁帝的身体刚刚痊愈，按照景宁帝的意思，就先将西岳的人安排在盛京城的驿馆中住下。马车停了下来，率先从马车上下来的是那个身穿红衣的姑娘。姑娘蹦着跳着下来，一落地就将目光放在了莫离的身上。真真，休得乱跑！红衣小姑娘刚准备去找莫离，马车里还未出来的楚晨星便发出了低喝。马车的车帘被掀开，楚晨星一身紫衣走了出来，头戴着紫金冠，腰间系着玉带，眉目如画，那双眼睛更是如他名字一般，犹如天上繁星。薄唇微微抿起，站在马车车辕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太子师兄，我就是想去看看那莫姐姐。你也说这位莫姐姐厉害，我这次来盛京城也是想看看她到底多厉害。本宫这师妹呀，性子跳脱，见谅。这位姑娘天真可爱，说话单纯了些，无伤大雅。景云笑眯眯的，这西岳太子出来拜访别国，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师妹。正如莫离所说，有趣。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红衣小姑娘便是楚晨星那位修道高人师傅的女儿，毛真真。楚晨星此行看来不仅仅是为了给景宁帝祝寿这么简单。我师兄是和莫姐姐说的，又没跟你说话，长得好看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快死的病秧子。莫离听了这话，表情顿时怒了。病秧子又如何？鬼差要来勾他的魂，还要先问问我愿不愿意呢？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他活得长不长久了？病秧子又如何？鬼差要来勾他的魂，还要先问问我愿不愿意呢？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他活得长不长久了？莫离的眼神中透着怒意，看多了恶鬼，眼神有的时候比起恶鬼还要吓人。毛真真从小被保护惯了，哪里见过这样的，吓得连连后退，要不是身后有楚晨星在，恐怕倒摔到地上了。莫姑娘果真是有本事，有莫姑娘在，逍遥王自然是性命无忧。楚晨星朝着莫离和景云拱手，一点太子的架子也没有。莫离还没有准备原谅毛真真的无礼，一直跟在楚晨星后面的马车里，竟然也走出来了2个人，其中一个莫离还是认识的。林玲站在楚天华的身边，
比起在荆州的时候要富贵不少，面色红润，加上原本就是个美人儿，倒是好看了不少。哟，莫姑娘，好久不见呢。玲玲要是早知道莫离是个女的，她在荆州的时候就算是死也要弄死莫离。原以为是个男的，倒也不会对她产生什么阻碍，现在可就不好说了。至于景云，他看上了就得是他的。莫离看了玲玲一眼，没有搭理他，继而转头对楚晨星说话，气得玲玲想要骂人，却被身边的楚天华给拦住了。哼，你们西岳就是这样的吗？刚一见面就要咒人死啊，也是让我这粗鄙山民长了见识了。楚晨星这次反倒是没有回莫离的话，而是看向景云。逍遥王也这么觉得吗？如太子所说，有阿离在，本王的性命定然无忧。只是怒的是阿离，平日里本王都舍不得惹他动怒，今日这位小姑娘的事情，本王插不上话。景云微微扬着下巴，纵然他武功比莫离高，可是看着莫离为他出头出气的样子，心中也是美滋滋的。楚晨星眼中带着欣赏，眼前这位容貌上佳，让女人都嫉妒的病秧子逍遥王，倒是和传闻中有些不一样。真真，师兄，还不给逍遥王赔罪？平日里你顽皮便也罢了，今日却不行。既然说了那样的话，你便要想办法补偿。逍遥王莫姐姐，是我错了。何必闹得如此不愉快？驿馆已经打点得当，太子一路舟车劳顿，不如今日先行休息，明日我们再给各位安排盛京之行。景印兰见众人都僵持着，上来打了个圆场。毕竟有关大景颜面，景云也恢复了脸上的笑意，让人帮着西岳的人一起把楚晨星他们的东西搬了进去。皇爷还记得我吗？之前在荆州的时候曾经见过。是吗？不记得。王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荆州的时候我不懂事，还同莫姑娘动过手，只是莫姑娘身手高强，我也不是对手，幸好也没有伤到莫姑娘，不然今日见面可就……林玲话还没有说完，旁边看着的莫离站不住了。哼，怎么还没走啊？反倒是追来了盛京城。莫姑娘，我知道之前多有得罪，既然刚才毛姑娘道了歉，那我也向你道歉，望你不计前嫌。既然西岳的人都已经安置好了，我和景云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便先离开了。有什么需求的话，大可以找七皇子。说完，莫离当着连玲的面故意拉起景云的手，朝着驿馆外走去。两人刚走出驿馆，毛真真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就跑了过来，模样很急切。莫姐姐，你等等！莫姐姐，你等我一下！毛真真一路小跑到莫离的面前，将手中的包袱往莫离的面前一推，鼻尖还带着薄汗。我知道今天是我说错了话，莫姐姐你不要生气了。这个漂亮王爷确实身子骨弱，那这里是我爹炼的丹药，你都拿去。说完还瞟了景云一眼。皮相这东西对毛真真来说没用，景云再漂亮，在毛真真的心里也不如楚晨星。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有什么，这些丹药都是可以保命的。莫离一愣，毛真真性子单纯，之前说话也的确恶毒，只是认错态度很好，也让莫离对他稍稍有些改观。多谢，今日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你日后说话之前记清楚一些。这次是惹了我，下次惹了邪道，什么结果可就不得而知了。莫姐姐，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莫姐姐，今日就不打搅你了，你先回去吧，我明日再去找你。毛真真来盛京城就是冲着莫离来的，她唯一的兴趣也就是莫离。要是莫离真的是爹爹说的那个人，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将莫离带回西岳。回燕王府的马车上，莫离将那包袱打开，瓶瓶罐罐的一大堆，上面还贴着纸条，将里面的丹药的功能和作用都讲得一清二楚。这些丹药和还魂丹比起来，谁更厉害啊？景云眉梢一挑，目光灼灼。莫离这是知道了什么吗？自然是还魂丹厉害。这还魂丹可是世上难求的宝贝，你怎么知道的？景云面不改色，也从包袱里取出了一瓶药。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没什么，就是有个人给我吃过还魂丹，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就想问问。莫离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和线索，景云也只是内心稍稍翻涌了一下，想到自己北堂的身份都已经隐藏了这么多年，应该不至于这短短月余就被莫离给看出来了吧？你还吃过还魂丹？景云眼神稍稍散发出惊愕的样子，好让自己的表情更加符合现在的情况。那个毛真真是什么人啊？一国太子竟然是他的师兄？毛真真的爹是毛道人，在西岳很有名，虽没在朝中任职，却也如同西岳的国师。楚晨星预言一事，就有他的参与。所以之前你说过的那个高人就是毛道人？那么厉害的人，生出来的女儿竟然是个灵力低的。听闻毛真真似乎有什么隐疾，毛道人会收楚晨星当徒弟，也是想借着西岳皇室的力量为他搜寻药材，好改善毛真真的身体。说着还指了指被他收拾整齐了的包袱。这些就是毛道人为毛真真准备的。阿离，这几日若是没什么事情，你就不要离开王府了。你是怕那个玲玲，还是你在担心别的？再过些日子，大井附近的几个小国也会派人来，到时候盛京城里人多口杂。景云自然是不会和莫离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他如此畏手畏脚的事情，也便只有他莫离的事情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伤害到莫离一丝一毫。莫离不懂，他也不想去了解这些人的权力斗争。既然景云说让他少出门，那他就少出门。反正燕王府够大，他也乐得自在。后面的几日，接待西岳来人的事情就都交给了景云和景印兰。再几日，景云就以身子不适为由，直接将事情都丢给了景印兰。整日和莫离在燕王府里，一个看书，一个画符，闲暇时斗斗嘴，过得比神仙还自在。公子，外面有一位名叫毛真真的姑娘求见。虽然知道莫离是女儿身，可兰扶桑早已经习惯称呼莫离公子。毛真真，我都已经不出府门半步了，他还真的找来了。莫离嘴角抽搐，自己是何德何能，让毛道人唯一的女儿对自己这么死缠烂打。先让他进来吧。毛真真被兰扶桑领了进来，见到莫离的时候双眼发亮，手里还拿着一个食盒，一点也不见外的直接坐在了莫离的身边。嘿，莫姐姐，这是西岳的点心，很有名的，你尝尝。毛姑娘，你说来盛京城是为了我，你到底是为了我的什么呢？当然是想知道你。毛真真说到一半，话锋一转，知道你这一身奇怪的术法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呀？就为了这个？莫姐姐，其实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你在盛京城屡破奇案，这些事情都传到了我们西岳了。真的？莫离伸手在腰间摸了摸，寻了许久，这才摸出一张黄符，
放在毛真真的面前。既然你这么想要知道我的术法来历，那我就给你看看。这黄符是我刚画的，你拿去看吧。真的吗？毛真真接过黄符，甚至都不敢相信黄符来得这么快，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莫离。只是他的手刚刚碰到黄符，就觉得手指尖痒痒的，鼻子也痒痒的。啊，吐真伞！毛姑娘，你张口闭口的就喊我姐姐，你是之前就认识我吗？我就是觉得你很厉害，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姐姐。原来是这样啊。那个楚晨星是修道的，灵力如何？莫姐姐，太子师兄昨日跟我说，你应该很了解他的灵力如何了呀，怎么还来问我呀？太子师兄的灵力自然是厉害的，不然我爹也不会收师兄为徒的。见毛真真的警惕放松，莫离还伸手给他倒了一杯自己做的杨梅汁。你尝尝，这是我自己做的。楚晨星的灵力我确实是了解一二，就是有些好奇，他堂堂太子殿下怎么会来修道呢？因为师兄是命殿的九五至尊，是真龙之身。可是每一个皇帝都会说自己是九五至尊真龙天子，楚晨星也不例外啊。莫离的问题循序渐进，他要搞清楚楚晨星和毛真真来盛京城的真正意图。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直觉，这两人是冲着他来的。毛真真摇头，中了吐真伞的他根本不会有所隐瞒。正要回答莫离的问题，可身后却传来了楚晨星的声音：真真，回来。楚晨星站在院子门口，脸色不是很好，落在莫离身上的目光都带着敌意。毛真真被他这么一喝，也忘记手中的杨梅汁，连忙跑到了他的身边。师兄，出去散散你的吐真伞，本宫有些话要同莫姑娘说。莫姑娘，不知道你对本宫的师妹是有什么不满吗？这才让你对真真用了吐真伞。莫姑娘，不知道你对本宫的师妹是有什么不满吗？这才让你对真真用了吐真伞。也没有，就是觉得有些好奇。可是有些好奇心是要不得的。楚晨星也自然熟的倒了一杯杨梅汁在面前，对于这带着颜色的茶水很是好奇，不等莫离请，便自己喝了起来。本宫倒是有些羡慕起逍遥王了，红颜知己在身侧，还有这等好东西。还不等楚晨星去和莫离计较毛真真的事情，院子外面候着的毛真真突然急匆匆的小跑进来，神色紧张。师兄不好了，刚才有人传来消息，说楚天环三师门烟雨楼里失踪了。烟雨楼？莫姑娘，听闻那烟雨楼里有你设下的阵法，如今本宫的表兄在烟雨楼里失踪了，不知道莫姑娘有没有什么见解？本姑娘又不是什么搜人大队的，更不是查案的，丢了人去找官府啊！你们是西岳的人，丢的也是西岳的人，还是皇子，想来官府会更加的在意的。太子何必来问我啊？既然楚晨星想要自己去烟雨楼看看，莫离便陪他去。这几日为了躲西岳的这几个人，他在燕王府都快要闷死了。莫离喊来了蓝扶桑，让他跟着自己一道去，正好测验一下蓝扶桑修炼的怎么样了。楚晨星看着站在莫离身后的蓝扶桑，眉头微皱，语气里带着嫌弃的意味。半妖。是啊，日后我家的扶桑定然是这世上最厉害的大妖怪。楚晨星轻哼了一声，妖就是妖，妖性难除。莫离身为捉妖师，修道之人，竟然在身边留着一只半妖。扶桑，
今日就跟着公子我去那烟雨楼瞧瞧，让这尊贵的西岳太子看个清楚，你这半妖究竟多有本事。蓝扶桑用力点头，眼中尽是认真。有了莫离的话，心中那点微微作祟的自卑心也顿时烟消云散。四人一同往外走，在燕王府的门口恰好遇见了一身蓝衣站在马车旁边的景云。你等我啊。莫离见到景云，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小步走上前，站在他的面前。景云抬手为他捋好额间的碎发。楚天华在烟雨楼失踪，我猜你会去烟雨楼看看。景云也跟着一笑，两人之间的气氛甜蜜涌动，外人看得清晰，却只有这两个人浑然不觉。本宫的表兄要紧，毕竟那也是西岳的皇子。逍遥王还是尽快带路吧。这便是为太子准备的，本王同阿离在后面的一辆，烟雨楼见。说着，景云拉起莫离的手，朝着后面的马车走去。一直站在楚晨星身边的毛真真不乐意了，莫姐姐可是他的，要是确定了莫姐姐是爹要找的人，那莫姐姐是要跟着他回西岳去的，千万不能被这个漂亮的病秧子王爷给拐跑了。趁着莫离上马车之际，毛真真一个翻身，从马车的另外一边爬了上去，呲溜一下就坐到了马车里。莫姐姐，我想同你坐在一起。几人很快就到了烟雨楼，因为西岳皇子失踪，烟雨楼又一次被层层封锁。不过这次比起上次还要厉害一些，整整一条花街都被严加把守了起来。只要楚天华一天没有找到，这条花街上的任何一家店都别想开业。哎，莫姑娘，西岳皇子失踪的事情真的与我的烟雨楼没有关系啊。洛夫人，你放心，有逍遥王和西岳太子在，他们不会冤枉你的。莫离还没有去烟雨楼看，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现在让他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每次出事的都是烟雨楼？莫离从腰包里取出罗盘，一手托着罗盘，一手捏诀，口中念念有词的。罗盘上的指针猛地转了起来，最后定定地指向烟雨楼的大门口。景云上次就见过这个罗盘，但是上次莫离是用这个罗盘找那只女鬼的，难不成这次烟雨楼里又有鬼？不对劲，你们确定楚天华已经不在烟雨楼了吗？确定，这些官兵都快将奴家这烟雨楼给翻了个底朝天，别说是一个大活人，就算是一只蚂蚁，那也该找到了。景云，你让楼里的人都出来，一个人都别在。莫离皱着眉，罗盘从没有出错过，只要是莫离想要寻的都找到了。刚才他想借着罗盘找到楚天华，如果楚天华真的失踪了，那指针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别处，但是指针却一直指着烟雨楼的大门。他肯定罗盘并不是告诉方向，而是告诉他楚天华就在烟雨楼里。烟雨楼里的人都出来了吗？景云点头。这次莫离没有再用罗盘，而是抽出一张黄符，朝着烟雨楼内打去。许久，烟雨楼里也没有动静。莫离在外面等得奇怪，正想着要进去打探一下情况，呼的一下，烟雨楼的大门被猛地打开，又猛地关上。景云站在莫离身侧，眼疾手快，一把拉住莫离，抱在怀中，身子一侧，将莫离护在了怀里。一直观察着动静的楚晨星也动作飞快，手掌一翻，从广袖里掉出一只铃铛，被他捏在了手里。铃铛摇动，大门的动静也停了下来，随后便听到呼啦呼啦的声音。
莫离被景云抱在怀中，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好闻的味道，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自己现在还得去弄清楚烟雨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楚晨星的招魂铃很厉害，每每摇动，周围的人都觉得耳朵里震得厉害，好像人都要晕过去，魂魄也要抽离自己的身体。景云听到这铃声，眉头微皱，先是伸手将莫离的耳朵捂住，随后看向楚晨星，朝着他低喝一声：住手！这里还有这么多人，楚晨星若是要对付烟雨楼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话，只怕烟雨楼里的还没有对付好，外面就要倒下一大片了。楚晨星犹豫片刻，却还是将铃铛继续摇动。那东西来势汹汹，他一时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眼下只有招魂铃可以抵挡得住了。莫姑娘，只怕现在要靠你了。楚晨星出来的时候，没有想过会有这档子的事情，身上只带了一个招魂铃，别的符咒什么的都一概放在了驿馆。莫离点头，维持着被景云抱在怀中的状态，两臂搂着景云的窄腰，抽出驱魔剑，目光透过景云的肩头，朝着烟雨楼大门里一刺。驱魔剑上金光闪烁，夹杂着剑气的灵力冲向烟雨楼内。不消片刻，那呼啦呼啦的声音便停了下来。好了，没事了。莫离收起驱魔剑，感觉景云的身子越来越重，只当是这个胆小鬼吓着了，笑嘻嘻地拍了拍景云的背，手却顿在了空中。景云，莫离感觉手上一片湿热，随后又闻到了一阵血腥味，一双眼睛瞪大了，不敢相信自己感觉到的事情，也不敢去想是不是自己猜的那样。景云，莫离支撑不住景云的身体，两人一起摔在了地上。莫离胳膊撑起了上半身，景云趴在他的身上，淡蓝色的袍子后面一片血污。方才那大门一开一合之际，谁都没有看见闪出来了一道白光，只有景云看到了，所以他才做出那样的动作，为莫离挡住了那一击。莫离惊愕地看着已经昏迷了的景云，握着驱魔剑的手也有些颤抖。若是简单的攻击，景云应该也不会这么快晕过去，加上刚才楚晨星的招魂铃，景云本就身子弱，哪里受得住那招魂铃？昏迷之前还想着为莫离堵住耳朵，不让他受到招魂铃的侵扰。景云，莫离扶着景云的肩，想要将他扶起来，奈何自己力气不大，景云的个子又比自己高，怎么都扶不起来。一旁的蓝扶桑连忙上前，帮着莫离一起将景云扶了起来。起来的时候，从景云的衣服边上掉出一张沾了景云鲜血的纸人。莫离看到那纸人，心下也明白是什么人做的。混杀！公子，我的脚程快，我先带王爷回府。莫离点头，抿着唇，脸上仿佛带着一层寒霜，阴郁之气从脚底散发出来，看得蓝扶桑都一阵的胆战心惊。王爷会没事的，我们在王府里等你。说着，蓝扶桑额间闪过一道光，原本墨黑的瞳孔化为金色，足尖一点，比起那些修习轻功的人跳得还要高，还要远。见景云走了，莫离微微扬起下巴，目光冷淡地看了洛晴一眼。我若是将你这烟雨楼拆了，日后来燕王府拿钱重新修葺。也不等洛晴答应，莫离就挥着驱魔剑冲了进去。任谁也看得出来，他这是因为景云受伤的事情动了怒。莫离冲进烟雨楼之后，烟雨楼的大门就关了起来。原本昏暗的楼内，
灯笼突然都亮了起来。在楼梯的上方，一个女子穿着一身轻纱，缓缓地走下楼。浣纱，怎么，伤的不是你？浣纱当然知道受伤的是谁。整个大景值得莫离如此动气的，除了景云还能有谁？是燕小王爷也不错了，反正我早晚有一天也会要了他的命。要杀了一个病秧子，还不是吹灰之力？是吗？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先死。是吗？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先死。手腕一翻，驱魔剑朝着浣纱劈去。浣纱的动作也很快，毕竟莫离只是学了一阵子简单的拳脚功夫，比起浣纱的轻功内力，自然是要差许多的。莫离，你的灵力很好，为什么要护着一个病秧子？倒不如跟着我，自然保你平步青云。唰的一声，莫离将驱魔剑收了起来，随后抽出黄符，眼神冷冽。哼，保我平步青云？偏偏我不屑于你的平步青云。我这人呐，最怕恶心。黄符打出，浣纱自然是驱动身后的纸人来对付。莫离这才看出来，在浣纱的身后，竟然还有数不清的纸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站好。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符纸，你的灵力又足够你撑多久？抓住机会，浣纱抬手，手指指向莫离，身后的那些纸人纷纷动起来，漂浮在空中。杀了他！莫离想要抽出黄符对敌，可腰包里却已经是空了。莫离，只怕你今日就要死在我手上了。莫离正要抽出驱魔剑，浣纱伤了景云，还要杀他，这人可再也留不得了。他也不管那个失踪的楚天华，也不想去问浣纱背后究竟是什么人，反正现在他只想杀了浣纱出气。眼看着纸人就要冲到莫离的面前，莫姐姐，我来救你了。只是出手的不是毛真真，而是站在他身后的楚晨星。真真，洛夫。毛真真和楚晨星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十分的默契。听到楚晨星的话，毛真真从腰间里抽出一张黄符，贴在了身后的大门上。招魂铃落在楚晨星的手中，手掌托着招魂铃，一只手落于胸前，单手捏诀。天地玄黄，万物听令。铃声响起，声声不绝，在烟雨楼中回荡。那些纸人在铃声中仿佛不受浣纱控制，纷纷落在了地上。趁着这个时候，毛真真一把上前，将莫离拉了回来。哎，莫姐姐，就交给师兄吧。伤了我的人，我不亲自收拾了，心中的怒意这辈子都消不去。这事儿我跟他没完。驱魔剑上金光闪烁，莫离足尖在地上飞快越过，手腕挽出一个剑花。没了纸人相助，浣纱的攻击自然也弱了下来，只能在莫离的剑下躲闪。今日他要对付莫离和楚晨星两个人，实在不是对手。浣纱双臂一展，借着轻功向后退。莫离的速度也不慢，驱魔剑直直地朝着浣纱刺去，剑尖与浣纱的脸只有几厘米的距离。今日的事情就当我认栽，反正也伤了逍遥王，也不枉费我如此多的纸人宝贝。是吗？莫离哼了一声，抬起另外一只手，眉头很皱，毅然咬破了自己的指尖，鲜血渗出。莫离将鲜血抹在驱魔剑的剑柄上，因为有莫离鲜血的刺激，驱魔剑金光大盛。虽然剑身没有触碰到浣纱，可那金光却逼向了他的眼睛。浣纱不察，也没有料到莫离会有这样的手段。
来不及挡住眼睛，只感觉到眼前一片灼热，随后便是刻骨的刺痛感。莫离，是我打不过你，只是你今日伤了我的眼睛，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因为楚晨星的招魂灵停了下来，幻杀可以继续驱动身边的纸人，只是这次不是攻击莫离，而是借着那群纸人拖着他的腿助他逃走。哼，你伤了景云，取你一双眼睛算是利息，大可以让你师父来一个我杀一个，来2个我杀1双。莫离愤恨，他好不容易身边有人陪了，有人在意他了，竟然还被一个幻杀给伤了。楚晨星抬脚走到莫离的身边，手搭在莫离的肩头，他就算是站在旁边，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莫离身上的肃杀之气。同为修道之人，自然明白莫离这样是很危险的。修正道就是求一颗平常心，像莫离这样浑身阴郁杀气重的，就算是楚晨星也没有见过。你闪开！莫离瞪了楚晨星一眼，景云会伤得那么重，也是因为他的招魂灵。你今日帮忙我会记得，日后若是你有难，我也绝对不会不管。可是今日景云也因为你的招魂灵受伤了，景云没有康复之前，休想我对你还有什么好脸色。楚晨星讪讪收手，他当然知道，要不是因为招魂灵的缘故，景云根本不会直接昏死过去。楚天华的事情你交给扶桑，他毕竟是妖，定然有办法帮你找到。说完，莫离收起驱魔剑，拂袖而去，留下一脸纠结却又隐隐欣赏的楚晨星站在烟雨楼的大厅里。师兄，为什么莫姐姐还在怪你不小心伤了那个漂亮王爷的事情？当时你也是为了挡住那个妖女的傀儡术啊。她有她的原则，我们这些旁人改不了的。莫离急匆匆地回到王府，蓝扶桑和无涯已经让人来为景云包扎伤口了。只是景云的身子本就弱，被那招魂灵伤了，气色还是苍白得很。莫姑娘，王爷这究竟怎么回事？现在怎么样了？莫离坐在景云的床边，见他脸色如此苍白，心中也很是不好受。大夫说了，王爷背后的只是皮肉伤，许是那招魂灵的缘故。莫姑娘可是需要本宫相助？哼，西岳太子知道就好。楚晨星又拿出招魂灵，手心托着那小小的又精致的铃铛。莫姑娘可知道，这招魂灵还有一个什么用处吗？这不是我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我告诉你，景云今日不醒，我就算是打去驿馆，也不会让你好受。自然，这招魂灵会损人魂魄心脉。这次本宫碍于有太多人在场，所以压制了不少灵力散出，只是没有想到逍遥王。不过逍遥王可是服用过火焰草，不然以他的身子，此刻应该已经命丧黄泉了。莫离神情微动，火焰草这么隐秘的事情，楚晨星是怎么知道的？那又如何？莫离站起身，抬手让无涯和蓝扶桑先出去。既然楚晨星会来，那他肯定是有办法救景云的。果然是有。既然逍遥王用过火焰草了，原本应该是在生死簿上被除了名的。他的魂魄原本是鬼差勾不得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命不久矣吗？莫离这一点倒是没有注意到，火焰草竟然还有这样的用处，可以在生死簿上除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景云不是长生不死了吗？看出莫离的疑问，楚晨星也不着急去为莫离解释，而是将手中的招魂铃放在了景云的眉间，恰好盖在那一点朱砂之上。
楚晨星抽出黄符，修长的手指捏着黄符，喃喃念咒。他的黄符没有像莫离的术法那样在半空被火焰燃烧，而是在纸上升腾起一缕缕的白烟，白烟飘荡到招魂铃上，在招魂铃的上方凭空形成了一个皱纹。完成之后，楚晨星将那张黄符的符纸在指尖叠了起来，也不管招魂铃和那道白烟，转身看向莫离。莫姑娘可想知道？莫离当然想知道，那火焰草可是他得罪了丰都大帝才得来的，竟然没有用出真正的力量，这让他怎么不难受？因为逍遥王是命定要死的人。你什么意思啊？逍遥王的命运早已定下，莫姑娘你的出现只是一个变数。若是没有你，那么促成你去找火焰草之行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所以你的火焰草只是救了逍遥王那一次，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莫离愣了愣，这意思是他的出现影响了景云的命，所以如果不是他，其实那次景云命悬一线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可是我用了火焰草了。莫离有些急了，他不是不相信命，而是不相信命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定好了的，不过是生和死，可中间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既然火焰草可以改变生死簿，为什么不能改了景云的命？你能改，火焰草能改，那丰都大帝不能改吗？生死簿虽然不是他掌管的，可火焰草是。既然是他的东西救的人，那么他用这东西在杀人，怎么不行？你以为你改了逍遥王的命，其实什么都没有改。本宫前些日子观星，却见有一日，一颗星星凭空冒出，打乱了整个星幕，还影响了不少人的星运。那颗星星是你吧，莫姑娘？你若是真的想逍遥王好，便离开他身边。没有你在旁边影响他的星运，才能让他好好死去。放你娘的屁！我只要你今日治好他，他会不会死，勾不勾魂的，还得看我心情。莫离此刻心头乱得很。照楚晨星说的，他的出现影响了那么多人的星运，他就不信了。一个景云的死命，他还改不了。好，再等片刻，逍遥王自然可以醒过来。只是莫姑娘，逍遥王并不如你想的那么简单。日后还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颗心。那也不关你的事。好，这是莫姑娘你自己的选择。说着，起身查看了一下招魂铃，在上面白烟凝成的皱纹已经有些淡了。楚晨星伸手将招魂铃拿了起来，微微的光芒落在景云的眉心，景云的气色也逐渐好转了起来。不等楚晨星离开，莫离就冲到了景云的床前，盯着他不放，时刻不敢错过景云的每一个反应。站在旁边的楚晨星见状，一直严肃的脸上表情有些不自然。有些事情他不能说，窥探天机本就不对。刚才给莫离说了那么多，他日后也定然会受到反噬。可这景云不是普通人，莫离莫离就算是驱魔师又如何？就算是突然冒出来的一颗星星又如何？景云这颗天煞孤星又怎么会是莫离可以驾驭得了的？莫离一直趴在景云的床边，心中仍然是气愤得很，只是现在不是气浣纱，也不是气楚晨星，而是气他自己。是你个病秧子，你还给我挡什么挡啊？挡了还不是要我费劲救你啊？你说说你逞什么英雄啊？
现在好了，成狗熊了吧？这下倒好，那个西岳的楚天华没找到，你险些搭进去了。你说说你这是要气死我不成？躺在床上的景云其实早就醒了，在楚晨星还在和莫离说那什么星运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一开始是不想见到楚晨星，后来听到莫离那么关心自己，景云的心里都乐开了花。最后景云实在是忍不住了，伸手附在莫离的手背上，微微道：莫姑娘火气如此之大，谁招惹的？你呀，你这个不要命的！你笑什么？你生气的样子倒是没有那么好看了。嗨，你个没良心的！我救了你多少次了，你还说我长得不好看？谁知景云突然伸手握住莫离的手，笑意慢慢敛去，表情认真起来，桃花眼中情意渐渐上涌。刚才楚晨星说他注定会死，他不信。楚晨星说莫离在他身边会让他的命更加难以控制，他也不信。这命是由他的。这么多年，多少人说过他会死，多少人要他死，他还不是都熬过来了？现在楚晨星就想以一颗星星来判定他的命，做梦。若我真的死了，你当如何？你想死？不想。如果我今天真的死了呢？您那两位老朋友来带我走呢？你若是不愿意就这么死了，不管是牛头马面还是七爷八爷来，我都不会让他们带你走的。若是你甘愿就这么死了，我会尊重你的选择。你现在还想问什么吗？景云被莫离认真的样子所打动，心头暖意融融。不过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在他听来像是世间最美的情话。他从未想过自己这辈子还能遇见像莫离这样的人，更不曾想过自己可以得到莫离这般对待。没有了，阿离，多谢你的出现，好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我整个世界。莫离不明白景云突然说谢谢是为了什么，脸颊微微泛红，有些不自然。你知道谢就好，之后好好的保护自己那条命啊！救了你那么多回，你这条命都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便听莫姑娘的。景云勾唇笑着，两人的手还不曾放开，却好像习惯了这样的姿势，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门外的吴雅等得着急，听见里面两人的动静，也顾不得那么多，将门推开，大步走了进来。王爷，现在可无碍了？无碍。还有什么事情吗？若是没有，你就先退下。吴雅手持长剑站在房中，握住剑鞘的手捏得青筋都起来了，脚步却没有动一下。莫离不是傻子，他会看不出来吴雅最近对他的敌视，他也不想惹得不自在。既然景云已经好了，那他就先走。从景云的院子出来，蓝扶桑就凑到了莫离的身边，动作有些偷偷摸摸的。走出了院子，这才小声道：公子，我觉得那个乌鸦很古怪啊。刚才你和那个西岳太子在房里救王爷的时候，乌鸦就各种坐不住，好几次都要冲进去。要不是我在外面，他估计已经想办法趴在门口听动静了。哎，你说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如此啊？按照道理，我上次救了景云，他险些都要对我感激的下跪了。这谁知道呢？乌鸦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就不喜欢，太狠了一些，还一根筋儿，傻子。哦，对了，公子，那个什么西岳皇子的事情，你后来可有进展？刚才楚晨星出来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找吗？蓝扶桑摇头，那个楚晨星怎么可能会和他说话？
公子啊，这件事情……扶桑，你这些日子呢，修炼的不错。身为半妖，你家公子我还没有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半妖。我之前怕你难过，也就没有多问。你现在可愿意告诉我呀？蓝扶桑不知道为什么莫离会突然问起自己的身世，点点头道：我娘说我爹是一只狐妖，很厉害的狐妖。你觉得半妖是不是低人一等，也低妖怪一等啊？之前有，现在不觉得了。能够跟在公子身边，我已经很是满足。公子教会我修炼的办法，给了我尊严。我现在要是还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岂不是辜负了公子的一番心意？既然如此，你现在还觉得你不能去找那个西月皇子？反正也没有人直接说了不让你找，你不如帮我去找，我也乐得自在。莫离双手环抱在胸前，快步走出了院子。一脸惊愕的蓝扶桑站在院子里，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得到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寻找楚天华的事情交给了蓝扶桑，莫离也就留得一身轻松。只是还没有休息半日，那毛真真就又来了。莫姐姐，你真的好厉害啊！你那把剑，还有那个罗盘，这些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我厉害吗？你师兄那个招魂铃也不差啊。莫姐姐，我看你使的好像是道法，但是又不像，你师从何人啊？祖传的手艺。祖传的，好厉害啊！那莫姐姐，你不就是世家？算吧。莫姐姐，你修的不仅仅是道术吧？墨家的术法里主要是道术，但是我们也会修佛。哦，对了，你爹毛道人学的是茅山道术，可是你师兄的路子看起来也不单纯是茅山的道术啊。那是自然，师兄他一出生就身负灵力，很厉害的。一出生？难怪楚晨星年纪轻轻的就会观星了，对吧？我师兄可厉害了。我要去找扶桑了，你师兄的表兄还没有找到，你们都一点也不着急的吗？我也要去。楚天华有什么好担心的？他活该，就是个色鬼，还有脸跟着师兄一起来。莫离觉得奇怪，再怎么样，楚天华毕竟也是西月的皇子，人丢了，毛真真不关心也就罢了，西月的其他人也好像没有半点着急的样子，就好像丢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楚天华在西月是个不受宠的？毛真真摇头，西月的情况他不好和莫离说得太清楚，毕竟现在莫离还没有答应和他去西月，这么快就把西月交代清楚了，也太对不住楚晨星了。这很复杂，莫姐姐，你要是愿意跟我去西月，我定然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公子，有什么事情吗？我刚刚以妖力探查，好像感觉到了楚天华的下落。幸好楚天华不是修炼的人，而且带走他的好像也没有想要刻意隐瞒他的下落。既然寻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毛真真站在一旁发呆，一直到莫离喊他，这才回过神来。跟在莫离身后，毛真真止不住地瞥向蓝扶桑，一个半妖，值得莫离这般看重。三人一路走出圣京城，一直寻到了荒郊野外。蓝扶桑越走，眉头皱得越紧，一路上不断地释放妖力，确定楚天华的确切位置。寻到荒山的时候，蓝扶桑脚步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莫离和毛真真连忙去扶起他，却见蓝扶桑面色惨白，内疚地看着莫离。公子，我知道了。莫离抬手打断他说话。蓝扶桑修炼较晚，有如今这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妖力可以支撑这么久，实属不易。你先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到这里就足够了。既然他们一直在这荒山里走着，那就说明楚天华就在这不远的地方。蓝扶桑被毛珍珍扶着，靠在一处大树边上坐下休息。毛珍珍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颗红色的药丸在手心，递到蓝扶桑的面前。这是我爹炼的丹药，凝神补气的，妖怪也能吃。蓝扶桑先是看向朝着前方慢慢走去的莫离，确定莫离没什么事情之后，这才回头看向毛珍珍。我是妖，你给我吃药，你师兄不会骂你。你是为了我们西岳的皇子，师兄知道师兄不会怪我的。再说了，药你都吃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你是为了我们西岳的皇子，师兄知道师兄不会怪我的。再说了，药你都吃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蓝扶桑微愣，咽下药丸之后随之轻笑。他也算是明白，毛珍珍这么烦人，为什么莫离就是狠不下心将他赶走了。这样单纯的孩子，谁会伤了他的心？两人靠在树下歇着，目光皆是望向莫离的方向。说话的空档里，莫离已经走出去了好些距离。蓝扶桑有些担心，他刚一踏进这座大山的时候，就感觉到萦绕着灵力，只是这灵力充斥着邪性，他都感觉到了，莫离不会察觉不到的。毛姑娘，你去看看公子，这山里有些不对劲。毛珍珍灵力低微，什么也感觉不到。反正现在蓝扶桑也没什么事了，他本来也就想着跟着莫离的，点了点头，起身朝着莫离的方向过去。慢着！莫离的脚边是一处陷阱，应该是山里猎人布下的，只是这陷阱有些年头了，里面的木头也已经腐烂，现在只是一个大坑。在大坑的深处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胸口微微的还有些起伏，还有口气。莫离皱眉，要是他没有猜错的话，这坑底躺着的男人就是失踪了几日的楚天华。莫姐姐怎么了？毛珍珍，你给我站在原地，别过来！楚天华这副模样，饶是他见了也觉得有些恶心，眼皮下耷，眼眶那里像是空掉了似的，血液从他的眼皮下渗出来，定然是有人拉开他的眼皮，将他的眼睛活生生的摘了下来。眼睛？难不成是幻杀？扶桑，你脚程快，回盛京城去将楚晨星和景逸兰都给叫过来。西岳的人是景云和景逸兰负责接待，现在景云受伤还未痊愈，他可不想让人去把景云叫过来。蓝扶桑见莫离神色紧张，知道肯定是发现了什么，顾不得妖力是否恢复，连忙起身，眸子变成了金色，脚尖轻点，越过高高的树梢，朝着盛京城的方向而去。毛珍珍还站在原地，被莫离拦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你站好别动，拿着剑，要是遇到危险就拔剑。下到坑底，莫离先是试探了一下楚天华的脉搏，虽然微弱，可好在没有丧命。哎，楚天华，楚天华！趁着这个时候，莫离眼疾手快，从一旁寻了一根小树枝，挑起楚天华的眼皮。果不其然，眼皮之下已经空了，一双眼珠不翼而飞。楚天华似乎有所感觉，一清醒过来就发出哀嚎，撕心裂肺的。眼睛处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双手挣扎着要抚上眼睛，却被莫离给压住。你不想死就给我好好的躺着，疼也要给我忍着。莫离，你个本皇子滚！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燕王府的一条狗，还敢来吼我？好，既然如此，那就皇子自己留在这里吧。说着，莫离拉着一旁落下的藤蔓，几个踏步就爬了上去。只是莫离刚一上去，眼前
突然闪过一道黑影，逼得他连忙后退一步。谁？莫离，你伤我徒儿一双眼睛，今日就用这西岳皇子的眼睛赔，这是他自找的，日后还有你的账，我也会一一算清的。怎么回事？浣纱，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烟雨楼的事情不欠你了。茉莉，这件事情你是唯一的知情人，还望你说个清楚，不然的话，大景不好给西岳一个交代。茉莉望向景印兰，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人开始变得心中只知道利益了。无奈地瞥了楚晨星一眼，对景印兰既是无奈，还有点失望。我今日有些累了，明日再来燕王府找我吧。不顾景印兰的阻拦，莫离还是带着蓝扶桑离开了。莫离带着蓝扶桑回到燕王府，却见景云站在王府门口，似乎要出门的样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宫里传话，要我去一趟。景云轻咳着，见莫离脚上都是泥。那楚天华寻到了？寻是寻到了，就是丢了一双眼睛，是浣纱做的。听到这个消息，景云脸色微沉。莫离见状，试探性地问道：“你这次去宫里是因为楚天华的事情？”毕竟是西岳的皇子，在大景失踪，就算西岳的人再不重视，大景也不能不管。现在人找到了，却丢了一双眼睛，只怕事情没那么好糊弄。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小心。说着，莫离便带着蓝扶桑站在了一侧，看着景云坐上马车离开。王府门口，蓝扶桑和无涯打了个照面，却被无涯眼中的阴郁给吓了一跳，心中更是觉得日后在王府中定要好好提防着无涯。公子，我觉得无涯的事情好像王爷并没有解决。莫离盯着马车离开的方向，表情也略微不自然。我想景云应该是不忍心对无涯太狠。皇宫内，景宁帝坐在御书房里，批阅手中的奏折。桌子前面站着一身蓝衣的景云，脸色淡淡的，很苍白，不时发出压抑的咳嗽声。景宁帝抬眼，只是瞥了他一眼，随后又低头看着奏折。景云没有说话，只是心中在想着，景宁帝今日突然给自己脸色看，是因为西岳的事情，还是因为莫离的事情？就你这身子，还去给那个莫离挡刀啊？阿离是本王的未婚妻。住口！就那个女子，何德何能？那日人多口杂，朕便顺着你的意思来。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护着她不成吗？黄伯伯，本王心中认定了阿离，阿离也确实拿着母妃的玉佩，这件事情从未骗过你。胡闹！景宁帝见景云死咬着不放，要是真让景云和莫离在一起了，不管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互喜欢，只要是在一起了，那他日后对景云下手可就难多了。这世上女子成千上万，这个莫离不行。既然软的不行，那就不要怪他态度强硬了。过些日子边邦都会有人前来，这次倒是有不少想要与我大景联姻的，你倒是好好的看看，若是有喜欢的便告诉朕，朕给你做主。若是你嫌那些小国女子不识大体，景云不打算和景宁帝抗争，景宁帝说不说是景宁帝的事情，至于自己听不听是自己的事情，反正多说无益，倒不如现在赶回去，想尽办法
尽快在莫离面前表露自己的身份，这才是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见景云没有再推辞，景宁帝满意的点头，示意景云坐下。你父王与朕是最好的兄弟，你的婚姻大事，朕怎么可以马虎呢？多谢皇伯伯。景云在景宁帝的面前讨巧，可心中却是思量千重。那西岳皇子的事情怎么样了？人是寻到了，只是什么？只是丢了一双眼睛。丢了眼睛？说清楚了。这下景宁帝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正要让景云回答的时候，门外传过来景印兰的声音：父皇，儿臣求见。皇伯伯，想来是西岳皇子的事情。莫离回来了，却没有找自己过去，那定然是让人去找了景印兰。接待西岳的人是他和景印兰，想来是莫离心疼他受伤，所以就让人去找了景印兰。想到此，景云唇角微微勾起，纵然他是9尺男儿，这被宠着的感觉似乎还挺不错的。进来。景印兰这次进来不是一个人，身后还跟着一道前来的毛真真和楚晨星。参见景宁帝。老七啊，西岳皇子的事情究竟如何了？朕听阿云说，那皇子丢了一双眼睛，可是真的？老七啊，西岳皇子的事情究竟如何了？朕听阿云说，那皇子丢了一双眼睛，可是真的？景宁帝不怒自威。是。景印兰在景宁帝的面前不自觉就气势弱了下去。旁边坐着的景云见他这样，心中暗笑。如果景宁帝真的想要扶持景印兰，却忘记了景印兰这么多年自尊心早就被消磨了，面对自认为不可撼动的对手便会消沉下去。而且景印兰的目光也很短浅，不然他怎么会放弃了莫离？且不说是否关乎感情，就莫离那身手，可是景印杰都想要招揽的。如果不是目光短浅，那他就要佩服景印兰的手段了，欲拒还迎。只可惜莫离不吃这一套。现在西岳皇子人在何处啊？表兄已经在诊治，那双眼睛是治不好了。太子，这件事情是大景的疏忽，定然会给西岳一个交代的。景宁帝语气缓和，打量着这个西岳的太子，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他怎么觉得这太子的面容很熟悉？西岳不需要什么交代，只想要凶手被捉拿归案。那这凶手……皇上，那个凶手是枯骨道人，你们抓不到的。你怎么之前不说？我也是被吓着了，刚刚才想到的。师兄，那个人很厉害的，莫姐姐都不是他的对手，能对付枯骨道人的，怕是只有我爹了。莫离与那个枯骨道人动过手？景宁帝眼睛微亮，计上心头。莫离是圣经鬼使，这案子想来只有他能破了。既然他已经交过手，那就多少了解要如何对付，如此甚好啊。景云藏在衣袖之下的手攥紧，对毛真真也是有些怒了。要不是他瞎嚷嚷，怎么会将事情又扯到莫离的头上？枯骨道人是谁？那是毛道人都不会去正面对上的人，交给莫离。皇上，依本宫之见，这件事情既然和西岳有关，西岳也要参与。楚晨星目光落在景云的身上，他倒是有些好奇了，
莫离都身陷如此险境，景云就不表示一番？他也想看看这个让师傅提起来都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枯骨道人究竟是有多厉害。景云察觉到了楚晨星的胆量，如果现在要让莫离更安全，只能是他不说话。景云越是为莫离说话，只会让莫离越危险。哈哈哈哈，如此甚好，太子如此明事理，当真是让朕很欣赏啊。景宁帝哈哈大笑，有西月一起参与，大景的位置倒也不会太尴尬。眼下他只盼枯骨道人真有传闻中那么厉害，能够为他除掉莫离。离开皇宫的时候，楚晨星特意放慢了步子，让自己和景云走在了一起。景印兰早已离开，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莫离，那他也可以抽开身子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了。逍遥王很是沉得住气啊，逍遥王很是沉得住气啊。楚晨星言语中带着笑意，说出来的话却很是讽刺。景云把玩着腰间的玉佩，随之一笑。还好还好，不如太子。西月出了这样的事情，太子倒是沉着冷静。逍遥王现在可是在想，如何才能够让莫离从这一汪浑水中抽身。太子有何见解？这圣京城的浑水本宫不了解，但是这次枯骨道人的事情很明显，不是吗？两人继续走着，一直到宫门口，楚晨星才到。今夜本宫在驿馆候着逍遥王，只是逍遥王要以什么身份来，那是王爷的事情。说完，快步上前，带着毛珍珍离开。景云站在宫门口，表情隐晦不明。什么身份？这楚晨星究竟是了解多少？关于他的身份，大景唯一的2个名号的病秧子王爷，天下第一富商，亦或是那个藏在暗中的北堂。乌雅，你今日倒是很闲呢。景云突然开口，却让无涯浑身一滞。王爷说什么？属下听不懂。景云没有再解释，只是在无涯不备的时候，目光落在他那双沾满了泥土的鞋上。从燕王府到皇宫，这一路上可都是大道，从哪里能沾到这么多的泥土？或许他真的该想想，身边的人是不是得换一下了。恩情不能变成最后伤了他，亦或是伤了莫离的武器。跟着景云一起到燕王府的还有景宁帝的圣旨，速度如此之快，就是不想景云先给莫离消息，好让莫离准备推辞的理由。莫离颇为不满地接过圣旨，对景云道：该不是你给我惹来这次的麻烦的吧？是毛珍珍。什么？他去皇宫了？怎么回事？我要打死这个倒霉丫头！景宁帝本就看他不顺眼，这下找到了机会，还不好好的整他。景云将皇宫的事情仔仔细细的告诉了莫离。莫离听完之后，抬手扶额，将手中的圣旨扔在了地上。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说的就是毛珍珍。那现在要怎么办？圣旨里只是叫你捉拿夺了楚天华眼睛的凶手，对不对？莫离乖巧的点头。圣旨里确实只是说了要尽快捉拿害了西月皇子的凶手，没有指明是谁。枯骨道人的事情也是景云同他说的。那取了楚天华眼睛的，不是还有一个浣纱吗？总是要挑一个软柿子捏。景云，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了，既然知道要怎么做了，我去找扶桑和李忠商量商量。拍了几下，莫离就收了手，
小跑着朝院子去。景云见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想到和楚晨星的话，收起笑容，神情严肃地朝着自己房间走去。明月高悬，一道黑影落在驿馆里。楚晨星早已派人将周围严加把守，自己则坐在了院子里，面前放着一壶酒，2个杯子，似乎在等什么人。来了便现身，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何必躲躲藏藏呢？楚晨星抬手倒酒，将面前的杯子都给装满。没想到盛京城里时日无多的燕小王爷，逍遥王，竟是暗道上的北堂尊主。景云从暗处走了出来，确定楚晨星这院子里确实没有其他可疑的人，这才坐了下来。看来你还是有诚意的。这是景云的底牌，为了莫离，他也愿意在他面前露出来。你这次来盛京究竟是为什么？为了2颗星星，你和莫姑娘。前些日子本宫观星，发现星目有变动，一颗是突然冒出来的，一颗是生死不定的。所以你好奇？怎么，不可以吗？西岳太子不是寻常人，本王这等寻常人自是不明白，当然可以。你今日说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本宫要将莫姑娘带走。楚晨星与景云对视，表情认真，这也是他的私心。他想知道莫离究竟还有多少他所不知道的本事。莫离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看不完的谜团，一个接着一个的给他惊喜，让他眼前一亮，和寻常的女子差别太大。不可能。景云想也没想，他怎么会让莫离就这么离开？去了西岳，到时候发生的事情谁又能知道？不在自己的身边，总归是有太多的变数。那本宫就没有办法了。让莫姑娘从盛京城里抽身，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盛京城。王爷不想莫姑娘离开，又想莫姑娘平安，可知道这世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本王就非要试试，这鱼和熊掌都兼得，是什么滋味？景云说着就要起身。既然楚晨星这里得不到什么好的办法，那他就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莫离。王爷，日后若是有需要西岳的地方，尽管说。若是有那一天，本王会亲自去找太子的。景云没有回燕王府，而是去了烟雨楼的楼顶坐着。因为西岳皇子的事情，烟雨楼的生意暂停了几日，现在周围安安静静的，花街如此安静，景云都有些不适应了。从烟雨楼内搜了一壶酒出来，景云戴着面具坐在楼顶。不知何时，洛晴也站在了一旁。尊主，属下不利，几次3番让烟雨楼陷入危难之中。不怪你，反正过些日子我会将2方势力都合并在一起，到时候烟雨楼关了也罢。洛晴点头，神情也跟着紧张起来。尊主，是要起事了吗？景云摇头，他从未想过要换大景的天，但是景明帝要是再这样咄咄逼人，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那他说不定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段时间让大家都暗中停下来，等本尊的消息。洛晴点头，接下命令之后就离开了。景云摇了摇还满满的一壶酒，想到莫离会担心自己的身体，便将酒留在了烟雨楼的楼顶。身子刚一站起来，景云突然觉得心口一跳，好像浑身都失去了力气一般，摇摇晃晃的险些从烟雨楼的楼顶上摔下去。该死！
这股早不犯晚不犯，偏偏是这个时候。景云运功提气，足尖越过烟雨楼的飞檐，朝着燕王府的方向掠去。该不会就这么死了吧？景云恍惚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院子，一头栽了进去，摔倒在了地上。昏迷之前，景云想着，若是自己就这么死了，莫离会不会就不会被景灵帝给针对了？莫离原本在院子里借着月光之华，好提升自己皇符的力量。写到一半的时候，便听到大门被推开。一开始他以为是蓝扶桑，头也没抬，估摸着是给自己送来夜宵的。随后听到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这才惊得抬起头来，便看见北堂浑身颤抖地倒在地上，情况很不好。北堂，你怎么了？莫离蹲下了身子，想要试探北堂的脉搏，触手却是一片冰凉，这样的感觉有些熟悉。莫离皱眉，心头一个念想油然而生，应该不会吧？上一次莫离见到这样的人是范谷昏倒在地上的景云，北堂现在的样子和那个时候的景云简直一模一样。莫离的手不自觉地伸到北堂盖在脸上的兜帽上，伸出去又缩了回来。不是我故意想要知道你的身份的，只是不将你这些东西取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救你啊。不是。莫离深吸一口气，将北堂的兜帽掀开，那块银面具也因为没有戴稳而掉了出来。月光之下，莫离见到了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一张脸，那眉间的朱砂，那双紧闭着的桃花眼。你，莫离眼睛微红，他竟然又骗他，真当他是那么好骗的吗？真当他是傻子吗？你这次就算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原谅你了。莫离最厌恶的就是欺骗，景云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最让他生气的是，景云一直对他示好，却还用北堂的身份来找他，是在试探他吗？如果不相信他，为什么要将他留下？扒开景云的衣服，见他的皮肤都已经呈现青紫色的状态，比起上次还要危险。莫离想也不想，将房门一关，脱下自己的衣服，靠在了景云的怀里。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景云的身上凉得可怕，莫离觉得自己是不是抱着一个大冰块，在他怀中哆哆嗦嗦，牙关也止不住的打颤。两只手托着景云的手合起，不停地搓动，暖着他的身体。景云，你个王八蛋，你死了算了，你个大骗子，王八蛋大骗子，说好了不会骗我的，你还骗我，你。这一夜，莫离一直到感觉景云的体温逐渐上升，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景云醒过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恢复了温度，感觉到胸口上趴着什么，低头看去，便见到莫离蜷着身子窝在他的怀中，肌肤相贴的感觉让景云的脸疼的一下就红了起来，脑子也跟着嗡嗡作响。这次又是莫离救了他。景云颤颤巍巍的抬手，见到莫离眼下的乌青，还有忍不住擤擤的鼻子，心头混乱一片。他先是取过被子，将莫离仔仔细细地包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随后飞快地将自己的衣服穿好，深吸一口气，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边。阿离，你肯定在怪我？景云悠悠开口，没有想着要如何向莫离解释。如果莫离醒来怎么也不原谅他，那他认了。景云就这么一直看着，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知道莫离睡着的样子很好看。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可以比得上她的阿离。莫离睁开眼，就是看见景云这一脸的花痴相。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醒了脑子，才想起昨夜的事。感觉到被子里自己的衣服还没有穿好，莫离一条腿挣扎着从被子里出来，一脚踹在景云的胳膊上。骗人好玩吗？景云被他这么一踹，瞬间清醒过来，讪讪道：阿离。两人目光对视，景云不知道该说什么，莫离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骂他。我叫你骗我，我叫你骗我！莫离不方便将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打他，只能用那一条腿不停地踹。景云也不躲，生生地受着，脸上还带着笑意，像个傻子。见到这样的景云，莫离一个没忍住，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你是昨天晚上犯蛊，把脑袋也冻傻了不成？你若是不气，我傻了也行。你先换好衣服，之后随阿离打骂。你想得美！还有我打你骂你，我嫌打你费劲儿，骂你费口水。莫离没好气地怼着景云，昨天晚上想好的教训景云的方法和话，好像都不见了。明明很生气，一睁眼见到景云安然无恙地坐到自己面前，就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人一定是给我下了蛊，我肯定是中了他的蛊。演技不错嘛，连我都被骗了。北堂这个身份怎么回事啊？有些事情景云做不了，而北堂可以。莫离对这个回答倒也满意，确实有些事情景云不能出面，多一个北堂的身份，很多事情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病秧子是装的？我是不是病秧子，阿离你不是最清楚的吗？那北堂的那一身功夫又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最让莫离生气的。如果北堂那么厉害，为什么景云要装得那么弱？你可记得吴相？莫离当然记得那个怪兮兮的老头，要不是那个老头，莫离也不知道当时还是北堂的景云给自己吃了那么厉害的丹药。他是母妃的师傅，一直以来都是他在照料我的身体。我小时候确实是病秧子，机缘巧合，在吴相的指引下，我认识了一位高人。那高人说我和他有缘，便教了我不少功夫。你这次有没有骗我了？没有。景云伸出3根手指，正要起誓。哎，你等着，你这样发誓，我可不相信你啊！你对着这个发誓，如果你再敢骗我，死无葬身之地。莫离从包里取出父亲的本子，然后从本子里拿出来一张纸，背对着景云。那是莫离的全家福，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我景云发誓，日后若是再骗阿离一个字，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墨家仙人，你对着仙人发誓，可是要传到地府去的。你要知道，如果你违背了誓言，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还会被我墨家的仙人纠缠，生生世世。这可是诅咒。莫离吓唬着景云，却没有在他的脸上看到半分害怕，甚至还扬起了一丝笑。若是阿离不信，日久见人心。不管莫离说的是不是真的，景云知道莫离是被自己给骗怕了。想到这里，景云的心里也不好受，站起身扶住莫离的肩。阿离，我日后再也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这些日子也想着要如何跟你说才最好，我就是怕你会像如今这样生气。既然知道我生气了，那你就态度摆端正一些。我告诉你，我会再观察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你不仅不能够骗我，稍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我立马走人。都听你的，阿离让我往东，我绝对不敢往西。
莫离被他这番话说得浑身一颤，下意识地伸手试探了一下景云的额头。不会真的冻坏了脑子吧？自然不会。好了，你没事了就先出去，我要想想怎么把浣纱给揪出来。莫离摆摆手，让他先离开。景云表情明媚的应下，只要莫离不生他的气，怎么着都行。景云离开之后，莫离便专心投进了画符中，有人靠近都没有发觉。你这符倒是奇特，有点像天雷咒，又有点像烈火符，有点眼力啊。我这是烈火焚身咒，还只是半成品。真真说你是世家？算是吧，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自幼跟着家里人驱魔除妖，不害怕？楚晨星伸手沾了一下莫离用来画符的朱砂，放在鼻尖下嗅了嗅。血，你这符用了自己的血。血，你这符用了自己的血。什么？很奇怪，墨家人身上的血本来就是驱魔的法器，这还只是半成品呢。唉，那枯骨道人，你有几分把握？没把握。那人很厉害的，我就算是准备了这些，也不是他的对手。你不是说这些都是半成品吗？是又如何？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让他们变成成品啊。西岳太子来找我，总不至于是来慰问的吧？你也不弱，不可能没有办法呀。倒是有一个，只是看你的样子，许是想到了。两人相视一笑，他们都和浣纱交过手，对于浣纱的本事当然是更清楚一些。莫离一个人可以伤他一双眼睛，要是莫离和楚晨星联手，要取了浣纱的命，他们也是有信心的。这不是我想的，是景云。莫离笑眯眯的，眼神里好像充满了阳光。明明大难将至，却还是一副明媚的样子。这般来看，逍遥王确实不一般。哈，那是自然。景云要是一般人，会是坐上天下第一首富位置的人吗？会是那个神出鬼没、身手了得的北堂吗？看来你已经有了计谋，那本宫便离开了。慢着，这里没有其他人，你可以告诉我，这次来盛京城究竟是为了什么吗？很明显。有点。你和毛真真跑燕王府跑得这么勤快，这不正常，事出反常必有妖嘛。楚晨星哑然失笑，他还一直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结果都被看了出来。送走楚晨星之后，莫离在房中坐了一会儿，随后唤来蓝扶桑，让他夜里准备好一桌子酒菜。初秋的夜带着些许的凉意，莫离披着一件外袍坐在院子里，知道自己不善饮酒，便特地让蓝扶桑准备了清茶。阴风呼啸而过，吹灭了莫离点在桌子上的蜡烛。莫离挑眉抬眼，恰好见到一身红衣的浣纱站在自己面前，眼睛上还带着一条轻纱，身上带着药味。你知道我会来？知道。你的眼睛是被我伤的，你师父那么厉害，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现在外面又传出西岳皇子的事情，由我这个圣经鬼使来负责。如果我是你，我肯定先来报仇，自己不敌再回去找师父呗。我说的可对？莫姑娘果然厉害，只是你不觉得你狂妄了些？还好还好，我要是不狂，能让你们这般上心？不知道浣纱姑娘的这双眼睛用的还合适吗？要是不合适，倒是可以尽快去找另一个人。怎么，莫姑娘喝茶也不给我倒一杯？我这茶只给朋友，
你配吗？莫离轻蔑一笑，气得浣纱将面前的石桌直接掀起，两人起身避开，一桌子的饭菜就这么洒在了地上，石桌也落在地上，发出轰隆一声。既然浣纱都已经动了手，莫离在干坐着就是怂了。只是他没有用随身带着的驱魔剑，而是一连几张符咒甩了下去，每一张都是冲着浣纱的眼睛去的。浣纱自然知道莫离的目的，心头怒火丛生。自己的眼睛是被莫离给毁了的，现在眼睛刚好了一些，难不成还要毁在莫离的手上？几招闪躲，黄符皆是在半空中就燃烧起来，发起的攻势也好像没有那么猛烈。浣纱双手捏诀置于胸前，斗篷里窜出来好几个小纸人，只是这次的纸人是红色的，比起之前的黄纸纸人看起来更加阴狠一些。小纸人被剪成了小女孩的模样，咧着嘴发出嘻嘻的笑声，也没有凌空飞起，而是在地上奔跑着朝莫离过来。莫离从未见过这样的傀儡术，脚步连连后退，祭出一道黄符，想将那红色的纸人烧了。可火焰一过，纸人却还是安然无恙地站在地面上，甚至仰着头咧着嘴笑着。这是我师父的纸人，你想去和我师父斗，不如先试试他老人家的纸人。移魂，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这是披着傀儡树皮的邪术，这些纸人起初确实是由傀儡术激活的，但是那个枯骨道人应该是抓了不少的孤魂野鬼，将他们炼成恶鬼，又把他们囚禁在这小小的纸人中。知道了又怎么样？你也没这个机会再动手了。浣纱双手一合，披在身后的黑发伴随着夜风舞动，那双眼睛更是犹如鬼眼。莫离，我不要你的命，但是你毁了我的眼睛，我也要你赔一双眼睛给我。浣纱低喝，地上的那群纸人突然纷纷跃起，纸人的手中不知何时都拿着一根细细的银针，银针的方向便是莫离的那双眼睛。银针在月光之下泛着蓝光，竟然是淬过毒的。莫离正要伸手挡住那些小人，眼前却突然闪过一道黑影。景云借着北堂的身份出现，腰间闪过一道银光，只消片刻，那群红色小纸人全部都化作碎片飘散在地上了。你是谁？景云戴着银面具，压抑着声音，沙哑又不失磁性。你又是谁？阿离，可有受伤？你要是不来，受伤的也不会是我。你来了正好，就交给你了。景云点头，隔着银面具，莫离好像也可以看见他那张笑颜。那是自然。说着，景云往前走一步，浑身气势一展，吓得浣纱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你倒是能迷出这么多男人，先是逍遥王，又是七皇子，现在还多了这个男人。好像那个西岳太子也和你有点关系吧？莫离，你倒是天生的狐妹子啊！干嘛？你羡慕吗？浣纱被莫离的这个态度给气急了，双臂一展，红色的斗篷猛然掀起，斗篷之下竟然还藏着10几个小人。红色的小人儿怒气冲冲地从斗篷下窜了出来，这次出来的都是男孩子的模样，手中拿的也不是银针了，而是纸剪成的剑。景云示意莫离后退几步，足尖一点，脚下仿佛有无数虚影，速度极快，在那群纸人之中穿梭。景云的身影最后停在了浣纱的身后，手臂一伸，从他的脑袋边上掠过，手掌缓缓打开，那些纸人竟然全都被景云捏在了手里，并随着他手心的张开而掉落下来。
浣纱见到这场景，顿时毛骨悚然，后脊梁骨一阵的发寒。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你学艺不精，这些小人的速度还是慢了些。还给你。那些纸人纷纷落在浣纱的脚边，银光闪过，和之前的那些纸人一样，全都变成了碎纸。夜风一吹，彻底没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阿离的人。景云抬头，透过银面具眼睛的孔，一双桃花眼朝着莫离的方向眨了眨，一副讨巧的样子。却见莫离凄了一声，翻了个白眼，好像并不买账，却也没有对景云的话进行解释和辩驳，似乎默认一般。浣纱知道，要不是有纸人在，自己兴许都不是莫离的对手。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号人，他此刻不跑，那可就真的是没命了。肩头才稍稍一动，景云一掌就拍在了他的后心，直接将他给打飞出去。想跑？景云悠悠然地走到莫离的身边，一副邀功的样子。阿离，这人交给你了，可以向景宁帝交差了，对不对？莫离眯着眼睛点头，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自己不用动手，看别人帮自己做事的感觉还真挺不错的。扶桑！朝着院子的另外一边高喊一声，便见墙头一道人影闪过。这人就交给你了，明日跟着我一同进宫，顺便去告诉一声楚晨星，夺了西月皇子眼睛的妖女已经抓到了。蓝扶桑连连点头，眼神止不住地打量着北堂。这人很厉害。蓝扶桑将浣纱押走，院子里便只留下了莫离和景云，见没有外人，景云一把将银面具摘下，露出那张风华无双的面容，眉眼含着笑意，薄唇勾起，眉间那一点朱砂好像都带着喜悦的色彩。阿离，我今日表现得可好？莫离双手环抱在胸前，眯着眼睛，目光犹如刀子一样瞥向他的腰间。我可是记得你说过这银光是你花钱买的。我可是记得你说过这银光是你花钱买的。景云一愣，他明明问的是自己表现如何，莫离却盯着自己那道银光不放。只见景云掀开自己的衣袍，在衣袍的背后竟然别着一把银色的匕首。景云拿过匕首，递到了莫离的面前，一副随便看的样子。这把是母妃留下来的，上次义庄的那道银光确实是我买的另外一把匕首。莫离盯着那匕首，怎么也想不到银光竟然会是一把匕首。莫离接过匕首，指尖才将触碰，便觉得无数灵气涌动。难怪那道银光那么厉害，就这上面的灵气，自己的驱魔剑都不见得可以比上。另外一把呢？在我房中，这两把匕首好像不能同时放在一起。景云伸手指向匕首的刀柄处，那里有一块蓝色的宝石。每次靠近另外一把的这个地方会散发出灼热，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为了不让人怀疑景云的身份，就佩戴那把，北堂的这个身份就戴这把。你母妃倒是个很神秘的人，又是不在乎自己身葬何处，还要你去荆州的河边祭拜，又是有一把这样的匕首，不是普通人呐。在我的印象里，母妃是个很温婉的人，长得很美。听府里的老人说，当年母妃还会同父王一起上战场，也帮过父王打过很多胜仗。只是每次战役之后，母妃都会去战场待很久很久，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去战场待很久？说不定你母妃不是什么寻常人，我也见过这样的，不过那人最后成了活佛，修得大道，很是宽裕呢。参见皇上。景宁帝微微点头，示意莫离起身。
指着莫离身后被麻绳捆得不能动弹的浣纱道：“这便是枯骨道人？”“不是。”“莫离，你可知道欺君之罪不可饶恕？”“当然知道，皇上说要莫离尽快找到夺了西月皇子眼睛的人，现在这双眼睛就在这里。”“在哪里？”“便是他的那双血红色的眼睛。这双眼睛估摸着是他用的不习惯，所以变成这样。这双眼睛要如何处置，还要看西岳太子那边的意思了。”景宁帝不懂，这眼睛挖下来了，还能给别人用不成？“莫离，你最好给朕说清楚，这眼睛怎么就会在这个女人的眼眶里面？”“皇上有所不知，在这世间万千术法里，有一种叫做移花接木。原本这移花接木只是喜好园艺的一位术士钻研出来，用在花草上的。只是后来被修炼邪术的人知道了，便用在了人的身上，将这人的胳膊接在那个人的腿上。既然都可以将人的手脚颠倒，将这个人的肢体安装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一双眼睛又算得上什么呢？皇上现在可知道了，西岳皇子的眼睛是如何落到了这人的眼眶里的？”“没想到啊，莫姑娘懂得还真不少。”楚晨星大步走进来，身后跟着毛真真和楚天华。“公子，事情已经同西岳太子说清楚了。前些日子夺了皇子眼睛的妖女，我已经抓来了，不如让皇子自己分辨一下，究竟是不是那个人。”“可是现在皇子的眼睛，这要如何分辨？可是现在皇子的眼睛，这要如何分辨？”毛真真确实好奇，却又不想刺痛楚天华的心声，急忙转口：“我来。皇子可还记得那日将你掳走的人长什么样子吗？”“那个女的长得很灵巧，像是个孩子。本皇子记得，那名女子的眼睛下面有一颗很小的泪痣。”“扶桑，你去看看，浣纱姑娘的眼睛下面有没有泪痣？”蓝扶桑走向浣纱，仔细的在她眼下看着，在浣纱的右眼下的确有一颗很小的泪痣，若是不靠近些看都看不出来。“有的，浣纱姑娘的眼睛下面有泪痣，和西岳皇子说的一模一样。”蓝扶桑生怕别人听不到，故意高喊着。莫离轻笑，蓝扶桑稍加培养，这机灵劲儿他还真是喜欢。“皇子还有什么特点吗？”“还有，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眼睛，眼眶都是空的。”“眼眶空的，皇子被我发现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这位浣纱眼睛却是好的，只是眼睛变得有一些发红，像是血没有流通似的。”莫离故意当着楚天华的面说，声音很小，像是在因为这些证据而思考。而他的这些话完全可以在西岳皇子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浣纱没有眼睛，所以夺了他的眼睛用的事情。这也是莫离想要告诉楚天华的事实。“他，就是他，那个女人就是他，他夺了我的眼睛！杀了他，杀了他！”“既然如此，那皇子就是确认是这个女人了吧？”“对，就是他，本皇子死都不会忘记他的。”“皇上，既然西岳皇子都已经确认了，那这桩案子便算是结了。”“不过，这西岳皇子的眼睛毕竟是丢了。方才朕听你说那什么移花接木之术，既然你如此清楚，不如给皇子将眼睛重新给安回去。”“莫姑娘，本皇子知道你术法高超，既然你知道这个贱女人是怎么夺取本皇子眼睛的，那你肯定能帮本皇子重新把眼睛安回去的。”皇子过誉了，莫离不过是看的书比较多，听过的传言也多，所以才知道移花接木之术。这术法太过于阴毒了，早就失传了。莫离双手背在身后，
眼睛却是看向楚晨星。见他没有要自己一定要给这楚天华弄眼睛的意思，他就放下心来了。楚晨星都不着急，那景灵帝就更没有理由着急了。不可能，如果是失传的，他们怎么可能会？还本皇子的眼睛，还本皇子的眼睛啊！唉，你也知道，他师父是枯骨道人，兴许就会呢。这术法就是因为阴毒，被修炼术法的人刻意给毁了。而且，这眼睛已经在他的眼眶子里了，要是再取出来，那就彻底没用了。你当眼睛是什么东西啊？取来取去的小玩意儿吗？楚天华被打击的顿时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既然莫姑娘将夺眼睛的妖女抓住了，那便不能轻饶了。毕竟那双眼睛也回不来了，皇上不能不给西月一个交代。太子说的不错，大景确实要给西月一个交代。莫离啊，今日午时便将这妖女押去午门，大火烧死。你再设下阵法，让她永世不得超生。莫姐姐，你怎么来了？我跟着他来的，你怎么在这里啊？景云见到毛珍珍，眉头微皱，露出了一丝不悦。如果毛珍珍在，那就说明另外一个人也在。果不其然，楚晨星一身紫袍，手中还拿着一把菜刀，从茅屋里走了出来。袖子被挽起，虽然一身烟火气，可那张严肃的脸却始终绷着。这个造型看起来倒还是有些好笑的。哎呀，你们今日可真是会挑日子啊！老朽这3日醉刚开封，你们就来了，都是狗鼻子啊！吴香一见到来的是莫离，刚才那副不高兴的语气顿时一改。小丫头，上次见你还以为你是个男的，没想到你竟然是小姑娘啊！莫离也很无奈，难道自己的胸就那么平吗？他在大景可从来没有刻意的束胸，竟然每个人都默认他是个男的。如此想着，莫离转过头瞪了景云一眼。要不是他第一次的时候直接将他认作了还俗的和尚，这些人也不会跟着一个个的都认错。头发短怎么了？怎么就没有将他当成还俗的尼姑，偏偏是和尚呢？景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惹着了莫离，想起莫离之前说要考验他的话，顿时头皮一麻，借着宽大的衣袖，悄悄地勾着莫离的手心，像是在讨好莫离。你这个臭小子，知道3日醉今日开，你还带这么多人来？吴相恶狠狠地凶着景云，看起来和景云的关系很亲密。景云也不生气，任由吴相说，随后指着吴相身后的楚晨星和毛珍珍道：这些人可不是我带来的。唉，我知道这2个也是狗鼻子。去做饭去。见到景云和楚晨星脸色皆是一僵，无奈的一人手持锅铲，一人手持菜刀。2个风光霁月的人被吴相推着围在灶台边上，莫离就忍不住的大笑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吴相很喜欢莫离，就连毛珍珍都被他赶着去烧火了，唯独拉着莫离慢悠悠的走到了茅屋后面。哎，我跟你说呀，这酒我可是酿了足足10年，这酒香啊都渗到了土里。今日啊，你们可是有口福了。哼，你是有什么事情想求我吗？你这小丫头啊，还挺聪明的。吴相无奈的点点头，一边扒拉着小土包，将埋在地下的酒给挖了出来，一边说：景云这孩子命苦啊，还没出世啊就没了爹，出世了便带着胎毒，后来又中了蛊，之后，我看得出来呀，他是真心对你的。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莫离也跟着一起挖酒，
他总觉得吴相要说的肯定不止这些。我只是想着吧，小丫头，你日后的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不如离开。莫离停下手，将那小铲子一扔。哼，我不知道你和景云的关系究竟如何，但是你叫我离开，不如去跟景云说。他不喜欢这样，好像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长辈不喜欢，所以单独找他出来，要他离开谁？莫离脸上带着薄怒，他如果是任人摆布的，现在估计就已经被景宁帝给弄死了。吴相如果真的不想自己和景云在一起，那就应该去和景云说，而不是来跟他说。就算吴相有天大的理由，说的如何让人潸然泪下，莫离都不会接受的。若是那孩子听话……吴相跟着皱眉，一脸苦涩。他就是因为了解景云的执着，才来和莫离说的。景云不听话，那你就觉得我会是那个听话的了吗？见3日罪已经被挖了出来，莫离没有再和吴相多说什么。今日来的时候，看景云那笑眯眯的样子，只怕还有些欣喜，想着将自己正式介绍给吴相认识。要是景云知道吴相来和自己说离开他的话，估计会更生气。且不说我现在有没有确定和景云在一起，就算是在一起了，我也绝对不会让他受半点欺负。吴相讶然，呆呆地看着莫离，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你说景云命苦，其实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被莫离这么一说，吴相顿时呆在原地。他好像确实不了解景云，其实景云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只是在吴相的心中，还是将景云当成了那个小时候中了蛊，躺在床上不见终日的孩子。今日被莫离带着怒气地说了一通，吴相哑然失笑。他活了大半辈子，却没有莫离这个小丫头看得通透。继而笑嘻嘻地跟在莫离的身后，这次是单纯的喜欢莫离这个人，不管他的术法如何，不管他是不是景云喜欢的人，而是单纯的因为莫离的个性，他真的很欣赏。老头儿，你要是再傻呵呵的站着不告诉我酒放哪里了，我就给你扔地上了，行不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莫离想起之前景云见到楚晨星和毛真真在这里时，也是一脸惊讶，看来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也会和吴相认识了。我同毛道人是多年的朋友了。真真小的时候身子骨不好，也多亏了吴相师傅，这才恢复了不少。哎呀，我这一身医术啊，便是为了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也没什么。3日醉一倒出来，酒香四溢，整个院子都飘荡着香气，清淡醇香，浓郁的时候又带着一丝清雅。难怪吴相如此宝贝他。莫离不爱喝酒的人，闻到了这香气都觉得好闻得很。抬头饮酒之间，莫离心中一片安然。吴相的茅屋建在河边，今日刚好入秋，河面上飘着淡淡的雾气，夹杂着茅屋里飘出的袅袅炊烟，看着倒是有些仙境的意思了。莫离刚喝下一杯，脸色微红地坐在桌前，一双眼睛圆溜溜地打转，好像是刻意的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恍惚间，莫离好像看到对面坐着的毛真真身上飘着若有似无的黑雾，就和在浣纱身上见到的一样。等他想要看清楚的时候，眼前猛地飘过浣纱那双血红的眼睛，一闪而过。莫离一个没注意，肩头一抖，竟然将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景云就坐在莫离的身边，感觉到莫离的异常，连忙放下碗筷，伸手搂住莫离的肩。
莫离知道自己不会摔跤，便放松地倒了下来，脑袋一歪，靠在了景云的胸前。喝醉了？我还真当这小丫头啊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会呢。没想到啊，这酒量竟然这么差。我待会会让人拿酒来。阿丽喝醉了，我先走了。说着便朝着轿子的方向而去。莫离只觉得脑袋沉沉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烁着浣纱那双血色的眼睛，还有他在大火之中不停发出的哀嚎声。无法掉落的那瞬间，眼睛里透着的怨毒恨意足以让人后怕了。阿离，阿离！恍惚间，莫离好像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声音很熟悉，好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要好好活下去，墨家就算是只有你一个人，也要好好的活下去。阿离，姑姑不能再陪你了，你不要怨姑姑，也不要怨你爸，你要好好活着。姑姑，阿离不想再当墨家人了，阿离将玉佩弄丢了。姑姑，你要走，带着我一起。姑姑去的地方不是你能去的，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为了你自己，你也要撑下去，这样你爸妈也不是枉死了。姑姑的声音越来越远，莫离觉得心口好像缺了一大块，胸口闷得难受，想要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好像身体不想让她流出眼泪来。姑姑，你不要走，阿离想你们。恍恍惚惚，莫离睁开眼睛，景云担心焦急的脸便映入眼帘。你怎么了？担心你。刚才莫离在他怀中不停地发抖，仿佛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口中喃喃，不知道是在说些什么。再后来，莫离就突然开始悲戚起来，像是受尽了委屈，好不容易遇见了可以叙述委屈的人一样。这样的莫离看得景云心都碎了。我能够得到燕小王爷屈尊揉脑袋，想来是不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啊？是我修了几辈子的福气，才可以帮你揉脑袋。论说情话，还是燕小王爷技高一筹。景云啊，你对我很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酒意还未完全散去，莫离说话的时候还有些大舌头。因为你对我更好。如果有人对你比我对你好，你也会对别人这么好吗？不会，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景云早就认定了莫离，给他玉佩的时候就认定了，给他还魂丹的时候也已经认定了。你真好。我自然是好的，但这好，世间也只有你受得起。景云勾唇轻笑，他只会对莫离这么好，旁人想都不要想。莫姐姐，你肯定看出来了，那个老皇帝已经是要归西的人了，对不对？唉，景宁帝归不归西我不知道，但是你再这样嘴边不把门，你肯定是要归西的。莫姐姐，你这么说，其实也这么认为了？这上京城如此不安稳，等那景宁帝生辰一过，莫姐姐，你跟我回西岳吧。唉，你总是叫我去西岳，去了西岳是有什么好处吗？西岳四季如春，风景比大景美多了。你看这个时候，大景已然是秋季，再过些时候就万物萧条，大雪纷飞。可西岳不一样，西岳现在百花盛开，可美了。毛真真，你再不说，我就让扶桑将你从燕王府大门口扔出去，再也不让你进来。毛真真，你再不说，我就让扶桑将你从燕王府大门口扔出去，再也不让你进来。我说到做到，你也是了解的。
毛真真咽了咽口水，她当然知道莫离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可这目的，她真的能说吗？若是楚晨星知道自己将他给卖了，只怕是他回了驿馆也没好果子吃啊。莫离看出毛真真的犹豫，紧跟着说道：你不说，我更不会跟你们走。你觉得你们和景云相比，谁在我的心中重量更甚？毛真真犹豫再三，略带迟疑的开口：我若是说了，莫姐姐，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师兄。我同你师兄不熟悉，没事儿也不会去找他。师兄和我爹都会关心，这一点莫姐姐你也是清楚的，我也是偷听到的。我爹说天上突然多出来了一颗星星，那颗星星满是杀戮之气，出现的时候周围的星图都扭曲了。莫离想起那次楚晨星也说过，它是一颗突然出现在天空中的星星，还有在地府的时候，孟婆也说它满身杀戮之气。那颗星星影响了很多星星，我爹说师兄的星运也被影响了，便让师兄来寻，说是妖星杀之。那我去了西岳，岂不是要被你们杀了？莫姐姐，我后来听说了你的事情，一开始也以为你是不好的人，可是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啊。师兄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想要将你带去西岳，是因为师兄发现最受你影响的便是燕小王爷，若是如此的话，便将你带离大境，说不定一切也都会有变化。是吗？本王却巴不得阿离影响影响。你们师兄妹两个，本王好心带你们在圣京游玩，你们却几次三番的来王府拐人，真当燕王府无人了。莫姐姐，那我先走了，小王爷在这里，我怕他将我扔出去。毛真真知道自己再留在这里只会惹来景云的嫌弃，为了避免和景云发生矛盾，还是尽快离开的好。若我去了西岳，你会如何？你若是不情愿去的，我便将你抢回来；若是自愿去的，我便厚着脸皮跟过去。我倒是忘记了，这天底下就你燕小王爷的脸皮最厚。啊，这几日怎么不见无涯啊？提起无涯，景云眼中闪过一丝压抑和失望。虽然我从未将他当成下人，可不忠心的人始终不能留在身边。这是天东，在北堂的身边跟了许多年。你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让蓝扶桑来找他。姑娘，秦府传来帖子，说请姑娘一叙。哼，秦青居然还想着我呢，真是难为他了。你说我要不要去啊？景云无奈一笑，莫离那双眼睛里都透着好奇，想去看看的意思，还要再来问他做什么？难不成他说不去，莫离会不去了？我同你一起去。虽然现在已经和秦府没关系了，可曾经也是有一番情谊的。如今秦家丧女，燕王府总不能半点都不表示吧？莫离抿着唇，嘴里含着梨子快笑着。秦家可从未对外宣扬过丧女的事情，景云要是用这个理由登门，岂不是整个盛京城都知道秦音死得不明不白了？哼，帖子上说明日设宴，好像还会请不少的人，我们便去看看，也没什么。还是莫姑娘有本事，小王爷都跟着一起来了，那真是秦府的福气呢。唉，那倒是，毕竟我在景云面前还是说得上话的。秦大小姐的帖子到的时候呢，景云恰好在给我削梨。唉，这几日闲来无事，在燕王府里都快要发霉了，出来瞧瞧也挺好的。一直站在门口也不成样子，倒显得我秦府不知待客了。小王爷和莫姑娘，快里面请。这二位，莫姑娘定然是认识的吧？自然是认识的。七皇子同景云一起接待过西岳皇室，说来也巧，当时林姑娘是跟着西岳皇子一起来的吧？
怎么这西岳皇子都走了，林姑娘还在圣京城呢？林姑娘不是西岳人，怎么会跟着西岳皇子离开？前些日子恰好林姑娘帮了我一个忙，我便拜托了秦小姐，安置了林姑娘。多日不见，莫姑娘和堂哥的感情似乎更好了。本王身子不好，阿离酒量不行，便以茶代酒了。没想到堂兄竟然如此小心，就算是不能饮酒，这茶也不是要从王府带吧？今日多谢各位赏脸，秦府已经不如从前，各位还肯给秦青一个面子，当真是感谢了。今日设宴是告别宴，原本这次回来是想要在圣京城内定居，可一段时间下来，秦青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暮鼓晨钟的寺庙日子。待皇上寿宴之后，我便要回去侍奉母亲了。这些日子多谢各位的照顾，秦青在此谢过。秦姑娘，你怎么就要离开了呢？我才刚与你结识，甚是不舍呀。这圣京城早就没有秦家的地方了，留在这里也是个笑话。这圣京城早就没有秦家的地方了，留在这里也是个笑话。秦青为难的低头，目光却不住地往景云的方向看，似乎在告诉众人，只要燕王府愿意承认秦家，那秦青便可以留下来。当年秦将军跟着燕老王爷征战沙场，秦府是何等威风，总不能秦将军战死沙场，这秦府就这么没了吧？也不知道是谁在下面小声地抱怨了一声，随即又有人应和道：对啊，秦将军当年可是老王爷座下的猛将，燕王府难不成真的不管秦府了？谁知道呢？燕王府现在多了个人，哪里容得下秦小姐啊？啪的一声，莫离重重地放下了杯子，也不跟在座的众人拐着弯说话，直截了当：哼，秦将军英勇，这大家的心里都清楚，但是这是他的职责。身为将军，身为大景的将士，战死沙场也是他的荣光。若是按照你们这么说，那些为了大景丢了性命的普通士兵就该死吗？怎么也不见你们去好好的善待这些人的家人呢？既然秦将军当初选择了当武将，那他就已经定然做好了为大景献出生命的准备。他的付出大家不会忘记，但是其他人的更不应该忘记。景云，你和秦家断绝关系的事情，你没有同这些人说吗？莫离趁着众人还没有想到如何辩驳他的时候，又连忙说道：你不说，这些人还当你是不讲道理的，还连带着冤枉了我。景云听不懂莫离这委屈的语气，桌下的手轻轻安抚着莫离，就算知道他是装的，那也舍不得。前些日子本王离开了荆州，只是离开当日，秦二小姐追来了燕王府，缠着本王不放。后来本王回来，秦二小姐失踪，秦府却一直将这件事情与燕王府扯在一起。本王原本是想着帮忙寻一寻，可秦小姐倒是将这件事情怪在本王的身上。景云言辞多多，每说出一个字，秦青的脸就白几分。秦府其他事情本王都愿意帮忙，可秦二小姐的失踪却非要同本王扯上关系，不仅让阿离误会，也有损本王的名声，秦府的名声。本王早已将事情说个清楚了，只是秦小姐不饶人。景云放下茶盏，和莫离一样重重地落在桌上。在场的都知道，景云脾气向来很好，这次能够惹他动怒，不仅仅是莫离的缘故，也是秦家真的触到了景云的底线。想来圣京城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年燕王府从未对不起秦府，也是处处关照秦府。若是因为这样，秦府的小姐就可以冲到本王府前大闹，几次三番的来惹怒本王吗？景云冷眼一横，众人这才反应过来，若说秦将军为了大景献出了一条命，燕王府何止是老王爷一人，老王妃当年怀着景云的时候都上了战场，
燕王府现在养着的不少家奴和仆人，不是战场上那些将士的儿女，就是已经不能再上战场的老人。比起燕王府，秦府真的什么都算不上。而且燕王府对秦府的关照和厚待，谁看不出来？今日秦青这般，着实是让人心寒，竟然要逼着景云承认秦府的存在。切，这宴席若是这样的，那我就走了，无聊。莫离刚起身，脑中还想着秦青的事情，身子刚一站稳，便觉得脑中天旋地转，还来不及喊一声景云，便眼前一黑，身子便往一边倒去。阿离！景云也被吓了一跳，想要喊醒莫离，可见莫离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白，血色尽退。阿离！景云大骇，抱着莫离，伸手探向莫离的脉搏，脉搏却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怎么了？与你无关。景云周身的气息顿时犹如寒冰地狱一般，抱着莫离，也不管这在场的众人，直接对着天东喊道：将吴相带来。秦青，若是让本王知道阿离的事情与你有关，不管秦将军当年做了什么，本王也要将你碎尸万段。秦青身子一抖，就连求饶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睫毛也跟着颤抖，上半身好像没了力气，瘫倒靠在身边的桌前，望着景云抱着莫离匆匆离去的背影。完了，秦府只怕从这一刻就完了。景燕兰也懒得管还在秦府的林玲，见到莫离昏迷，还有景云那惊慌的样子，他就知道莫离是真的出事儿了，跟着景云一同离开。王爷，我家公子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让天东叫来了吴相，应该快到了。景云话音刚落，便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吴相呼喊的声音，似乎是因为天东的动作很粗鲁。吴相是直接被天东推进房中的，见到着急的不知道手脚该如何放的景云，吴相也顿时收起了想要吐槽天东的话，面色严肃的走到窗边。哎，这丫头怎么了？哎，这丫头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脉搏、心跳和呼吸我都探了，没有异常。景云这些年久病成医，把脉的本事比起吴相也差不了多少。可也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把脉出来，才更加让人担心。吴相挽起袖子，仔细的把脉，和景云说的一样，没有任何问题。这我行医数十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症状，只怕是术法所致啊！你去驿馆，将楚晨星和毛真真都喊来。又转身看向鬼魂状态的李忠，你看看能不能将八爷、七爷请上来，他们见多识广，兴许见过。蓝扶桑的速度极快，不消片刻就带着楚晨星过来了。毛真真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待两人进来之后，便看见景云坐在床边，目光不曾移开半分，紧紧地握住莫离的手。而躺在床上的莫离看似气息稳定，可是从面容上看出他现在极为虚弱。怎么回事？你来看看，阿离是不是中了什么术法？楚晨星连忙点头，丝毫没有耽搁。景云让出位置给楚晨星，手却始终没有松开。他昏迷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还是突然一下就晕过去的？楚晨星从袖间取出了那个招魂铃，放在了莫离的眉心处。他这些日子总是觉得乏力，精神也不是很好。起初我和阿离都觉得是因为前些日子累着了，这几日休息好就可以。他昏迷之前去过什么地方吗？楚晨星手指落在招魂铃上，只听见招魂铃叮铃一声响。往日一贯波澜不惊的楚晨星脸上第一次浮现震惊和不解。秦府，
大事不妙！怎么回事？景云对上楚晨星的眸子，他见到那双眼睛里的惊惧，能够让楚晨星都觉得害怕的会是什么？茉莉的魂魄不见了。楚晨星从未见过这样的术法，明明莫离的所有生命体征都在，可他的招魂铃却响了。招魂铃只招魂，既然招魂铃响，那就说明他要找的人已经死了。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皆是骇然。景云怔怔地坐在窗边，也不知是在想什么。一旁焦急地捏着手的蓝扶桑听到楚晨星的话，脑中犹如一道天雷劈过，几步走到楚晨星面前，双膝一屈，跪在了楚晨星的面前。西岳太子，小人求您救救我家主子。来，你先起来。站在这里的除了太子，小人还能求谁？蓝扶桑倔强的不起来，眼眶微红，抿着唇，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蓝扶桑，你起来。若是他醒着，不会希望你跪在地上求人的。莫离的骄傲他最了解，他努力的不羁的活着，不仅为了自己，也希望跟在他身边的人也可以抬起头，挺直了脊梁的活着。要是莫离醒着，他定然不希望蓝扶桑为了他而跪下。可总会有办法的，我不会让阿离就这么睡着，他会醒过来的。景云语气肯定，也让蓝扶桑心中信服，有景云在，莫离定然不会有事的。楚晨星皱眉，现在不是景云逞英雄的时候，莫离现在的情况连他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景云，他现在的情况连我都束手无策，你还有什么办法？有。景云伸出手臂将莫离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胸前，下巴抵在莫离的头顶，目光坚定。回雾城。雾城这二字一说出口，天东和吴相眼睛皆是震惊，尤其是吴相。景云，你不要冲动，这丫头本事不小，她定然能安然度过此劫的。你能保证吗？景云抬头，吴相也是第一次见到景云用严厉威逼的眼神看着他，心头慌乱，脚步踉跄着后退。尊主，雾城的事情非同小可，你要想清楚了。本尊心意已决。景云的胳膊紧紧抱着莫离，除了去雾城，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到他。景云，你不要胡闹。雾城百年安宁，你要为这个丫头毁了吗？我不管。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为了雾城好，可如今我只要阿离。房内温度陡然降下，一直大开的窗子和门也突然紧闭起来，阳光被尽数挡在了外面。莫丫头的眼光不错，为了你得罪丰都大帝，倒也不亏。悠悠的声音从房间响起，角落里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影。今日便只有我有空，八爷在下面有些事情。李忠说莫丫头出事了，怎么回事？白无常一出现，屋内的其他人也跟着吓了一跳，尤其是毛真真和楚晨星。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鬼，却从未见过鬼差，还是如此近距离的。阿离突然晕倒，楚晨星方才用招魂铃试探，说阿离的魂魄没了。景云一见到白无常，顿时燃起希望。白无常是鬼差，见多识广，定然是有办法的。楚晨星，白无常不紧不慢的先是看了楚晨星一眼，目光落在他手中的招魂铃上。你这东西倒是个不错的玩意儿。如果莫丫头真是魂魄不见了，也派得上用场。抬手间，那招魂铃竟然落在了白无常的手中。楚晨星目光微动，
原本想要去夺灵的手，却在见到白无常后续的动作之后就放了下来。白无常手持招魂铃，左右摇了摇，发出阵阵铃声。可与楚晨星的不一样，白无常的铃声很悦耳，不会让人觉得有任何的难受之处，甚至在听到这铃声之后，心头的浮躁都被抚平了。景云，你且将莫丫头放下来，待我好好查探一番。摇铃之后，白无常就将那招魂铃还给了楚晨星。白无常探过头，仔细地检查着莫离的情况，往日笑眯眯的神情也收敛了不少，如之前查探的一样，脉搏平稳，气息缓和，就像是睡着了，只是魂魄不见了。他之前可见过什么，遇到过什么，吃过什么，还是与什么人打斗过？这些日子阿离都同我在府中休息，只是昨日去了一趟秦府，遇到过，这几日也没遇到过什么人，吃的东西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至于打斗，浣纱。提到浣纱，景云这才想起来，莫离曾说过，浣纱临死之前附在眼睛上的头发掉落了下来，那双血红的眼睛满是怨毒，也逼得莫离来了大景之后，第一次用上了往生咒，想要为浣纱驱散一些怨气。浣纱？哦，浣纱是谁？景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突然问道：姐，近日可曾和八爷勾起过什么女子的魂魄？一个口中塞着木糠，眼睛血红的修炼之人。白无常摇了摇头，这样有特点的魂魄他绝不会忘记，修过道还被如此对待，他若是见了定然印象深刻。可他和黑无常这些日子勾的魂魄里，没有一个是修炼术法之人。难不成那个浣纱没死？不是浣纱。景云摇头，浣纱临死之前被景灵帝让人口中塞糠，让他做鬼也口不能言，只能任鬼欺负。他就算是再想要来害莫离，那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这么推算下来，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动机了。景云和楚晨星对视，两人便知道他们想到的是同一个人，枯骨道人。且先不管究竟是谁做的，姐，你可有法子救醒阿离？既然是魂魄的事情，我当然有办法。现在莫丫头的魂魄应该在那个地方。白无常转头看向景云，他曾为你闯过地府，如今你可愿意为了他闯一次地府？景云想也没想，立刻答应下来，只要能救莫离，就算是死他也愿意。你不如他，他是驱魔师，而且莫家帮过地府这么多忙，偶尔出入一次倒也无妨。只是你，只怕是要死一次了。万万不可！属下知道莫姑娘对您来说很重要，既然非要一个人去死，那属下愿意。属下知道莫姑娘对您来说很重要，既然非要一个人去死，那属下愿意。这件事情只有景云能做。白无常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景云还了莫离为他闯地府的恩情。莫离虽然不当一回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可他就是为莫离不值。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莫离为景云做的事情太多，景云光付出一腔情谊有用吗？不将阿离带回来，我也不会回来的。西岳太子，阿离便先交给你了。既然他要跟着白无常去地府，那在场能够保护好莫离的，便只有楚晨星了。楚晨星明白景云的意思，微微点头。如何才能跟着你去地府？只见白无常伸手，手中躺着一把匕首。我说了，只有死人能跟着我去地府。
景云毅然接过匕首，一旁的吴相和天东还想要上前阻拦，却被白无常甩过来的招魂幡打倒在地上。拔开匕首，折射出来的光打在了景云的眼睛上，柔美醉人的眼睛里尽是坚定。劳烦七爷了。景云眼睛也不眨一下，匕首朝着心口刺去，眼前一黑，景云闭眼之前见到的便是白无常满意的笑容。等他再次睁眼，已然身处一片荒野，周围黑漆漆的，天上挂着一轮血月。醒了？不枉莫丫头对你那么好了。我对阿里不及他对我一半。算你小子有良心，知道就好。白无常翻了一个白眼，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屑。两人穿过荒原，白无常领着景云一路走过丰都。莫丫头是在三途河畔吧？白无常与黑无常一会合，便将莫离的情况告诉了黑无常，随后又问李忠：你在附近看着，千万不要被丰都其他鬼差发现了他在三途河畔的事情。李忠小心的点头，也不多说话，一直默默地跟在三人的身后。七爷为何如此肯定阿离便在三途河畔？黑无常似乎不喜欢景云，拦住了想要解释的白无常。寿命未尽，不能投胎，只能在三途河畔流连。倒是你，只怕过些日子就要来报道了。若真是如此，我今日也不后悔。既然他过些日子也要死，现在能够救莫离，那也是值得的。黑无常皱眉，正要开口，却听见身边的白无常指着前方。哎，那不是莫丫头？顺着白无常的方向看去，三途河畔，一身蓝衣沿着河边走动的不是莫离是谁？三途河连接着忘川，据说是思念汇聚而成的一条河，河中尽是落入地府之后的鬼魂对人间的思念，是一条充满了情意的河。阳寿未尽的人若是无意到了地府，便会受到河中思念的影响，不自觉地在河边流连，一直到可以投胎的时候。一碗孟婆汤，忘记人间一切，忘记三途河畔的一切。景云见到莫离，眼中带着欣喜，也不顾身边的黑白无常，率先冲到了莫离的身边，一把拉住他的手。阿离！莫离见到景云出现在这儿，先是欣喜，之后便猛然甩开景云的手。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里是死人来的地方。你在这里，我便来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里是死人来的地方。你在这里，我便来了。见到莫离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面前，景云觉得心中无比的安定，之前那股惶惶不安彻底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满心雀跃。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费那么大的劲让你活下来了，你现在竟然死了！莫离瞪着景云，心中又气又喜。见到跟在景云身后的黑白无常，气得直跺脚。七爷八爷，定是你们出的主意。我这不是为了救你，你倒好，为了这么个臭小子，居然敢怪你七爷！哼！啊，我总会有办法回去的。你们现在将他带来了，我活了，他怎么办呢？莫离急了，他之前昏了过去之后，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到了地府，想了片刻，便猜到自己是中了别人的术法。不需要怎么推测，有这个本事的也就只有那个枯骨道人了。自己害死了他的宝贝徒弟，师傅来报仇，天经地义。随后他就在三途河畔想着办法，看自己能不能破了枯骨道人的术法，也在想自己是何时中的招。要是知道黑白无常会因为担心自己而把景云的魂魄给带来，他就应该先去丰都找黑白无常说清楚的。我自愿的。
景云一把抱住莫离，他现在知道莫离将他如此放在心中，就算是死也认了。白无常哼了一声，莫离的德性他会不清楚，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的臭丫头，都怪他这些年宠坏了他。你可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人下的术法？我说过，你没有玉佩在身，保护不了自己。你可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人下的术法？我说过，你没有玉佩在身，保护不了自己。我猜是我给浣纱念往生咒的时候。莫离抿唇，那个时候浣纱那双眼睛血红的，仿佛要将他给吞噬了。后来在毛真真身上见到的那股黑雾和浣纱身边的如出一辙，难道那黑雾就是枯骨道人？既然你有线索，便自己到了阳间，咱就好好查一查。你初来大警，还需要这小子多多帮你。黑无常轻叹气，看向平静流淌的三途河。这次你是以鬼的身份来到丰都，万不能被人发现。莫离认真的点头，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敢轻易走动。三途河畔情绪太多，反而能隐藏他的气息。不过莫离倒是从黑无常的话里听到了另外一层意思。八爷，您的意思是景云他没死？都让景云到了阳间帮他忙了，这不就是代表景云也会安然无恙的回去？哼，他阳寿未尽，我要是随意勾魂，岂不是渎职？哼！白无常哼哼了一声，一副傲娇的样子，却看着有几分可爱。哼，臭小子！这东西给你，你带着莫丫头回去。我和八一不能送你们。也不知白无常从哪里拿来了一盏纸灯笼，惨白的灯光悠悠散开，只能照亮前面的2、3步路。拿了灯，才好寻到回去的路。我回去了就能这么回到身体里吗？你阳寿未尽，自然可以安然回去，只是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开术法了。一日不解开，这术法就一日在你身上。景云一手持着灯笼，一手握着莫离的手，牵引着莫离走着。这灯笼的光只有景云看得见，出了丰都，周围一片漆黑，莫离只能看见身边的景云，还有天上那一轮血月。阿离，这里很安静。这里是地府，自然是安静的。若这里不是地府，我都想要留下来了。呸！在地府说想要留下来，你胆子肥了。那又如何？有你在身边，刀山火海我都不怕。你可知道，之前我都快要吓死了。莫离躺在那里，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喊他也听不见。景云当时的无力感，只有在母妃离世的时候感受过，但是当年年纪尚小，对死亡的概念并不清晰。现在见到莫离倒下，那种切肤之痛，这辈子他都不会忘记。好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莫离回拥着景云，2条胳膊搂着他的窄腰，脸贴在他心口。血月之下，2人的身影在黑暗中相拥，阴森中却又带着丝丝甜蜜。景云，你是喜欢我什么呢？我这么不讲道理，还凶，还贪财。我就是喜欢你的不讲道理，你的凶脾气，你的贪财。你很好，好到让我自行惭愧。莫离觉得心间甜丝丝的，原来听到心上人说的情话，竟然会让人如此开心。眼角眉梢都不自觉地上挑，唇角的弧度也越来越大，露出脸颊上浅浅的酒窝，一脸满足。景云手持灯笼，紧握着莫离的手一路走，莫离眼中含着笑，跟在他身后，仿佛人生满足。2人也没有走多久，便看见前方漆黑的大门。过了这道门，就是阳间了。我会努力的。
什么？努力让你不要再去担心衣食，不用担心安危，就如同方才一样，什么也不需要去想。现在，你只需要跟着我，我们一起回家就好。莫离目光微动，莞尔一笑，脸上似乎带着明媚的阳光，虽不能照亮阴暗的地府，却也让景云的心头一片暖意。好，我们回家。这么多年，莫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家，如今这个字从景云的口中说出来，竟然觉得理所应当，就该是如此的。公子，你终于醒了！蓝扶桑一高兴，眼眶竟然红了，就差没有扑进莫离的怀中大哭一场。天知道他这一日有多担心，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儿。他甚至都做好了，若是莫离不能从地府回来，他也跟着自杀，去地府追随莫离。莫离魂魄刚刚回到身体里，精神还有些不济，脑子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便想到了在地府跟自己一同回来的景云。景云呢？他在这里，你先照顾好自己，还有空担心别人。白无常带走景云的时候，虽然拿出了一把匕首，景云也确实将那匕首刺向了自己的心口，可白无常的速度更快，匕首只是在景云的身上划出了一道皮外伤，招魂幡一摇，就将景云的魂魄带走了。所以景云除了受了点皮外伤，根本就没有事。那他现在还好吧？他没事，只是身子骨太弱，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莫离点头，确定景云没事，他一颗心也放下了。莫姐姐，你这次是谁害的？下这种阴暗手段，也不怕遭了报应？公子，小王爷是当真对你好的。我当然知道。蓝扶桑见两人之间的气氛比起之前还要甜蜜，他也不是个没眼力见的人，拉着旁边还呆愣守着的天东，就朝着门外走去。临走前还十分贴心的为两人关上了房门。莫离放下茶水，脱下鞋子，也爬上了这张软榻，身子缩在里侧，贴近了景云，耳畔是景云的心跳声，平稳有力，也让他更加心安。深深的呼吸一口，鼻尖萦绕着景云身上好闻的味道，这比起热茶更让他安神。阳光透过窗棱落在两人的身上，蓝色的衣袍纠缠在一起，分不清楚是莫离身上的还是景云身上的。随后的几日里，莫离都在房中翻阅书籍，希望可以找到与自己种的术法相似的法子，以便想出来如何克制。黑无常说的不错，术法一日不解，他就一日处于危险中。景云也在派人暗中调查，可派去的人都快将那座荒山翻了个遍，也没有半点关于枯骨道人的线索。不消多日，便到了景灵帝的生辰。景云身为大景的燕小王爷和逍遥王，还是外人眼中景灵帝宠爱胜过亲儿子的存在，自然是要露面的。只是这次景灵帝特地传来一道旨，要景云一定要带上莫离一同前去。莫离看着景灵帝送来的衣服，嘴角不禁抽搐。他是一定要我穿得像是一只花蝴蝶才肯罢休吗？他是一定要我穿得像是一只花蝴蝶才肯罢休吗？景云听他抱怨，发出轻笑。如莫离所说，那些大景的女子确实穿的都犹如花蝴蝶，像莫离这般穿着简单朴素的，确实少之又少。他的生辰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啊？明日的寿宴会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你时刻待在我身边，千万不要离开。莫离点头，景云担心的，他又何尝不担心？枯骨道人现在没了踪迹，谁知道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而且
那道黑雾，他到现在都没有头绪，只是几次偶然的看见过，大多都是在浣纱的身上，所以枯骨道人也是有嫌疑的。次日一早，莫离有些不情愿地穿上那身花衣裳，虽然和莫离的气质有些相悖，可幸亏莫离五官上佳，桃红色的罗裙上绣着映山红落在裙角，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件沾了血的衣裳。景云见莫离从王府门口走出来，那身衣服穿在莫离的身上，怎么看着怎么觉得晦气，眉头也不由得皱了起来。阿离，不如你回去换一身衣服。莫离却摇头，他才刚刚恢复精神，可不想和景灵帝斗智斗勇的，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好了。既然莫离不愿意麻烦，景云也就只能作罢。这次景灵帝的寿辰来了不少人，景云和莫离到的时候，偌大的席间已经坐了许多人。莫姐姐，你今日可真漂亮。回去之后我也想要一身这样的裙子。景云宠溺地笑着点头，一件衣裳而已，莫离就算是要星星，他也会想办法给莫离摘下来。哎呦，我就不该上来打扰你们两个，我还是回去师兄那边。你们这里的气氛可真是要腻死人了。莫离无奈地翻了个白眼，没想到他也有一天可以光明正大的撒狗粮。两人入座，巧的是这次对面坐着的又是景印兰，也不知道是不是莫离的错觉，他觉得今日见到的景印兰似乎有几分颓丧之感。在景印兰的身边坐着的还是那日在秦府见到的玲玲。莫姑娘，逍遥王，前些日子莫姑娘突然昏迷，我与七皇子可是担心了好些日子，不知道莫姑娘现在可好些了？哦，已经痊愈了，多谢挂念。七皇子，我便说了不需要担心，有逍遥王在，莫姑娘自然吉人自有天相，您无需如此担心的。景印兰不作声，抬眸看向莫离，眼中蕴含的情绪太多，莫离都有些不明白了。皇上驾到，李贵妃驾到。景宁帝身着龙袍，李贵妃跟在他身边，两人身后则是一大队随侍的宫人。一番行礼之后，席间也已经坐满了。莫姑娘怎么一直看着本宫？只是觉得贵妃娘娘今日很好看，便多看了几眼，还想着改日让景云帮我打听打听，贵妃娘娘平日里都是用了些什么，竟然保养得这么好。逍遥王宠爱莫姑娘的事情都传到了宫里来，哪里需要本宫来同你说呀？想来逍遥王便会为莫姑娘寻来的。贵妃娘娘这话就严重了，本王确实将阿离放在了心尖上，可本王不过是逍遥王，哪里比得上贵妃娘娘？听闻老七身边的姑娘也是学术法的，不知道和莫离相比如何呀？自然是比不得的，莫姑娘的修为实在是高得多了。玲玲不才，与莫姑娘交过手，却是惨败。竟是如此，不过朕倒是听闻大漠王手下巫族很是厉害，不知道大漠这次可有带人来呀？朕倒是很想看看大漠巫族与朕这大景的术法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呢？莫离就坐在那儿看着，心中冷笑不止。景宁帝还真是半点都闲不下来。道士来了。在楚晨星旁边的一桌坐着一个穿着粗犷的男人，衣服上缝着兽皮，衣服在胸前斜斜穿过，露出一半精壮的胸膛和有力的右臂，右肩上更是纹着一只龇牙咧嘴的狐狸。这男人是大漠呼延王最爱的小儿子，名叫呼延君。本王出来圣境的时候，
也听说了关于莫姑娘的传言，对于莫姑娘也是很好奇，只是苦于莫姑娘一直在燕王府里不出门，难以见上一面。现在正好，这次同本王一同来的，本王的好兄弟涂山正是巫族中人，不知道莫姑娘愿不愿意与涂山比试一番呢？坐在呼延君身后的是一个五官柔美的男人，要不是呼延君言明是好兄弟，都要以为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美人儿了。莫离顺着视线看去，这个叫涂山的，他怎么觉得有点眼熟？眉眼带着一种熟悉感，却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本王的好兄弟涂山正是巫族中人，不知道莫姑娘愿不愿意与涂山比试一番呢？哈哈哈，如此甚好。莫离啊，你如何说呢？今日是皇上的寿辰，皇上既然想看，那莫离怎么好拒绝呢？在下涂山淼，莫姑娘指教了。与方才呼延君的大嗓门比，这个涂山淼还真是谦谦君子的样子，就连衣着也如同一个柔弱书生，只是眼神半点不显柔弱，坦坦荡荡，是个君子。对这个涂山淼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只是靠近了一番之后，莫离倒是看出了些许的不对。这个涂山淼的身上定然是带着什么压抑灵气的东西，不然他怎么一靠近就觉得浑身不舒坦。姓涂山又长得如此之好，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猜错了。涂山淼对于莫离如此光明正大的打量也不在意，只是稍稍眨眼，一副俏皮的样子。指教了。说着袖间一抖，掉落出一把银剑，朝着莫离直接攻来。莫离也不含糊，这次虽然是来皇宫，身上也带了不少皇服，随手就抽出一张，朝着银剑打去。涂山淼银剑侧过，并没有与莫离的皇服撞上，而是直接躲开了。随后银剑陡然收起，脚下步子急速朝着莫离冲去，与莫离面对面相视。驱魔师？莫离一愣，他到大景之后，从来没有人直接喊过他驱魔师，都认为他是捉鬼师或者捉妖师。你怎么知道的？莫离连忙后退，与涂山淼拉开了距离。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还是在比拳脚上的功夫。涂山淼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容，反手收在身后的银剑上，也突然带着淡淡光芒，在日光之下散发着光晕，很是漂亮。莫离感觉事情不对，一手持符，一手捏诀置于胸前，闭上眼睛，口中念咒。等他再睁眼的时候，脑中一片清明，涂山淼手中的银剑也已经朝着他刺来，身子一侧躲开银剑。莫离眼疾手快，黄符打在银剑上，只见一阵花火闪过，带着噼里啪啦的声响。涂山淼的表情大变，连忙将黄符从剑上甩开，步子几个后退，站在了莫离的对面。媚术。莫离仔细打量着涂山淼，他还真的没猜错，这个涂山淼是涂山狐族的。只是大漠的巫族里为什么会有狐狸？涂山淼颇为欣赏莫离，自己已经将灵气控制住了，莫离竟然还能认出他的身份。莫姑娘果然厉害，在下佩服。从刚才的情况看，是涂山淼输了。阁下也不差。坐在高座上的景明帝似乎很满意这个结果。你们二人呐，都是不错的。大漠的巫族果然是名不虚传。呼延王子，你觉得如何呀？哈哈哈，这位姑娘当真是厉害。涂山的本事本王清楚，能够3两下破了涂山的术法，你是本王见过的第一人。真可惜啊，若是本王先一步认识姑娘就好了。
现在倒好，让我认识了你，你却和大景的逍遥王在一起了，那真是可惜了。这天下只有一个阿离，那便是本王的阿离。那真是可惜了。这天下只有一个阿离，那便是本王的阿离。哈，逍遥王还真是好福气啊！今日毕竟是景灵帝的寿宴，既然开头的暖场已经由莫离和涂山淼做了，后续的表演也就都一一上了台。宴席之上觥筹交错，也有不少人来找莫离和景云敬酒，都被景云挡了回去。景云，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人都很奇怪啊？景英兰这些日子暗中拜访了很多人，听雨楼的牌子直接从1楼升到了3楼，身后有人相助。而景英杰这几日似乎也感觉到了景宁帝的心思，想要争功，都被景宁帝挡住了。昨日还被景宁帝骂了一通，今日这寿宴只怕是没这么简单。莫离眼睛微动，他刚才好像看见玲玲在酒水中下了什么咒法，敢在这样的寿宴上动手，玲玲的胆子还真大。你小心。景云可不会管其他人，他只要莫离是安全的就好。说话间，呼延君端着一壶酒走到两人的面前。今日可是景宁帝的寿宴，你们两个只饮茶，怕是有些扫兴了吧？哈哈哈，莫离呀，本王遇见你是晚了，但你总不能这杯酒都不同本王喝吧？这酒呢，你喝了，绝对不会后悔的。呼延王子，你该不会骗我吧？哈哈哈哈哈！自然不会。若是本王骗你，你可以将本王的脑袋给砍下来。不愧是本王看上的人，果然是豪爽。呼延王子说话还是注意些的好。怎么，逍遥王这是不高兴了？呼延君的注意力也不放在莫离的身上，而是转而放在了景云的身上。似乎在景云身上，他反而能找到更多的乐趣。不过是几句玩笑话，没想到逍遥王如此小气。大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难不成度量如此之小？本王只不过说了几句话罢了。呼延君嘴上不饶，景云捏着酒杯的手指节泛白，若不是莫离在桌下捏着他的手，示意他忍着，他哪里会按耐得住？三人这里隐约升起的火药味，引来了旁边人的关注。莫姑娘与逍遥王有娃娃亲，成亲不过是逍遥王在等莫姑娘点头罢了。呼延王子几次三番地说出那样的话，难免有调戏莫姑娘和挑衅逍遥王的意味啊。本宫倒是觉得大景的礼仪确实不错，若是换做本宫，只怕现在刀剑已出啊。西岳太子不是修道去了吗？怎么也有兴趣来大景了？本宫修道，却也还是西岳太子，知道来了大景该有的礼数。倒是呼延王子，似乎还要再好好了解一番了。本王是了解过，只是不了解为什么西岳太子也来帮逍遥王说话。当年的燕王爷也没有少杀你们西岳的人吧？逍遥王笑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方才确实不该生气，生气的对象不对，反倒是拉低了自己的身份。呼延君气得咬牙，将手中的酒杯狠狠掷于地上，也不顾景灵帝的面子，愤然离席。景云倒了一杯酒，正准备朝着楚晨星敬酒，算是谢他刚才出口帮忙，却被莫离抢了过去。我挑起的头，我先谢。二位不善饮酒，还是算了。楚晨星并不打算再喝下去，他会出声，
也只是看不惯呼延君一直对莫离那般冒犯。莫离不是普通的女子，只是碍于现在的场合，实在不好与呼延君多计较什么。不过以他对这两个人的了解，只怕是宴会之后呼延君应该不会太好过了，所以这酒嘛，不喝也罢。与刚才的呼延君一比，楚晨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那多谢了。景云也是头一次对楚晨星如此缓和，将之前与楚晨星的矛盾也全部抛开。宴会还在继续，从白天到晚上，已经换了好几波人表演，莫离看的也有些昏昏欲睡。见到莫离坐在旁边点着脑袋，几次都要睡过去，景云也很心疼，伸手揽过莫离的肩头，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抬手抱起他，趁着众人还在饮酒欢庆的时候，悄悄地从偏殿离开。两人并没有离开皇宫，只是在御花园里寻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莫离觉得景云身上睡得很舒服，干脆将两条腿直接搭了上去，整个人窝在他的怀中。你倒是愈发的性子懒了。景云无奈，只得抱紧了些，调整了一下姿势，让他睡得更舒坦。莫离笑笑，伸手在景云的脸上一掐。哼，反正有你顺着我。那个呼延君，你今日是真的生气了，对不对？会不会觉得我太没用了？什么？我听母妃说过，当初也有人当着父王的面对母妃不敬，父王一剑斩断了那人的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当着父王的面对母妃不敬，背地里都不敢。而且呼延君言语中都透着对父王的不满。在我心里，父王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小家，也为了整个大晋。谁说你没用了？你要是没用，那不是衬得其他人更加没用了？说话间，莫离灵巧的鹿眸微微眯起，靠在景云怀里，透着杀意。这呼延君对他不客气也就算了，可现在竟然还惹得景云如此，他这就忍不了了。莫离极为护短，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不管如何他都会护着，哪怕是错的，他私底下会说，当着别人的面他也要护着，就是如此的不讲道理。今日是景宁帝的寿辰，宫人大部分都在宴席上忙着，反倒让御花园安静了下来。忽的，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莫离和景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却因为夜色太暗，看不太清晰。去看看。我去便好，你在这里等着。景云刚从凉亭下去，正要上前翻开花丛，却听见一声水花，随后又听见一女子高喊：杀人了！莫离杀人了！中计了！莫离只是站在凉亭里，双手环抱在胸前，目光落在前面池子里的一圈圈涟漪上。在那个女人喊出声音之前，莫离还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现在总算是知道了。冷笑了一声，身后传来景云的气息，莫离很无奈。我就说了，这次准没好事。这是本宫的奶娘啊！池子里飘着的是李贵妃的奶娘梁嬷嬷。方才听见有人说是你杀的人，抬起头来，你是谁家的小姐？户部尚书杨府杨蕊儿。将你方才所看见的都说个清楚。景宁帝震怒，一双眼睛望向莫离，属于皇帝的威严和杀意尽数传达了过去。要是寻常人，只怕这个时候已经吓得腿软跪倒在地上。反观莫离和景云，还是一副悠然的样子，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倒不是莫离不惧景灵帝的眼神，那人毕竟是皇帝，周身的气势是寻常人比不得的。只是他在想，这些人算得如此精准，就知道自己和景云一定会来凉亭。而且那个杨蕊儿为何如此肯定的说是自己？在这之前他可从未见过这个人。杨蕊儿低着头，依旧是跪在地上。方才小女子觉得席间闷热，便出来走走，恰好见到莫姑娘在与一位嬷嬷争执，似乎是因为后来小女子便看见莫姑娘突然拿出一张符纸打在了嬷嬷的额头上，嬷嬷惊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然后就将嬷嬷扔在了池水里。杨蕊儿说话之际，池水中的梁嬷嬷也被捞了起来，宫灯一照，在梁嬷嬷的额头上赫然是一张莫离才独有的紫符。莫离，你还有什么话说？本宫知道，本宫有些地方惹怒过你，可本宫的奶娘是无辜的呀。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奶娘照顾臣妾长大，如今又在照顾小皇子，臣妾心里苦啊！莫离，你好大的胆子！今日乃是朕的生辰，你竟敢在皇宫内廷杀人！来人呐，给朕拿下！谁敢？景云一步上前，挡到莫离的面前，对上景灵帝的目光。景灵帝也是第一次见景云抖落出如此气势，眉头紧锁，眼神里尽是打量和忌惮。他就知道景云绝不会如表面上这样闲散无用。莫离依旧是一副淡淡的样子，好像景灵帝要抓的人并不是他。踱着步子走到梁嬷嬷的尸体旁边，蹲下身子，两指捏起那张紫符。莫离，你不要动本宫奶娘的尸体！你这是什么意思？哼，这符确实是我的，可是这上面却已经没有多少灵力了，别说是杀人，杀鬼都不行。既然你已经用了，自然是没有灵力了。莫离，你自己都承认这紫符是你的，你还想狡辩什么？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爱妃不必如此，有人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还选在这个时候，那便是在挑战朕的威严。景灵帝望向莫离，又将目光继而转向景云，最后给景云投去一丝警告的意味。朕自然会彻查，谁也保不住。我并不是要狡辩，说的不过是事实。你还记得我最近在什么地方用过这张符吗？荆州。景云走到杨蕊儿的面前。你确定你看清楚了阿离的脸？而且在这之前，你从未在本王和阿离面前出现过，阿离也确定没见过你，你就如此肯定？杨蕊儿对上景云那双眼睛，眼神里的杀意丝毫不比景灵帝的少，而且透出来的寒意甚至让他觉得好像死亡就在自己的身边。小女子认得，白日里莫姑娘和那大漠的涂山大人比试的时候，小女子便见过他。哦，若是本王没有记错的话，你同你父亲应该是坐在后面一些的位置吧？是裙子，小女子没有认清楚脸，可见了这条裙子。这话一出，李贵妃和景灵帝的脸色皆是一变。没想到是因为裙子啊！随后眼神瞥向李贵妃，其中透着的阴郁寒凉，让李贵妃心头仿佛都被寒冰所包裹，犹如坠入了寒冰地狱一般。只是我记得好像有人跟我穿的裙子是一样的吧？景云，
你还记得是谁吗？两人一唱一和，既然人家会演戏，那他们就让这一出戏好好的唱下去。自然是记得的，那人就坐在我们对面。阿离，你忘记了吗？看见两个人得意的样子，李贵妃紧咬着牙，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想起来了呢。莫离莞尔一笑，那样子好像是真的突然想起来了，目光落在人群之中，找到了那个人。不就是一直跟在七皇子身边的林姑娘吗？林玲浑身一抖，脸色顿时煞白。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只是没有想到杨蕊儿竟然是个怂包，被景云这么3两下子就问出了破绽。哼，一般我用紫符用完也会收回来，因为这符难得贵重，只有一次没有收。就如景云说的，我同他去荆州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不懂规矩的，明知道我是修炼术法之人，还要用修道之中明令禁止的术法来查探我的方位，险些害了我的性命。林姑娘，你知道我后面做了些什么吗？看样子林姑娘还记得呢。莫姑娘，你血口喷人！是吗？我怎么冤枉你了？我有证据，你有吗？你就是血口喷人！光是一条裙子能说明什么吗？还有这紫符，我为什么要留下别人害我的符？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同你道过歉了，你为什么要不放过我？要查清楚，这还不简单。这里有5位修炼术法的人，莫姑娘、林姑娘是嫌疑人，那便排除在外。剩下的还有本宫、本宫的师妹，还有涂山淼。楚晨星走向梁嬷嬷的尸体，只稍稍看了一眼。这人刚死不久，魂魄也才离体，想来就在这附近飘荡着。既然问不出来活人，倒不如问问死人。不妥，堂兄，我没有要与你和莫离为敌的意思，只是林姑娘是我带进宫里来的，如今她被冤枉，我也不能坐视不理啊。是不是冤枉，现在还言之过早。七皇子有何高见？楚晨星是他们几人中情绪最为平和的，加上他的身份是西岳太子，在场众人里仅次于景灵帝。只要景灵帝没有对他持反对意见，那其他人就没什么好说的。毛姑娘和莫离的关系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而太子你也经常出入燕王府，想来和莫离及堂兄的关系是不错，是否也需要避嫌啊？本宫师妹修为低微，别说招魂了，就连普通的小鬼也不见得能对付，让她来，本宫怕是会丢了师父的脸。至于本宫，哼，这下人的事情，本宫不屑动手。不知道呼延涂山大人可在？也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大家纷纷查探，想要寻到涂山淼的身影，最后却见到涂山淼一脸笑意的站在人群最后。在是在的，只是我在这里很久了。涂山淼笑眯眯的，眼神锐利的放在了杨蕊儿的身上。王子走后，我闲来无事便来逛逛，毕竟第一次出大漠，这御花园又是精心培育的，想着来开开眼。却不知啊，竟然撞见了逍遥王和莫姑娘在此休息了。穿过人群，涂山淼朝着莫离和景云眨了眨眼。不知为什么，那个呼延君对景云和莫离满是敌意，倒是这个涂山淼立场不明，好像并不完全听从呼延君的。而呼延君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对涂山淼也很客气。方才打扰了二位，真是不好意思呀。方才树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方才树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原本这偷窥一事就放不到台面上来，
也不是君子所为，我便想着暗中离开，谁知道还是发出了动响。谁知道你是不是帮着莫离说话的？玲玲不满，今日这事情原本是做得天衣无缝的，就算是杨蕊儿不小心说漏了嘴，景云也不能光凭着一张符、一件衣服就能给莫离脱罪。可现在一个楚晨星帮莫离也就算了，这大漠来的涂山淼也来帮他。涂山淼笑着，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我为何要帮着莫姑娘？我与莫姑娘一不沾亲带故，二来呼延王子被逍遥王和西岳太子一通嘲讽，我不来踩一脚便是不错了。是啊，可你为什么要帮着他？玲玲不知涂山淼话中的陷阱，顺着话说下去，却惹来旁人的窃笑。还能为了什么？不过是说了实话罢了。这个玲玲竟然还问为什么，当真是可笑。林姑娘，你这话就说的有些奇怪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相信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公道呢？还是你一定要将罪名安在莫姑娘的头上？方才西岳太子说话，你说西岳太子的师妹和西岳太子与燕王府的关系匪浅，如今指向我这个第一次来大井的人，你却还是觉得我用意不纯。我这个大漠粗人倒是有些不懂大井的理儿了。涂山淼的话一说出来，倒是将整个大井都搭上去了。玲玲还准备辩驳，却被景灵帝一声怒喝给喝住了。玲玲蠢也就罢了，何必搭上整个大井陪她一起蠢？这玲玲算个什么东西？要是今日这事情传了出去，只怕要被天下人耻笑。吴山苗，按你的说法，你在命案发生的时候就在这里，是吗？景灵帝深吸一口气，看来今日是不能要莫离的命了。也罢，来日方长，他就不信莫离次次都有人相助。说来也巧了，其实在这里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伸手一指，众人随着涂山淼的方向看去，竟然是地上跪着的杨蕊儿。这人在逍遥王和莫姑娘来的时候，也恰好在这里，倒是盯着莫姑娘和逍遥王许久，想来是找二位有什么事吧。莫离被涂山淼这话说得扑哧一下笑了。莫姑娘笑什么？我笑景云皮相太好，惹来了青睐。你胡说！杨蕊儿的小心思被人拆穿，这让她一个未出嫁的女子颜面何存？涂山淼发出了啧啧的声音，摇头道：唉，巫族的人从来不说谎。若是你不相信，不如试试巫族的真言咒。还有我爹也制成过吐真伞，闻上一点，什么真话都说出来了。我不要，我不要！既然是闹剧一场，便就此作罢吧。既然是闹剧一场，便就此作罢吧。户部侍郎何在呀？一个闹剧一场，就说明了景灵帝已经不想再查下去了。臣在。后院都不能管好，朕看你这侍郎也是没有必要再当下去了。最后景灵帝撤了户部侍郎的职，将他调去偏远地方。这场宴席也算是不欢而散。莫离朝着涂山淼道了一声谢，他知道今日若是没有涂山淼，只怕也不会这么快结束。莫姑娘无需如此，不过是将事实讲出来罢了。今日呼延王子对老王爷不敬，还望小王爷见谅。比起呼延君，眼前的这个涂山淼好像才是这次大漠来的领队人。寒暄一番，众人便分开。回王府的路上，莫离坐在马车里，
想起今日的事情，怎么都觉得奇怪，很不对劲，好像一时之间整个皇宫里的人都对他有敌意了。李贵妃记恨我是因为我挡了她的路，景明帝记恨我是因为我在你的身边帮忙，那景一兰她为什么？你当真不知？其实你那次昏迷，景印兰一路追着我到了燕王府，我当时不确定他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便没有让他进来。现在想来，他当时还真有可能别有目的。景云不喜欢以恶意揣测别人，只是现在景印兰的举动已经开始对莫离产生危害了。他现在记恨你，只怕是还在怪你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将女儿身的事情告诉他。就算是告诉他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小肚鸡肠。不管景印兰了，景宁帝最近的变化这么大，看来是有些猫腻。景云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看来是他最近懈怠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半点消息都没有得到。如果不是今日见到，只怕还是不清楚景宁帝最近的动向了。次日一早，莫离还在睡梦之中，昨天的事情闹得那么晚，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莫离几乎是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房门被拍得作响，莫离缩在被子里，狠狠地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气。打开房门，便看见在门口一脸急切的蓝扶桑。怎么了？天塌了不成？我的好公子啊，你可知道今日王府门口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什么事儿啊？那个无涯不知道脑子犯了什么病，拉着秦家大小姐跪在王府门口，求王爷收留。莫离顿时瞌睡全无，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也不用蓝扶桑催了，连忙将蓝扶桑叫了出去，自己在房中飞快地换好了衣服，又洗漱了一番。他们还在王府门口跪着？是啊，两人还跪着呢。王爷应该也快过去了，天东一跟我说，我就马上来找公子了。莫离刚到门口，就和景云碰上了，两人相互点头对视一眼，便知道对方已经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一同走出王府大门。只见无涯脱了上衣，上半身背着金条，后背上血肉模糊，身边还有鲜血滴落，低头跪在王府门口。在无涯身边便是一身素衣的秦青。无涯，你这是做什么？无涯知错了，只求王爷能不计前嫌，收留属下和青儿。青儿？莫离抓到了最后无涯对秦青的称呼，这般亲昵，只怕两人现在的关系不简单啊。莫姑娘，如今青儿已与属下有了夫妻之实。无涯依旧没有抬头，只是莫离还是听出来了，他口中的莫姑娘三个字，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的。没想到秦青想入燕王府不成，想靠三皇子不成，最后却委身给了无涯。莫离心中忍不住的惊叹，他怎么之前就看不出来这个无涯对秦青存有心意呢？毕竟无涯是个连性命都可以为景云付出的人，却在秦家姐妹这件事情上几次忤逆了景云的意思，还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夫妻之实这四个字虽然没有惊起莫离和景云多少情绪，却是身后的那些围观的百姓听得一清二楚，纷纷对秦青投去了鄙夷的目光。女子未出嫁就失了身，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着身后的人对秦青的暗中责骂和鄙夷，这让无涯怎么忍得了？只是现在在景云面前，他也不好太放肆，只能硬生生的忍下来。景云一直都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的看着无涯。这人太让他失望了。你心意已定？属下此生只认定了青儿，之前青儿对莫姑娘都有得罪，还望莫姑娘海涵。
本王不是不念旧情的人，你本就是王府的人，没什么求不求的。只是他不行。秦青是什么人，无涯会不清楚。把秦青带进王府，谁知道他会不会背叛燕王府？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无涯拖着金条，额头猛地磕地，一声一声的，听得景云更是愈发的失望了。求王爷海涵，求莫姑娘海涵。旁边的秦青也跟着一起，每一声都很结实的落在了地上。奴婢知错了，求莫姑娘海涵。这次秦青倒是自称为奴，也是明白自己如果能够进入燕王府，这辈子也就是燕王府的下人了。谁让他跟的是燕王府的侍卫？海涵，我可不记得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秦大小姐，燕王府庙小，可容不下一位千金小姐来当奴婢。这是莫离最后的警告。要是这两人还是不依不饶，那他就慢慢教训。这几天等着他教训的人不少，呼延君、李贵妃，哼，总是会排到他们两个身上的。不是奴婢当初太过骄傲，对莫姑娘失礼了。奴婢现在真的知道错了。奴婢与无涯是真心相爱的，无涯是燕王府的侍卫。如今我们只求能够得到燕王府的原谅和收留，让我们也好安心的成婚。王爷，之前是奴婢鬼迷心窍，如今是真的知道错了，还望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了奴婢，也原谅了无涯吧。景云拂袖就要离开，无涯今日的这番举动不是在逼着他吗？既然无涯认为自己不会狠心，那他就让无涯看看他是如何狠下心肠的。可莫离却伸手拉住了景云，唇角勾起，露出了一个别人觉得贤良淑德，可景云看来却是一肚子坏水鬼机灵一般的笑容。既然人家都知错了，那看在无涯在你身边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们不答应似乎是有一些不近人情了呀。阿离要如何？景云知道莫离定然是有了计策，就算是让秦青和无涯进了燕王府，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是他多虑了，莫离岂是会吃亏的主？今天无涯领着秦青在王府门口逼他们，那明日莫离就要无涯和秦青两个人深深的知道后悔这两个字该怎么写。前些日子你不是还跟我说天东年纪轻，做事不如无涯沉稳，现在正好将无涯叫回来。至于这秦青，反正王府也不怕多上一张嘴，就他这体格和胃口，燕王府养得起。莫离一说完，站在王府门口围观的众人皆是鼓掌，口中纷纷夸赞莫离是菩萨心肠。比起地上跪着的秦青，简直是好了1000倍10000倍。莫离也心安理得的受着，既然秦青要给他这个机会，他总不能辜负了吧？王爷觉得呢？便依你。景云勾唇轻笑，既然他们要玩，那就玩到底。多谢王爷。至此，王府门口的闹剧便也就结束了。秦青和无涯被蓝扶桑领着去了一处院子住下。之前无涯的房间是在景云的院子里，只是现在已经有天冬了，景云不需要那么多人跟在他的身边。蓝公子，奴婢的相公之前不是王爷身边的侍卫吗？住得这么远，如何保护王爷啊？如今王爷的身边有天冬在，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无涯侍卫没有告诉你吗？他会离开王府出去办事儿，便是王爷将他调离了。蓝扶桑，你我都是奴才，你何必如此？那个秦青是不是还想让无涯跟在景云的身边呢？公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哈哈，当然知道了。他突然跟了无涯，非要入王府，不是为了燕王府，就是为了景云嘛。
燕王府和王爷不是一起的吗？那可差远了。莫离没有继续说，只是缓缓睁开眼睛。树叶枝桠下打落一片细碎的阳光，微风拂过，带着微微凉意。这盛京城快乱了。扶桑，起来，我们出去一趟。去哪里啊？去道谢。莫姑娘，是来寻我的吗？来道谢啊！昨日帮我的忙，我光说一声谢谢可是不行的。莫姑娘是想与我扯平了？我不习惯欠人的，东西不多，但是够你用上一段时间了，比起你现在的好。包袱里装着的是一叠符纸，里面的符咒也是用来压抑灵力的，只是更加温和一些。如果莫离没有猜错的话，涂山淼是用了什么东西将尾巴绑起来了。不管是狐狸精还是狐仙，灵力都在那几条尾巴上，尾巴越多，灵力越强。涂山淼不想暴露身份，自然要藏起自己的尾巴。莫姑娘可还记得昨夜呼延王子跟你说过的那杯不会后悔的酒？你什么意思啊？我虽然灵力不高，可也看得出来，莫姑娘的身上被人种下了术法。涂山淼微闪着眼睛，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一定没有看错，甚至可以看出来下这术法的是谁。那就……莫离眼神微微惊愕，他不明白这个涂山淼为什么要帮自己。我不能彻底的帮你解了那术法，但是可以帮你反压制。在你找到办法之前，想来可以让你不受牵制。你帮我，目的是什么？想要你欠着我点什么东西，日后总会有用的。狐狸果真是狐狸，哼！那你知道是谁下的吗？看刚才的样子，应该很清楚才是。黑白无常都看不出来的术法，这个涂山淼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还在宴席上让呼延君给他一杯不会后悔的酒，借着这样隐蔽的手法为他压住了那术法。这人本事不小。知道是知道，但是你不怕又欠了人情？反正也欠了一个，不怕第二个。确实如你猜测的，的确是枯骨道人。那人我遇见过，巫妖流中数一数二的高手。这世上或许也就只有毛道人能够与之一敌了。你也不行？涂山淼诚实的摇头，就算是今天，他也不是枯骨道人的对手。巫妖流就算是邪道歪道，却也能够压制他。人家是道，他不过是妖。你问了这么多，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又是什么人？驱魔师究竟是什么？我？哼，我就是我呀，一个普通的驱魔师。至于驱魔师是什么，一句话，除魔卫道。好一句，除魔卫道。涂山淼意味不明地说着，似乎他也在这个魔之中。没想到涂山竟然和这大井女子聊得如此兴致浓浓，在大漠的时候，本王可从未见过。也不知道呼延君是什么时候到的，看向莫离的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不满。只是不知道今日这未来的燕王妃来驿馆做什么？莫不是见到比起你家王爷皮相更好的人，心中雀跃了？聊天对象不一样，自然反应也不一样。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为人稍好那么一点。想来也是这一点能够和涂山淼聊得来一些吧。你，呼延君怒视着莫离，什么叫做为人好一些？按照莫离这么说，涂山淼与他相谈，要是没有这么欢畅，
是不是说他的为人还不如一个莫离？看来呼延王子也觉得我说的挺对的，不然怎么如此激动啊？嘿，王子之前对我家王爷说的那些话，莫离的心里可都记得清楚呢。扶桑，道谢已经道过了，咱们回王府去。王爷今日那身蓝袍穿得极为好看，我还没有看够呢。哼，哼了一声，莫离便要带着蓝扶桑离开，只是转身的时候，一张黄符被他揉成极小一团，悄悄地顺着指尖的力度打到了呼延君的脚边。顿时丝丝白烟升起，缠绕在呼延君的脚脖子上。站在旁边的涂山淼静静地看着，不说破也不去阻拦。涂山淼目送着莫离离开，看着莫离的背影，他倒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燕王府还真是不一般，之前有燕老王妃，现在有一个莫离，还真是让人羡慕又嫉妒呢。涂山，你该不会是看上这个丫头了吧？涂山，你该不会是看上这个丫头了吧？涂山淼只是冷冷地看了呼延君一眼。此次来大井只是为了祝寿，你不要闹出什么事情来。这里是大井，不是呼延君和以无法无天的大漠。知道自己身份不如涂山淼，能力也不如涂山淼，呼延君便只好将自己还想要说出来的话给咽了下去，只是脸上还是一脸的不情愿和愤怒。公子啊，你方才在那个呼延王子脚边上扔的是什么啊？也没什么，就是我原来认识一个姑娘，她有个情郎，后来情郎背叛了她，她便想出了这个咒，可以让情郎半年之内当不了男人，用以出气。莫姑娘，秦青双手交叠在小腹间，低着头，身子微微弓着，这是标准的皇宫里宫女的礼仪。莫离这就不懂了。秦青刚进燕王府，按照他之前对秦青的了解，还是沉得住气的，这怎么第一天就来找自己了？莫姑娘，午膳已经备好了，不知道莫姑娘想在哪里用呢？午膳？莫离觉得奇怪，他平日里吃饭，要么是蓝扶桑负责的，要么就是跟着景云一起。突然多了一个人来给他准备午饭，还真是有些不习惯。今日要不是莫姑娘愿意帮着奴婢和相公，只怕我们现在还在王府门口跪着。奴婢愿意给莫姑娘当牛做马，以答谢莫姑娘的收留之恩。莫离其实并不能接受奴婢下人跪在自己面前，就比如蓝扶桑，若是他稍稍有一些奴性，莫离就会将他狠狠地骂上一通。但是这次他却没有让秦青起来，人家要当丫鬟奴婢，他还能不成全了？好呀，不如就放在花厅吧，院子里的桂花刚开，味道还不浓郁，刚刚好。也不知道秦青无意还是故意，燕王府里花厅那么多，也有好几个边上种着桂花树的，可他就恰好选到了离景云的院子最近的。布菜和收拾的动作发出碰撞，竟然将景云也惹来了。怎么回事？莫姑娘让寻一处带着桂花香的花厅用午膳，奴婢便自作主张选了这处。景云对秦青还是了解的，不理会也不放松警惕，心思复杂不要紧，他和莫离的心思也很复杂，但至少光明磊落，不像秦青那点心思犹如阴暗水沟中的老鼠，不能见光。王爷若是觉得不好，无妨，本王也要在这里用膳。天东，本王也在这里吃，你们就不用忙活了。莫离要让秦青和无涯进府，那就有他的打算。景云不想打乱了莫离的安排，说起话来也算是客气了。秦青咬牙，现在他只是燕王府的下人，就算是景云直接让他滚开也都是可以的。反正只要他今日能够见到景云，这便够了。
他也不是真心的想要服侍莫离的衣食。秦青刚走，莫离就领着蓝扶桑到了花厅，见到景云坐在这里，还不见秦青的影子，稍稍错愕。你将他赶走了？还真是难为他了，堂堂千金大小姐来服侍我这个野丫头。景云眉头微皱，如今别说见到秦青，他现在见到无涯都觉得心里不舒坦。莫离看出景云心思，我留这2个人下来又不是给你添堵的，你想想，如果李贵妃他们真的不帮秦府了，那秦青又在盛京城留不下去，他会怎么办？李贵妃既然在宫中想过害你，何必再找一个秦青呢？看他们上次的准备，显然是想要昨夜在御花园里就生擒了你。所以你猜是景明帝？两人异口同声。李贵妃如今示弱，尤其是这几次对莫离下手都不成功，反而还惹了自己一身腥。他身后那人只怕是要弃了这枚蠢棋了。王爷，皇宫突然来人，说要捉拿莫姑娘。为何？说话间，一队皇宫禁卫已经冲进了花厅。惊扰燕王府，实属无奈，还望小王爷见谅。景云冷哼了一声，人都闯进来了，现在说什么见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竟然还需要金甲军亲自来本王的王府。景云将莫离拦在身后，天东和蓝扶桑也上前一步，挡在了莫离的身边。这3人直接将莫离给推到了身后最为安全的位置。李贵妃流产，莫姑娘有重大嫌疑，今日多有得罪，日后属下自当上门谢罪。只是属下现在职责在身，还希望莫姑娘可以配合属下，免得大家都为难。我今日可从未进宫，贵妃娘娘流产与我何干啊？这事儿还需要莫姑娘跟属下走一趟才好说清楚。公子啊，你昨日还在皇宫里险些被冤枉，怎么知道今日就不是冤枉了？王爷，我家公子都被冤枉多了，今日这来势汹汹。去便去，本王同阿离一同前去。景灵帝逼他，那他也不再忍。若是没有莫离在身边，景灵帝要如何作都无所谓，只要不伤及燕王府，他受再多的苦楚都没有问题。可现在一次又一次的让莫离处于危险之中，被景灵帝视作不得不除去的眼中钉肉中刺。既然如此，那他便借着这次的机会彻底和景灵帝撕破了脸皮也无妨。反正这些事情大家早已经心知肚明了。莫离，你好大的胆子，好歹毒的心肠！昨日李贵妃痛失奶娘，对你确实过分了些，但也是人之常情。你竟然对贵妃下咒！一个布娃娃朝着地上扔去，做工有些粗糙，娃娃的身上扎满了银针，尤其是在小腹的位置，小腹正中间的一根银针上甚至还扎了一根带血的银针，穿腹而过。莫离也不去捡那东西，白了一眼。怎么，你这是怀疑朕和贵妃有在陷害你？哟，昨夜的事情皇上也说了，不过是场闹剧，我也没有放在心上。至于贵妃娘娘小产一事，当真是与我没有任何的干系的。那你这又是如何解释呢？这娃娃的后面可是你画的符咒，这上面的灵力朕也让人去探查清楚了，确确实实是属于你的。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这确实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今日都没有入宫过，如何在皇宫里留下这布娃娃，还让贵妃娘娘流产呢？莫离丝毫不让，清脆的嗓音在大殿中回荡，偏殿里还传来阵阵的悲泣之声。胡说！莫离，你不能进宫，但是逍遥王可以，你们2个是一体的。
自然会合着火来害本宫。爱妃，爱妃，你莫要下阵呐！莫离只是冷眼看着，景灵帝这一日不见，好像身子骨更好些，白发又少了许多。匕首在动，这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莫离点头，他也感觉到了一股凉意从他后脊梁骨上升，一直到了脖颈之下才停止。这司景宫里藏着一个很厉害的角色。皇上，臣妾求您了，为臣妾的孩子讨回一个公道。臣妾求您了。莫离，本宫承认本宫记恨你，奶娘的事情是本宫犯浑，奶娘心疼我，便做了这件事儿。可本宫的孩子是无辜的。李贵妃伸着手，平日里保养的甚好的手臂如今泛着青筋，皮肤也变得很粗糙，只是李贵妃自己像是没有发觉似的。莫离，你为什么如此狠毒？为什么？你就如此肯定是我？大景会术法的不止我一个，这圣京城里记恨你的也不止我一个。你们自己算算，现在圣京城里光是你们知道的修炼之人有多少个？你休得狡辩！今日这事情事关贵妃和皇子。景灵帝让人将李贵妃送去偏殿休息，身着龙袍，广袖一挥：“来人呐，将莫离给朕押去大理寺。”随后又将目光放在了景云的身上。逍遥王亦有嫌疑，将逍遥王软禁王府，待事情解决了之后再做定夺。皇上，你当真要如此？景云上前，目光中是警告的意味。今日他要是撕破脸皮，只怕是日后再也收不回来了。这圣京城的一片动荡，想来是要从司景宫开始。还不快动手！哼，今日我去了大理寺，日后只怕是要你们跪着求我出来。等我回来。想吃什么？这几日为你去寻来，你回来就可以吃了。这两人的反应压根儿不像是一个要被关大牢，一个要被软禁的样子，好像只是莫离出去一趟。景云低声问他今日晚膳需要准备些什么。我的口味你是知道的，在王府乖乖的等我。说着就跟金甲军离开了。司景宫里只剩下景云和景灵帝。皇上，今日你做出这决定，希望你日后可以好好承担下来。景云，若不是因为朕，你怎么会有今日？现在你长大了，骨头硬了，就可以跟着莫离那个妖女来对大景不利吗？景灵帝收敛好自己的表情，一抖身上的龙袍，尽显皇室尊严。只是景云已然走远，对于景灵帝的话更是一声嗤笑。原本为了父王用性命守护的大景，他不想和景灵帝之间闹得太难看，大家相安无事的不好吗？既然景灵帝如此步步紧逼，他再不做出反应，不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莫离。大理寺的天牢还好，并没有想象中的幽暗。如今你就在这里安分些，不要想着用你那些术法做什么，不然的话有你好看的。莫离哼了一声，潇洒转身坐在了大床上，一只脚甚至架在了大床上，上半身靠在床边，对于方脸队长的话半个字也听不进去。方脸队长并没有其他的恶意，只是想提醒莫离一番，见他如此不领情，便也作罢。方脸队长一走，莫离便双手结印置于胸前，随后指尖泛着白光。等莫离再睁眼的时候，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青紫脸蛋的小鬼。你想做什么？莫离眯着眼睛，他没有带上符纸，如今也只能暂时开了天眼，不然也不能逼着小鬼显形。小鬼张嘴，却只是咿呀咿呀的说着，不知道是想要表达些什么东西。见莫离不懂，干脆挥舞着手脚，一副急切的样子。你不是想要害我的？小鬼摇头。你为什么在思景宫啊？这只小鬼和上次被人故意练成的不一样，他是自己怨气极重，死前应该是有什么事情不能释怀。小鬼努力的在说话，可就像是咿呀学语的婴儿一样，说出来的话谁也听不懂。见莫离还是听不懂自己说的话，那小鬼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最后直接坐在地上打滚，像是个孩子一样在撒娇。小鬼顿时站了起来，双手成爪，气急败坏地朝着莫离扑来。莫离见势不对，连忙咬破自己的指尖，带着血珠的手指朝着那小鬼点去。没有黄符辅助，他的血也不见得是小鬼的对手。但是小鬼似乎也不是想要和莫离为敌，躲开那血珠后，死死地抱住莫离的小腿，怎么也不肯放开。滚！莫离怒斥一声，小腿一抬，将那小鬼踹了出去。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说话我也听不懂，你最好是自己想办法让我理解清楚，不然你再靠近我一分，我就要你魂飞魄散。莫离掐着指尖挤出血珠，阳光下的血珠泛着莹莹金光，看得那小鬼也干脆后退几步，缩在了墙角，似乎很害怕莫离生气。两只手揪着胸前衣服的两个绣花，咬着下唇，一副委屈的模样。小鬼虽然是厉鬼，五官却还是可爱的，这个样子倒是让莫离有些不忍心了。这小鬼和司景公有关系，那兴许对自己也有帮助。你过来，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点头和摇头就行了。小鬼眼睛一亮，知道莫离肯帮自己了，蹦蹦跳跳的朝着莫离过去。你和李贵妃认识很久了，对不对？小鬼哼哼唧唧的点头，血红的眼睑框着黑溜溜的眼珠子，惊悚恐怖之下竟然还有几分可爱。莫离思量几分，这小鬼不会说话，有些问题是不能弄清楚了。可是不会说话的小鬼，他可还是第一次遇见。你一直都不会说话。小鬼一愣，似乎觉得奇怪，先是摇摇头，然后点点头，微微张着紫色的小嘴巴，一副懵懂的样子。你来找我是为了李贵妃？小鬼点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拉住莫离的衣袍，轻轻扯动。你是要我救她？莫离眯着眼睛，心中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见小鬼不动，莫离继续道：你可知道那李贵妃可是几次三番的想要我死，你找人救她，是不是找错了人呢？被莫离说的，小鬼的眼前一片水雾，却要滴下眼泪来，只是那眼泪泛着淡淡的血色，委屈的不行。你就是那个11皇子吧？小鬼低着头，还跪在地上，两只青紫的小手放在膝盖上，许久才缓缓的点头。莫离忍不住的轻叹一声，他就猜到是这样。这小鬼的眉眼和景宁帝有几分相似，鼻子嘴巴却像极了李贵妃。不是我不救他，我现在会在这里也是他导致的，你要我怎么去救啊？11皇子站在原地不吭声，缓缓抬头看了莫离一眼，眼下一片血红，青紫的小脸上也是带着淡淡的血红色，嘴巴张了张，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身子转开，
朝着天牢墙边跑去，最后消失不见。景云，望着天牢的铁窗，莫离轻轻呢喃着景云的名字。就算是身处天牢又如何？他相信景云总会有办法解开这一局的。只是到时候，他是一定要景灵帝等人求着他离开。脚步声慢慢靠近，莫离警惕地转过头，却见到景燕兰负手站在天牢门外。七皇子怎么来了？你还是可以叫我阿兰的。只怕是不妥，我连景云都是连名带姓的喊，叫你阿兰，我怕对不住景云。景云，为何你们都对景云如此好？父皇如此，大景的百姓如此，就连你也这样。我呢？我也是皇子，为什么你们从来就没有人来关心我？就连我第一次喜欢的姑娘也是景云的，为什么什么都是景云的？说完了。景宁帝如何我不知道，大景的百姓如何对景云好我也不管，只是我不喜欢你，这一点就算是没有景云我也不喜欢。莫离的每一个字对景燕兰来说都犹如刀刃，直插入他的心口，一片鲜血淋漓。可若是我当初知道你是女子，那我……景燕兰不依不饶，如果当初知道莫离是女子，他定然不会放手，就算是打乱了自己的计划，也要试着和景云一争。知道又怎么样？你会为了我放弃精心布置多年的局吗？你不会。可景云也不会。如今你在这天牢里，你知道景云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燕王府招来了烟雨楼的姑娘，就是见着你不在。是吗？那你帮我带句话，让他玩得开心啊！记得找陆晴夫人说一声，借着我的名号，倒是可以在烟雨楼打个折呢。景燕兰微怒，就算景云如此，莫离也能够接受吗？景云到底有什么好的？他哪里都比你好。见莫离就是不理他，景燕兰气急，拂袖离开。他今日过来，便是想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莫离。若是莫离愿意离开景云，不管莫离的心有没有他，他也会想办法将莫离从大理寺弄出去。现在看来，倒是他自作多情了。景云确实是大张旗鼓的招了烟雨楼的女子去王府，也如莫离所想的，的确是另有目的。这群在烟雨楼平日里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一反常态，收起脸上的笑容，一个个的神情严肃，单膝跪在地上。繁复华贵的衣袍下皆是一身劲装，清一色的黑衣。天东在这群人的前面，旁边是洛晴，两人低着头，神情严肃。尊主，当真要开始了吗？尊主，当真要开始了吗？务城继续藏着，只放出青竹帮。洛晴似乎有些不明白，两方势力比较，自然是务城的要更强大一些。如果要救出莫离，务城出面几乎可以兵不血刃，只用青竹帮难免还要费些力气。尊主，那烟雨楼要做什么？撤出圣经，转名为暗。飞叶回来了吗？说话间，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身穿黑衣的劲装男子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一只手上还拿着一个锦盒。嘿，主子，想我了不成？哎呀，你这手底下这么多美娇娘，也不怕莫姑娘生气？嘿，怎么，如今软禁燕王府，主子你这是要在王府里逍遥自在？季飞叶听令。属下听令。明日放出消息，听雨楼和青竹帮皆是本王手下，所有姬家产业关门3日，青竹帮水运也一样。如此说完，下面跪着的众人皆是大惊失色。
季家不光是大景，就连西岳和大漠都有产业，更不要说青竹帮的水运，可谓是大景经济的一条重要命脉。别小看了这短短的关门3日，简单的关门3日，那可是要让大景经济受挫。3日内，大景的衣食住行皆是属于停滞的状态。季家的产业关门，与季家有联系的产业也会跟着停止下来。主子，当真要如此？事出要有因呐。如今景宁帝一口咬定是莫姑娘害得李贵妃流产，事情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如此做，反噬民心呢。事出自然有因。关押燕王妃，软禁本王，这便是事出。毫无证据，只为一己之私。李贵妃与本王向来不和，迁怒王妃，这便是因。可这……李贵妃恋蛊，暗害本王，本王自幼受蛊毒害，如今王妃还未解蛊，李贵妃愤然，便要将王妃除去。季飞叶等人又是一惊，景云中蛊的事情他们是都知道的，可不知道竟然和李贵妃有关系。景云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们的心七上八下，脑子里一阵一阵的，几乎接受不来这些消息。当真是李贵妃，王爷是如何得知的？你们只管做，很快便会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一时之间，整个的大景的商业就全都停滞了？启禀圣上，听闻传来的消息，这些都是季家的产业，想来是季家那俩兄弟受益的。季家的两兄弟，谁能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回父皇，儿臣倒是知道一些。说便是，看什么？儿臣是在找一个人，怎么不见逍遥王啊？这和逍遥王有什么关系？父皇有所不知啊，季家兄弟并不是青竹帮和季家产业的掌权人，或者说，季家的产业不该称之为季家的产业，这些都是逍遥王手下的产业。那季家兄弟也不过是他手下的人罢了。父皇有所不知啊，季家兄弟并不是青竹帮和季家产业的掌权人，或者说，季家的产业不该称之为季家的产业，这些都是逍遥王手下的产业。那季家兄弟也不过是他手下的人罢了。此话当真？景宁帝颇为威严地坐在龙椅之上，腰间的玉带被他手指摩挲着，眼中的阴毒狠辣更甚，只是下面的人都低着头，没有人注意到。儿臣不敢欺瞒。三皇子，这话可不能乱说。逍遥王重病缠身，除了每年的老王妃生祭会去荆州之外，平日里也不曾离开过盛京城。他又是如何能做到这些呢？还有那季家兄弟，据老臣所知，除了季飞叶、季飞白，都未曾来过盛京。是吗？那宋将军，您说，盛京如此繁华，为何季飞白从来不来盛京城呢？季飞叶的权力低于季飞白，就算是他在盛京城，许多事情还是需要季飞白的许可。而且季家也不是在盛京城没有生意，若是真有什么事需要联系，还需要逍遥王离京才能定夺吗？宋将军语塞，找不到任何的话来反驳。若景云真的是最后的掌权者，有些事情的定夺不出盛京城也可以做到。来人呐，选逍遥王进宫。金甲军？怎么？这次又要来抓谁？王爷，这次皇上宣的是您。本王？本王的王妃都被你们带走了，如今又要带走本王，当真是好样的！本王？
本王的王妃都被你们带走了，如今又要带走本王，当真是好样的。昨日带走的是莫姑娘，王爷还是不要混淆身份的好。本王认定的王妃，何时轮到你来说三道四？景云怒了，他是真的怒了。什么时候起，一个金甲军的队长都可以来燕王府如此嚣张的说话，还来教他如何称呼他的阿离不成？既然皇上要见本王，那本王便去。只是本王进了皇宫，可就不是那么好让出来的了。景云带着天东踏进金銮殿，身上的酒气还未散去，脸上带着一抹轻微的嘲讽和笑意，身上哪儿还有什么病气，浑身上下透着和燕老王爷如出一辙的气势，甚至比起燕老王爷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跪下！景云不动，而是微微抬起下巴，桀骜不驯。皇上宣臣来，所谓何事？大逆不道！景云，朕是皇上，朕让你跪下，你便要跪下。景云也不回答景灵帝的话，而是示意身边的天东将小包袱扔在了地上。不如等看了这些，皇上再决定要不要臣跪下。包袱里装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张张的黄符，还有几个制作粗糙的布偶。你这是什么意思？景灵帝皱眉，他当然认得包袱里的东西，和昨日在思景宫看到的一模一样。没什么意思，只是要给本王的王妃讨一个公道。那莫离不过是个妖女，绝不是大景的王妃。本王认定了，便是本王的王妃。你是要反了不成吗？反了又如何？景云不甘示弱，他被景灵帝逼了这么多年，早该反了。只是念着这个大景的安宁是父王用性命换来的，不忍打破。可现在景灵帝变本加厉，要不是他这些年韬光养晦，只怕现在就已经死在燕王府里了。你好大的胆子！昨日皇上说，本王的王妃是用了这巫蛊之术害得李贵妃流产。现在看看，这符咒是如何落在巫蛊娃娃身上的。你们再看一眼这个娃娃的布料，本王记得，这好像是织云锦。季家这次只产量3匹，2匹送入了皇宫。听到景云说出季家2个字，景灵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还有脸提季家？季家难道不是你逍遥王手底下的吗？这织云锦又如何？你燕王府难道没有吗？你说3匹就3匹了？还真没有。织云锦1匹难求，季妃夜寻了半年才得了1匹，这3匹集成也花费了5年。你可知另外1匹给了谁？景灵帝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脚步下意识的后退。给了李贵妃的娘家。这巫蛊之术究竟是怎么回事？本王不去细说，有些人心里清楚。今日季府产业停下，的确是本王受益。只要皇上一日不将王妃从大理寺送出来，这季家关门的状态就会一直进行下去。威逼谁不会？这个世界不就是如此，强者生存。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如何？他景云不管过程，不论结果，只要他的阿离不受任何的委屈。景灵帝浑身一滞，心头油然生出了一股惧意。景云的事情他明白的太晚了，等他注意过来的时候，景云已经不再受他控制。你当真要如此吗？本王说了，只要王妃一日不出来，那些产业就会一日关门。景云依旧没有松口，既然已经孤注一掷，他就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景灵帝一声令下，门外的金甲军冲了进来，手中长剑拔出，明晃晃地指向景云。谁知
不仅景云不动，就连他身边的天东也没有动一下。皇上可要想清楚了，若是今日本王在这金銮殿上出了任何事情，后果如何？皇上自己做好准备。景云，你为了一个女人大逆不道，你眼里还有大景吗？你可有颜面去面对你那个为了大景鞠躬尽瘁的父王？景宁帝话锋一转，又将事情扯到了景渊逸的头上。你父王若是知道你今日这般，定然要杀了你这忤逆子。景云嗤笑，他从未见过父王，也不知道父王究竟是个什么性子，但是从他听来的，从母妃描述的，父王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受任何的委屈，这一点还是有信心的。至于是不是大逆不道、忤逆犯上，轮不到景宁帝来评判。皇上不需要提起本王的父王，今日本王就将话撂下。若是本王的王妃不出来，本王也不会从皇宫里出去。只要本王一日不出皇宫，季家兄弟就会不遗余力地搅乱整个大景，哪怕是搭进去整个季家，那也无妨。天东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搬来了一张矮榻，双臂举起扛在肩头。金銮殿上的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天东是何时离开，又是何时扛着这矮榻出现的。只听见轰的一声，天东将那矮榻放在了金銮殿上。你景宁帝气得说不出话来，也知道景云这是要做什么，拂袖就要离开。可景云则是安然地躺在矮榻上，闭着眼睛假寐。好走不送，将王妃带来金銮殿，本王连人带矮榻一并带走，不劳烦皇上。众人走后，只有景印杰还站在金銮殿里。逍遥王还真是好本事啊，竟然是这大景，不，这天下最富之人，还真是本皇子眼拙，之前都没有看出来呢。三皇子眼拙的地方多了，不多本王一见。景印杰也不气，今日能够将景云逼得把狐狸尾巴露出来，这就足够了。日后要对付景云，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多的是人要对付，正好还能给自己省了一件事。这边景云大闹金銮殿，大理寺的莫离也不差。既然要将他关在大理寺，他也说了不会跑，一定会让景宁帝他们求着请他出去。莫离大咧咧地躺在大牢内的床上，指尖掐着一张符，符上还隐隐闪着光，偶尔还抽动两下，像是活的一样。这么多天在里面乖了没有啊？莫离捏着那张符上下飘动，每次飘动一下，符纸就会闪动一下。这张符里关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莫离在老鬼的协助下抓起来的那只被炼酒而成的小鬼。乖了，乖了！小鬼的声音从符纸中传了出来，略带哭腔。他心里清楚，主人已经不要他了，不然怎么会这么久都不来救他？以后听我的话吗？听了，以后您就是小人的主人。小人？你是小鬼？对，主人说的对，我是小鬼，是小鬼。那只小鬼简直要在府里哭出来了，只要莫离让他离开，他是什么都行。想出来？莫离轻哼了声，手指朝着床边甩去，将那张符扔在地上，白光一闪，小鬼从府里摔了出来。我出来了！有名字吗？没有。以前的名字不记得了？莫离觉得好玩，他也是第一次动了收小鬼的念头。以往抓到了鬼，要么打得魂飞魄散，要么就是交给黑白无常。到了大景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身边少了帮手，
做事情还真是麻烦。蓝扶桑是半妖不错，可他才刚刚修炼，帮不了什么忙。李忠就更不行了，刚踏入鬼道没多久，在阳间待久了，还需要回到丰都去修养鬼气，不然还会受伤。老鬼在玉佩没有回来之前，莫离是不敢随便召他出来了，不然还给自己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么一对比，眼前的这只小鬼简直是雪中送炭。莫离眼睛笑得像月牙儿。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当初要不是景云，我估计也要死在老鬼的手上，自然要记他一份功劳的。提起景云，莫离甜甜的笑着，脑海中不禁想到那时景云接着北堂的身份，黑袍裹身，一张面具，还有那缕从兜帽里落出来的头发。就叫你念景好了，也不知道景云怎么样了。多谢主人赐名，念景日后定当为主人鞠躬尽瘁，魂飞魄散也不惧。我现在皇服没带多少在身上，也不想出去，但是嫌这里太清静了。你每日在这里面闹腾，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只要不出人命，随便你闹。记住，只要不出人命，你随意。莫离怕念景不懂自己的意思，又将那句不出人命仔细地咬中了几分。念景咧着嘴，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鬼牙。他当然明白莫离的意思，只要不死人，伤了人也不要紧的。大理寺里幽魂多，毕竟这里是天牢，阴气重，可就算是魂魄再多，也没有念景的对手。念景可是被练出来的修罗，连莫离的驱魔剑也不怕。虽然比不得老鬼那正统的修罗，却也不差。得到了莫离的准许，念景撒开了手脚，朝着天牢外面走去。不过多时，莫离躺在床上，就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喧闹声和呼救声，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景宁帝，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大理寺里除了鬼魂大胆的哀嚎声外，再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了。主人，那些人都被我带着鬼赶出去了，现在还要做什么吗？自然是要做的，但是你跟在我身边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收敛自己的心。该放肆的时候呢，放肆，但是停下手来的时候呢，就要收起那些心思。念景知道了。那主人还要念景去做什么呢？莫离咂巴咂巴嘴，念景的鬼气这么足，也不知道能不能去皇宫一趟。不会说话的小鬼，你有办法吗？不会说话？还有不会说话的鬼？皇宫的思景宫里有一个小鬼，是当朝的11皇子，你将他带来，不管什么手段，坑蒙拐骗随便你，我要见他。皇宫？念景睁大了眼睛，血红色的瞳孔中发着光，没想到他才跟着莫离，就能做这么多厉害的事情。不敢去啊？去啊，我还没有去过皇宫呢。那你可千万不要迷路了，皇宫大得很，去将11皇子带来。念景迈着小短腿，哼哼哧哧穿墙而过，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念景在皇宫里转悠，这里龙气四处飘荡，念景原本飘着的，也只能变成一步步走，稍不慎就会被龙气所伤。走了好久，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金光灿灿的，但是里面飘着淡淡的鬼气。主人说的11皇子，肯定就是这里了。念景趴在墙边，穿过墙壁，还没有看清楚里面的动静，脖子便被一只鬼手拉住，拖着到了一处角落里。耳边传来一只小鬼的声音，啊啊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念景也很聪明，顿时就明白了，眼前这个啊啊说话的，就是莫离要找的人。主人找你，跟我来。
不管11皇子愿不愿意，念景直接拉着他就跑开了。跟我走，我主人莫离说要见你。11皇子听到莫离的名字，也不管眼前这个瘦弱的小鬼了，迈开短腿就朝着大理寺跑去。他再不去找莫离帮忙，母妃就要死了。莫离正躺在床上闭眼休息，远远的就感觉到了11皇子身上的那股寒凉之气。怎么，不是念景将你带来的？莫离刚睁开眼睛，就见到11皇子飘在半空，正与他对视。你不说清楚，我就算是想帮也帮不了。主人，那个是您要找的11皇子吗？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景突然出现的缘故，11皇子又闭上了嘴，突然窜到了念景的身边，拉着他的衣服，手舞足蹈的。莫离看着这情形，眉头微皱。念景，你是同他看见了什么了吗？这么一问，念景便将自己在皇宫里看到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还有那个女人被吸食了精气的事情告诉了莫离。黑乎乎的，像雾吗？不像，黑乎乎的，倒像是个人。像人？你知道吸食你母妃精气的是谁吗？11皇子犹豫着，黑白分明的眼眶，又带着血红色眼脸的眼睛，透着怨恨，咬着下唇不肯点头，也不肯摇头。莫离见不得11皇子如此可怜。李贵妃虽然和他有过节，可这个孩子这模样吧，实在是惹人心疼。从怀中取出一张紫符，又让念景寻来了一张黄纸，将紫符包裹在黄纸中，咬破指尖，在黄纸上轻轻划了一下。你那好，这几日悄悄地放在你母妃的身下，在我出去之前还能保住她的命。11皇子一双眼睛上还含着泪，愣愣地看着莫离，将那张被黄纸包裹起来的紫符紧紧捏在手中，小小的身子跪在莫离的床前，狠狠地磕了2个头，这才离开。景宁帝估摸着快来了吧，所以让你带着众鬼去大街上闹腾，闹得如何了？人仰马翻。大街上没有欺负人吧？没有，主人您不是说了吗？那些都是无辜百姓，不伤人不害人，只是闹腾闹腾。念景，迎客。这理所当然的语气，好像这大理寺真成了莫离的地盘了。念景哧溜一声，将那些水果放下，随后挥动手臂，将那些在外面走廊上晃荡的小鬼都召集起来。景宁帝进来的时候，就见到莫离一手持着苹果，痞气地坐在床上，在他身后则是各种张牙舞爪显露出来的鬼魂，莫离在其中就像是鬼魂头子。呀，什么风将皇上给吹来了呀？莫离故意露出了一副惊讶的样子，将手中的苹果往地上一扔，目光凛冽。什么？皇上准备将事情说清楚，还是要将我杀了呢？莫离，这件事情朕已经查清楚了，是朕冤枉了你，如今朕也亲自来请你了，这件事情不如就这样罢了。罢了？既然是冤枉了，还希望皇上能够好好的解释一番。我不过就是一介庶民，可是担不起毒害贵妃、谋害皇子的罪名。莫离抬手将身后的众鬼扶去，那些张牙舞爪的鬼魂是消失了，可莫离的身手却让对面的众人更加害怕，甚至有胆小的工人身子发抖，牙关打颤。抬手就可以招来那么多鬼，扶手又可以将那些鬼送走，这样厉害的人，他们哪里敢得罪？皇上觉得如何呢？皇上觉得如何呢？好，这是自然的。
莫姑娘，这是愿意同朕出去了吗？我出去，哼！本姑娘在这大牢里头再待下去，可就要一身的霉味儿了。既然皇上请我出去，我自然是要卖这个面子的。莫姑娘，请云在哪里啊？便在金銮殿，你同朕一道前去吧。偌大的金銮殿内，景云一身蓝衣，斜靠在矮榻上，天东怀中抱剑，站在不远处。景云双眼紧闭，眉宇愁云环绕，眉峰微蹙，嘴角也紧抿起来，看得出来他这几日很不开心。莫离悄悄走上前，一只手捏着那片枫叶，一只手伸出，想要揉开景云蹙起的眉。人才刚刚靠近景云，便见一道人影忽地起来，速度极快，一把抱住莫离，将他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中。回来了。莫离鼻尖尽是景云身上独有的气息，怎么也闻不够，贪婪地呼吸着这气息。回来了。那便好。如今莫离已经在这里了，景元，你该兑现承诺了吧？景云松开莫离，将他拉到自己的身后，抬眼对上景灵帝。伤人重信，本王说到做到。握住莫离的手，两人正要离开，却见景云的身子轻微的晃动了几下。等莫离反应过来，景云的身子一歪，正要倒下。景云，你怎么了？莫离大惊失色，大步上前，将景云抱在怀中，这才没有让他摔到地上。怀中的景云体温迅速下降，眉毛上结着一层寒霜，头发也迅速的结冰。这时景云体内的蛊又犯了。怎么会这样？莫离连忙将景云抱在怀中，搓着他的手。对面站着的景灵帝见到景云这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来人呐，将这两个乱臣贼子拿下！莫离抬头瞪着景灵帝，浑身散发着煞气和怒意，只是那双手还不忘记给景云取暖。景灵帝，你若是不想死，就现在闪开。我们是乱臣贼子，景灵帝，你今日说的每一句话，可要记清楚了。朕就不信了，你们次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这次，除非是神仙相助，不然你们是逃不掉的。莫离抬起头，见到景灵帝那丑恶的嘴脸，将手扶上景云的脸，抚去他眉间的寒霜。阿云，就这样的人当皇帝，只会毁了你父王拼死守下的江山。阿云，你好好的撑着，我们很快就出宫了，我要让景灵帝后悔。你记得醒来了帮我一起。秋风在金銮殿前呼啸而过，莫离原本低垂的眸子猛地睁大，脸上尽是不敢相信的神色。罗！莫离激动地握住景云的手，眼中含着惊喜，目光止不住地环顾四周。他一定没有听错，随着那阵风来的是龙神的龙啸声。他从小听龙神的笑声，一定不会听错的。还不将他们杀了！只见莫离从腰间取出一张紫符，凌空一扔，双手在胸前结印。临兵斗者，结阵列前，行！驱魔诛邪！结出的手印朝着前方一推，紫符中顿时散发出了巨大的光芒。原本烈日当头，竟然在一瞬间变得灰蒙蒙的。随着一道雷声响起，天空中竟然传来阵阵龙啸之声。顺着声音望去，在天空的层层乌云中，一道金光在云中穿梭，气势恢宏，
众人惊异，只有莫离唇角含笑，透出来的气势恍若无人能挡。金光从云间冲出，竟然是一条五爪金龙，龙啸怒目，盘旋在皇宫之上。不仅景灵帝等人见到了，就连上京城的百姓也都看见了那条金龙。驿馆内，楚晨星和涂山淼也不知道怎么，竟然坐在一起喝茶。楚晨星端着茶杯，抬眼看向天空中那条气势不凡的金龙，浮现一丝略带意味的笑容。好像我们都小瞧了莫姑娘。我可从未小瞧过她。看来本宫已经确定了合作的人。我也是。皇宫之内，景宁帝已经被金龙吓得站不稳了。围在莫离、景云身边的侍卫，要不是因为景宁帝在此，他们早就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了。莫离，金龙的声音浑厚，还隐约带着几分空旷的感觉，传出阵阵的回音。金龙盘旋在莫离的上空，龙目往下，见到莫离如此狼狈的样子，不由得生出几分怒气。身子未动，只是伴随着一声龙啸，金龙身侧金光大盛，那些原本就站不稳的侍卫感觉一阵冲击，皆是胸口疼痛难忍，口中吐出鲜血，倒在地上也不知是死是活。莫离，现在如何？莫离看了一眼景灵帝，冷哼一声：“哼，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快就完了的。景宁帝，你好好等着，我要你看着自己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失去。”景云还没有脱离危险，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既然可以走了，他要尽快带着景云回燕王府。龙神，可以带我和阿云回燕王府吗？金龙点头，身子缓缓降下来。天东早已被这番景象吓得合不拢下巴，在莫离的催促下，扶着景云的身子爬上了金龙的身上。龙的速度极快，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三人就已经在燕王府的上空了。莫离将景云扶到房中，正要解开衣裳为景云取暖，手却一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个人解不开景云的蛊。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两个人，莫离又赶忙打开房间的门，朝着天东和赶过来的蓝扶桑道：“你们去驿馆，将西岳太子和涂山淼请来燕王府，就说莫离有事相求，这恩日后赴汤蹈火一定还。”天东和蓝扶桑表情严肃，脚下不敢有半点耽搁，一个去找楚晨星，一个去找涂山淼。幸亏这两人的速度都极快，莫离在府中也没有等多久，那两人就被天东和蓝扶桑带着回了燕王府。楚晨星和涂山淼看见在院子中盘着的金龙，也是稍稍惊异了几分，尤其是涂山淼。莫姑娘，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等本事，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让莫姑娘开口求人。逍遥王出事了吗？这不是噬魂蛊吗？逍遥王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被下了如此恶毒的蛊？你们可有办法？西岳太子是毛道人唯一的徒弟，身手不凡。涂山淼是涂山族的狐狸，灵力也非同小可。现在龙神就在外面，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在慢慢的涌上来。他们三个人联手，兴许可以逼出景云体内的噬魂蛊。莫姑娘不是已经想到了？三人联手逼出噬魂蛊。本宫今日出手，便是逆天改命。本宫不要莫姑娘记着本宫的恩。那你要什么？本宫只要逍遥王记得本宫的恩。这件事情不知道莫姑娘能不能做主。你莫离怒视楚晨星，景云的势力如何，楚晨星心中很清楚，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既然是西岳的太子，要景云承了他的恩，以后要是让景云牺牲大景的利益，以景云的性子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莫姑娘不要气，本宫不是那等小人，国土之争不该放在私人恩怨上，只是日后有些事情或许需要逍遥王相助。好，只要不违背景云的底线和为人准则，可以。涂山淼没有什么好求的，都得了莫离的一个恩，他就已经很满意了。在天东的协助下，莫离扶着景云的身体抬到了院子里。此刻正是正午，阳光正盛的时候。莫离盘腿坐在金龙面前，涂山淼和楚晨星也寻了个位置盘腿坐下，三人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方位。景云便在这三角形的正中。这噬魂骨我们强行逼了出来，要是没了新的宿主，也会重新回到景云的身体里。莫离，你想清楚了没有？涂山淼怕莫离不知道这个情况，还是先说清楚的好。既然莫离叫他们过来，刚才要让蓝扶桑和天东在门外守着，那这噬魂骨逼出来了，岂不是要传到莫离的身上？无妨，我这个人命硬，不要紧。风烟，你还不出来？金龙无奈的开口。院子里一阵旋风而过，一个白衣女子凌空出现。这女子长得极美，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莫离认得，是上次在荆州的时候拿走他玉佩的女人。你们将那噬魂骨转到我的身上便可。风烟身子缓缓降下，与景云背靠着背。莫离一愣，风烟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这么好心的帮忙？你知道噬魂骨是什么吗？知道，你动手吧，时候到了，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了。莫姑娘，还是要尽快动手吧，你的符只怕是支撑不了多久了。涂山淼好心的提醒，他看见景云身上的冰可是越结越厚了。莫离手中结印，楚晨星驱动招魂铃，而涂山淼则是取出一个玉环，将那玉环一扔，身后竟然摆动着6条雪白的尾巴。莫离此刻也没有心思去关注涂山淼的尾巴，注意力只放在了景云的身上。3道白光齐齐朝着景云打去，一道落在额间，一道落在后心，一道落在丹田。昏迷之中的景云意识缓缓地恢复了些，只是还不足以支撑他醒过来。他感觉到有3道暖流流淌过他的4肢百骸，最后汇聚到了血液之中。莫离额间冒出细密的汗珠，目光却愈发的坚定起来。他看见在景云的皮肤之下，像是有什么在翻动。若是没有猜错的话，那翻动的定然是与景云血液混合在一起的噬魂骨。只要他再努力一下，就可以把噬魂骨给逼出来。想到这儿，莫离的心头有几分雀跃，手中力量也更多了些，连带着楚晨星和涂山淼，他们也跟着一起多使了几分力气。景云垂在两边的手，每根手指的指尖都冒出了一颗颗的血珠，血液滴落在地面上，犹如妖冶的花。也不知这样过了多久，莫离感觉自己的力气好像都要用完了。景云这才脸色突然一白，从指尖冒出鲜血的地方流出许多黑色的小虫子，那些虫子从景云的身体里溢出来，好像失了魂一般，四下仓皇，最后抱成一团，在景云的脚边形成了一个黑色的球。景云手指间的血液慢慢的又变成红色，再也没有小虫子出来。莫离半点都不敢松懈，见到景云的手指间恢复了正常人的血色，朝着风烟点点头，示意他已经将蛊虫都逼出来了。那团黑球汇聚在一起之后，明白自己现在不在宿主体内，
此刻离他最近的就是景云，挣扎着又要冲向景云的心口，却在半路上被一双手给拦了下来。说来也奇怪，若是寻常人碰到了那噬魂蛊，噬魂蛊中的小虫子就会散开，钻破皮肤，寄宿在那人的身体中。可那黑球在风烟的手中悬空而至，拼了命的想要钻进风烟的手心，却怎么也使不出力气，反而被风烟捏在手心中把玩着。不光莫离，就连楚晨星和涂山淼也都惊呆了。风烟身上没有人气，没有妖性，要说是仙，可风烟身上也没有半点仙气，像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好了，黑瞳，事情已经做好了，我们走吧。龙神，你还要离开？青龙点头，浑身金光闪过，缩成一团，变成了一块龙形的碧玉，落在了风烟的另外一只手上。可墨家的事情我也听黑瞳说过了。黑瞳？黑瞳是他的名字。我与黑瞳相识1000年，没想到他竟然越过了时空，去了你之前的地方。莫离，你不要忘记了，墨家的驱魔术从来不是靠黑瞳的力量。你的先祖单凭一人可以收了黑瞳为他所用，你们墨家本就不是寻常人家，莫要将所有的希望放在黑瞳的力量上。好好看看墨家的驱魔术，仔细钻研。你资质不差，除去几分浮躁和戾气，便能寻得大道。莫离这次没有与风烟顶嘴，不管是龙神还是黑瞳，他可以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墨家的驱魔术确实很厉害，只是自打先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先祖的水平。他真的可以吗？这玉佩我还需要再用些时候，你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好好历练一番。黑瞳曾说，你的脾性是历代以来和你先祖最像的，千万不要辜负了他的期望。说完，面前疾风一道，逼得众人只能抬手挡在眼前，以免被飞沙迷了眼。等众人再抬眼看的时候，风烟和黑瞳都不见了踪影。那人不是什么泛泛之辈，既然他是这么同你说的，你倒是可以好好钻研一番。莫离点头，听风烟这一番话后，他倒不是心心念念想着要拿回玉佩了。既然墨家本身就那么厉害，那他就试试，说不定真的可以成为墨家先祖那样的人。既然事情已经办妥了，我便回去了。莫姑娘不要忘记了欠我的这份情。今日的事情，多谢，我会记得的。送走了涂山淼和楚晨星后，莫离坐到景云的床边，伸手探着他的脉搏。现在还有些虚弱，可比起原来，实在是要好太多了。想到景云身上再也没有噬魂蛊作乱，莫离心头涌起一阵酸涩，脱下鞋子，躺在景云的身边，脑袋枕在他的肩膀旁边。这几日景云也不是很好过，下巴上都有青色的胡茬，换做以前，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莫离抬手轻轻地摸着景云的胡茬，也不知道是不是人长得好看的缘故，亦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莫离只觉得景云连胡茬都那么好看。之前的紧张情绪在这一刻彻底消散，莫离也安心地闭上了眼睛，呼吸逐渐变得匀称起来，陷入安睡之中。景云醒来的时候，莫离早就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床边看着他。这一睁眼，二人皆是一笑。让你担心了。你身上的蛊已经解开了，用了另外一个法子逼出来的，还多亏了楚晨星和涂山淼呢。其实我前些日子也查到了当年给我下蛊的是谁，还想等着你出来了再教训他，解了我的蛊。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帮我的。你查到了？若是情报无误，
便是那李贵妃了。好了，先不说别人了，有些事情晚些说也无妨。我那个时候好像听见你唤我阿云。景云耳朵尖微微红了，原来被心上人喊昵称是这么的让人心动的事情。这是不是结发了？景云顺着看去，自己和莫离的头发竟然绑在了一起。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景云轻声念着那句两不疑，心跳得厉害，耳朵尖也红得更厉害了。结发夫妻，相爱不疑，一生相守，这比任何的情话都要让人心中甜蜜。阿离，我此生定然不负你。我意识。一连几日，莫离和景云都在王府中，谁的麻烦也没有找。在皇宫里的景灵帝倒是坐不住了，想起那日威风凛凛的金龙，还有金龙之下满身戾气的莫离，他心头不禁发抖。闯荡半生，他还是头一次对一个小丫头产生这样的惧意。景印兰匆匆赶到金銮殿，自打那日去大理寺见过莫离之后，他便去了一趟城外，今日才回来。刚进城门，便有人来说是景灵帝召见自己。参见父皇。父皇宣儿臣前来，可有什么事情？老七，你可是在怪父皇？老七，你可是在怪父皇？儿臣不敢。老七啊，是父皇对不起你啊！你母后的事情，朕是知道的，她被人冤枉。可那个时候，父皇刚登基，地位不稳，只能委屈了你母后啊。景印兰听到景宁帝的哭腔，纵然心中还有疑问，但是在景宁帝提起前皇后的时候，他也忍不住的红了眼眶。如果不是没有了母亲，他堂堂大景皇室的嫡子，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你知道母后是被冤枉的啊！当年李锦儿还不是贵妃，但那大哥是当朝武将，手握重兵，是唯一可以和景渊义抗衡的。朕也是不得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母后被他给害死。景印兰摇摇头，他之前始终以为景宁帝是不知情的，现在景宁帝这么说，那他的母后岂不是被他心中日日思念的夫君害死的？母后是被你们一起害死的？是朕错了，可现在朕也给你母后报仇了。朕的江山只能是你的，李锦儿，休想！眼中怨毒，景宁帝想到李贵妃那两个都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不禁冷笑。他以为头一个孩子是被后宫中的妃子害死的，却不知那是朕授意的。只是可惜了这次的，原本想用这个孩子将莫离那贱丫头杀了，却没想到竟然被景云反将了一军。景印兰平复了内心的纷乱，目光逐渐寒凉。父皇，这次的事情是你一手策划的？是。只要除掉了景云，日后你便可以安心的登基，继承着大景的江山了。孩子，这些年父皇不敢亲近你，若是父皇宠你，只会为你招来灾祸。生在皇家，要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绝情。景宁帝垂泪，他膝下那么多儿子，唯一认可的便是前皇后的儿子，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是个可造的人才。你怪朕也是应该的。
要不是朕的不闻不问，你怎么会被欺负这么多年呢？你那双眼睛最像朕了，而你的脾气却像极了你母后。父皇知道你心里喜欢那个茉莉，可她绝不是你的良人呐。不要说了！提起茉莉，景印兰便会想到那日在大理寺，茉莉对他说的那番话。难道他就真的那么比不上景云吗？你若是真喜欢那个丫头，父皇也绝对不会多做阻拦。但是你也要想清楚了，现在那丫头的心是在景云的身上，真要得到那丫头，必须要做2件事情。哪2件？在景印兰的心中，皇位和茉莉都很重要。如今他再也不需要担心龙椅的归属，想要的也只是茉莉。除去景云，得到那丫头的心。若是那丫头一心在你身上，父皇也就不同她计较这些事情了。就那丫头的本事啊，日后肯定能够帮得到你的。景印兰不作声，心中却在盘算。景宁帝说的不错，只要景云死了，他有的是时间可以俘获莫离的心。可前提是景云必须死。你今日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这是玉玺，先交到你的手中，若是朕需要的话，便会派人宣你的。随后又将那块黄布打开，是一道遗诏，景宁帝提前写好的遗诏，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景印兰是嫡子，继承皇位，顺应天命。见到这2样东西，景印兰的身子都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这是激动的颤抖，要不是此刻心跳的极快，他都要以为这是一场梦了。皇位当真是他的囊中之物了。这道圣旨，朕会交到李公公的手里。朕若是不能除掉景云的话，那日后你定要小心他。父皇知道你心中的愤懑，这景云是心腹大患。若是之前只要想着如何让他死得悄无声息，可现在他手握天下之财，不是那么好对付了。莫离和景云不知道景灵帝的这番心思，2人在府中懒洋洋地晒太阳。莫离枕在景云的腿上，景云的上半身微侧，正好为他挡住了面前刺眼的阳光。眼睛的余光正好瞥见了不远处在花园里忙活的秦青。莫离突然笑了。阿云，你可知道最近你的书房还有我的房间总是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哼，你猜他在找什么？兵符吧。莫离记得当初在义庄的时候，景云说过，景宁帝这些人至今不对他动手，便是为了那块一直不见踪影的兵符。兵符真的在你手中？在，只是他们拿不到。你这么确定？那块兵符命令的不是大景的军队，而是我父王的军队。什么？你父王的军队？景云点头。燕老王爷当年已经感觉到了景灵帝的小心思，所以在军中暗自集结了一批自己的军队，足足3万人。这3万人皆是以1当10之辈，不仅是士兵，还个个都有领兵之才。兵符一事是母妃在一次醉酒的时候故意泄露出来的，为的就是让景宁帝忌惮。兵符到底有没有啊？景云摇头，桃花眼笑得像弯月，那模样和涂山淼那只狐狸似的。我便是兵符。莫离颇为赞赏的点头。燕老王爷若是还活着，
肯定是这大井中莫离最佩服的人。那这些人要怎么处置呢？先让他如此。我还想知道，他们身后的是景宁帝，还是其他人？我突然觉得你身上这白色袍子挺好看的，过2日将我那些蓝袍都烧了。干嘛烧你的？怎么不烧了他的？这衣服都是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们烧啊？好，你说烧谁的就烧谁的。景云无奈，莫离这守财奴的性子倒是一点都没有变。他倒不是想要避开秦青，而是的确觉得这白衣穿在莫离身上有一种别样的美，好像这世上没有谁穿白衣有莫离好看。他也想要同莫离穿的一样的衣服。说干就干，莫离哧溜一下从景云的腿上滑下来，手里拿着2块糕点，就朝着秦青的方向走去。一直在低头做事的秦青，注意力也是时刻放在莫离和景云这边，只是隔得有些远，听不见这2人在说什么。看着莫离和景云如此亲密，秦青的心中就像是有一团火在烧。他现在尾生无涯，倒不是说无涯不好，可和景云比，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如果没有莫离的存在，相许此刻在景云怀中的便是他了。见到莫离朝他走过来，秦青收敛起了眼中的嫉妒，低着头，一副顺从的奴婢模样。莫姑娘，哼，这些日子在王府里头过得可还好啊？王府的人都很好，王爷和莫姑娘也很好，奴婢过得很好。哎，我记得王府好像有准备丫鬟的衣服吧？怎么从未见你穿过？是觉得衣服不够好吗？秦青身子一颤，自然明白莫离的意思，连忙跪下。莫姑娘，不是的。那你为何不穿？奴婢是舍不得，奴婢是觉得那衣服太好，自己准备的衣服有没有坏，有些舍不得穿。秦青心里明白，莫离是因为见不得他与景云穿一个颜色的衣服。虽然减少了头上首饰的数量，可凭着这衣服的款式还有布料，要是有不知情的人来，不见莫离，想来会将她当作是王府中的莫姑娘，而不是一个丫鬟。没坏，嗨，我正好闲着没事做，将你那些衣服都拿来，我帮你弄坏，你就不会心疼了吗？可，秦青还是不死心，想要争上一争。只可惜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莫离的身份比起来，说话都得跪着。远远听见有脚步声过来。莫姑娘，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现在就去换上丫鬟服，那些衣服奴婢以后不会穿了。哦，你这么心疼那些蓝衣服啊？莫离将那个蓝字咬得极重，像是故意说出来的。青青听到了脚步声，难道莫离会听不到吗？莫离背对着都知道来的人是景云，看来青青又想要可怜兮兮的演戏了。这些蓝衣裳都是奴婢最为喜欢的，离开秦府的时候匆忙，也只带了这些蓝衣裳出来，还望莫姑娘大发慈悲，莫要将奴婢的衣裳毁了。青青在景云靠近的时候才说出来，然后不停地在莫离面前磕头。蓝衣裳啊，阿云，我记得你最喜欢的就是蓝衣裳吧？莫离瞟了景云一眼，都是他在外面招蜂引蝶的，惹来这么一个戏精，总不能每次都让他来解决吧？景云当下就明白了莫离的意思，脸上是无奈，可心里却开心的紧。阿离这是吃醋了。是啊，母妃曾说本王穿蓝衣服最好看，只是你这奴婢是不是不清楚啊？本王从不让府中的奴婢与本王穿同色的衣裳。景云身中色厉，吓得秦青连磕头都忘记了。
奴婢。哎，这点小杀力就不要动手了，你自行去将衣服取来，本王看着你亲手烧了他们。与其他和莫离费力气烧，不如让秦青自己烧，让他在王府中穿蓝衣，让他惹得莫离心里不痛快。秦青咬着下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景云会如此护着莫离。他不蠢，会听不出景云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帮着莫离的吗？奴婢这就去拿来。莫离和景云站在院子里，看着秦青离开的背影，莫离依旧不饶人。秦青整日在他和景云面前晃荡，实在是惹人心烦。哼，他倒是厉害，眼泪是说来就来。你当真要看着他将衣服烧了？当然不，我才懒得管他的事情呢。你说他要是抱着衣服过来，没看到我们，那一腔的可怜没有地方撒，那多难受啊！就你鬼灵精，一个秦青而已，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趁着现在还折腾一下，以后就懒得去折腾了。莫离随口换来了一个丫鬟，让她在这里看着秦青将那些蓝衣裳都给烧了，自己则拉着景云的手，悠悠哉哉地朝着王府外面走去。昨日毛真真让人传话来，今日他们便要启程回西岳。想着那日为景云解蛊，楚晨星也耗费了不少力气，他们两个怎么都要去送个行才好。师兄，莫姐姐什么时候才来啊？我们都要走了。相识一场便是缘分，况且我们日后总会相见的。走吧，再不启程，只怕是要误了时辰。楚晨星、毛真真，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莫姐姐，我等你好久了。莫姐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方才去买了些吃的，怕你路上沉闷。莫姐姐，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毛真真抱着那袋子吃的，猛地扑向莫离的怀中，心中实在是舍不得莫离，几乎是嚎啕大哭起来。马车里的楚晨星悄悄勾起唇角，眼神也破天荒地柔和起来。莫姑娘，有心了。莫离扶着毛真真的肩，手掌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她。无妨，之前承了太子的恩，这不过是一点小心意。我倒是将这件事情忘记了。日后莫姑娘和逍遥王若是得空，来西岳走走，本宫亲自接待。提到解蛊的事情，景云也记得楚晨星的这份恩，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交到楚晨星的随从手中。太子之恩，本王铭记于心。太子和阿离的约定，本王也会时刻记着。好，君子之约。希望逍遥王日后莫要让本宫失望。不过二位不用太子的喊我，既然是朋友，不如就唤我一声晨星吧。可以，日后若是有机会啊，我们二人也去西岳看看四季如春的好风光。简单的告别一番，为了不耽搁行程，毛真真这才醒着鼻子，慢悠悠地上了马车，半个身子都要从马车的车窗里探出来，朝着莫离挥手告别。楚晨星和毛真真一走，莫离心里也颇为不舍。这两人来的时候带着目的，可接触一番却觉得这两人活得也算坦荡，尤其是毛真真，藏不住半点秘密，是个不错的孩子。西岳的人走了，二位可是不舍？医馆大门口，涂山淼倚靠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胸前的衣衫大开，露出精壮的胸膛，木发披下，用一根丝带束起，额间还落了几缕发丝，这模样好不魅惑。涂山兄，
这里可不是大漠，衣裳还是穿好的为好。景云一把将莫离拉回怀中，除了他的胸膛，莫离谁的也不能看。涂山淼眼唇轻笑，也不知怎么，景云总觉得今天的涂山淼有一种放飞天性的感觉。知道涂山淼是狐狸精，可之前在皇宫里还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怎么今日就变得如此的放荡不羁了？哼，怎么，你也要走？景宁帝寿辰已过，呼延君明日也要回大漠。我不是大漠皇室里的人，想留在哪里就留在哪里。你这意思是要留在盛京？我知道王爷手下商铺诸多，不知道能否让一间地段好的给我，我就要留在这盛京扎根了。哎呀，我想了想，我还是得留一点防身，剩下的我另外偿还。那你想怎么偿？涂山淼一挑眉，狐媚的眼睛里透着狡黠。我记得莫姑娘身边有一只半妖，莫姑娘始终是修炼术法的，不懂我妖道，不如将那只半妖送到我身边，我帮你教导一番。其实就算涂山淼不说，莫离也有这个想法。蓝扶桑修的是妖道，和自己始终不是一样的，一直按照他知道的那点修炼，进度不大。阿云，找个好一点的铺子给他，明日就让扶桑去找他。景云哭笑不得，他倒是不介意那点银票，只是这莫离管家婆的身份带入的太快，他都有些还反应不过来。是，听命。咦，我们族中的狐狸都比不上你们腻歪。说着便转身离开。既然不准备回大漠，这一馆他也没有必要待下去。至于呼延君，哼，这样沉不住气的王子，不是巫族要辅佐之人。刚踏进王府，就看见无涯带着秦青跪在了王府门口。这次还好，没有再背着金条。景云见到这场景，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中顿时起了一阵无名火。同样的法子，还要是2次不成？秦青此刻也换上了燕王府的丫鬟服，为了不让莫离再抓住小辫子，这次还十分主动的将自己的发饰也改成了丫鬟的发髻。呀，二位这是又要干嘛呀？认错还是认罪啊？莫姑娘，属下知道青儿惹姑娘不满，特此向姑娘认错。那些衣服都已经烧了，日后若是姑娘还有什么不满，属下定然不会护内的。护内？这次说话的是景云，他是当真不想再给无涯任何机会了。他唯一的那点善心，好像都会被他们利用。这样的人，再留在燕王府里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养一条狗。本王若真要计较，你能护得住？哼！略带嘲讽的哼了一声，拉着莫离离开，任由那2人跪在地上。就算跪穿了膝盖，那也与他无干。今日你有些不对劲。今日那个小兵是破云君。破云君？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景云摇头，那小兵手里拿着的东西应该是军报，现在想来是在景灵帝的手里。不过能够让破云君都如此状况的，只怕不是什么小事。你要去管？兴许……景云知道莫离在担心，回答的也有些没底气。你去吧，他们等了你那么久，之前因为你中蛊而不好大展拳脚，如今蛊已经解了，莫要让他们失望。忽的一笑，再说了，你别忘记了，有我在，你想死也死不了。
还未再说些什么，李公公突然出现在燕王府。李公公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逍遥王接旨。双手托起圣旨，却始终不见莫离和景云跪下。你们，嘿，好大的胆子！见到圣旨还不跪下？公公若是愿意颁这个旨，便将圣旨交给本王；若是不愿意，就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你这是要抗旨不遵吗？李公公难道是觉得我们上次在皇宫里头闹小了？还是李公公想再看一次我的龙神？李公公颤颤巍巍的将那圣旨朝着景云面前一递，也不管什么宣旨的事情。景云一拿到圣旨，就带着身后的太监从燕王府中落荒而逃。打开圣旨，景云只看了一眼，怒极反笑。景宁帝还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事到如今还想要我交出兵符，派人去剿灭匪贼。兵符就是你自己，你要怎么办啊？既然他要兵符，我给就是。军中大权一直落在他手里，我还有些不放心。如今他倒是将这个机会送上门来了。次日一早，天还未亮，景云换上了象征王爷身份的朝服蟒袍，平日里随意披散的头发用金冠束起，身上的骨解了，脸色不再苍白，看起来是气宇轩昂。阿离，我这一身如何？就你俊俏，进宫去见了景宁帝，你准备怎么说啊？不用我说，朝上自然会有人帮我的。进宫去见了景宁帝，你准备怎么说啊？不用我说，朝上自然会有人帮我的。莫离露出怀疑的神色，他怎么看不出来，眼前这个闲散王爷在朝廷还有这等势力？那阿离啊，便在家中等着我的好消息。出兵剿匪，对别人来说这事关生死，可对景云来说，这无关生死，只是他主动出击的第一步。莫离点头，他喜欢看见景云将目标展露出来的样子。认真的人很好看，认真的景云更是让他移不开眼。既然景云有这样的目标，他便会尽全力去支持他。一如之前景云说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相互信任和扶持也一样的重要。青鸾殿上，文武百官见到一身朝服的景云第一次出现在早朝上，面露诧异。只是其中也有几人稍稍没有那么激动，好像早就知道景云会来。逍遥王的身子好些了吗？怎么今日突然来上朝了？昨日皇上让李公公来燕王府宣旨，不是向本王要东西吗？怎么逍遥王带来？倒是没有。皇上，如今拿我贼匪如此嚣张，燕王府多年以来承袭武将之风，九月王的身子也已经好转，身手过人，不如由王爷带兵前去剿匪。臣也如此认为。燕王府在军中颇有威望，若是由逍遥王带兵，定然能够振奋军心。皇上，如今拿我贼匪如此嚣张，燕王府多年以来承袭武将之风，九月王的身子也已经好转，身手过人，不如由王爷带兵前去剿匪。臣也如此认为。燕王府在军中颇有威望，若是由逍遥王带兵，定然能够振奋军心。景宁帝脑海中闪过一条又一条的计策，又被他一一否决。景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孩子了，他已经在景云和莫离的手上吃过2次亏，绝不能再吃第3次了。
想法与那些文臣的有些不谋而合。如果景云带兵出了事，或者是死在了那群贼匪的手上，那更好，不需要他动手就可以杀了景云。好，朕也觉得逍遥王承袭当年燕王爷的风骨，想来也是不差的。有逍遥王领兵剿匪，想来是可以带回来好消息的。景明帝笑得奸诈，龙袍之下的手指不停地摩挲，思考着要如何在军中做手脚，让景云出了圣经再也不能回来。儿臣也愿带兵前往，协助逍遥王一起剿匪。儿臣身为大景的皇子，愿以身先士卒，愿做先锋，为逍遥王此行添上几分力气。毕竟是父子，景明帝瞬间就明白了景印兰的心思，对于景印兰还有这番细密的心思很是满意，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赞赏，也对自己挑选合适的儿子作为继承者的眼光也很是骄傲。哈哈哈哈！既然你有这番心意的话，那便成全你了。本王何时答应要去带兵了？从头到尾都是金銮殿上的群臣在起哄，是景印兰想的太多，也是景灵帝自作多情了些。景云可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答应了这件事情了。众人的脸上有些尴尬，尤其是宋将军。王爷，这盛京城内只有王爷最为合适了。既然众位爱卿都如此举荐的话，逍遥王就不要再推辞了。怎么？这是要逼着本王去带兵不成？景云冷哼一声，目光落在景印兰的身上。本王瞧着七皇子倒是很想去，先锋就不必了，不如就让七皇子做主帅好。堂堂皇子给本王做先锋，屈才了些。逍遥王言重了，我身手不如王爷，身边也没有像王爷那样多的能人。王爷此番话倒是让我明白了，若是去，只怕是要给王爷拖后腿。父皇，儿臣认为倒不如让逍遥王领兵前去。儿臣文不成武不就，看来是帮不成什么忙。朝着景宁帝眨了眨眼睛，示意他别再抓着不放了。景宁帝也不是老糊涂，当然明白景印兰的意思，跟着应和。是啊，便让逍遥王领兵前去。你从未接触过这些，还是在圣经多向几位老将军讨教一番的好啊。逍遥王觉得如何呢？都如此说了，本王要是再推辞，岂不是辜负了诸位的一片期望和大景百姓这些年来对燕王府的拥护？景云只是浅笑，谁也看不出来他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一个任何的情绪、任何想法都不会在脸上表露出来的人，这才让人觉得可怕。既然如此的话，逍遥王明日便启程前去吧。这是军中的规矩，你莫要忘记了。自然。景云岂会不明白景明帝的意思？军中的规矩不能有女人同行。景明帝这意思是要他不能带上莫离。离开皇宫的路上，景云走在前头，独自一人，背影坚定卓绝。若不是那一身属于王爷身份的蟒服，只怕还要以为前面站着的才是身怀95之尊气息的皇帝了。景云回到王府，正要去找莫离，远远的就听见了刀剑相向的声音，目光微凛，脚下没有半点停歇，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扶摇，你好大的胆子！莫离站在一边，身旁站着蓝扶桑，轻轻被蓝扶桑一脚踩在地上，双手都被绳子绑住，满脸泥泞。前面是天东与无涯相斗，
两人的武功相差无几。仔细查探的话，无涯的身手比天东还要更胜一筹。莫离嫌恶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秦青，为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当真要背叛燕王府吗？还是说你早已背叛了？莫姑娘，属下知道属下燕王府已经没有属下的地位，可莫姑娘能否不要如此对待青儿？我如何对她了？抓了一个小贼，我还不能惩戒了？青儿并没拿姑娘任何东西，莫姑娘休要如此污蔑。大郎君，人带来了。叶小月这才想起刚刚让麦冬去喊人的事情，带去我屋等着。说罢便要推门从正门回屋。长兄，你等一下。邱静兰站起身来，从袖口掏出一个小瓷瓶，塞到他手上。长兄，外头风大，您刚洗完脸，刚出去的急，我没来得及叫住你。你把这个涂在脸上再出去，别吹伤了脸。静兰，这个怎么用的？邱静兰抿唇一笑，将小瓷瓶倒扣，乳白色的液体便流了出来。她将乳液点涂在长兄的脸上。这个是极细茉莉花粉兑了牛乳做的，是我偷偷跟膳房的老嬷嬷要了一点点牛乳做的，长兄要替我保密啊。你放心，日后长兄赚了钱，天天让你喝牛乳。长兄是要考取功名的，怎能从商？士农工商，商家可是最底层的，长兄怎么能去做那些？你这话其实不对，若无商家，何来祖国经贸昌盛？我们家若不是名下有些店铺，如何支撑这样硕大的一个邱家？就凭爹的那些俸禄？静兰，不要瞧不起这世上的任何一种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作用。没有，济南从来没有瞧不起别人过，只是不知道商贾如此重要。长兄说的是，济南受教了。真是好孩子，长兄那边还有事，你陪你皎月阿紫敷脸吧。长兄放心，静南一定将皎月阿紫抹得白白嫩嫩的。怎的了？刚才他拍你的头拍疼了？不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被人拍过头，就连四兄也没有过，感觉被夸赞了，很温暖。